我明明只是个练气期的小弱鸡，可9位女帝都想和我坐摇摇车，不仅月华女帝在我身上鏖战一宿。哼，不愧是夫君，摇摇车的技术真好，就连魔尊也对我日夜使用吞天魔功，只因我经历9世轮回，每一世都有着一位挚爱，本以为最后一世无缘再见，却不料宗门内的女帝竟全是前女友。把脑子寄存一下，看完带走，顺便领个帅哥和美女。这就是东荒6巨头之一的神梦宗吗？群山万壑之间，一座被云层遮住的山门下，正站着几个青年。开口之人是其中一个痞帅青年，他叫林峰，身穿到9天大陆。不过此前历经了9世轮回，目前是第10世。尽管每一世都有一位美若天仙的挚爱，可现在遇到的话，大概率会提刀杀过来。但有得有失，如今这一世，林峰将上一世修炼的他心通带了过来。他心通可以偷听他人心声，遇到危险也能提前知道。如今能来到神梦宗，除了天赋过人，也有他心通的功劳。可惜修炼资源都在大宗门手里，导致林峰现在才炼气巅峰。不过等筑基以后，前几世符合的功法就可以修炼了。林峰，别看了，以后你也是神梦宗的一员哦。一位身着青色长裙的绝美少女正笑盈盈，伸手在林峰眼前晃了几下。旁边那几位青年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们也长得不差，可一路乘坐飞船过来，师姐顾新蕊偏偏就只搭理这个叫林峰的家伙。这家伙长得帅就算了，还用花言巧语哄得顾新蕊咯乐个不停。这还没有正式拜入山门呢，林峰就已经开始抱上大腿了。师姐，我们进去吧。听到顾新蕊那百灵鸟的声音，林峰的思绪也渐渐收回。神梦宗建立不过1000多年，可在几百年前，陆续有几位神秘强者降临坐镇。神梦宗前后有3次遭遇过灭宗之战，打到山门口的时候，那几位只是轻轻吹口气，就将敌对宗门全部抹杀。明面上是东荒6大巨头，可那几位要是愿意主动出手，东荒早就是神梦宗的天下了。而林峰这一世资质不错，自然要找个牛掰的宗门当靠山。好好的，总不能没苦硬吃吧。师姐，咱们神梦宗那几位前辈。林峰故作迟疑，想要引诱顾新蕊透露1、2，毕竟这现成的大腿不抱上，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切，林峰，你连神梦宗那几位前辈都没听说过，还好意思打听吗？就是，我可是听说里面有一位是来自中州的女帝，劝你还是老实一点，要是得罪了那几位，上天入地都没有你的活路。女帝？林峰转世才18年，对神梦宗这等庞然大物了解实在有限，而他转世前神梦宗都没有建立呢。林峰无视几位青年的话，可顾新蕊却眉头一皱，随即双手叉腰看向那几人。以后都是同门师兄弟了，你们说话客气点，要是让我看见你们针对林峰，休怪我不客气。顾东，几位青年闻言连忙闭嘴，不敢再多说一句话。顾新蕊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是神梦宗现任宗主的亲闺女，别说不客气了，她就是皱个眉头，几人都得麻溜的滚蛋。顾新蕊轻哼一声，吹了个口哨，立马就有一群身穿蓝色服饰的弟子御剑降临。在神梦宗弟子错愕的神色下，顾新蕊挡住了其中一名弟子。我亲自带领师弟去，你们不用管了。死！这淑容大小姐不仅仅是神梦宗第一美女，更是东荒无数修士的梦中女神呀。平时见一面都难，如今居然对一个练气期的小子如此主动。师兄，别废话，上来！几个青年刚刚开口，神梦宗弟子就不耐烦地将他们拉到剑上。本来接新入门的师弟就烦，看到女神主动对林峰示好，心里就更加不得劲了。那几个青年捂住嘴巴，差点就要哭出来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另一边，和顾新蕊站在剑上的林峰正享受着微风拂面的清爽，却不知道两人所过的群山中纷纷都投来了诧异、羡慕，甚至是嫉妒的神念。他们见一面都难，这个练气期的蝼蚁居然可以和大小姐如此亲密，要是他们以后结为道侣，那不是天塌了。林师弟，你刚刚的问题，师姐可以偷偷告诉你，那几位前辈都是很漂亮的姐姐哦，而且他们和我关系好好，不过他们不喜欢被打扰，爹爹都没资格见他们的尊容。都是漂亮大姐姐，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可能是想多了。林峰眉头紧蹙，自己这玉树临风的，总不至于令人生厌吧？那几位前辈再漂亮，感觉在师姐面前还是差了一点。林峰嘴甜的吹捧，让顾新蕊顿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扯着裙角，在抬头时语气都有些结巴。不是的，林师弟，
你不要乱说，林师弟是不是喜欢我呀？可黄天姐姐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我还是矜持一点吧。黄天姐姐，总感觉好熟悉，应该和霓裳那妮子不搭边吧？林峰动用他心通偷听，将顾新蕊内心的想法全听得一清二楚。说起霓裳，林峰有些遗憾，因为那妮子为了救自己自爆而亡。不过她本体是纯血火凤凰，可以浴火重生，但林峰等了1000年，直到被敌人弄死，也没有等到她复活。师弟，你先安顿下来，师姐一定不会让你的剑道天赋埋没的。林峰轻轻点头，这一世他有剑心通明的天赋，属于天生的剑修，有神梦宗作为靠山，他才有机会猥琐发育。等实力上去，仇人得解决，故人也得寻回。有顾新蕊在，林峰入门一事非常简单。不过炼气期都是外门弟子，只有潜心修炼3个月才会发放筑基丹。林师弟，快看这是什么？顾新蕊一开口，周围外门弟子甚至是内门弟子都被他玉手所吸引。本来他出来就备受瞩目，此刻的动作更加让人羡慕嫉妒恨。筑基丹？林峰有些惊讶，借助他心通清楚顾新蕊的身份，所以才展露出了自己剑心通明的天赋。再加上他这俊朗的外表以及嘴巴甜会说话，这妮子对自己好感大增。林峰知道自己会被神梦宗器重，筑基丹也不需要等待3个月。可是刚刚入门就有，这怕是顾新蕊自掏腰包吧？也许对顾新蕊来说不算什么，可这股子主动劲，不过林峰没有接受，因为他不会拿自己的根基和未来开玩笑。筑基期就服用丹药，除非天赋极低差不多。多谢师姐好意，但我更希望靠自己筑基，修炼境界，炼气、筑基、真灵、人灵、地魄、天魂、生玄、死玄、轮回、圣人、大圣、圣王、准地、大地。炼气细分1到9层，筑基往后，初期、中期、后期、巅峰。那好吧，我先带你去找个灵气充盈的洞府。顾新蕊先是一惊，不曾想林师弟骨子里还是有点傲气的。可见林峰拒绝，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林峰并没有解释，尽管这一世环境受限，他依旧凭借前几世的经验锤炼好了根基。他的厚积薄发，只是需要一个灵气充盈之的进修罢了。有顾新蕊在，林峰的洞府压根不比那些内门弟子差。两人都没有注意到，一道绝美倩影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而他面前的虚空像镜子一般清澈，和面对面没什么区别。只是看到林峰的面庞时，他那冰冷的眸子却有些恍惚和难以置信，但很快又闪过一丝忧伤。他微微垂下眼帘，深吸一口气，在抬头看向林峰时，眼里多了一丝坚定。随即他便传音给顾新蕊，新蕊，林峰前世是姐姐的故人，等他筑基以后带他来姐姐这里吧。前世故人？顾新蕊有些诧异，不过帮忙清理了一下洞府，便快速离开了林峰的洞府。后者没有挽留，而是在洞府打坐冲击筑基境。另一边，神梦宗境地最深处的10府之一，顾新蕊熟练地来到门口等待，很快就出现一座空间通道，带着他消失不见。再次睁眼时，顾新蕊已经来到了另一方天地。不远处，一位容颜绝美、清冷如霜的白衣女子正端坐在半空中。她如同雪山之巅的冰莲，高洁、神圣而不可侵犯。那超凡脱俗的气质，如同仙子下凡，不染尘埃，只是眉宇间却透露着一丝悲伤。她名唐月华，是一尊真正的大地强者，也是神梦宗的庇护者之一。月华姐姐。白衣女子听到顾新蕊的声音，并没有睁开眼睛，只是呼吸明显有了一丝顿挫。新蕊，我知你疑惑，但知道了太多，对你没好处的。顾新蕊莞尔一笑，既然唐月华不说，她也就不问了。几位姐姐待她如亲妹妹般好，她根本不担心会害自己。知道了，月华姐姐。不过林师弟筑基可能还需要几天呢。几天？如果林峰保留前世记忆，那在这18年内肯定会打磨好自己的修炼基础。即便这一世天赋也不行，筑基也用不了几天。不会的，最多2天时间。对了，你叫他的时候不要说我的名字，也不要说故人。唐月华语气一如既往的冰冷，只是眼神却无比坚定。好的。尽管顾新蕊不清楚唐月华为何如此笃定，不过既然是前世故人，那林师弟肯定有非常厉害的底牌。想到这里，他便一蹦一跳的离开了。唐月华望着顾新蕊离去的背影，怔怔出神。此刻的他脑海里全是和林峰的回忆，以及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傍晚，林峰的洞府内，随着周围灵气的疯狂涌入，林峰的气息也在逐渐攀升。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中，林峰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一般，体内的灵气变得更加充沛纯净。从这一刻开始，林峰将拥有200年寿元。不过回想起适合自己的功法时，他的思绪不由回到了曾经。那是一位绝美的女剑仙，身姿飘逸，如同仙子下凡。韩月，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修炼你师尊传授你的功法。林峰轻叹一口气，目前最适合他剑心通明天赋的，自然是李寒月所修炼的无极剑韵。这是一部强调剑法与天地自然相契合的功法，需感悟天地间的韵律与节奏，将剑法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剑韵。在修炼过程中，会逐渐领悟剑法的至高境界，使剑法威力达到极致。那一世陨落前，李寒月已经是准地巅峰修为了，甚至已经开始推演属于自己的功法。只要成功，距离大地境也不远了。不过以李寒月的天赋，要是还活着，估计早已成就了大地。那妮子是天生的剑道佼佼者，中州九域的剑道天才尽数败在他的手中。凭借一柄双月剑，硬是打出了大地之下第一剑修的美称，甚至在初次踏入准地境时，还挡住了大地强者的3招。在那个时代，凡是剑修都听过李寒月的大名。李寒月的剑美，人更美。这样一位落落出尘的仙子，却独爱林峰一人。而李寒月手里闻名的双月剑，正是林峰倾尽一切让人打造的极品圣兵。所以自己这剑心通明，在他面前压根不值一提。可惜在他踏入准地巅峰的时候，宠溺他的师尊遭了魔修的道。为了李寒月不被打扰，林峰数次硬扛他师尊的剑气。在李寒月的醒来前夕，魔修就散去了他师尊体内的魔气。当他睁眼时，看到的是2位最亲最爱之人同归于尽。可惜林峰到死也没有机会解释，若是再次相遇，也不知道那妮子会不会信。只是那种程度的打击，林峰很担心李寒月的心理承受能力。第二天，修炼了一晚上无极剑韵的林峰，修为已经来到了筑基中期。对于修士而言，修炼可以抵过睡觉，第二天照样精神饱满。林峰刚刚起身，顾新蕊就出现在洞府内。感知到林峰的修为变化，后者顿时惊讶地捂住了小嘴。林师弟，你不仅筑基，还到筑基中期了。听到顾新蕊那甜美的声音，林峰不由抬头和她对视。师姐，你这是？林峰眉头一皱，神梦宗占据着东荒顶级的洞天福地之一，千山万壑之下是无比磅礴的灵脉，支撑着整个神梦宗修士的修炼。尽管顾新蕊很美，又是无数修士的梦中女神，不过他的前女友们都很优秀，现在的林峰只想好好修炼，争取半个月就突破到真灵境。可是这条大腿很香，不能松手啊！庇护神梦宗嫡姐啊，一位前辈想见你。顾新蕊捏紧小手，似乎是第一次撒谎，小脸通红通红的，煞是可爱。前辈？还有那句姐，难道这前辈是个超级大美女？有点意思啊，东荒比不得中州，但准地强者还是有的。而林峰最强的时候也才准地修为，能有个大地当靠山，许多事情也会更加方便。要是能让他欣赏，以后不作死，应该可以安心修炼了。修炼资源这一块怎么也不能差吧。师姐，估计你没少在那位前辈面前说我好话吧。我这一穷二白的，以后怕是只能以身相许来答谢了。以身相许？顾新蕊清脆一声，这林师弟怎么还连吃带拿的？我可没有，是他主动要见你的。你少贫嘴，快给我走！林峰笑而不语，就这么难怪期待的跟了上去。功法、法术、灵阶、圣阶、地阶。灵阶、圣阶从高到低细分，极品、上品、中品、下品。不久后，林峰跟着顾新蕊来到了唐月华的面前。林峰刚刚瞥了一眼，立马就低下了头，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时候遇到月华，自己怎么解释得清？当初他被噬魂魔尊的魔功侵蚀入体，折磨得生不如死，而自己从上古禁书里面得知了解救的方法，只是手段太过残忍了。唐月华则是死死盯着林峰，从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观察了。对事实，林峰移开视线就是最好的答案，因为他认得自己。也就是说，林峰还保留着前世的记忆，否则他躲什么？呼！唐月华吐了一口浊气，玉手不自觉地捏紧。林师弟，这是月华姐姐，快过来行礼。顾新蕊笑嘻嘻的，见林峰低下头，还以为他被唐月华给迷倒了。不过月华姐姐真的好漂亮，好有气质，他都爱了，更何况是林师弟呢？见过月华姐前辈。林峰一边行礼，一边低头思索
唐月华怎么会出现在神梦宗？没道理啊，这妮子不是在中州广寒宫吗？新蕊，你先回去吧，姐姐有事和她聊聊。有事？聊以前的事吗？顾新蕊歪了歪头，可月华姐姐不让自己知道太多的，她还是乖乖出去，等林峰出来吧。师姐，快带我走，求你了。林峰小声避避，顾新蕊迟疑的转身，冲他回了个笑脸。师弟，有月华姐姐这么强，这么漂亮的朋友，你还不偷着乐呀？偷着乐？我乐你个大！那特喵是我第一任前女友，除了最后一步，那该占便宜的可都占过了。不等林峰再开口，顾新蕊已经离开了这方天地。月华钱，别装了林峰，我知道你还有前世的记忆。林峰还想着蒙混过关，可唐月华根本不给他机会，就冷声打断了他。等林峰抬起头时，唐月华已经红了眼眶，绝美的容颜上更是浮现出了凄惨的破碎感。林峰沉默了，没想到这妮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装也没用。不等他开口，唐月华就瞬移到他面前，两人中间有一根寒意刺骨的冰锥，距离林峰的脑门仅有1寸。林峰被唐月华的威压镇住，看着他冰冷的眼神，不禁缓缓闭上了眼睛。实力差距太大了，只是一丝威压就生不起反抗之心。若月华想杀自己，根本没有几人可以阻拦。为什么又是这样？为什么你总是把我当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肯说？告诉我，当年为何要遁入魔道？你说要带我看广寒宫以外的世界，要携手相伴一生的。那个打破广寒宫宫规，只为留下；那个为了我孤身进入冰原禁区，只为采摘雪莲的林峰，究竟去哪儿了？唐月华根本下不去手，他散去冰锥，蹲在林峰面前抽泣。此刻的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女帝，而是一个受伤的小女孩。明明心爱之人就在面前，却没了再次拥抱的想法。当年的确是我主动堕入魔道，但目的是为了解你体内的噬魂魔功。林峰平静地回答，他从不怀疑唐月华对自己的爱意，但同样的，如果广寒宫高层不在，他根本解释不清。唐月华闻言愣了一下，随即摊开右手，拿出了一朵冰封住的雪莲花。你当着他的面再说一次。雪莲花林峰心尖颤了一下，这是自己采摘雪莲时看到的花朵，对高阶修士没什么用，可是融入雪地上的雪莲花真的很美。当时的林峰没有多想，他只想让久居广寒宫只知修炼的月华看看其他的美景。没想到过去了这么久，这朵雪莲花依旧被保存得完好无损。林峰深呼吸一口气，当着雪莲花的面不急不慢地阐述当年之事。我从上古禁书里面得知，100万童男童女的精血可以驱除魔功入体的损害，只是此举有违天德，也容易遭人唾弃和围杀。不过当时情况紧急，广寒宫修士都不愿意做出这种牺牲，避免牵连到广寒宫，也避免你为我报仇，我只能脱离广寒宫，独自做这恶人。毕竟双拳难敌4手，广寒宫除了我全是女修，要是被围攻，下场会生不如死。这件事情只有公主和7大长老知情，若他们还在世，或许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真假。轰！看着林峰一字一句说完，唐月华娇躯止不住往后倒退了几步。尽管公主的解释是动用了禁术，可没有说清是什么禁术，她只能将疑惑藏在心里。这些年来，她不是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可是林峰说的这个禁术，她更是闻所未闻。公主他们如今都是准地巅峰修为，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不过我信你。唐月华一句信我，让林峰不禁抬起了头。可不等他开口，唐月华就主动牵住他的手，泪眼婆娑与他对视。如果真是这样，那受委屈的人是你才对，该抱怨的人是你才对。若我都不信你，那你该多孤独啊！况且我只是一个踩着你尸骨踏上大地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质问。说着说着，唐月华已经哭成了泪人，那双冰冷的眸子此刻极具温柔，让林峰感觉回到了前世一般。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将唐月华的娇躯抱在怀里，后者呜咽呜咽的哭得更厉害了。没事了没事了，只要公主他们还活着，能替我解释，那我的牺牲就没有白费。林峰松了一口气，他低估了唐月华对自己的爱意，即便没有证据，这妮子居然也愿意相信。看来自己小命不仅能保住，还多了一个靠山。以前这妮子的天赋就高得吓人，还得到了整个广寒宫修炼资源的倾斜。唐月华的寒冰法则甚至可以短暂的冻结时间，极为可怕。不过这位高高在上的冰仙子却将所有温柔给了林峰。有一说一，
这妮子的身材简直绝了，圣洁的气韵，不可亵渎的威严，还有这大雷，这大长腿，真是如同天赐的艺术品，让他爱不释手。回广寒宫之前，我先去把太初圣地给灭了。哭了许久，唐月华抬头之时，眸子里尽显冷冽。当初围攻林峰的主要势力里面，就有这太初圣地。尽管他们背后也有一尊大帝坐镇，但杀了自己男人，他定要血洗太初圣的满门。其他动手的人，他会一个接着一个来算这笔账。唉，平心而论，这事确实是我的不对。太初圣地他们也只是诛杀一个堕魔者而已。林峰伸手拦住唐月华，为了一个没有证实过的上古禁书，自己就屠戮了百万无辜凡人。最开始时，他的身心都在饱受摧残和折磨。到了夜深人静，周围也只有无尽冤魂和小孩的啼哭。在这件事情上，林峰从没有怨过任何一个势力，因为林峰做不到看着心爱之人死在自己面前，即便要做出人神共愤之事，那也无怨无悔。当初是魂魔尊荼毒生灵的时候，怎么不见这群虚伪的家伙群起攻之，反而为了你一个圣王境，出动了足足10位准地修士。10万年，距离你陨落已经过去了10万年09天。若不是他们，我何至于见不到你最后一面，又怎会听不到你的亲口解释？倘若天下都要你死，我便与天下人为敌；若都称你为魔，大不了我也堕入魔道。这一次，谁也不能拆散我们。唐月华声泪俱下，于大地境的500万寿元来说，10万年确实不算太长，可这种孤零零的日子，每分每秒都是在煎熬呀。自从林峰死后，唐月华感觉自己失去了微笑这个表情，即便广寒宫再辉煌，他也开心不起来。林峰心里感慨万千，伸手轻抚唐月华的俏脸，后者下意识抓住他的手，好像生怕这是一场梦，一场他松手就会醒的梦。爱进骨子里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忘掉呢？明天再走不迟，倒是你这妮子，怎么会出现在东荒？有你在，广寒宫应该不至于没落吧？唐月华迟疑了一下，这才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修为到大地巅峰时，可以献祭自身1半精血，窥探未来一角。只是好几次都失败，因为你已经转世了。献祭自身1半精血，还需要大地巅峰修为？这寻常的灵药都不管用了吧？靠自身恢复，那不得用上近1000年时间。你只需1000年就可以恢复，不算什么。唐月华眸子里闪烁着柔光，眼神片刻不离林峰，似乎怎么都看不够。能与你重逢，昔日的恩怨对错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偷听到唐月华的心声，林峰心里那块大石头算是放下了一大半。这妮子实力强大，有她庇护，看来这一世的修炼会非常轻松。月华，你的腿还是那么白，那么长，我摸摸。林峰伸手就要摸大长腿，却被唐月华清脆一声躲开了。住手！你个流氓，真是一点都没变。唐月华嗔怪地瞪了一眼林峰，聊着聊着就摸腿，跟前世一个德行，只要得空就要枕在自己腿上休息，还拿自己的腿当枕头。月华，你不是都相信我了吗？咋腿都不让摸了？林峰满脸郁闷，他还想枕息呢，这都不让摸了，枕息估计也悬。哼，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说开了，你先解释解释其他的女人吧，比如那个叫江雪的，她就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其他女人？林峰听到这话，呼吸一滞，他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这股窒息感是怎么回事？谁他妈勒我脖了？江雪，那是第8世的挚爱，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的魔尊还是他。以江雪的实力，即便是月华这妮子，一打一也不是对手。在江雪之前，有过很多任魔尊、阴阳魔尊、无极魔尊等等，可当他成就魔尊之位以后，再也没有其他魔尊成功上位了。即便是这一世，吞天魔尊的威名依旧是许多修士谈之色变的存在。他们亲过嘴的朋友而已，我们真是纯友谊。你亲过嘴的朋友，还他妈纯友谊？唐月华一听这话，眉头下意识皱起，双手更是不自觉地捏紧。这个可恶的家伙，还是这么不要脸。能亲嘴的，那还是正经朋友吗？口口声声说这辈子只爱自己一个，原来真的只是承诺的那辈子。你敢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再说一次？唐月华咬着红唇，娇躯随着呼吸起伏。不敢，因为和他们都有些误会，而且我暂时还解释不清楚。林峰撒丫子就准备跑路，可想到2人的修为差距，他只能选择放弃。坦白从宽，唯一的一条大腿可不能就这么没了。
唐月华抿了抿嘴，想要说什么，最终却化作了一口幽气。算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随我回广寒宫，顺便踏平太初圣地。唐月华侧着身子，好不容易重逢，纵使心里有些吃醋，也有些怨气，也只能先放一放。反正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听他狡辩。好的，再见。听到唐月华无奈的语气，林峰嗖的一声，火速离开了原地。开玩笑，要是这妮子反悔，那自己就废了。唐月华的小世界外，当林峰出来时，只见顾新蕊正抱着自己的大长腿，蹲在不远处的山顶。看这样子，估计还在等自己呢。林峰瞧见他这样子，有些忍俊不禁。就他这处境，自己都替他捏把冷汗。还以为庇护神梦宗的前辈是谁，原来竟是月华他们，全特么冲自己来的。就他们那实力，要是吃上醋来，最吃亏的肯定是面前这位傻得可爱的师姐。人均大地巅峰修为，都是屹立在大陆之巅的存在，拿什么反抗？林师弟，你出来了。顾新蕊眨巴眨巴着那双大眼睛，看得林峰一点脾气也没有了。有些事还是别让他知道为好，安心当他的大小姐吧。才分离片刻功夫，师姐就想我了。顾新蕊小嘴一鼓，没好气地捶了一下林峰。臭林峰，不要以为有月华姐姐这么强的朋友就可以调侃人家。林峰捂着胸膛差点吐血，这娘们是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吗？自己才刚刚筑基没多久，他特么都是天魂境修士了，哪怕只是随意一击，也足以让自己吃一壶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顾新蕊见林峰脸色苍白，焦急忙慌地扶住了后者。本来林峰觉得天塌了，直到他顺势躺在顾新蕊怀里也没挨揍，顿时换上了一副享受的表情。师姐，我没事，其实死在你怀里还是挺好的。你别说话了，快吃。顾新蕊玉手一挥，拿出一枚白色丹药塞进了林峰嘴里。看着后者脸色恢复红润，顾新蕊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许久，顾新蕊见林峰没有起来的意思，不由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林师弟，你还没好吗？不应该啊，刚刚那可是一颗6品疗伤丹，我受伤了都能痊愈呢。眼见装不过去，林峰干咳2声，恋恋不舍离开了这香软的枕头。我修为弱，可能炼化丹药的时间比较长。那什么，师姐，我先回洞府了，回见。不等顾新蕊反应过来，林峰已经御剑飞行了很远很远。这时候，顾新蕊才后知后觉，羞愤地跺了跺脚。好你个林峰，真是讨打！以顾新蕊的速度，林峰把剑踩烂都跑不掉。好在顾新蕊只是轻轻踢了2脚林峰，并没有为难他。可这一幕落在其他神梦宗弟子眼里，那就是道侣间的嬉戏了。一时间，无数男弟子心碎不已。但某座高级洞府内，一名青年却愤怒地拍碎了面前的桌子。好大的胆子，连我西门圣的女人都敢惦记。面前几位内门弟子低着头，不敢吱声，生怕被弄死，成了西门圣的发泄口。过了许久，西门圣的气息才归于平静，扫视着面前的几位内门弟子。你们去把那个叫林峰的给我请过来。请这个字，西门圣咬得特别重。几名内门弟子心里清楚，林峰这是要遭老罪了。他们都是筑基巅峰修为，相信一个刚入门的弟子根本反抗不了。至于顾新蕊那边，西门圣背后有西门家，师尊更是宗主之下的第一人，神梦宗大长老。请师兄放心。望着几人离开，西门圣脸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区区一介蝼蚁，居然妄想和我抢女人，真是不知死活。不久后，当顾新蕊回自己住所时，西门圣派来的几名内门弟子也出现在林峰的洞府外。林师弟，西门师兄有请。西门师兄察觉到对方都是筑基巅峰修为，林峰心里清楚，洞府的低级防御阵法根本挡不住。不过他没有丝毫担心，有月华那妮子在，自己想死都难，更何况是一个争风吃醋的戏码。看对面这架势，估计是哪个喜欢顾新蕊的天骄看到了两人嬉戏。我和西门师兄并不认识，诸位还是请回吧。林峰踩在林冰上负手而立，一袭蓝色长袍随风飘扬，看得几名内门弟子满脸铁青。不是，你还装上了？我们客气2句，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林峰，你不要敬酒不吃罚酒，得罪了西门师兄，保准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西门师兄，这话一出，周围立马就引起了不少吃瓜群众。能叫西门师兄的，也就是大长老的关门弟子西门圣了。他如今已经是天魂境巅峰修为，也是神梦宗数一数二的天骄人杰。而林峰不过刚刚入宗2天，没有任何背景，仗着和大小姐走得近，
真以为大小姐会来救他吗？哦，是吗？我也给你们一次机会，一次活命的机会。林峰指尖灵气转动，2个小境界的差距而已，瞬杀几人根本不是问题。纵使圣阶法术暂时用不出来，但灵阶法术还是信手捏来的。有唐月华在，神梦宗的宗规形同虚设。见林峰眼中迸发出杀意，几名内门弟子愣了一下，可很快就仰天大笑：就你，还给我们活命的机会？我求你别逗我笑了，即便你有剑心通明的天赋，在西门师兄面前依旧不够看。别跟他废话了，直接抓他回来听候西门师兄发落。几名内门弟子运转灵气，手掐法诀，刚准备动身的时候，林峰先一步动了。只见他脚下的灵冰瞬间回到手中，而林峰的速度猛然暴增，几个闪烁之间，几名内门弟子的脖子上就多了一条血线。扑通！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几名内门弟子的身体就从半空中坠落下来。林峰眉头紧皱，强行动用极品灵阶法术，灵气直接被掏空了。要不是修炼的无极剑运，恐怕连动用这一招的灵气都不够。林峰居然敢在宗门公然杀人，他这是在挑衅神梦宗的宗规吗？太疯狂了，不上生死擂台就敢杀死同门，这次就是大小姐都救不了他。牛逼，这都不用西门师兄出手，他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刷刷刷！在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中，3道身影凭空出现在林峰的洞府上空，他们凭空而立，气息席卷全场，压迫感更是让所有人都不自觉地低头。好大的胆子，公然残杀同门！你这是在无视我执法堂的存在吗？林峰没有说话，因为脑海中已经传来了唐月华温柔的声音：无需害怕，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你。唐月华没有出面，而是冲着虚空轻轻蠕动红唇。没过多久，一名圣人境长老就出现在林峰和执法堂执事中间。见过长老。执法堂执事恭敬的行礼，那长老瞥了一眼林峰，这才缓缓拿出了宗主的令牌。奉宗主口谕，即日起，林峰不受神梦宗任何宗规束缚，他的地位与宗主持平，谁再敢冒犯，便是神梦宗死敌，不死不休。轰！这话一出，周围瞬间掀起了一片哗然，所有人脸上写满了懵逼。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刚刚入宗没多久的林峰，居然可以与宗主地位持平？刚刚入宗2天时间，居然就拥有了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利，堪比宗主是什么概念？整个神梦宗几十万修士，除了宗主，其他人都没有问责的资格。圣人境长老声音很大，直到传遍了整个神梦宗，他才缓缓收回宗主令牌。这时候，一道无比愤怒的声音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凭什么？一个刚刚拜入神梦宗的蝼蚁，他有什么资格获得此等殊荣？话音落下，一青年也停在了圣人境长老的不远处。他捏紧拳头，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愤怒，即便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圣人境长老，是西门师兄来了，他可是大小姐的忠实追求者，这下有好戏看了。也不知道这林峰有什么背景，居然可以让宗主下达此等命令。周围议论声越来越大，而西门胜却无视了刚刚长老的话，将杀意笼罩在林峰身上。西门公子，这是宗主的命令，希望你不要让老夫为难。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和宗主当面对质。圣人境长老眼里闪过一丝忌惮，大长老是准地强者不说，西门家自己也有准地强者坐镇，他可不想得罪西门胜，毕竟在那2尊存在面前，他这圣人境修为根本不够看。哼，我先废了他，再去向宗主请罪也不迟。对于长老的话，西门胜很满意，不过看向林峰时，他却闪过一丝阴狠的神色。本来只是想警告一番，没想到他已经走到了宗主的视线里，那就更加不能留了。就在西门胜准备动手之时，顾新蕊手中的圣兵直接横在了林峰的面前。西门胜，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父亲亲自派人下令，你都选择了无视，难道你西门胜想要叛出神梦宗吗？顾新蕊厉声呵斥，趁着这个间隙，他已经将林峰护在了身后。看着顾新蕊如此袒护林峰，西门胜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不理解自己究竟比林峰差在了哪里。比修为，自己天魂境巅峰，而林峰才筑基；比背景，自己是西门家的嫡子，又是大长老的关门弟子；比颜值，好吧，还是林峰更胜一筹。可顾新蕊不是那种花痴啊，这根本没有道理。新蕊，你究竟看上了他哪一点？西门胜满脸不解，顾新蕊却是冷哼一声：没什么，就是看他顺眼，看你不顺眼。你……西门胜差点气到吐血，
但为了得到顾新蕊，他只能转头看向林峰。小子，你要是男人，就我和单挑，若你输了，从此以后不得靠近新蕊半步。顾新蕊刚想说什么，林峰一个没憋住，笑出了声。不好意思，可能是他气傻，也可能是他说话太弱智了，给我整笑了。你这样，从现在开始自封修为，等我到圣人境的时候再来聊单挑的事。至于我是不是男人，你可以把你妈叫过来试试。噗嗤！顾新蕊娇嗔地瞪了一眼林峰，虽说话糙理不糙，可你这话也太糙了吧。其他人闻言疯狂憋笑，他们可没有顾新蕊这个担心，做不到想笑就笑。要是西门胜秋后算账，他们都要遭老罪了。小子，不要以为新蕊可以一直护着你，要是没有他，你什么都不是。林峰不屑一顾，自己靠女人，对方就好到哪里去了？不信你离开西门家和大长老试试呢。就你这脾气，明天大概帅会因为左脚先离开神梦宗被砍死。那咋了？不说你仗势欺人，即便你我身处同境，我也不会拿他当赌注，因为在我心里，师姐从来不是一件物品。我想的是如何护她周全，而不是只顾自己心里不痛快。哗！这话一出，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顾新蕊更是露出了不敢置信之色。可很快他又夹杂着羞涩和感动地捂住了红唇。呜呜，林师弟好会说，好想做他道侣，哪怕只有一晚上。那位师姐，你这好像和道侣没啥关系了吧？卧槽，忘记用流影晶石了，这一夕我都不敢错过啊，真是单身单怕了。周围议论纷纷，都在讨论林峰。再看向感动不已的顾新蕊，西门胜的脸已经黑到不行了。自己不是来找麻烦的吗？怎么又让这小子装了个逼？不是，这家伙是逼王啊，逮着空隙就装。操！你特么！西门胜还想说什么，可又怕给林峰创造装逼的机会，只能强行平息内心的怒火，注视着林峰。那这样，等你踏入真灵境的时候，我将修为压制到真灵境跟你打。这次和新蕊没关系，我就是单纯的看不惯你。林峰抱着双臂，想也没想就摇头拒绝。为什么？西门胜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生怕林峰会跑掉，甚至一直躲在顾新蕊身后。可恶！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在神梦宗，只要你离开神梦宗，我定会让你身败名裂。我养噬魂魔尊后人这么久，也该让他活动活动筋骨了。只要得到了顾新蕊，神梦宗背后几位前辈一定会站在我这边，助我称霸东荒，入主中州的。本以为西门胜只是单纯的好色，偷听到他心声的林峰眼神顿时变得犀利起来。噬魂魔尊早已沦为唐月华的掌下亡魂，没想到他竟还有后人存活。自己能有今天，噬魂魔尊的功劳可不小，那他的后人自己当然要好好照顾照顾。不过眼下还是先随月华回广寒宫，彻底证明自己的清白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噬魂魔尊的后人，即便躲进小世界里面，一样逃不过唐月华的追杀。想到这里，林峰吐了一口浊气，浮现出一副关爱智障的眼神。你想揍我，我为何要同意？我又没有受虐倾向。西门胜眉头紧皱，不明白林峰想干什么。不过只要他同意，肯定会当众丢脸。那你想怎么样？林峰摸了摸下巴，这条鱼可得钓牢固一点。我对你西门家祖传的极品圣兵感兴趣，我赢了，他归我。西门胜双眼微眯，好小子，居然敢惦记西门家的祖传圣兵。尽管有些迟疑，但西门胜不认为自己会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思索了一下过后，西门胜缓缓点头，可以。西门胜嘴角微微上扬，笑得极为猖狂，似乎觉得自己赢定了。尽管他很嚣张，可顾新蕊却忍不住有些担忧。林峰，你太冲动了，西门胜修炼了这么久，掌控的法术比你多太多了，同境对战，恐怕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这样，待会我就带你去藏经阁挑几个圣阶法术，实在不行，我就让爹爹打断西门胜一条腿，让他不能跟你单挑。那句师姐从来不是一件物品，让顾新蕊整颗心都挂在了林峰身上。本来就有好感，现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师姐，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安心啦，有月华这个大弟朋友在，我是不会缺强大法术的。林峰轻轻刮了刮顾新蕊的穷鼻，后者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反而有些失落。也是，月华姐姐肯定会帮你的。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见。顾新蕊轻点虚空离开，林峰也松了一口气，幸好自己撩妹的时候月华没出现。这丫头不谙世事，估计已经被你迷得找不着北了。林峰被唐月华的传音吓出一身冷汗，
也听出了这妮子清冷语气中的吃醋。不过月华，林峰刚想说什么，唐月华清冷的声音就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这个西门胜是个不错的磨刀石，但你才刚刚起步，要不要修炼我的地精？地精？林峰太清楚唐月华的性子了，他自创的地精绝对是纯粹的冰属性，自己这一世的天赋是剑心通明，修炼他的地精以后，修炼速度并不会快，毕竟再好的功法也不如适合自己的。要是韩月在，他自创的地精就挺适合这一世的自己。暂时不用，随你。西门家和神梦宗大长老那边你不用担心，不管你是输是赢，他们都不会有机会找你的麻烦。好家伙，还是熟悉的味道，有人撑腰的感觉真好啊。要是这些前女友们能和平相处就好了，那自己完全可以横着走。但可惜他们一个两个都太要强了。第二天，修炼一晚上的林峰修为再次突破，来到了筑基后期，而唐月华早早出现，带着他离开了东荒。等顾新蕊蹦蹦跳跳进入洞府时，虚空中只留下了一行字：我和林峰需要处理一下陈年旧事，很快就回。唐月华留。陈年就是顾新蕊想起林峰昨天的话，明白唐月华可能会顺便传授后者法术，他只能原路返回了。只是没有林峰在，他突然感觉好无聊。半刻钟后，9天大陆中州太初圣地上空，唐月华拉着林峰凌空而立，俯视着下方威严的建筑。于大地强者而言，去9天大陆任何地方仅仅只需要半刻钟。眨眼的功夫，一位青年男子闪身出现，看到唐月华现身，他眼里闪过一丝爱慕之色。可看清林峰的脸时，他却露出了一丝愤怒。你这个刽子手，居然还有资格踏入轮回转世！砰！话音刚落，一朵冰莲就从唐月华眉心由虚转实，独属于大地强者的气场更是弥漫整个太初圣地。月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初大帝脸色骤变，他可不是唐月华的对手，更何况对方开始就祭出了极道地兵。今天太初圣地要出名。唐月华红唇轻启，面对他人时，他甚至没有多说一个字的兴趣。太初大帝闻言，脸色不禁大变。太初圣地出名，10万年前那个时代的高阶修士几乎没人不喜欢唐月华，可他连看其他男子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仿佛心已经死了。没想到过去了这么久，再次见到林峰的转世，他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了他那边。即便他成了人徒，即便他和广寒宫脱离了关系，他也一点不在乎吗？可笑他这大地修为却比不上一个10万年前的人。唐月华，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刽子手和所有正道修士为敌吗？唐月华没有说话，而是催动面前的冰莲花停在指尖。随着森罗的寒意蔓延，太初圣地10万大山都被无尽寒冰所笼罩。仅此一瞬，太初圣地就有半数生灵陨灭。无论是什么修士，即便强如准地巅峰的圣主，在唐月华面前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在后者的道场里，太初圣地的修士想跑都跑不掉，只能绝望的等死。刚刚还有说有效的同门，一眨眼就变成了冰雕。曾经引以为傲的太初圣地，现在圣主都自身难保，这些弟子很难不崩溃。一时间，哀嚎声传遍了整个太初圣地。为了躲远一点，甚至不惜对同门痛下杀手。太初大帝面露愤怒之色，刚想制止，一道万米大的虚影正手托冰莲花，带着极强的威压袭来。欺人太甚，你简直欺人太甚！想以一己之力镇压我太初地狱，唐月华，你太猖狂了！太初大帝仰天长啸，脚下法阵涌动，身后虚空飞出一柄长剑。同为极道地兵，可这太初剑的气势明显不如唐月华手中的冰莲花。唐月华面无表情，手中的冰莲花轻轻旋转，一瞬间，天地间温度骤降，寒风凛冽，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冻结。昔日阴，今日国，你这大地后期修为是拦不住我的。话音未落，冰莲花猛然绽放，无数冰晶化作凌厉的箭矢，铺天盖地地射向太初大帝。太初大帝冷哼一声，太初剑一挥，剑光如龙，瞬间将那些冰晶一一击碎。但冰晶的数量实在太多，仿佛无穷无尽，让他的脸色也不禁凝重起来。哼，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大地巅峰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太初大帝怒吼一声，全身气势暴涨。太初剑在他手中仿佛活了过来，剑尖指向苍穹，一股古老而强大的气息从剑身中涌出，与天地共鸣。紧接着，太初大帝身形暴起，与月华女帝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冰莲花与太初剑在空中碰撞，
每一次撞击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空间也不断重演撕裂、愈合，周围的山川大地都在这股力量下颤抖不已。太初大帝拼死反抗，他施展出浑身解数，试图打破月华女帝的镇压。然而唐月华的实力太过强大，冰莲花的威能更是恐怖绝伦。渐渐的，太初大帝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身上的伤势也越来越多。就算今日我生死道消，也绝不会让你轻易得逞。太初大帝怒吼着，眼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力，将太初剑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企图在这最后的关头给唐月华致命一击。可后者只是冷冷一笑，手中的冰莲花再次绽放。这一次不再是冰晶剑矢，而是一朵巨大的冰莲，带着无尽的寒意和毁灭的力量，向着太初大帝压去。太初大帝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抵挡，但最终还是倒在了那朵冰莲之下。当太初大帝生死道消之际，整个太初地狱也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沦为了寒冰炼狱，无一生灵存活。唐月华轻轻吹了口气，太初地狱被冻死的生灵顷刻间化为了冰屑，彻底消散于天地。这只是开始。唐月华神情冰冷，似乎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说完就拉着林峰离开了。后者嘴角微微抽搐，这可是一尊活生生的大帝啊，无数修士究其一生也达不到的境界，居然就这么被镇压了。月华这妮子简直强得离谱，自己根本不敢有一点叛逆期啊。两人离开没多久，几道恐怖的地威先后降临，感受虚空中弥留的寒冰道韵，一声叹息缓缓传了出来，是月华女帝的手笔。看来当年之事，她依旧耿耿于怀。若那林峰没有堕入魔道，也许至今都是一段人人歌颂的佳话。嗨，希望此事可以止步于太初圣地吧，不然只能联手让他陨灭了。不久后，九天大陆极北之地，广寒宫宫门上方，唐月华拉着林峰，周围刺骨的寒意全部靠近不了后者。这里还是这么美。林峰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气，这里比绝对零度还要低，属于零下300度的地方，寻常修士没有避寒珠根本活不过半刻钟，只有人临近修士才能勉强扛一会儿，但也撑不了太久。正因为如此，广寒宫才能不被外界干扰。唐月华美眸轻转，迟疑了一下，便轻启玉唇。如果你愿意忘掉其他女人，我们可以回到从前，我之前说过的话依旧算数。之前说过的话？林峰轻叹一口气，这太有诱惑力了。这妮子之前说过，成婚当天她会将完璧之身交给自己。唐月华很美，美到万物生灵都容不得拒绝的那种美。可是林峰若同意，铁定会被其他前女友追杀。你知道的，我要是同意，咱们以后都不得安生了。唐月华小嘴微鼓，冷哼了一声。你只需要回答愿不愿意，其他的我来处理就行。他们很强，但我唐月华也不是好惹的。林峰战术性的擦了擦冷汗。你说这是整的，我都不敢吱声了。见林峰没有说话，唐月华小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得更高。先去见见公主他们吧。唐月华扭了扭头，尽管有些不开心，但还是拉着他瞬移到了广寒宫公主的所在地。月华，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林峰。唐月华没有掩饰自己的气息，不远处的美妇立马就察觉到了。看着唐月华主动和一位青年手拉手，他忍不住露出诧异之色。可看清林峰的脸庞时，他又恢复了平静。能靠近唐月华3米之内的人本就没有几个，更何况是牵手。亘古至今也只有林峰有这个待遇，即便是女修，唐月华也不会让对方靠近。公主。再次见到10万年前的故人，林峰也忍不住有些唏嘘。不过毕竟有实力差距，他还是恭敬地行了一礼。美妇眼唇轻笑，随即主动上前握住了两人的手。你这孩子转世回来怎么还见外了呢？再叫公主，我可就生气了。广寒宫公主名宫梅，以前林峰都叫她梅姨。梅姨。林峰顺从的改回称呼，宫梅顿时喜笑颜开。好孩子，月华等了你太久，这次重逢就不要离开了。广寒宫以今非昔比，完全有足够多的修炼资源助你重回巅峰。梅姨可还等着你们成婚抱孩子呢？抱孩子？林峰有些尴尬，他倒是想，关键神梦宗那里还有8位前女友呢。唐月华也被这番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公主真是什么都说，这家伙外面还有其他女人，哪里会和以前一样啊？梅姨，这事不急，我以后会常来广寒宫的。此次回来是想请您和几位长老替我解释清楚当年之事。常来广寒宫？
宫梅听到这话，脸色顿时骤变。小风，常来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回广寒宫了吗？林峰刚想说什么，唐月华便已经替他开口了。他哪里还舍得回家？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师姐等着呢。漂亮的师姐？宫梅小手不自觉地攥紧。月华常年在东荒，这好不容易盼回来了，估计又会离开。听这语气就知道，月华不可能忘记林峰，更不可能放下。小六、小琪，对不住了，为了广寒宫的未来，我不得不这样做。林峰听到宫梅的心声，脸上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月华、小风，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去召集当年所有的知情人。宫梅身形一闪，直接消失在原地。唐月华视线一直放在林峰身上，见他眉头紧皱，不由露出了疑惑之色。怎么了？还怕梅姨他们陷害你不成？林峰轻轻摇头，他大概猜到了什么。唐月华是庇护广寒宫的参天大树，可他却常年不在广寒宫，如今和自己重逢，大概率也会一直跟着自己。要是他们不替自己解释清楚，或许月华会伤心过度，断情绝爱，一直留在广寒宫。月华，你屏蔽我们的气息，悄悄跟着梅姨吧，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惊喜？唐月华眉头紧锁，可下意识还是选择相信林峰。只见他玉手一挥，两人便隐匿在宫梅身后的虚空中。没过多久，一座冰殿内，7名美妇依次凭空出现，缓缓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诸位，小风转世了，也回来了。不过他在这一世有了喜欢的人，不太愿意和以前一样待在广寒宫了。当年之事，小风希望我们替他解释一下。7名美妇面面相觑，脸上都挂着惊讶之色，末尾的美妇更是满脸堆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将当年之事解释清楚，再让他们处理自己的事情，咱们就没必要跟着掺和了。旁边那名美妇轻轻点头，可宫梅却轻叹了一口气。小七，月华已经很久没有回广寒宫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这话一出，6长老和7长老脸色均是大变，7长老更是脸色苍白的起身直视宫梅。公主，您觉得这样对小风公平吗？公平？宫梅神色复杂，眼中满是犹豫之色。7长老见此，一步一步靠近宫梅，情绪显得无比激动。当初月华被噬魂魔宫折磨得生不如死，广寒宫更是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是小风站了出来，他救了月华，救了广寒宫，独自一人扛下了所有。公主，月华等了10万年，整整10万年呐！当初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这些年你可曾见月华笑过一次？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了，应该清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妮子心里都只装得下小风。倘若有一天月华知道你刻意隐瞒，那才会让广寒宫陷入万劫不复。他们2个为了广寒宫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所以我恳请公主不要。噗！话还没有说完，大长老和2长老就在宫梅的示意下封住了7长老的经脉。不等6长老反应过来，其他长老也将他的经脉封住。小七，这些道理我都懂，有大帝坐镇的广寒宫和没有是2回事。我没有反对月华和小风重新在一起，反而很支持。可小风没有留下来的打算，他的心已经不在广寒宫了。我是他们的长辈，同样是广寒宫的公主。若以后月华知道，所有的后果都由我来承担。6长老和7长老还想挣扎，可修为被封住，只能绝望地闭上双眼。小风，是广寒宫对不住你啊！砰！就在宫梅他们准备离开时，头顶虚空被唐月华气愤地撕开。他带着林峰从虚空中走出，脸上的愤怒几乎快要压制不住了。月华，小风，你们！宫梅看到2人现身，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大长老他们心里也是一紧，你们太让我失望了。唐月华玉手轻点，让6长老、7长老恢复修为，这才直勾勾地盯着宫梅。后者欲言又止，却又无力地放下双手。月华，这是我的主意，你要怪就怪我吧，要杀要剐，我绝无怨言。见宫梅不打算反抗，唐月华多次催动灵气，却都下不去手。6长老看到这一幕，不由扑通一声跪在了唐月华面前。月华，公主也是为了广寒宫，只是手段过于极端，我求求你不要杀她，不要再让自己人经受别离之苦了。唐月华捏紧玉手，林峰是他的底线，可宫梅在他心里也非常重要。可是偏偏他却要阻止自己和林峰重新在一起。6长老见唐月华别过脸，连忙爬到了林峰面前。小风，月华最听你的话了，你快劝劝他，劝劝啊！宫梅鼻子一掀一掀，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小6，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要再为我求情了。林峰轻叹一口气，先是扶起六长老，这才看向旁边的唐月华。月华，梅姨也是为了广寒宫的未来，她没有做错。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替自己解释清楚，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也该回去了。唐月华轻咬红唇，眸子里的冷意淡了几分，可心里却不是滋味。而宫梅则是不敢置信地看向林峰，声音颤抖不已：你还愿意叫我梅姨？当然，在我心里，你们一直都是我的长辈。林峰歪头轻笑，梅姨没有伤害六长老和七长老，自己又何必伤害他呢？扑通！林峰话音落下，宫梅应声跪在了地上，脸上写满了懊悔。我不等宫梅多说什么，林峰便捏了捏唐月华的小手，留下一道神念吧。当然，若是你不想走，让人送我回神梦宗也行。唐月华轻哼一声，留下一道神念，身后虚空撕裂，摆出一副你别想甩掉我的架势，看得林峰哭笑不得。小峰，我们几个没有过道侣，对于感情之事给不了什么建议，只希望你不要辜负月华对你的心意。六长老、七长老一人抓住林峰一只手，那成熟的美妇气息扑面而来。不等他开口，两女又给了他一个拥抱才松开。林峰冲着两位长老轻轻摆手，随即跟着唐月华没入了虚空之中。宫梅望着两人离开，凭空凝聚几道冰锥，刺穿自己的四肢，任由鲜血滴落在地，他也没有皱眉。封住我的修为，送我去冰窟，这是我应有的惩罚。六长老欲言又止，却见大长老五人也纷纷效仿。你们这是何必呢？小峰一惊，话还没有说完，宫梅就抬手打断了他。是我让小峰和月华失望了，他们原谅了我，但我自己原谅不了自己。这一个月，广寒宫大小事务就由你们两个负责了。半刻钟后，神梦宗唐月华的小世界内，两人刚刚回来，唐月华就扑进了林峰的怀里。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林峰轻抚唐月华的粉背，还好自己有他心通这门神通，不然这件事真要解释不清了。但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他也不想让月华再伤心了。毕竟梅姨对自己不错，也是他的格外开恩，自己那一世才能留在广寒宫。没事，已经过去了。不过这一世，我的修行之路可得由你来负责。林峰嘿嘿一笑，刚准备占便宜，唐月华就化作一阵香风，瞬移在不远处。由我负责？我可负不起，还是让你其他女人来负责吧。咋说着说着又吃醋了呢？分离了这么久，咱们几个把日子过好，不比什么都重要？真的吗？那我可真去了。你敢！唐月华一声娇喝，小手也捏得死死的。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明明心里全是林峰，可想到他其他女人，顿时就开心不起来了。行了，我要五行灵液，将根基扎得更加牢固。哦，那法术呢？唐月华一下子取出10本极品圣阶法术，林峰只是看了一眼就摇头，不用，跟韩月学了不？话还没有说完，林峰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可为时已晚，因为周围的温度已经开始骤降，冷得瑟瑟发抖。那你去找那什么韩月吧，慢走，不送。唉，别忘了我的五行灵液。砰！林峰还没有开口，就被一股寒风推送了回去。眨眼的功夫，他就回到了自己洞府门口。以前咋没见过这妮子吃醋这么不近人情呢？这不纯口误吗？你明天会看到的。当唐月华声音在林峰脑海中消散时，后者也松了一口气。吃醋归吃醋，但不妨碍他爱自己。就在这时候，远处一名轻盈的倩影缓缓飞了过来，看到林峰后，速度明显快了几分。你回来了，快走快走！林峰刚刚回头，顾新蕊就拉着他朝远处飞去。哎，去哪啊？师姐，你不会想要强行和我入洞房吧？砰！避免林峰继续说下去，顾新蕊红着脸给了他一个脑瓜崩。动你的头，失去你的心价。你和爹爹地位相当，自然不能再住那种寒酸的洞府了。我亲自给你选的一座极品灵峰，里面灵气特别浓郁，而且非常安静，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修炼的。看着顾新蕊开心的样子，林峰忍不住凑近了一下。师姐这么辛苦，不如就奖励你和我住一起吧。翠，顾新蕊清脆一声，一副你休想占我便宜的姿态。想得美哦，不过这林峰很大，人家倒是可以选个阁楼住下。林峰轻轻摇头，都答应住在自己的林峰了，以后亲近的机会还能少。当顾新蕊带林峰停在林峰上时，一位中年男子早已等候多时。顾新蕊看到对方，立马就躲到了林峰的身后。
见对方没有说话，这才吐了吐小香舌，俏生生探出了半个脑袋。爹爹，您怎么在这里啊？爹爹。林峰抬头看去，他也是第一次见顾新蕊的父亲，对方是神梦宗现任宗主顾天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修为更是高达准地巅峰。这等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轻轻跺跺脚，整个东荒都要抖3抖。嗨嗨，你就是林峰吗？顾天行看了一眼黏着林峰的闺女，脸上露出了无奈之色。可想到她是月华女帝的故人，自己也不好以势压人。林峰，见过宗主。林峰抱拳行礼。顾天行对他的颜值没话说，比自己都帅。至于背景，自己更是比不了。不必多礼。对了，不许欺负新蕊。林峰神色古怪，不是，你就这么放心让闺女跟着我呢？就新蕊这身材，这颜值，完全不比月华他们差啊！信不信明年就让你抱上外孙？这……爹爹慢走。林峰还想说什么，顾新蕊就先一步打断了他，拉着他直奔阁楼飞去。这林峰有3座阁楼，成品自行。顾天行见两人直奔中间阁楼飞去，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比起西门胜，林峰确实是个更合适的人选。其他势力都居心叵测，不用考虑。西门家那点家当也不够看，而且西门胜的目的同样不纯。反观林峰，有月华女帝这样的存在撑腰，倒是神梦宗高攀了他。就在这时候，一道黑影恭敬地跪在顾天行面前。宗主，您吩咐的五行灵液找到了，现在就在西门家手里。西门家？顾天行摸了摸下巴，这可就有意思了。月华女帝命令自己一天找到五行灵液，大概率是赠送林峰稳固根基的。而西门胜可是恨不得吃了林峰，要是他知道自家搜刮到的机缘给了仇人，想想就觉得有趣。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顾天行轻轻蠕动嘴唇，下一刻2名准地气息的长老就出现在身后。宗主，出发，去西门家。西门家？难道2名长老脸色骤变，都以为要对西门家动手了？大长老是准地后期，要是再进一步，未必不能和宗主分庭抗礼。不过神梦宗真正的底牌却是宠溺大小姐的那几位前辈。2名长老没有说话，默默跟了上去。1个时辰后，西门家上方，顾天行3人从虚空中缓缓走出，俯视着下方密密麻麻的西门家族人。西门家仅存的3位准地强者如临大敌，连祖传的极品圣兵都拿了出来。待看清顾天行3人时，尽管松了一口气，却也没有解除戒备。顾宗主，究竟有什么事值得您大驾光临？顾天行负手而立，并没有多看西门家3位老祖。听说西门家得到了一滴五行灵液，不知可否割爱？竟是为了五行灵液而来。这等天地奇物，在筑基境炼化无疑是最佳之选。可正因为是天地奇物，即便是神梦宗这样的巨头势力，也很难寻到。西门家3位老祖还想说什么，顾天行便率先开口：这是其中一位前辈的意思，你们可以拒绝，代价就是西门家满门诛绝。奉劝你们不要耍小心思，你们应该清楚，在那位面前，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轰！这竟是庇护神梦宗那几位前辈中一位的意思。天哪！五行灵液只对筑基修士有作用，难道神梦宗有人被那位前辈收为徒弟了？西门家老祖不敢耽搁，乖乖献上五行灵液后，也派人通知西门胜，让后者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筑基修士。要是能让他加入西门家，那他西门家就要崛起了。劳烦宗主亲自过来了。顾天行嘴角微微上扬，并没有解释什么。等西门家查清五行灵液给了林峰，脸色一定非常精彩。第2天，林峰缓缓睁开眼，气息已经来到了筑基巅峰，距离真灵境仅有1步之遥。真灵境可以御空而行，不再需要借助灵兵了。当他推开房门时，一个装着五行灵液的玉瓶正漂浮在半空中。林峰打开一看，顿时露出了笑容。在中州有不少远古大教专门培养着五行灵液，所以年轻一辈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为他们根基足够牢固，修行之路早已被强者安排好。甩掉这些杂念，林峰又回到了自己房间炼化五行灵液。当五行灵液没入体内时，犹如墨水滴入清水中，迅速蔓延至林峰的4肢百骸。直到彻底炼化，林峰也没有停下来，因为他要顺势突破真灵境。好不容易找到是魂魔尊的后人，他现在正迫不及待地想弄死对方呢。至于西门胜，从来就不被林峰放在眼里。另一边，中州魔域九幽魔宫内，一位身穿紫色长裙的绝美御姐正慵懒地躺在首位上。
他名江雪，世人尊称吞天魔尊，同时也是当世最强者。魔尊大人，太初圣地被人灭了道统，而且出手之人您也认识。一位黑袍老者恭敬地跪下汇报。江雪听到这话，冰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太初圣地虽然不强，但也有一尊大帝后期的小家伙坐镇。自己认识的人里面，基本上都在忙自己的事，怎么会有这么闲的人？除非是有深仇大恨。说说看，是谁？黑袍老者脑袋微低几分，这才缓缓开口：是广寒宫的守护者，月华女帝。月华女帝。江雪听到这个名字，眼神瞬间就变得锐利起来。这女人不是小峰第一世的道侣吗？如今突然镇压太初圣地，难道小峰的转世已经出现了？若是这样的话，那自己也得回东荒看看了。江雪不自觉地舔了一下红唇，美眸中更是闪过一丝疯狂。小家伙，没想到你这么花心，姐姐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你了呢。与此同时，得到家族命令的西门胜正满脸阴郁坐在椅子上，而他旁边不远处还坐着一位威严的老者。此人是神梦宗大长老，也是西门胜的师尊。师尊，您确定宗主只去了林峰的住所吗？大长老轻抚长须，脸色同样不好看。你觉得本座会看错？西门胜听出了大长老的不悦之色，连忙摆手：不是，只是师尊，宗主昨天在西门家时说是奉一位前辈的命令去的。难道林峰被其中一位前辈收为了徒弟，只是并未公开？西门胜头一次感觉汗流浃背，资敌就不说了。若林峰真是那位前辈的徒弟，那自己岂不是捅破天了？宗主都没资格觐见的存在，他西门家又算个屁？那等存在，即便只是轻轻吹口气，整个东荒都能顷刻间覆灭啊！你不要自己吓自己，说不定此事有大小姐参与其中。林峰入宗几天时间，哪里来的机会见那位前辈？大长老冷静地分析，那几位前辈宠溺大小姐之事早已传得人尽皆知，他现在天天黏着林峰，多半和他有关。西门胜闻言不由捏紧拳头，气愤地砸在桌子上：这个贱人，我追了他那么久，靠近都不让我靠近，现在居然为了那个林峰做到了这种程度。西门胜双目喷火，在他看来，这一切待遇本来应该是自己的，包括顾新蕊。预计半个月左右，林峰应该就会突破到真灵境。你这段时间多花点心思在法术上，大小姐还是完璧之身，只要你能让他对林峰失望，一切都不算晚。大长老皱起眉头叮嘱，西门胜重重吐了一口气，信誓旦旦地保证：师尊您放心，区区一个毛头小子，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大长老没有说什么，要是被林峰打败，那就算他瞎了眼。不过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出西门胜会输的理由。3天后，顾新蕊偷偷来了无数次，见林峰在修炼，只能折返回去。这一次看到林峰退出修炼状态，他立马就开心不已。林峰，你就突破到真灵境了？难道是月华姐姐偷偷给了你圣阶功法？嗨，这可提不得，要是让唐月华知道这是寒月之前的功法，又得吃醋了。这个暂且保密。倒是师姐，你这2天偷偷来了这么多次，是不是想我了？林峰坏笑的凑近，顾新蕊红着脸推开他，支支吾吾的：才没有，就快和西门胜切磋了，你还这么不正经，小心被揍哭。林峰笑而不语，目前最适合他的法术应该是遥遥自创的那一招借玉虚斩了。借玉虚斩没有修为限制，不仅可以横渡虚空，还能斩断时空束缚，圣人境以下几乎是防不胜防。即便林峰现在做不到那一步，可拿捏西门胜还是轻而易举。就算后者动用极品圣阶法术，也改变不了结局。林峰口中的瑶瑶，现在应该称之为星辰女帝林星瑶。这妮子的天赋不比唐月华逊色半点，可惜答应带她看花海的承诺却未能实现。顾新蕊伸手在林峰面前晃了2下，刚想开口说话，旁边就浮现出一座空间通道。新蕊，林峰，你们过来一趟。唐月华的声音传入2人的脑海，林峰立马回过了神来。2人对视一眼，走进空间通道，眼前顿时一黑。在睁眼时，已经来到了唐月华的小世界。后者轻弹玉指，一柄威慑力极强的飞剑就停在了林峰面前。一剑极品圣兵，别吃了没武器的亏。唐月华还是那副冰山脸，可还是忍不住担心林峰会输。他可以杀了所有人，可林峰也是要面子的。如果可以光明正大的打赢，何必动用其他手段呢？多谢了，月华。林峰没有拒绝，在顾新蕊好奇的注视下，他又传音看向唐月华。
西门胜偷偷庇护了噬魂魔尊的后人，打算等我离开神梦宗就下手。等西门胜输给我的时候，你直接搜他的魂，别让人跑掉了。轰！噬魂魔尊的后人。唐月华听到这几个字，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苦等林峰10万年之久，有一半原因和噬魂魔尊有关。本以为自己杀干净了，没想到还有余孽存活。对于林峰的话，唐月华没有丝毫怀疑。他说有，那就是有。顾新蕊不知道林峰说了什么，他只感觉周围变得好冷，冷到他天魂境修为都御不住寒。林峰，冷。顾新蕊主动钻进林峰怀里，后者乐得如此。正期待唐月华继续展露地威时，却发现后者正冷着脸盯着自己，那微微鼓起的小嘴似乎在暗示他吃醋了。嗖！林峰收回自己的手，惹得顾新蕊有些莫名其妙的。刚刚手都快碰到自己臀部了，现在突然就变正经了。新蕊，男女授受不亲，你得矜持一点。你知道的，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顾新蕊翻了翻白眼，要不是这家伙惹得月华姐姐不快，自己也不至于这么冷啊。哼，自己好不容易主动抱抱，你还不珍惜，以后你想抱也不给你抱了。唐月华默默散去地威，顾新蕊也气呼呼地松开了林峰。新蕊，你先回去，姐姐有事和林峰说。好吧。顾新蕊乖巧地点头，看向林峰时还俏皮地冲他扮鬼脸。望着顾新蕊离开，林峰下意识护住了自己胸膛。月华，你听我狡辩。唐月华对顾新蕊没什么敌意，这心思单纯的小丫头，她从来没有当作情敌。看到林峰这严阵以待的架势，不禁把他给逗乐了。狡辩什么？新蕊这丫头的身子是不是很香很软？很香很软。没注意啊，光想着沾便宜来着，结果还被你吓住了。不行，把那妮子叫回来，我再试试。回味，没有你香，也没有你软。气！唐月华轻蔑一笑，他还不了解林峰，现在这样夸自己，等下回去估计又会夸顾新蕊。不过他还就吃这一套，别人夸的他可以无视，偏偏林峰即便看穿了他的所有伎俩，唐月华还是心甘情愿上钩。你赢了，我让你抱就抱啊。林峰有些失落，以前那诱人的红唇可是随便自己亲来着。唐月华注意到林峰的神情变化，玉唇缓缓吐出一口幽气。怎么不满意？我说了，只要你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我便任你欺负。唐月华玉手抵在下巴，眼神勾丝，极其妩媚地看着林峰。只要后者点头，他并不介意现在就洞房。嘿，那什么，我爷爷娶18位道侣，我得回去喝喜酒，回见啊。嗖！话还没有说完，林峰就已经化作一股风消失不见。唐月华美眸中闪过一丝失望，却也没有阻止林峰的离开。什么爷爷娶18位道侣，不过就是想要逃避罢了。想起林峰其他几位女人的身份和实力，唐月华不禁陷入了沉默。没有一个比自己弱，颜值和身材更是没得说。这家伙本来就贪心，难怪会舍不得呢。唐月华小世界外，顾新蕊还是在那个熟悉的地方等待，如同等待归家的夫君一般。林峰一时间看吃了，下意识飞到顾新蕊身后，想要揽住她的纤腰，可后者神念察觉到，嗔怪地躲开了他的拥抱。臭林峰，又想占我便宜，才不要被你得逞。林峰往前凑了凑，张开怀抱，享受骨间传来的清风。师姐，让人告诉西门胜，明日午时来挨揍。啊，明日午时？这么快？顾新蕊小手不停摆动，最终抵在了林峰的额头上，看看他有没有发烧。你才刚刚突破真灵境，不再等等吗？林峰握住顾新蕊的小手，心里惦记着是魂魔尊的后人，陈年旧事该彻底了结了。师姐若是担心，记得为我摇旗呐喊，有师姐的支持，我没有输的理由。顾新蕊红着脸抽出自己的手，和林峰拉开了距离。你不要说的这么暧昧，咱们又不是道侣关系。顾新蕊说完，偷偷瞄了一眼林峰，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那捏紧的小手几乎将女儿家的心思全写在了脸上。嘿嘿，待会我就让月华去宗主那里提亲，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就同意把你嫁给我了呢。林峰脸上露出一丝坏笑，顾新蕊瞬间红了脸，低下头，声音如蚊子般细小。你胡说什么呢？人家什么时候答应你了？顾新蕊的眼睛闪烁着慌乱的光芒，双手不自觉地交叠在一起，手指轻轻摩挲着衣角，仿佛这样能缓解内心的紧张。我擦，我比你还害怕呢，还让月华去提亲，估计他第一个就把我的项上人头提走了。
不过羞涩的顾新蕊真是别有一番风味，让林峰忍不住继续调侃：师姐怎么害羞了呀？不过我可是认真的哦。顾新蕊抿了抿红唇，脸颊上的红晕愈发明显，连耳朵都红了起来。待缓了过来，不由伸手轻轻打了一下林峰：你再乱说，我就不理你了。哼！顾新蕊羞涩地飞了回去，林峰默默跟在后面。还有1天时间，足够自己熟练一下介于虚斩了。第2天，神梦宗广场中心区域，演武台上，四周正坐着密密麻麻的神梦宗弟子，整个演武台则是被一道结界完全封锁。顾天行坐在高位上，俯瞰着下方的情况。他旁边的大长老淡定品尝，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看得顾天行眉头一皱。顾天行自然希望林峰赢，可是西门胜的实力摆在这里。当两人先后出现在演武台时，无数围观的同门都忍不住议论起来。女修自然议论林峰的颜值，有些女弟子都看得默默合拢了双腿。林峰做好丢脸的准备了吗？傻逼！西门胜双手插兜，自以为自己很帅，以为可以轻松拿捏林峰，但后者短短2个字直接给他干红温了。林峰，等新蕊对你失望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林峰似乎没有听到一样，扭头看向旁边的长老：可以开始了吗？他的废话太多，我嫌烦。执法堂长老嘴角微微抽搐，看到顾天行的点头，他这才封住结界入口。开始吧。砰！话音刚落，西门胜身形就暴掠袭来，手中的长枪圣兵几乎直指林峰命门，似乎想要一招就要了后者的命。枪！在紧要关头，一柄长剑挡住了西门胜的偷袭。林峰身影从旁边踏出，眼里闪过一丝追忆，脑中浮现一道绝美倩影的影子。论用百兵之王的枪，他只服一人。朝夕相处多年，即便他不用枪，认知也不是西门胜可以比拟的。见过了那妮子舞枪的身姿，其他人再用枪，简直就是破绽百出。你居然也有圣兵，而且这品阶竟堪比我西门家的祖传圣兵。林峰没有理会西门胜的惊讶，悠闲的反击：枪，不是你这样用的。枪！枪！枪！林峰左手抵在腰间，右手频频挥出圣兵。西门胜疲于应付，反而丧失了优势。可林峰的攻势太过凌厉，他修为又压制到了真灵初期，这让西门胜有种有劲无处使的憋屈感。可恶，少在这里说教，要是没有你，新蕊一定是我的。雷霆破晓！随着一声暴怒声响起，雷电瞬间缠绕西门胜手中的长枪枪身，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下一刻，一道极强的雷电冲击波径直朝林峰面门冲来，后者周遭退路全无，而这一击的威势又太过恐怖，顾新蕊担心倒站了起来。即便是唐月华，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仅仅只是一缕地威散出，众人便感觉天气猛然下降了几百度。明明烈日炎炎，即便是顾天行，此刻也忍不住冷得瑟瑟发抖。林峰眼中闪过一丝厉芒，正好他也不想浪费时间。只见他心念一动，周身灵气迅速朝他汇聚，体内灵气更是掏空了大半。眨眼的功夫，一道无形的斩击就快速形成。他带着呼啸的风声，蕴含着无尽的锋芒和毁灭之力，朝雷电冲击波杀去。西门胜动用的是圣阶法术，可在界域虚斩面前却如同纸糊，刚刚接触就被斩断。西门胜显然没有料到林峰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武技，当他反应过来时，那道无形的斩击已经近在咫尺。他急忙施展身法，试图躲避，但为时已晚。斩击轻易地穿透了他的防御，瞬间将他重创，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便倒在了血泊之中。望着奄奄一息的西门胜，林峰一步一步靠近。私藏是魂魔尊的后人，今天没人能救得了你。西门胜瞳孔放大，他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之色。这事只有西门家几个嫡系高层清楚，林峰是从哪里知道的？眼瞅着林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西门胜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之色。尽管不清楚林峰是怎么知道是魂魔尊后人这事的，可与魔修为伍这事要是传出去，西门家就要万劫不复了。林峰，快离他远点！顾新蕊察觉到西门胜的异样，知道他想恢复天魂境修为，可宗门长老都是圣人境以上的修为，即便他赶到了结界入口，也无法进去阻止。顾新蕊一边催促着长老打开结界，一边冲着林峰呐喊，想要他躲远一点，坚持到自己进去救他。可同一刻，西门胜也在恳求大长老替他争取时间。师尊，林峰知道了西门家的秘辛，我别无选择了，恳请您看在师徒情分上，再帮我最后一次吧。
大长老徒手捏碎扶手，他没想到西门胜会打不过林峰。一个刚刚踏入真灵境，一个从天魂境压制到真灵境，这都能输，简直是个废物。西门胜的这番话却让他犹豫了。这时候西门胜得不到回答，已经强行冲破经脉，恢复了天魂境的修为。尽管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可让林峰活着，他才是西门家真正的罪人。死吧！住手！顾天行看到西门胜强行冲破经脉，心里一紧，这可是月华女帝的朋友，要是他出事，闺女怕是都罩不住自己。想到这里，顾天行一个闪身就出现在结界面前，刚想要出去制止，大长老却面带犹豫地拦住了他。宗主，还没有分出胜负呢，您贸然插手是不是不太好？尽管大长老不想帮忙，可西门胜还没有失去价值，现在做事不管，以前的付出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大长老，你这是想要造反吗？顾天行气得脸红脖子粗，大长老打不过自己，可挡住自己片刻还是能做到。而这段时间，林峰怕是已经死得干干净净了。宗主，您言重了，老夫只是不希望有人破坏年轻小辈之间的切磋罢了。你，顾天行欲要强行动手，却被大长老牵制住，根本靠近不了，只能拿出宗主的身份。神梦宗长老听令，全力阻止西门胜，胆敢阻拦者，一律按判宗处理。是。这话一出，一道道圣人境以上的气息闪烁，结界也在顷刻间破碎。西门胜见此，不顾身上的伤势，拼命想要弄死林峰。唐月华脸色冰冷，地威刚刚释放，一道绝美倩影就挡在了林峰面前。后者身披紫色长裙，强横无比的地威轻松让西门胜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无法再进一步。小家伙，你可真是让姐姐好找呢。咕咚，听到对方调侃的语气，林峰不仅没有开心，反而开始汗流浃背。只因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最害怕的女人吞天魔尊江雪。江雪是林峰第8世遇到的红颜知己，不过最开始两人是认的姐弟关系。江雪对林峰的宠溺，整个九幽魔宫都一清二楚。别说伤他，即便是背后诋毁被听见了，那也是要丢进魔窟，遭受非人的折磨。可后来正魔大战之时，林峰中了进士门的噬心炎灵，彻底沦为了一个活着的人傀儡。他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无法反抗，也无法阻止自己。即便是想拿笔写下来，偷偷告诉江雪自己被控制，也做不到，更别说亲口解释了。直到江雪从大帝后期突破巅峰那一次，进士门控制林峰动手了。哪怕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可江雪还是忍着疼痛将林峰抱在怀里，反过来安慰后者自己不疼。但有些事终究事与愿违，进士门没有得逞，又控制林峰自爆。江雪小时候差点被自己父母拿去献祭，长大又因为这张亲世容颜，处处遇到危险，不得已才铤而走险，沦为魔修，一直成为了今天的吞天魔尊。林峰那一世的经历和他相似，所以江雪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世人都说江雪残忍嗜杀，对林峰来说却是一个将自己爱进骨子里的挚爱。抛开他病娇不说，林峰对他更多的是愧疚，哪怕自己不能反抗，也改变不了自己偷袭江雪的事实。雪儿，你怎么来了？林峰上下嘴皮子打着哆嗦，这妮子没事很好，可是自己该怎么解释？江雪转身来到林峰面前，侧着身子，笑盈盈勾起了他的下巴。自然是来救我的小心肝了。江雪声音软酥中又带着点嗲嗲的，和之前的清冷御姐音截然不同。这语气听得林峰站直了身体，不知道江雪要做什么。此刻整个神梦宗广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他们看到了谁？这可是驰骋中州9域的魔道魁首，九幽魔宫公主，被誉为当世最强大帝的吞天魔尊江雪啊！万魔朝宗，这才是真正的魔头啊！林峰，雪儿姐，你们？顾新蕊呆呆地看着两人，脸上写满了问号。难道？我懂了，林峰一定也是雪儿姐的朋友。新蕊，林峰可是姐姐的干弟弟哦，姐姐找了他许久呢。不等林峰开口，江雪就笑着看向顾新蕊。后者乖乖点头，在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他居然还飞到了两人面前，查看林峰有没有受伤。我滴个乖乖嘞，闺女，原来这位还庇护过神梦宗吗？你真是爹爹的救星呐！得亏你认识，不然爹爹都以为神梦宗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了。弟弟别怕，姐姐今天给你撑腰哦。江雪瞥了一眼唐月华藏身的虚空，
故意冲着林峰面门吐了一口香气。林峰深呼吸一下，这妮子身材还是那么好，腿也还是那么长。看了一眼啥也不懂又啥也不怕的顾新蕊，林峰再次替他捏了一把冷汗。算了，反正今天目的是试魂魔尊的后人，这条老狗留不得，还有西门家的人一个都别想活。至于他，搜魂出是魂魔尊后人的位置，再杀了。江雪给林峰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但看向大长老时却迸发出2道黑色幽光。大长老拼命想要逃离，可惜一切都只是徒劳，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黑洞吞没，落得形神俱灭的下场。当江雪看向西门胜时，后者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说话都说不清楚了。江雪眯着眼睛将西门胜左腿活生生扯断，这才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你家在哪？指个方向。江雪声音平和，可西门胜疼得要死，也硬是不敢吭一声。吞天魔尊的威名，即便是东荒也人尽皆知。江雪很美，可是被他地威笼罩的那一刻，根本无暇欣赏她的美色。西门胜身体颤抖不已，最终不受控制地指了一下西边。江雪歪了歪脑袋，神念也随之蔓延。确定了大概位置，他不急不慢地打了个响指。另一边，明明是午时，整个西门家族的府邸却黑暗笼罩在内。不等西门家族人引起恐慌，一股难以言喻的压抑感笼罩了整个天地，似乎整个宇宙的重量都压在了这片土地上。随后，虚空中顿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一股深邃、冰冷的黑暗从中涌出，迅速扩散开来。那黑暗如同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树木、房屋，甚至空气都被无情地拉扯进那无尽的深渊。黑洞的中心仿佛有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疯狂地旋转着，将一切的一切都卷入其中。西门家族的族人惊恐万分，他们试图逃离，但在这股无法抗拒的力量面前，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他们的尖叫声、哭喊声，在这无边的黑暗中显得如此微弱，如此无力。江雪的虚影在黑洞的边缘若隐若现，她的双眼闪烁着冷酷的光芒，静静在欣赏着这场毁灭的盛宴。随着黑洞的吞噬，西门家族的府邸逐渐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一片死寂与荒凉。那黑洞如同是一个无情的巨兽，吞噬了一切，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神梦宗广场中央，见江雪强势出场，唐月华止住了现身的冲动，没有去打扰。察觉到唐月华回自己小世界，江雪的嘴角止不住微微上扬。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而且林峰也跑不掉了，没有急的必要。随着江雪的神念入侵，西门胜只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他眼珠子都凸了出来，眼球上布满了血色，仿佛在遭受非人的折磨。片刻功夫后，西门胜因为承受不住江雪的神念，彻底断绝了生机。小冯，姐姐已经在那什么后人身上留下了印记，最多3个时辰，人就会送到神梦宗来，任你处置。不过解决了你的事情，是不是该轮到咱们姐弟叙叙旧了呢？江雪皮笑肉不笑，给林峰一种心悸的感觉。后者下意识咽了咽口水，顾新蕊却没心没肺地拉着江雪：雪儿姐姐，我可以听吗？江雪目光柔和地揉了揉顾新蕊脑袋，声音也显得格外温柔：新蕊乖，姐姐好久都没有见过小峰了，你先去找其他姐姐玩好吗？顾新蕊失望地点了点头，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姐弟，她真的特别好奇。可是姐姐的话不能不听，自己不能惹他们生气，不然就不喜欢自己了。小峰，咱们走吧。江雪拉着林峰，嗖的一声就不见了。半晌过后，林峰的声音才缓缓传入顾新蕊的脑海中：为我发声。为你发声？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我发啥声？顾新蕊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她才不想惹雪儿姐姐生气。尽管她对别人凶巴巴的，可是每次出现在神梦宗都会给自己带好吃的，还有许多没见过的圣药灵果，对自己可好了。另一边，江雪的小世界内，林峰刚刚站稳，江雪就将他摁在了椅子上，两人距离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只要松口气的晃动都能亲上。可是林峰哪里敢啊？小峰，你不是说过要娶姐姐的吗？咱们好不容易重逢，你似乎不是特别开心呀。江雪主动紧扣林峰的食指，低着头等待后者的回答。林峰沉默了片刻，还是打算将当年之事说出来。前世没机会，如今有机会也有时间，哪怕江雪不原谅自己，他起码也要解释清楚。雪儿，当年林峰话说一半，江雪就低头吻住了他的嘴唇。千言万语在这一刻
全部化为了回忆。良久，双唇分离，一道晶莹剔透的丝线还顽强地连接着。江雪双眼迷离，坐在了林峰的腿上。我不想听当年，也没兴趣知道。姐姐现在只要你一个回答，愿不愿意随我回魔宫？只要你点头，只要你忘记其他人，姐姐便允许你同时迎娶我和新蕊。死！好一个送命题啊！江雪还是那样，不喜欢问原因，只想要结果。只要林峰点头，她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为他生儿育女，相伴一生。可这无论答应谁，都会伤了其他人的心，甚至会被追杀的。尽管江雪这身紫色衣裙很有韵味，可林峰哪里敢做决定？按他的意思就是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关键月华他们不肯呐，待会说急眼了，把自己荔枝摘了就不好玩了。林峰想了半天，只能苦涩地闭上嘴巴。他知道自己愧对江雪，但这事他可不能拿来弥补，一补一个不吱声。算了，是我心急了，待会把你腿打断，以后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了。江雪见林峰闭上嘴巴，眼底多了一丝失望和失落，可后面又多了一丝疯狂。那眼神看得林峰心惊肉跳，打断腿。卧槽，这妮子真他妈干得出来！雪儿，叫姐！江雪轻声打断，林峰脸上再次多了一丝苦涩，这妮子还是生气了。姐，算了，你想怎么叫都随你。既然你还保留着前世的记忆，便将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吧。江雪轻启玉唇，同时缓缓起身，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那眉宇上原有的欣喜，此刻已经转变成了忧愁。林峰很想上前给个拥抱，可是自己做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他多次张嘴，才鼓起勇气开口：雪儿，当年发生的一切我非常清楚，可是我却做不了任何决定。你应该知道进士门的世星炎灵吧？第二次镇魔大战后，我便沦为了一个人傀儡。我想过写下字迹，也想过暗示，可是通通没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对你痛下杀手。对不起，我没有奢求你原谅，只是想告诉你，当年之事并非我的本意。林峰说完，闭上了眼睛。砰！江雪闻言，周围虚空顿时被他小手撕成了碎片，久久无法愈合。他气得呼吸困难，眼角更是不自觉地滴落2行清泪。可是当他听到偷袭并非林峰本意时，他却笑了起来。他庆幸林峰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伤害自己的念头。他气进士门，居然敢如此愚弄自己，让最亲最爱的人对自己痛下杀手。这件事说什么也不能原谅。江雪将林峰扶起，又让他靠在自己怀里，哭着安慰他：我说过，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不会怪你。姐姐没事，只要你……噗！话还没有说完，一口淤血便从江雪红唇中吐出。她不顾自己惨白的脸色，眼神躲闪地看着林峰，生怕让他看见自己狼狈的姿态。林峰顾不上占便宜，反而扶正江雪的娇躯，伸手帮她擦拭眼泪，又小心翼翼帮她抹去嘴角的血迹。江雪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林峰，她不是铁打的，被最爱的人背刺，她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她不愿意相信林峰会那样对自己。如今真相大白，多年心事也随着这口淤血解开了。雪儿，你……林峰刚想询问江雪有没有受伤，就被后者抓住了手。我没事，只要你回来就好。抱抱我好吗？没有你的这些年，我一点也不开心。江雪枕在林峰怀里，她很用力，巴不得和后者贴在一起，生怕随时会分离一般。林峰一声没吭，轻抚江雪的粉背，两人就这么抱着，非常默契的一句话没说。直到江雪呼吸归于平稳，林峰才抱着她坐在椅子上。此刻的江雪不是人人畏惧的吞天魔尊，而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雪儿，我很好奇，你和月华为何都那么包容新蕊？难道她以后注定是我的道侣？江雪轻轻摇头，转过身来，面对面勾住林峰的脖子。我不知道，但这丫头很漂亮，而且没心机，很单纯。林峰，我不就喜欢摸腿，占一点便宜吗？不过按这进展，师姐确实跑不掉了。雪儿他们都有自己的魅力，但林峰不敢碰啊。碰了以后，再去和其他女人嬉戏，那荔枝肯定保不住了。顾新蕊就不一样了，她啥也不懂，要是追到手，肯定没有这种顾虑。等是魂魔尊后人送过来，姐姐会带人屠了进士门满门。小峰，你想不想随姐姐一起去？林峰眉头一挑，按着妮子的性子，要是自己拒绝，估计会打断双腿抬着过去。比起残废，他其实还是挺喜欢能蹦能跳的自己。我特别想去。
江雪神秘一笑，接着又吻住了林峰的嘴唇。比起后者喜欢占便宜，她更像是一个女流氓。当江雪听到手下的传音时，这才不急不慢整理自己凌乱的衣裳。林峰有些郁闷，这妮子小嘴确实很甜，可她只负责拱火，却没有灭火的打算。明明任由自己欺负，可到了最后一步，她就是不肯，甚至还在耳边蛊惑，只要跟她回九幽魔宫，立马就能洞房。林峰当即就跳起来呵斥这种无理的要求，自己是那种人吗？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没错，这句话和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林峰倒是想点头，可月华他们怎么办？雪儿这妮子不喜欢开玩笑，自己真敢那样玩，荔枝是绝对保不住的。有道是，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但是喜欢两个人可得藏好了。当江雪整理好衣裳时，瞥了一眼林峰脖子上的草莓，忍不住眼唇轻笑。林峰不甘示弱地指了指江雪的脖子，那上面也有一个草莓印。江雪摇曳着娇躯，妩媚地亲了一下林峰侧脸。人家可不怕啊，待会还要去给月华女帝瞧瞧呢。完了玩不过这妮子啊，要是月华知道了，这醋坛子又要打翻了。雪儿啊，不如我们让她消失吧。江雪提起林峰的衣领，大长腿直接抵在了他的肩头，壁咚了他。现在才说，有些晚了哦，占了人家那么多便宜，现在该我了。江雪笑盈盈地收回大长腿，拉着生无可恋的林峰离开了小世界。属下见过魔尊大人。二公主，您也在。一位黑袍老者恭敬的行礼，抬头看见林峰时，又再次低下了脑袋。尽管当年之事很多人气愤，可魔尊大人都原谅他，这当属下的自然不敢露出一丝不满。本座已经清楚当年全部原委，小峰自第二次镇魔大战后就已经中了进士门的噬心炎灵，回去传本座的命令，做好屠戮进士门的准备。噬心炎灵，黑袍长老脸色一惊，这种禁忌级炎灵可是需要一位准地修士献祭的，而且还不能保证100%成功。这进士门当真好狠，为了分裂魔尊和二公主，居然下了这种血本。不过屠戮进士门满门，这差事他喜欢。属下遵命。黑袍长老化作一团黑烟消失不见，而他旁边还有2位青年，手筋脚筋全部被挑断了。吞天魔尊，同为魔修。你啪！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魔气浓郁的大笔豆就落在了那个开口的青年脸上。聒噪！江雪自始至终没有看两人一眼，给了一个大笔豆后，就直接带人来到了唐月华的小世界外。后者神念察觉到了几人的存在，猜到了这2个青年的身份，还是打开了小世界入口。只是唐月华和江雪刚刚见面，身上的地威就同时弥漫出去。他们舍不得伤林峰，但噬魂魔尊的后人此刻却处于水深火热之间，一边是冷刀刺骨，一边是阴森的魔气。仅仅眨眼的功夫，2人额头的汗珠便如同雨滴一样密集。姐姐敌意怎么如此之大？妹妹可是将你和小峰的仇人送了过来。唐月华没有说话，那双凤眸一直盯着林峰和江雪脖子上的草莓印。这个东西他很熟悉，10万年前林峰也喜欢在他脖子上种，那时候他说这是爱的印记，还教自己怎么种。可是现在他却和别的女人留下了草莓印。想到这里，唐月华玉手不自觉地捏紧，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眸此刻正微微闪烁着幽光，不是愤怒，亦非哀伤，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委屈与醋意交织。他的嘴角轻轻抿起，形成了一个淡淡的弧度，不是笑容，更像是努力压抑着内心翻涌的情绪，不让他们轻易泄露。过了许久，唐月华才冷着脸看向江雪。你还有事吗？江雪双手交叉抵在下巴处，美眸微微抬起，直视唐月华。没事，但小峰待会要随我出去一趟，你可不要耽误太久了。出去一趟？江雪不是随便的女人，看来也有事情需要处理。唐月华眉头暂缓，轻眨美眸，率先收回了自己的地威。江雪没有多说，临走前在林峰脸上亲了一下，不知是挑衅还是在宣示主权。这一幕看得唐月华玉手捏得死死的，看得林峰汗流浃背，好像立马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了。林峰，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唐月华见林峰一个劲的擦汗，玉唇微微鼓起，委屈之色极为明显。后者拿出剑抵在噬魂魔尊后人的脖子上，笑着看向唐月华。月华，他们2个想要怎么杀？唐月华轻叹一口气，林峰又逃避话题了。不过有外人在，确实不方便。千刀万剐就行。唐月华轻点玉足，一个闪身来到林峰面前。
当拉着后者闪回去以后，噬魂魔尊两个后人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等一下，我能不能问一下，咱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两个青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才升玄境修为，居然引得两尊大帝动怒。他们这是犯天条了，还是西门家惹了事，牵连了自己？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唐月华心里本就不舒服，压根没有一点心思搭理这两个家伙，抬手布下万千冰刃，一下一下刮在两人身上，避免打扰到自己，他还布下了隔音结界。抱！唐月华张开双手，抿起小嘴，示意林峰抱抱。后者看了好几眼，确定没有危险，才将这妮子抱在怀里，嗅着她的体香。她的嘴好亲吗？咔嚓！这话一出，林峰顿时感觉天塌了。这妮子啥时候学会的骗进来杀？嗨嗨，没有你的甜，不如我们也吃个。话还没有说完，唐月华已经主动献上了香吻。尽管有了隔音结界，可避免接吻被发现，唐月华再次凝聚一道冰墙。做完这一切，他才忘情地和林峰接吻。后者欲哭无泪，接吻他喜欢，可是亲完以后还有送命题要回答呢。这妮子以前不会这么主动的，肯定是受到了雪儿的刺激。不过唐月华终究没有江雪那样放得开，因为他只许林峰接吻。过了许久，噬魂魔尊的后人都被冰刃斩成了肉泥，两人才不急不慢地松嘴。唐月华吐了一口幽气，眼神显得有些迷离。我和他，谁的嘴更甜？林峰，你的。唐月华幽怨地看了一眼林峰，明知道这家伙是在哄骗自己，可他还是很开心。但这一次再想自己轻易罢休可不能了。唐月华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俏脸多了一丝红晕。爱的印记，我也要。幼稚。不久后，林峰离开唐月华的小世界时，脖子上多了一个红唇印，避免顾新蕊看见，他出来的时候不自觉拉高了衣领。好在顾新蕊比较听话，正老老实实的待在林峰上，没有过来。倒是江雪看到这一幕，脸上却有些吃醋。堂月华女帝居然这么幼稚，亲就亲，居然也种了个草莓出来，这是在向自己示威吗？雪儿，我要说这是个意外，你信吗？亲都亲了，还是个意外呢？下次孩子出来了，需不需要我养？江雪冷哼一声，脑袋转了过去，摆出一副我已经生气的架势。后者连忙给了一个抱抱，好声好气的安慰半天，总算让这妮子接过了此事。不过有一说一，带孩子这事我觉得行，整天打打杀杀的有啥意思？咱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片刻后，中州魔域九幽魔宫内，当江雪带着林峰回到这熟悉的地方时，他忍不住有些唏嘘。倘若没有进士们从中作梗，也许自己早已和雪儿成婚，甚至有了几个孩子。江雪注意到林峰的神情变化，不由露出了笑容。只要你想，只要你愿意，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我也永远是你的。林峰没有说话，而是拉着江雪从魔宫各处掠过。替魔宫效命多年的长老看到林峰回来，脸上均是诧异之色。可看到他和魔尊大人手牵手，众人纷纷低下了脑袋。当来到魔宫大殿时，林峰眼眶瞬间变得湿润，因为在主位旁边还有一个可以躺下来的椅子。在江雪心里，即便是魔宫大事也比不上林峰的心情。如果他不想听，可以回去休息，也可以在旁边躺下睡觉。江雪给予了林峰所有的偏爱，哪怕所有人都说不，他也不管。见过魔尊大人、二公主、12长老、24罗刹、36岛主已全部汇聚，只待您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踏平进士门。在林峰失神时，2道恭敬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两人是一个英毅青年，另一个是身材魁梧的大汉，两人气息都非常恐怖。不过林峰认识他们，两人正是九幽魔宫的左右护法，左护法血莲，右护法明渊。他死之前，两人是准帝后期修为，如今应该迈出了最后一步，成就了准帝巅峰尊位。江雪满意的点了点头，刚刚柔和的眸子此刻变得无比阴寒。传本座命令，魔宫上下全部动员，目标进士门，拦路者杀，犬吠者杀。莫！左右护法恭敬的行礼后，同时化为黑烟消散。下一刻，整个九幽魔宫开始震动，一声又一声兽吼响彻云霄，滚滚黑云更是瞬间让魔域天空彻底陷入了黑暗。江雪冲着林峰点头，一个闪身，两人便出现在一座移动露天大殿的主位上。周围密密麻麻的魔宫修士，或乘坐飞辇，或骑乘凶兽，或凌空飞渡，数量接近30万，修为最低都是天魂境。所过之处黑雾弥漫，
电闪雷鸣。而林峰则是坐在江雪旁边接受她的美食投喂。雪儿，如此大的阵仗，恐怕神霄阁他们不会坐视不管。江雪拿着纸巾帮林峰擦拭嘴角的残渣，毫不在意地继续投喂。8000年前我就无敌9天大陆，8000年后同样不会有任何改变。我江雪想杀的人谁也拦不住，今天谁来也不好使。嗨，林峰没有再劝，江雪要报仇他也不好劝啊。这妮子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要自己开口他都不会问为什么，无条件相信自己。这一点倒是和月华有些默契了。但这妮子让亲让抱，月华那里不行，要不是吃醋估计也很难主动。怎么担心人家了？江雪清眨了一下美眸，主动将那雪白的大长腿凑过去让林峰摸。后者自然没有客气，甚至还低头亲了一下大腿。江雪嗔怪地回了个白眼，这好色的毛病真是一点没变，占了那么多次便宜还没占够呢。许多道统延续至今，底蕴极其深厚，还是不要轻敌为好。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天骄人杰，尽管不会轻易插手，但联手起来还是会让江雪处于劣势。江雪眼唇轻笑，瞥了一眼头顶的虚空。哎呀呀，某人可是非常担心，偷偷关注着你呢。某人？难道月华也来了？林峰抬头一看，啥也看不到。若是唐月华不想现身，估计他找一辈子也找不到。但听到这话，林峰下意识坐直了身体。这不废了吗？自己和雪儿亲密举动岂不是尽收眼底？完了。你这是怕了？江雪察觉到林峰的不自在，反而将娇躯靠在了他的身上，刻意诱惑他。林峰满脸苦笑，这可真是遭老罪了。刚刚是开开心心的摸腿，现在是胆战心惊的摸。秉承着摸都摸了，现在收手也来不及的原则，林峰咽了咽口水，反嘴就亲了一下江雪。后者面露惊讶，没想到他的胆子这么大。可气势汹汹的几十万魔修却突然感觉到了气温变冷。众人下意识看向江雪，见他靠在林峰怀里，纷纷转过头去。要是魔尊大人追责起来，自己眼睛就都保不住了。哥，讨厌，你好坏哦。江雪红唇吐出一口热气，刻意传音给唐月华听。后者玉手捏紧，恨不得冲下去暴揍林峰一顿。林峰只感觉后背发凉，这年头亲自己女人都胆战心惊的。1个时辰后，浩浩荡荡的魔宫大军抵达了圣域进士门，却发现9道伟岸身躯正端坐在虚空，似乎早已等候多时。中州除了魔域、圣域以外，还有黄域、醉域、灵域、战域、幽域、云隐域、天穹域。中州不同于东荒等地，这里正道修士太多，远古遗留下来的道统更是不知凡几，所以9域里面任何一域都比东荒大。魔尊大人，血莲和明渊面露迟疑，他们没想到正道修士出动了9尊大地强者。尽管魔尊大人单挑无敌，甚至一达多都占据压倒性优势，可那是魔尊大人，不是他们啊。这等存在交锋，就是余波也能够他们吃一壶了。江雪娇躯微转，离开林峰的怀里，踩着虚空一步一步来到九霄云外，俯视着下方的天地。吞天魔尊，你如此大规模逼近圣域，究竟意欲何为？难道你忘了镇魔的休战约定，想要公然撕毁吗？开口之人正是神霄阁现存的大帝，他声音如虹，传出来时，众魔修只感觉耳膜都快震破了。江雪负手而立，慵懒地瞥了神霄阁大帝一眼，地威不甘示弱地弥漫而出。本座只为了进士门而来，如果你们执意拦着本座，那就开战吧。那不屑的眼神，毫不在意的语气，完全没有神霄阁大帝放在眼里，但后者硬是一点脾气也没有。任何一位大帝都是从尸山血海里面爬出来的，可大帝也只是觐见江雪的门槛罢了。因为只有踏入这一步，才明白后者为何能称得上当世最强大帝。吞天魔尊，这里毕竟是圣域，进士门到底做了什么，惹得你如此动怒？其他大帝皱起眉头起身，魔域不止九幽魔宫一个势力，只是为了彰显江雪独一无二的地位，才只有他一人称为魔尊。魔道修士向来喜欢凑热闹，特别是这种场面，要是真打起来，崩溃谈不上，但遭老罪的一定是他们圣域诸多道统。你们没资格知道，若时息不走，站在这里的修士通通都得死。说话间，一道万米大的法相虚影从江雪身后逐渐显现，最左边的2尊大帝腿脖子打着哆嗦，先一步撕裂虚空，离开了原地。人的名，树的影，一言吓退2尊大帝强者。尽管江雪还没有开始数，
可他这架势压根没有开玩笑和试探的成分。进士门大帝死在了第3次镇魔大战中，他们可不想让自己道统也沦为无地势力。神霄阁大帝脸色阴沉，还没有开始数就吓退2尊大帝，这让其他人如何看得起他们正道势力？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纸老虎，中看不中用呢。江雪神色冰冷，毫无感情地开始了死亡倒计时。其他6尊大帝将目光放在神霄阁大帝身上，后者脸色阴沉，却始终下不定决心。不动用极道帝兵都没有把握，祭出极道帝兵更加没法玩。见神霄阁大帝保持沉默，又有2尊大帝叹息着离开了原地。其他几位大帝刚想离开，进士门老祖就手托1件极道帝兵站了出来。几位前辈，你们都是堂堂大帝强者，怎能惧怕一个魔道贼人？倘若都惧怕他吞天魔尊，那以后谁还敢为正道效命？是除魔卫道为己任？我你个大！4尊大帝内心把进士门老祖18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这话说的没毛病，但这是我们的台词，你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现在是你进士门统的篓子，却想让我们给你们背锅。3。犹豫之时，江雪已经数到了3。这一下，其中一位大帝已经坐不住，怒视进士门老祖。魔修也是人，若不是逼急了他们，怎会跨域讨伐？你们现在老实交代，究竟做了什么事，竟惹得吞天魔尊如此动怒？2。江雪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争吵，但并没有停止死亡倒计时。刚刚呵斥进士门老祖的大帝也不等回答了，直接就跑路。其他几尊大帝眉头一皱，默默将神霄阁大帝护至身前。等后者回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江雪最后一个字也从红唇中吐了出来：我这就走。神霄阁大帝见这群家伙跑得飞快，头也不回的想要离开，可周身却凝聚密密麻麻的黑洞，将他所有退路封死，空间更是被封锁。时息已过，此处还留着的生灵尽数一灭。结，谨遵魔尊大人之命。24罗刹阴笑的杀向进士门，反正神霄阁大帝那边有魔尊大人在，他们怕啥？不等神霄阁大帝反应过来，江雪已经构建一片独立空间，强行带着他进行死战。而九幽魔宫除了2名准地长老保护林峰，几乎全面和进士门厮杀。那法术如同雨点般密集，人命也在这一刻显得格外渺小。但很明显，无论是强者数量，亦或者是总人数，甚至是质量这块，进士门都被全面压制。魔宫24罗刹36岛主全部都是准地后期强者，10大长老更是准地巅峰修为。如此恐怖的数量，除去大帝强者，再来一个进士门都不够杀。再加上魔修手段残忍，即便占据优势也不会和你硬刚。许多进士门修士还没有动用炎灵法术，旁边同门就被开膛破肚，脑浆迸裂，场面血腥至极。光是看着就有不少进士门修士道心破碎。反观魔宫这边，鲜血沾染在身上，神情反而变得愈发疯狂。可恶的林峰，居然还保留转世前的记忆！不管你是如何赢得吞天魔尊的信任，这一次我便让你再尝一次噬心炎灵的滋味。坐在首位上的林峰突然偷听到这个心声，顿时坐直了身体，抬头看去，只见进士门老祖竟将自己给献祭，死死盯着林峰，似乎想要让后者再次经历一次背刺自己女人的后果。月华，快阻止那个老东西，他想将我控制，变成人傀儡。这玩意带灵魂锁定，即便不会100%成功，但林峰修为太低，根本防不住。虚空中的唐月华刚想出手阻止，进士门老祖的身体和灵魂就黑洞一点一点吞噬进去。只见江雪脚踩虚空，身后跟着一具符尸，生机早已断绝。这符尸正是刚刚生龙活虎的神霄阁大帝。同样的事情，妄图在本座面前再重演一次吗？你！进士门老祖双目欲裂，有大帝插手，噬心炎灵根本就不堪一击。他做梦都没想到，同为大帝境强者，神霄阁大帝败得这么快。大帝之间亦有这么大的差距，正道势力还不能齐心，谁能拦得江雪啊？带着诸多不甘和怨念，进士门老祖彻底陨灭在黑洞之下。没过多久，整个进士门上下全部沦为了魔宫的人质，心情好宰几个，心情不好就多宰几个。即便沦为人间炼狱，周围10万里也不敢有一个活着的生灵围观。小风，你就这么不相信人家吗？居然还要向别的女人求援？江雪靠在林峰怀里，不等后者回报，
他又将后者推开，那小嘴微微鼓起，小女人味十足。林峰尴尬的咳嗽2声，对于江雪的实力多了一丝好奇。这妮子确实当世无敌，可是如此短时间解决一尊大地巅峰强者，难道他已经超越了地境吗？雪儿，你又变强了。江雪神秘一笑，红唇在林峰侧脸上印了一下。回去再说。魔宫所属弟子听令，将进士门所有门生做成人干，挂在山门前暴晒。玉面罗刹，带着你的人留下来，任何生灵不许靠近。做成人干，骨头都会被活生生的抽出来，只留下了一丁点肉和皮。很难想象江雪绝美的容颜上居然可以平静说出这种残忍的话。可玉面罗刹闻言却如获至宝的笑着应答：属下多谢魔尊大人赏赐。血莲他们面面相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这种美差怎么轮不到他们？让对手亲眼看着自己身体被掏空的感觉，那是多么美妙呀！小风，神霄阁这件极道地兵你拿去玩吧。卧槽！几十万魔宫修士闻言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眼神。魔尊大人对二公主还是一如既往的宠爱，最好的都优先考虑她。这可是极道地兵，每一件极道地兵的出现都代表着一位大地强者的独特意志和传承呢。而且锻造一件极道地兵不仅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诸多天才地宝。望着江雪递过来的长剑，林峰没有拒绝，毕竟神霄阁的剑道传承不弱，只是遇到了江雪这个变态，才显得格外菜。走吧，咱们回家。在魔宫修士清剿进士门战利品时，江雪已经拉着林峰先一步回到了魔宫。正当他想拉着林峰回自己小世界时，唐月华却拦住了两人的去路，随即更是拉住了林峰的另一只手，冷漠地看向江雪。迫害林峰的人已经解决，为什么不回东荒？江雪素手拂面，轻轻眨动着美眸，压根没有松手的意思。他是我的男人，回东荒那个贫瘠之地做什么？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能满足。至于你，还是趁早放弃比较好。说话间，两人的地位再次发生碰撞。尽管林峰被他们保护得好好的，可后者此刻只想晕过去。又开始了，自从修罗场爆发以后，逮着机会就不得安宁。他真的好想静静。哼，你只会魔道功法，难道要让林峰再次堕入魔道吗？此事我绝不允许。唐月华美眸中迸发着寒光，林峰如何他改变不了，但江雪要拖他下水，那自己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正道如何，魔道又如何？你们正道功法若厉害，怎会尽数败在本座的手下？或者说，你对自己的地精很自信，想要挑战本座？江雪似笑非笑地盯着唐月华，这确实是个强劲的对手，可1对1的情况下，后者同样不是对手。早就听说过10万年前最具才情和实力的月华女帝了，不仅美貌冠绝古今，更是力败同一时代的所有大帝，可惜从未交手。现在打一架，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呢。江雪舔了一下红唇，眼中战意正在急速攀升。唐月华不甘示弱，即便明知不敌，他也不会退缩半分。说话间，唐月华已经打算祭出极道地兵的打算了。自不自信？你大可以试试。江雪没有说话，而是构建一个虚空战场，给了唐月华一个挑衅的眼神。既然谁也不服谁，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唐月华刚想跟上去，就被林峰拉了回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吵归吵，可不能打架，这伤了谁，我都会心疼的。不如这样，你们两个一起指点我修炼如何？哼！江雪和唐月华闻言，几乎同时朝旁边扭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都没看林峰。此刻的他们简直不要太默契。别哼哼哼的了，行不行？给个准信，不教我找别人去了。轰！这话一出，两女几乎同时扭头过来，气呼呼地瞪了过来。你敢？林峰，刚刚还非要分个高下呢，现在咋这么默契呢？那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你们瞅瞅，我脖子上的草莓印还在呢。草莓印？江雪和唐月华瞥了一眼林峰，眼中敌意再次迸发而出。月华女帝，这里可是魔宫，不是你这个正道修士该来的地方哦。江雪声音软酥，无时无刻不在挑逗林峰，再加上这身紫色长裙，简直就是绝杀。不过唐月华那身白色长裙同样迷人，只是让人有点不敢靠近，太冷了。那又如何？只要不放了他，大不了打成魔域，反正我家在极北之地。死！好算盘。极北之地确实不在中州9域里面，算是个独立的世外桃源，但这个世外桃源仅仅只是针对兵系修士，
可面对唐月华的威胁，江雪压根不带一丝害怕的，反而淡定的环抱双臂。魔宫要是没了，极北之地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唐月华没有说话，眨眼间脚下便凝聚出一条万米冰龙，而他踩在龙头上，俯视着江雪，俨然摆出了战斗姿态。既然争论无果，不如手底下见真章。好！冰龙被灵气赋予灵性，竟裹挟无比恐怖的龙威笼罩在江雪的身上，可落在后者身上，除了吹动几根青丝，再也掀不起任何波澜。打吧打吧，你们谁打赢，今晚我就归谁了。林峰见局势愈演愈烈，干脆选择摆烂，打谁都可以，别打我。呸！想得美，谁要你赔？江雪清啐一声，转头看向了半空中的唐月华。姐姐若执意如此，那妹妹便只好奉陪了。说话间，整片区域改天换日，瞬间就变成了黑夜。周围密密麻麻的黑洞还在不断分裂，神识扫过去，竟没有一处空间是完整的。而这仅仅只是江雪的领域之力。唐月华神色一如既往的冰冷，美眸微微眯起，一股寒冰气息扩散出去，黑洞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湮灭近半。他的领悟之力让周围全部陷入绝对零度。两人还没有动手，天空就沦为冰雪世界和黑暗界域，两股领悟之力全方位碰撞，谁也不服谁。唐月华没有说话，在江雪脚下凝聚一只庞大的手掌，想要拿捏他，可冰手刚刚靠近，就被黑洞无情的吞噬，连一丁点冰屑都没有留下。姐姐应该清楚自己不是我的对手，有些事情何必坚持呢？唐月华轻轻吐出一口幽气，眸子里满是坚定之色。10万年都等了，何惜一战？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唯独抢林峰不行。只见唐月华眉心中飞出一朵冰莲，冰雪世界瞬间将黑暗界域淹没，整座魔宫更是处于冰封世界下，时间、空间都停止了流逝。在这一刻，唐月华仿佛沦为了唯一的主宰。林峰咽了咽口水，心里不禁担心起江雪那妮子了。这可是月华最强的杀招之一，极寒领域，时间静止。尽管他比月华强，可后者连时间都能冻结，一个不注意也会着到的。可很快，林峰就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江雪不仅没有被冻成冰雕，反而在头顶凝聚出一个深渊巨口。那极强的拉扯之力，唐月华脚下的冰龙顷刻间就被吸成了冰屑。不等后者反应过来，一颗有黑色的珠子就在唐月华脚底化为第二个深渊巨口。上下的极强拉扯让唐月华连站稳都是重奢望。可在刚刚开始，左右两边再次凝聚恐怖的黑洞，疯狂拉扯着唐月华体内的灵气和法则之力。破！唐月华见江雪站在虚空中，笑着俯瞰着自己，如同戏耍一般。他周身法则之力随着怒吼倾泻而出，瞬间就将周围10万里冻成了冰雕。紧接着，一道夹杂着寒冰碎片的龙卷风也迅速朝江雪杀去。不等后者抵御，唐月华玉指又轻轻点在冰帘上，凝聚出满天的冰锥。那浓郁的寒冰法则，其他大地强者也得避其锋芒。可江雪只是歪了歪头，轻轻一点虚空，那恐怖的龙卷风就立马平息，而那满天的冰锥更是被他周身的黑洞尽数吞没。如果这就是唰！江雪话还没有说完，周围的温度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骤降。零下1000，零下2000，零下3000，当温度降低到零下1万时，江雪的郊区都显得僵硬起来。如此低的温度，便是大地强者也遭不住。我没你那么自私，只要让林峰回神梦宗，公平竞争就行。若你执意让他留在这魔窟，休怪我手下无情。唐月华神识死死盯着江雪，确定后者不是分身，这才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他对林峰的好，唐月华看在眼里。这次打起来，也只是想打压一下江雪的嚣张气焰。可他刚刚说完，江雪慢慢扭动自己的脖子，一步一步在冰天雪地回到了虚空中。姐姐真以为自己能拿捏住我吗？陪你玩了这么久，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随着吞噬珠回到江雪面前，后者双眼也闪过了一道金光。下一刻，在唐月华震惊的神色下，江雪的气息竟再次飙升。后者不仅状态恢复如初，周身道运更是爆发出骇人的威势，而且法则之力胜过之前数倍。此刻的江雪宛若一尊真正的神祇，许久没有进入这种状态了，真是令人着迷啊。这是……唐月华目光呆滞，他不过占据一点优势而已，要是江雪动真格，他还是打不过。可后者似乎不想耽误时间，直接就动用了压箱底的底牌。大地巅峰再进一步，那是什么概念？我见众生皆蝼蚁，
这句话在此刻的江雪身上得到了诠释。还不服吗？江雪平静地注视着唐月华，后者倔强地摇了摇头。除非杀了我，否则谁也无法将他从我身边带走。江雪脸上闪过一丝钦佩，唐月华是他见过最强、最不怕死的对手了。不过让他放林峰离开，却也是不可能。即便是死，唐月华脸色苍白，强行催动体内精血，似乎打算和江雪拼命。可江雪却在这时候退出了刚刚的状态，反而来到唐月华面前，缓缓伸出了手。后者疑惑的抬头，有些不明白江雪是什么意思。瞧那小家伙心疼的样子，若真动了你，他怕是再也不会理我了。起来吧，我不会让小峰修炼魔功。唐月华看了一眼林峰，见他松了一口气，心里不禁闪过一股暖流。多谢。唐月华没有拒绝江雪的好意，携手回到了林峰的旁边。周围的寒冰法则也随着他一念之间，便在顷刻间彻底消散。怎么样，没事吧？林峰左看看右看看，生怕这妮子受伤了，还瞒着不说。唐月华见林峰手足无措的样子，反而忍不住扑哧一笑。我没事。还笑？林峰伸手给了唐月华一个脑瓜崩，后者小嘴微张，错愕地捂着脑门。这一谈让他回想到了10万年前两人在一起的日子，一时间唐月华瞬间红了眼眶。我们还能回去吗？林峰愣了愣，这妮子如此漫长的岁月都是回忆在陪伴。想到这里，他将唐月华的玉手牵住，笑着和他对视。为什么要回去？明天不是更好吗？这话一出，唐月华立马扑进林峰怀里抽泣起来。过了许久，他才在林峰的安慰下去恢复伤势。望着唐月华回去，江雪直接拉着林峰出现在自己闺房，顺手布下了一道隔音结界。雪儿，你刚刚……江雪笑而不语，反而将林峰手中的空间戒指取了下来，把神霄阁大帝那件击到地冰残留的意志抹除后，这才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你有时间就将这件击到地冰磨合。至于我实力变强一事，这也是历代魔尊的功劳。在你死后，我曾去过一趟魔神谷核心区域，后来意外进入了一片诡异空间，那里有远古时期诸位魔尊曾经留下一部天书，上面只有一个字，名为灵。我花费了10年时间才将它修炼到极致。灵？卧槽！林峰听到这个字立马就不淡定了，因为他在第3世死前也得到过其中一部天书，名为钱。正是因为有钱字天书，林峰才能被杀后保留神魂转世重生。还好前2世留了一缕神魂遁入轮回，不然就没后面的事了。而且他身穿之前，这9个字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因为这正是道家的9字真言。没想到在这里竟是9部无上秘法的天书，只是关于他们的记载太少。钱字天书修炼到极致，可以做到神魂不灭，料敌先机。可雪儿这灵字天书的作用，他却不清楚。我能活到这一世，也是多亏了钱字天书。他修炼到极致，可以做到神魂不灭，料敌先机。我没你悟性高，又死了几次，现在始终没有修炼到神魂不灭的地步，只能护住神魂转世。死？你也有？江雪听到其他天书的消息，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和震惊。灵字天书可以让我踏入神境领域，同阶无敌，即便是大地巅峰修为，也能越阶杀敌。我勒个豆！大地巅峰还能越阶杀敌？难怪神霄阁大帝几乎被秒杀，他特喵的死得不冤呐！还好你修炼了钱字天书，不然我如何能与你重逢？江雪目光柔和，不等林峰反应过来，便主动献上了香吻。可渐渐的，林峰就忍不住瞪大了双眼，因为这妮子不仅仅是在接吻，他还趁机将灵字天书传授给了自己。林峰自然不会让他吃亏，将记忆中的钱字天书同样引渡到了江雪的脑海。江雪察觉到这一幕，目光显得更加温柔。他不喜欢问原因，只要林峰说什么，他都会无条件的相信。当双唇分离之时，江雪又给了林峰一个抱抱。谢谢你，小峰。林峰知道江雪在说什么，自己是他挚爱的同时，也是他的曙光。江雪小时候颠沛流离，过得很不好，是林峰让他有了亲人关怀的感觉。他谢谢自己的坚持，选择了相信当年的事出有因，也谢谢林峰没有让自己失望，因为他从来就没想过伤自己。对他来说，有这些就足够了。真想谢谢的话，不如今天留下来怎么样？林峰眼中满是期待，他轮回9世，每一世的挚爱都比自己厉害。这些妮子颜值逆天就算了，身材还是极品，看着就带劲的那种。说直白点，
他就是想和五姑娘告个别。哥，小色狼，你答应人家留在魔宫，那姐姐就任你处置了。江雪俏脸一红，如同魔音贯耳一般，蛊惑着林峰随他回去。可以是可以，我能把月华他们带上吗？江雪还以为林峰答应了，可听到后面的话，不禁冷哼了一声。真是个小色狼，居然还连吃带拿的。就算自己同意，唐月华他们也不会答应的。况且自己再怎么宠溺他，在共侍一夫这件事上，他也不想让步。想得美欧尼，这个拿着可以滋补你的体质。江雪给了林峰一个媚眼，又留下一株灵气浓郁的圣药，这才化作一缕清风消失不见。林峰看了一眼浮在半空中的红色圣药，心里不禁有些感叹，这可是极热地带才有可能孕育而出的九阳草，许多圣王强者搭上性命都拿不到的极品圣药，这软饭吃的简直美滋滋。炼化九阳草后，林峰的体质完全不会弱于铜镜体修。简单来说就是更抗揍。看着旁边的九阳草和极道地冰，林峰没有耽误时间，引渡九阳草化为灵液入体。林峰知道圣药不可能一次性炼化完成，所以并没有太过着急，让它如同雨点般慢慢渗透进自己的四肢百骸，才是最稳妥的。感受着体质在朝更好的方向蜕变，林峰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正准备在极道地冰附着自己的神念时，气息却迈了一大步，踏入了真灵境中期。爽！尽管有极品圣阶功法辅佐，可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本来也需要3天左右，这才1天不到，竟突破了。要知道，顾新蕊当初在江雪他们的指点下，也用了5天才突破到真灵境中期，其他天骄时间更长，没有背景的直接哭晕在厕所了。林峰深呼吸一口气，将目光放在了旁边那件极道地冰的身上。有江雪抹除神霄阁大帝残留的意志，这极道地冰对林峰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落下一缕神魂后，这神霄剑便自动隐匿进林峰的体内。做完这一切，林峰洗漱一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月华和雪儿不和，明天还有自己头疼的，况且这才刚刚开始呢。第2天，魔宫修士早已回来，但江雪还是亲自带着美食来到了林峰的床边。快去洗漱，起床吃饭了。林峰伸了伸懒腰，神色多了一丝郁闷。雪儿，我又不是小孩子，你怎么……话还没有说完，一块 Q 弹的妖兽肉就塞进了他的嘴里。这是你最喜欢的冰玉雪蛟肉，乖乖起床洗漱，还有很多哦。江雪无视林峰的话，眼里满是温柔。后者闻言不禁陷入了沉默。这妮子永远记得自己说过的每一个字，即便冰玉雪蛟成年就是圣人境修为，可为了自己能在想吃的时候吃到，他孤身连跨2大狱，硬是逮回了几条幻羊。怎么了？是不是味道不一样？我这就让人宰了那个厨师。江雪见林峰不说话，还以为肉不好吃，俏脸上顿时多了一丝怒容。小峰最喜欢吃的美食居然做得不好吃，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不是，味道很好，只是我修为太低，怕撑死。林峰差点噎住，这一块蛟龙肉都抵得上自己修炼1天了。以前酷炫没事，现在可得悠着点。江雪回了个白眼，嗔怪地拍了拍林峰的背部，语气轻柔：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林峰嘿嘿一笑，起床时偷亲了一下江雪的侧脸，惹得后者俏脸泛起了红晕。还是这么不正经。江雪将美食放在桌子上，而她则是撑着下巴，静静地看着林峰洗漱。此刻的她简直就是人畜无害的大姐姐嘛。不久后，洗漱完的林峰将一块冰玉雪蛟肉放在了江雪嘴边，后者张开小嘴，吃得极为淑女。雪儿，你这房间还是那么香啊，以前你唯一拒绝我的地方，应该就是让我住进来了。江雪小嘴微鼓，嗔怪地瞪了一眼林峰。哼，人家什么时候拒绝过你单独住？但你非要抱着我一起，不要以为人家不清楚你在想什么。可惜造化弄人，若不是进士门陷害，或许咱们已经成婚，也有了爱情结晶。江雪美眸中多了一丝向往，更多了一丝惋惜。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说话间，林峰不自觉握住了这妮子的小手，顺便冲她挑眉。后者瞥了一眼，似笑非笑的歪头。是吗？那你愿意放弃月华他们，迎娶我吗？ So， 这话刚刚说完，林峰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回了自己的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终生大事，咱们还是得从长计议。江雪嘴角微微上扬，抱着双臂缓缓开口：不用，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行。小小的改变？林峰刚想问什么改变，
江雪就将一把圣冰放在了旁边，把腿砍断就行，以后人家定会不离不弃，会好好照料你的下半生，只是过程有丢丢疼。小风，你别怕，我会很温柔的。卧槽！林峰把蛟龙肉往旁边一丢，脚下仿佛多了一对风火轮，可他刚刚飞到门口，就被一只无形大手抓了回去。雪儿，你别闹了，这一点也不好玩。江雪鼓起小嘴，圣冰已经抵在了林峰的腿上。人家也不想呀，可是你有了别的女人就不想回家，而且若是他们都抛弃你，不就说明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吗？乖，忍耐一下下，咱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林峰吓得冷汗直流，这妮子还是这么喜怒无常，他真快哭了。正当江雪准备动手时，一道冰片在关键时候挡住了圣冰，控制林峰的无形大手也在瞬间消失。林峰如同看见救星一般，连忙躲到了唐月华身后。还是月华宝宝好，雪儿太可怕了，她是真想断了自己的腿啊！你干什么？得不到就毁掉吗？唐月华冷着脸注视着江雪，后者舔了舔红唇，眼中闪过一丝可惜。怎么会？我只是想让小风永远留在身边。你这个疯子！唐月华眉头紧皱，下意识后退2步，这吞天魔尊真是让人猜不透。明明对林峰宠溺至极，却又要亲自砍了他的腿。多谢夸奖。江雪毫不在意疯子这个称谓，他眼里除了林峰，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你这里太危险了，我要带他回神梦宗。唐月华轻启玉唇，可他刚刚说完，江雪就挪移到他身后，拦住了去路。那不行，他是我的，但你刚刚差点让他变成残废。唐月华怒斥一句，这江雪精神还正常吗？这样病态的爱，简直让人窒息。那我让他占便宜好了，不反抗的那种哦。咕咚！尽管江雪真想砍了自己，可这妮子的身材确实诱人，颜值更是没话说。别说男人了，但凡是个雌性生物都拒绝不了。你……唐月华颤抖地指了指江雪，却半天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可以。你闭嘴！林峰刚探出脑袋，就被唐月华气愤地摁了回去。都快废了他，还想着占便宜，他也是醉了。好了好了，不闹了，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人家可一直都没有动。江雪将冰玉雪蛟肉推送到林峰面前，而他则是轻点虚空，朝外面飞去。林峰接住后，另一只手还死死抱着唐月华的纤腰。月华，你也吃，吃了就一起去。唐月华没好气地白了一眼林峰，现在知道怕了，刚刚那股想占便宜的冲劲呢。不过有一说一，这冰玉雪蛟肉确实很好吃，便是唐月华也忍不住眼前一亮。没过多久，林峰拉着唐月华跟着江雪回到了自己曾经的住所。刚刚进去，一股栀子花香的味道就扑鼻而来。抬头看去，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移动过，而且一切都是崭新的。看样子江雪一直有让人来打脸，不过自己和江雪的住所一向不允许第三个人踏足，也就是说这8000多年以来都是这妮子一个人在打扫。如此痴情的女子怎么能让人不感动？真香。还记得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就是一束栀子花，当时你还说……江雪闭眼闻了一下栀子花，转身看向唐月华旁边的林峰，后者神色复杂，眼中闪过一丝追忆，不自觉打断了江雪的话。当时我还说，这栀子花象征着咱们纯洁的爱情，要在迎娶你的当天铺满一整个栀子花海。可是你失约了。江雪抿了抿红唇，眼泪哗哗往下掉。天下万般冰刃，唯有过往最伤人。于大地而言，几千年光阴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可若抱着回忆不放，那每时每刻都属于煎熬啊。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我要对得起，我要我的爱值得。江雪泪眼汪汪地盯着林峰，后者完全不敢与之对视。他做到了一辈子只爱一个，没想到这辈子都凑一块了。别这么说，咱们3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咔嚓，硬了，拳头硬了。林峰刚刚说完，江雪和唐月华都不自觉地捏紧拳头。这个贪心的家伙居然2个都想要。对了，雪儿，明天送我去魔窟吧。轰！魔窟。江雪听到这2个字，眸子里不由多了一丝慌乱，她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小风，你还在怪我吗？你应该知道，要是你再出事，我会疯的。林峰沉默了一下，直接将江雪拉到了怀里，贴在她的耳边开口。怎么会？我只是想去磨练一下我的剑道。那魔焰谷是天然的炼剑之地，正好去取一下我当年埋藏的东西。林峰嗅着江雪的体香，轻轻拍打她的粉背安慰。
他怎么舍得责怪一个爱自己、爱进骨子里的魔尊宝宝呢？你是说那个石碑？江雪听林峰这么说，不由露出了恍然之色。当年林峰在魔焰谷锤炼肉身时，留下过一块石碑和玉简，那块石碑里面蕴含极强的剑意，是魔宫修士从大地墓穴里面带出来的。即便是江雪，也奈何不了那石碑分毫，哪怕是动用极道地兵，也没有第二个结局。不过魔修很少有纯粹的剑道，所以那剑意石碑便归林峰了。可惜后者那一事务性实在不够，根本参悟不出什么，最终便放在了魔焰谷。这一世拥有剑心通明的天赋，说什么都得试一试。至于那玉简，好处就更加直接了，里面封印着一位上古剑修的剑心，只要取回来，再让月华和雪儿他们出手镇压，首先修为会提升，其次对林峰的剑意有帮助，甚至可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剑意领域。剑意领域这个东西不同于江雪他们那种执掌法则的领域，但一旦领悟，将做到真正的碾压铜镜。林峰现在的优势也就是前世的圣阶功法法术了。可在中州九域里面，那些远古地族无上大教的传承者修炼的基本上都是地精，法术最低都是圣阶，甚至是自家大地老祖自创的神通。有雪儿他们在，自己倒是不会缺这些，可想要拉开差距就有点不够看了。光是剑心通明可不够看，那群身怀地血的后人说天骄都是在侮辱，应该称之为怪胎。唐月华他们个个天赋超凡，这些怪胎他见过不少。但林峰没有唐月华他们逆天，想要横推万古，镇压一个时代，没点底牌可不行。这剑意领域就是个契机，相当于还没有打就给自己上了个增益效果，而对手却需要时刻承受剑意场的压制。轮回几世，林峰只在李寒月身上见过剑意领域，后者现在的成就堪称剑道第一人。林峰那一世已经炼化过一次了，只是没有成功。尽管江雪他们都很厉害，可让他们联手，那还是算了吧。靠人不如靠自己，有些仇还是需要亲手解决。你们若是不放心，分出一缕神魂庇护我就行。林峰捏了捏江雪的俏脸，勾引眨巴着那双好看的大眼睛，想也没想就分出一缕神魂。神魂护体相当于一层无形的保护罩，遇到致命的危险时会自动触发，比神念封印在玉简里面方便多了，只是会让江雪他们的神魂虚弱一丢丢。唐月华一言不发，但速度一点也不慢。江雪的神魂刚刚分出，他也分出了自己的神魂。那你今天什么也不许忙，就好好陪我。江雪反抱住林峰，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松手的架势，给后者逗乐了。有两个仙子陪着，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事啊。行行行，那我呢？唐月华冷着脸，小手将林峰左手牵住，脸上写满了不开心。小峰是我的，你明天再说。哼，他明天要去魔焰谷，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对于江雪的话，唐月华忍不住冷哼一声。他又不是鱼的记忆，想诓自己没门。那我不管，我先说的。江雪见计划被识破，直接开始耍无赖，娇躯化身八爪鱼，死死粘着林峰。林峰真幼稚，不过有一说一，这妮子身材真好，就这么抱着吧，别松手了。林峰摇着头，就这么抱着江雪朝外面飞去。唐月华不甘示弱，牵着林峰的手也不肯松开。两女时不时拌嘴，幼稚到和他们身份毫无关系。林峰倒也没有打扰，慢悠悠从魔宫各处掠过，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世岁月长。有时候确实需要停下来，静下心，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三人这奇怪的画风，惹得魔宫众人惊讶不已。这魔尊大人还有这一面呢？怎么平时不是丢人去魔窟，就是灭人家满门？第二天，林峰再次从江雪闺房醒来，后者也没有说什么，反而贴心的给他投喂美食。只是这一次他多了个竞争对手。唐月华本来拉不下脸的，可看到江雪发动温柔攻势，生怕林峰不想走，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出。不就是喂饭吗？在一起的时候，这家伙还让自己拿嘴喂过呢。哎，我这口还没咽下去呢。嗨嗨。林峰本来挺开心的，直到两女赌气，捏住自己鼻子就往嘴里塞，他顿时就绷不住了。江雪一边帮林峰拍打背部缓解咳嗽，都怪你。哼，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了？江雪和唐月华双手叉腰，对视的那块空间都率先承受不住，开始出现数道裂痕。行了行了，我吃饱了，送我去魔焰谷吧。林峰感觉自己再不走，他们一生气可能就把自己拍死了。其实他们拌嘴还挺好玩的，但是一急眼就想动手，
给林峰都给整害怕了。万一一个不小心，那不就又得守活寡了吗？尽管两女再拌嘴，不过知道林峰有正事，还是没有继续吵下去。因为比起这个，他们更担心林峰的安危。魔焰谷是魔宫各长老的后代和宫内精英弟子磨练身躯的地方，不过里面同样也有不少妖兽活动，而且避免各大长老藏有私心，江雪亲自布下了结界，他想要进去都得先解决结界。魔宫只要强者，如果不强就是死人了，只要你有实力，什么手段都行，这也是魔宫疯子很多的原因。望着林峰飞去魔焰谷中，两道黑影恭敬地跪在了江雪面前。见过主人。盯着魔焰谷，无论是哪个长老的后人，无论是谁的弟子，只要敢对小峰出手的人，通通一灭三族，左右护法也不例外。两道黑影神色毫无波澜，得到命令后顿时将脑袋低了几分。是。唐月华瞥见这一幕，眸子里闪过一丝迟疑。魔宫不是号称最齐心的魔道势力吗？怎么还需要动用死士？江雪双眼微眯，眼中多了一丝危险的波动。齐心不过是掌控了他们的灵魂本源罢了，可总有几条不听话的狗。但没关系，谁敢忤逆本座的命令，就将他全族割成人干，再让魔虫一点一滴啃食掉就好了。割成人干，还是让人维持一缕生机的那种。死！光是听听，唐月华都觉得头皮发麻。不过这一次他却难得没有反驳，毕竟江雪这一次是为了保护林峰。不久后，魔焰谷内，林峰刚刚落地，一股钻心的黑色火焰就从四面八方袭来。这是魔焰谷独有的魔焰，筑基期修士不用灵气抵御的话，会在瞬间烧成灰烬。但适应以后，可以锤炼身躯，甚至可以让身体不低于极品灵兵的硬度。这个效果，即便是天魂境修士也有用。感受着熟悉的魔焰淬体，林峰不由闭上眼，露出了舒畅之色。不过他没有贪恋，而是按照记忆寻找剑心玉简和石碑。可惜魔焰谷每天都在爆发厮杀，导致位置发生了偏差。林峰找了半天也没有一点线索，直到撞见几个人临近的魔宫弟子，双方都愣了一下。你是哪个长老的后辈？我怎么从没见过你？一个真灵中期能进入魔焰谷，背后起码有一位圣人境长老当靠山。我是林峰。林峰？几人听到这个名字，眼珠子都快凸了出来。这特喵不是二公主的名字吗？反应过来的几人连忙恭敬的行礼。见过二公主大人。林峰轻轻点头，雪儿应该打过招呼了，毕竟这人灵境修士都没有资格见自己。上次讨打进士门，最低都是天魂境修为呢。不用紧张，你们可曾在周围见过一块白色的玉简和一块石碑？白色玉简和石碑？几人面面相觑，眼神不自觉地闪躲起来。昨天围攻妖兽的时候，将这块区域掀翻，发现了林峰嘴里的那两样东西。但鬼面罗刹的宝贝儿子看见后，直接就出手抢了过去，还不许他们声张出去。他们背后都只有圣王境长老撑腰，但鬼面罗刹作为24罗刹之一，修为可是高达准地后期。你们知道？林峰双眼微微眯起，这几人的反应很不对劲啊。这二公主，我们说了，你能保护我们吗？保护？魔宫没几个剑修啊，但也不是没有，毕竟过去了太久。堕入魔道的剑修不知凡几，魔宫又是招收强者的地方，自然不可能没有。自然可以。林峰点了点头，语气中不由多了一丝急切。不会被人炼化了吧？那岂不是白跑一趟？是鬼面罗刹的公子罗燕，那两样东西昨天被他抢走了。鬼面罗刹，24罗刹之一，每个罗刹分开都能称霸一方了。但在魔宫还有10大长老，左右护法压在头上。如果你们说谎，通通丢去魔窟；若是没有说谎，反而还有奖励。奖励？别要我们的命就行。几个弟子颤颤巍巍地低下头，直到林峰离开，这才松了一口气。魔焰谷外，林峰刚刚出来，江雪和唐月华露出了诧异之色。雪儿，让人将鬼面罗刹的儿子带过来，剑心玉简和石碑都在他那里。什么？被人捷足先登了？江雪小嘴微张，随即轻轻打了个响指，一团黑雾就化作人影跪在了他面前。按小峰的意思去做，1刻钟内我要看见心玉简和石碑。谨遵主人令。黑雾死士右手抵在胸膛，恭敬地低了一下脑袋，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雪儿，你这圣王境死士不错啊，喜欢就送给你了，准定还有几个呢。死！心动了，可有月华他们在，貌似不太需要啊。算了，有你贴身保护就行。
这话一出，江雪顿时被逗得眼唇轻笑。哼，算你会说话，快让姐姐亲一个。江雪抱着林峰就要亲亲，却被唐月华拦了下来。动不动就要亲，你是女流氓啊？关你什么事？我家小峰乐意让我亲。江雪鼓起小嘴，闪身就在林峰侧脸留下了一个唇印，得逞的他开心到像个孩子。林峰摸了摸自己的脸，一时间他竟分不清自己和雪儿谁才是好色之徒了。可不等他开口，刚刚离开的死士就去而复返。主人，人已经回去了，我们不是鬼面罗刹的对手，恐怕需要您亲自出面了。哗！刚刚还笑盈盈的江雪听到这话，浑厚的地威瞬间震得周围空间嘎吱作响。左右护法何在？刷刷！江雪刚刚说完，左右护法立马就从虚空中一步踏出，恭敬地低下头行礼。魔尊大人有何吩咐？摆架阴斗要塞。莫！阴斗要塞是魔宫麾下重要的要塞之一，左边靠近圣域，右边又和其他魔道势力接壤。左右护法没有多问，很快就安排好了坐辇。那是一条浑身散发着黑色火焰的魔龙，那准地气息的威压，寻常修士连对视的勇气都没有。可江雪只是瞥了他一眼，魔龙立马乖乖低下脑袋，将背上的移动行宫露了出来。见过魔尊大人，二公主大人。林峰摸了摸魔龙的龙头，这家伙可是一条血统纯正的炼狱魔龙。还记得以前他挺狂，以为自己可以在魔宫混得风生水起，毕竟江雪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和待遇。结果江雪一句养肥他是为了让林峰可以吃到龙肉，他当时气得半个月没吃饭。后来被江雪暴揍了一顿，龙尾也被剁了下来，他才老实下来。没想到如今也是准地后期的实力了。呼！炼狱魔龙吐了一口气，差点将林峰吹飞几千米。几千年没被摸过脑袋了，真是魔龙不发威，你当我是病虫啊？啪！随着一个大笔豆砸在脸上，炼狱魔龙的眼神都变得清澈起来。只见江雪坐在移动行宫上，俯视着他的龙头。别给我家小风吹感冒了，再有下次，本座就剁了你。嘿嘿，好嘞，二公主请上座。炼狱魔龙忍着委屈，谄媚的示意林峰赶紧上去。林峰刚刚飞到椅子上，江雪和唐月华就坐在了他的旁边。两女赌气拉着他的手臂，一人一条，差点给林峰扯成两半。本来是左拥右抱的香艳场面，此刻的林峰却巴不得逃离这里。救命啊！这两娘们是真不知道自己是大帝吗？稍微用力，100个自己也遭不住啊！小风是我的，我的。好在炼狱魔龙有横渡虚空的实力，瞬息之间就抵达了阴斗要塞，不然林峰真感觉自己要变成两半了。唐月华毕竟不是魔修，所以便隐匿进虚空之中去了。而炼狱魔龙刚刚出现在阴斗要塞上空，就肆无忌惮地展露威压。如此张狂的样子，很快就引起了阴斗要塞3万魔修的注意。炼狱魔龙背部的移动行宫上有一面黑旗，中间有一条张开巨口的魔龙，旁边8个威风凛凛的金色字体：吞天噬地，万灵臣服。在炼狱魔龙旁边还有6名黑衣老者凌空而立，尽管没有说话，可是身上透露出来的气息和周身的黑雾却极为阴森可怕。是魔尊大人来了，这下看万魔殿那群杂碎还怎么嚣张。奇怪，万魔殿刚刚有异样，怎么魔尊大人就亲自降临了？不管是震惊还是诧异，看到江雪起身的那一刻，9幽魔宫的魔修纷纷行礼。吾等拜见魔尊大人。3万魔修齐声呐喊，让不明所以的万魔殿下一时往后退了几步。一点小摩擦而已，不至于让吞天魔尊亲自降临吧？不是，之前也没说有这么严重啊，难道自己犯天条了吗？鬼面罗刹宫迎魔尊大人。一位黑袍男子在虚空中朝江雪行礼，后者没有说什么，直接拉着林峰朝要塞大殿飞速。左右护法和6位长老紧跟着，看得鬼面罗刹心里一咯噔，魔尊大人这面色似乎不对劲啊。鬼面罗刹把自己这辈子做过的错事都回想了一遍，可他还是觉得自己没错，因为这魔尊大人才是幕后主使啊。直到鬼面罗刹跟进去，看到江雪冷着脸，他想也没想就给跪下了。魔尊大人，我错了。哦，你错哪了？江雪有些奇怪，这件星玉简和石碑应该不至于有人指使吧？我也不知道我错哪了，但先认错，总归没错。江雪、林峰、唐月华，好一个先认错，总归没错。左右护法平时也挺严肃的，现在听到这话，差点没憋住笑出声。算了，你儿子呢？江雪轻轻摆手，可他刚刚说完，鬼面罗刹也懵逼了。啊，
叶儿不是在魔焰谷吗？还没回来。江雪眉头紧皱，看得鬼面罗刹心里一咯噔。难道是那个逆子得罪了魔尊大人？不是吧，这小子这么有种呢，自己都没这胆，难道他不是亲生的？林峰听到鬼面罗刹的心声，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你不知道啊？那我应该知道吗？尽管鬼面罗刹脸上写满了懵逼，可还是试探性的回答。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知道，都没人告诉自己什么事，一上来就问自己儿子，那他干啥了？你倒是说啊！要他真有得罪魔尊大人的狗胆，那自己也好整理一下仪容仪表。他手里有我曾经留下的剑心玉简和石碑，而此物对我有大用。林峰见鬼面罗刹眼中满是迷茫，直接开口将事情说了出来。后者闻言摸着下巴轻轻点了点头。二公主大人，您放心，我这就派人将那臭小子抓回来，听候您发落。林峰嘴角微微上扬，没有鬼面罗刹阵压剑心玉简，那玉简根本炼化不了。既然鬼面罗刹这么配合，那反而不用着急了。不必，来都来了，等一下也无妨。倒是外面那什么情况？万魔殿对印度要塞有想法？林峰饶有兴趣地看着鬼面罗刹，后者闻言顿时露出了不屑之色。嗨，最近要塞内出现了诡异的血物，应当是传说中的血莲子要出事了。万魔殿少主觊觎此物，这才让人过来施压，真动手又不敢。血莲子听上去是阴邪之物，但其实它本来也不是好东西。不过血莲子的血腥对任何修士都是天然的补品，而且这玩意作用颇多，除了重塑根基，还可以让提纯血脉，滋补灵魂。对修炼前自天书的林峰来说，也许可以一举修炼到巅峰，即便不够，那也不能便宜别人。只是每次出事都会释放诡异血物，让人自相残杀，方便他汲取营养。雪儿，这血莲子我要了，放心，它只能是你的。江雪目光柔和，只要林峰开口，他都不会拒绝。隐匿在虚空中的唐月华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现身。尽管血莲子的莲子含有血毒，可是血腥能解，而且林峰也没必要害自己吧。鬼面罗刹知道林峰是魔尊大人的心头宝，几乎拿出了所有的好东西招待。要不是怕魔尊大人生气，他都想安排几个美女了。但这事还算了吧，之前有位岛主就是这么玩的，现在坟头草应该都长成一片森林了。1个时辰后，罗燕开开心心的回来，看到江雪靠在林峰怀里，下方左右护法在品茶，还有6位神情肃穆的黑袍长老，而鬼面罗刹则是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这阵仗不禁给他整害怕了。咋的？他就偷看了一下寡妇洗澡，应该罪不至死吧？爹，你别叫我爹，你他妈是我爹，赶紧给老子跪下！扑通！尽管不明白为什么，可看到老爹这么生气，罗燕想也没想，就老老实实跪在了地上。爹，我错了。这似曾相识的一幕，看得林峰额头上布满了黑线。这些认错是遗传吗？都不用做亲子鉴定了，包是亲父子的呀。你错哪了？我……罗燕刚说一个字，就被林峰打断了施法。停！你是不是在魔焰谷得到了一个玉简和一块石碑？罗燕闻言不禁露出了惊讶之色。二公主真是神通广大，我对您的敬佩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闭嘴，赶紧交出来，那是二公主前世留下来的，你他妈乱拿尼玛呢！林峰，不出意外的话，他妈好像是你道侣。哦，罗燕大手一挥，从空间戒指里面拿出了一个白色玉简和一块石碑，明渊立马控制他们推送到林峰面前，后者冲他点了点头，这才开始检查，确定玉简和石碑都不是假的。林峰这才松了一口气。二公主，属下真不知道这是您留下的东西，我在魔宫捣鼓了一晚上也没有结果，就想着带回来让我爹看看。罗燕低着头解释，林峰倒也没有责怪的意思，但这玩意除了剑修对其他人并没用啊。你觉得这石碑有什么不同？石碑？罗燕努力回想，却被鬼面罗刹奖励了一个大比斗。二公主问你话呢，支支吾吾的干什么？那我这不是在想吗？你再打，要是打傻了，以后你孙子也会变傻子。罗燕捂着脑袋还嘴，林峰嘴角微微抽搐，魔宫真是人才济济啊。没事，不着急，慢慢想。罗燕挠了挠脑袋，随即将自己和石碑的经历说了出来。拿到手倒是没什么，可是在此之前，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呼唤。这玉简是顺带抢，嗨，借走的。神秘的力量？
林峰将神魂附着在石碑上，并没有感知到那什么神秘的力量。可就在他准备收回神魂时，一股眩晕感却如潮水般袭来。林峰努力睁开眼睛，却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对方背对着苍生，一人一剑屹立在九霄云外，身形显得格外孤寂。当他再想近距离看看时，却直接往旁边倒去。江雪察觉到异样，反手将林峰拉到了怀里，见他脸色苍白，差点急疯。这可不关我的事啊，魔尊大人，我真的什么也没干。罗燕吓得连忙磕头，要是林峰出事，整个阴都要塞一个活口都不可能有。林峰上一世陨落的后果，他听过就够了，可不想亲眼目睹一次。和他没关系，是这石碑里面有玄机。林峰来不及贪恋江雪怀抱的温暖，阻止了准备发火的他。别着急，慢慢来，有反应终归是好的。江雪帮林峰揉着脑袋，那温柔的样子如同一个贤惠的妻子，和拧人脑袋的时候截然不同。罗燕他们羡慕归羡慕，但是不敢多看呐，万一来拧自己脑袋，那咋整？就在这时候，外面诡异血雾开始控制魔修自相残杀。如此诡异的一幕，很快就被明渊他们察觉到。江雪注意力都在林峰身上，明渊张了张嘴，还是恭敬地看向他。魔尊大人，雪莲子出事了，属下去救回。江雪轻点脑袋，大地不出，应该没几个人能拦住明渊。同一时间，万魔殿那边也察觉到了血莲子出事，大批万魔殿弟子纷纷朝诡异血雾中心飞去。明渊轻挥一下，血雾瞬间被驱散得一干二净。正当他准备拿捏跑路的血莲子时，一位枯瘦老者笑眯眯地拦住了他。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魔宫右护法也现身在此，不过此物我家少主志在必得，还望右护法给老夫一个面子。明渊瞥了一眼枯瘦老者旁边的青年，胸膛化为一团虚空，一根黑色的铁链慢慢钻出，铁链上散发出来的威压让枯瘦老者脸色骤变。江雪手里陨落过多位大帝，明渊手里的极道帝兵正是他的战利品，同为准帝巅峰，可对方拿出极道帝兵，他这还打个毛？不好意思，我家二公主对血莲子也志在必得，不如你给我一个面子，劝劝你家少主退出这场争夺。明渊负手而立，一副想打我奉陪的架势，看得万魔殿少主脸色铁青。正当他犹豫不决时，一道张狂的笑声由远而近传来。右护法真是一如既往的霸道，但这血莲子乃世间罕见的奇物，三言两语就想打发我等，怕是不行哦。明渊几人闻声望去，只见一位拿捏狼牙棒的壮汉正在虚空中急速挪移，眨眼的功夫就从小黑点来到了不远处。三方势力看似随意占据一个位置，却封死了血莲子的所有退路。灭世魔宗这么远都来凑热闹，你们真是跟屁虫啊！明渊冷着脸看向对方，魔尊大人就在阴都要塞，他不担心拿不到血莲子，他怕就怕丢了魔宫的脸。右护法这是说的什么话？所谓天地奇物，强者居之。万魔殿枯瘦老者低着头不说话。明渊说林峰也想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林峰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背后那个吞天魔尊啊！他真是不理解，林峰都背刺过，那个女疯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宠溺，这要是抢他觊觎的宝贝，那不得往死里整自己。血莲子再珍贵，哪有自己的狗命重要？他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准帝巅峰修士，在这件事上降，很容易把命降没啊。不过灭世魔宗来插手的话，他倒是可以看戏了。强者，让灭世老人过来，才有资格说这话。至于你，哼，手下败将而已，真以为这次还能跑得掉吗？明渊根本不怕灭世魔宗的准帝，两人交手10次，每次都差点死在了自己手里。要不是跑得快，他早已陨灭了。壮汉脸色阴沉，说话就说话，老提过去做什么？辉煌一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下一刻，一道恐怖的地威席卷八荒，一根手指化为万米大小，自天穹上方朝明渊镇压。后者使尽浑身解数，身体都无法动弹分毫。小家伙，你好像很瞧不起我灭世魔宗，那现在的你怎么如此狼狈？明渊嘴角溢出鲜血，眼中死死盯着灭世老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一丝鄙夷。老狗，有本事就杀了我，看看你灭世魔宗能不能承受得住魔尊大人的怒火。魔尊大人，灭世老人听到这几个字就来气，他活了几万年，居然被一个才活了1万多岁的女人踩在脚底下。灭世魔宗处处低他九幽魔宫一头，修炼资源更是多次退让，现在他都不在，这明渊竟然还敢威胁自己。打不过江雪他认，
但一个准帝对自己失去了敬畏之心，那他的威严何在？你这是找死！眼瞅着灭世老人动怒，明渊反而笑得更加猖狂了，眼神里满是疯狂之色。找死！哈哈，老子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追随魔尊大人，同为魔修，你们人人喊打。而我九幽魔宫的人，正魔两道修士无不谈之色变。是魔尊大人让我知道，原来沦为魔修不是堕落，也可以是一种骄傲和荣耀。便是死，我的脊梁也是直的。而你们这群可悲的家伙，竟连腰都直不起来。明渊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在场每个人的脑海。可他的声音又很小，因为隔音结界的缘故，只有万魔殿和灭世魔宗的人能听到。这些话一出，万魔殿枯瘦老者都干沉默了。明渊说的是事实，万魔殿也好，灭世魔宗也罢，都会因为江雪这两个字不得不退让。覆灭九幽魔宫很容易，一位大帝后期强者就可以轻易镇压。可江雪不死，谁有那个胆子？这个女疯子，她可以对魔宫不管不顾，跟你死磕，因为除了林峰，她没有任何弱点。可是各大道统不同，他们有亲人、族人，有后人，诸多势力联手围攻，江雪可以退，但她要是躲起来，那就没几个人可以睡得着了。因为明天一睁眼，可能整个势力就剩你一个人了。这种憋屈又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很无奈，是吗？那现在你口口声声追随的魔尊大人，此刻又在哪里呢？他的心里只有林峰，你们的死活他根本就不在乎。灭世老人一步一步靠近，试图击溃明渊的心理防线，可后者面无表情，甚至闭上了眼睛。魔尊大人在乎谁，那是他的自由，他这当属下的做好分内之事就行。可惜不能继续为魔尊大人效命了。明渊思绪万千，一下子就回到了年幼之时。7岁被父亲一脚踹断右腿，沦为了瘸子。因为讨好宗门长老，又想将他娘亲献出去，娘亲不堪受辱，在家中自尽而亡。气不过的父亲将他活埋。憋着气的明渊从土里面爬了出来，可他不仅年幼，还只是一个凡人。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江雪出现了。后者当时说的话，现在还在明渊耳边回响。当世界只剩下一片浑浊时，唯有利刃出鞘，才能斩尽一切不公。拿起刀，去执掌属于自己的正义吧。是江雪让他亲自手刃了人渣父亲，是江雪让他踏上他修行之路，也是江雪让他成为了人人敬仰的魔宫右护法。回首望去，自己怎么才追随魔尊大人8000年呢？明明还有很多人和魔尊大人作对。灭世老人见明渊摆出一副引颈带路的样子，再也控制不住脾气，凝聚一根手指，想要将其灭杀。区区一介蝼蚁，竟敢如此嚣张，给本地下黄泉去吧！那恐怖的指劲还没有靠近，明渊就感觉自己脸庞快要被撕碎了。若是大帝初期，他还有一战之力，甚至是击杀。可灭世老人是大帝巅峰，是这天地金字塔的那批人，他根本无力反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愤怒的暴喝声将这指劲震成了粉碎。放肆！本座的人，你们也敢动？轰！江雪人还没有出现，声音就将万魔殿低阶修士活生生震碎。要不是枯瘦老者护住自家少主，恐怕他也要步入后尘。在抬头时，江雪来到了灭世老人的上方，俯视着他。魔尊大人！明渊激动地看着江雪，后者侧着脸轻启玉唇。回药色，这里本座亲自解决。莫！明渊没有废话，收回几道地兵，擦干嘴角鲜血，挺直腰杆朝阴都要色飞去。魔尊，你做下右护法，对本地没有一丝敬畏之心，本座只是替你教训1、2。江雪现身后，灭世老人的气场明显被压制了，就连语气也弱了几分。可江雪冷着脸没有说话，而是瞥了一眼藏匿在虚空中的其他大帝，吞噬珠随之浮现。魔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公然覆灭净世门，早已引起了公愤，若你对我灭世魔宗出手，魔道也将没有你的容身之所。江雪闻言反而露出了不屑之色。如果这就是你的遗言，那就好好上路吧。好。话音落下，江雪催动吞噬珠，法香顷刻间展露。一个放大版的万米江雪虚影正双手抚珠，头顶虚空缓缓撕开了一道巨口。那如同世界末日的画面，当深渊巨口带着极强的拉扯之力越来越近时，灭世老人再也坐不住了。这个女疯子，她是真的要杀了自己。她疯了，这女人真的疯了，想杀我，真当我灭世老人好欺负吗？灭世老人面目狰狞，身后万米法香不甘示弱地凝聚而出。
灭世老人的极道地冰是一座灭世石碑，那石碑周身魔气环绕，不知镇压了多少生灵。砰砰砰！当两件极道地冰碰撞在一起时，周围空间瞬间被震成了虚无，唯独血莲子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庇护，没有损伤分毫。灭世老人见自己只是处于弱势，顿时松了一口气。可江雪并没有拖下去的意思，眼眸瞬间转变成金色，气场瞬间飙升，对同为大地巅峰的灭世老人产生了绝对的压制。不可能，你居然还能再进一步！你！灭世老人话还没有说完，江雪凝聚的深渊巨口就往前推进，灭世石碑率先承受不住，出现了裂痕，而灭世老人使尽浑身解数，却也逃不掉被吞噬的结果。江雪瞥了一眼灭世魔宗那位准帝，后者还没有求饶，身后就出现一道黑洞，将其吞噬殆尽。做完这一切，江雪才将血莲子吸到手上漂浮，冷漠的眼神眺望远方虚空。还有不服者，通通滚出来受死！嗡！江雪身前吞噬珠弥漫霸道的气息，手托血莲子，脚下立着灭世老人的极道地冰。这一幕，藏匿在虚空中的大地纷纷咽了咽口水。他们刚刚可是看见了，江雪的气场已经超出了大地境的范畴。这能打？这他妈拿什么打？同为大地巅峰，居然可以瞬杀，以前哪有这么恐怖？从今天开始，怕是需要重新审视对九幽魔宫的态度了。带着恐惧和叹息，藏匿在虚空的大地一个接着一个消失。江雪冷哼一声，收回吞噬珠，带着血莲子消失不见。万魔殿少主和枯瘦老者此刻腿肚子还在颤抖，那可是灭世老人，竟连一招都接不下。魔尊的实力又精进了，还好没有冲动，不然下一个就轮到他万魔殿了。鹰都要塞大殿内，江雪收回冷漠的神态，换上了一副甜美的笑容，坐在了林峰旁边。小峰，这血莲子。林峰闻了一下江雪的体香，感觉脸色都好多了。不过这血莲子只有血腥对自己有用，其他的莲子完全可以留给魔宫其他毒修。我只要血腥，其他的留给别人吧。道士罗燕，你可愿追随我？追随？这话不仅让江雪意外，同时让罗燕父子也懵逼了。不过鬼面罗刹率先反应过来，不管3721，就摁着罗燕的脑袋点头。愿意愿意，二公主，这小子说他愿意。罗燕脸上写满了郁闷，他肯定是愿意的，毕竟自己这属于一步登天啊。但老爹这手劲也忒大了点，差点把自己脑袋拧下来。林峰轻轻点头，罗燕既然能和石碑有联系，说不定是那神秘身影有意让他接受传承。血莲、明渊，你们带人去端了灭世魔宗，不愿意臣服的通通诛杀。江雪轻启玉唇，明渊他们纷纷起身行礼。莫！鬼面罗刹见此，识趣地带着罗燕离开了大殿。当大殿里面只剩下两人时，唐月华及时出现，凝聚冰片挡住了想亲林峰的江雪。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矜持，老是亲林峰？江雪双手叉腰，语气不善地回怼。那咋了？有本事你别亲我家小峰。哼，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他也说过要娶我的。唐月华理了理额前的青丝，一点也不肯退让。好了好了，你们谁帮我镇压一下剑心玉简？我先炼化血心。林峰留下血心，血莲则是放进了空间戒指里面。钱字天书修炼极致的话，完全可以预料对方下一步要做什么，相当于弱化版的预知未来，堪称恐怖。见林峰气色还没有完全恢复，两女直接传音互喷，顺便将气撒在了剑心玉简上面。上古剑修遗留的剑心还没有展露敌意，大比斗酷酷就往脸上扇。若非他只剩下了本能，定然要破口大骂，老子做错了什么？林峰完全不知这一切，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炼化血心身上。随着时间推移，血心化为血光，一点一滴没入林峰体内，而后者的灵魂感知也逐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直到灵魂一阵剧颤，林峰只感觉自己念头无比通达。现在的他修为在真灵中期，可神魂也来到了人灵中期，灵魂比修为高了足足一个大境界。呼，爽了！林峰伸了伸懒腰，实力提升，灵魂也被滋补，脸色早已恢复正常。可抬头看去，只见江雪坐在右边，唐月华坐在左边，谁也不搭理谁。他嘴角微微抽搐，刚刚伸手将剑心玉简吸到手上，两女就同时转头盯着自己，一时间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林峰尴尬地停在半空中，直到手酸，这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那什么，
这玉简里面的剑心应该被镇压了吧？林峰，你们继续。林峰连忙炼化剑心玉简，生怕速度慢了，又问自己送命题。这可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剑意领域，只有自己强大，才不会惧怕一切阴谋诡计。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烁着坚定与期待。随即，林峰将剑心玉简轻轻贴在额头之上，一股温润而强大的力量瞬间涌入他的体内。那力量仿佛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在林峰的经脉中肆意流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洗礼。随着玉简中剑意的逐渐渗透，林峰只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浩瀚的剑意海洋之中，无数剑影在他周围翩翩起舞，每一道剑影都蕴含着深邃的剑意，欲要撕裂虚空，破碎万物。不久后，林峰抬起手，轻轻一挥，一道凌厉的剑芒瞬间划破虚空。这就是剑意领域吗？在他的领域中，剑意如同实质般存在，每一丝每一缕都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林峰感受着这股力量，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与自豪。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剑意领域将成为他斩破一切阻碍的利剑。话音刚刚落下，剑心玉简的反馈再次袭来。林峰张开双臂拥抱，气息也在一点一点攀升。原本真灵中期修为，炼化剑心玉简以后，连跨2个小境界，直接来到了真灵境巅峰。剑意领域，那不是存在于传说中的。江雪和唐月华听到林峰嘀咕，心里却不免有些震撼。他们不是剑修，可能参悟出剑意领域的，纵观古今也不超过3个呀。怪不得他心心念念要找回剑心玉简。江雪轻抚俏脸，小风性子还是那么要强，明明有自己庇护来着，在这里也待了2天，过2天就随我回一趟广寒宫吧。唐月华拉住林峰的手，冰冷的眸子多了一丝不容拒绝的神色。后者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江雪连忙取出一件黑色风衣给他披上。姐姐好凶哦，我家小风修为不高，别给他冻坏了。江雪顺便从后面抱了一下林峰，后者一下子就变得精神了。哼，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林峰突破到人灵境后，借助月影寒潭的月华之力洗髓法骨，渡劫可以降低不小的风险。你若不希望他出事，就不要阻止他回广寒宫。唐月华眸子里寒意浓郁，如果不是为了林峰，他也不想回广寒宫。洗髓法骨，月影寒潭确实足够出名。除了洗髓法骨这个效果以外，它还有第2个好听的名字，那就是美人玉。众所周知，广寒宫从建立至今，也就林峰一个男人在里面待过。除了中心区域是圣女专属的，其他地方就没什么限制了。尽管月影寒潭会自动去污秽，可架不住男修对他的向往呀。广寒宫建立10多万年，不知有多少女修在里面沐浴过，光是想想就觉得激动。还记得当时唐月华不给林峰看腿，他就在外面蹲着看，那密密麻麻的雪白大长腿，简直看得他眼花缭乱。最后被吃醋的唐月华拎着耳朵离开。注意到发呆的林峰，唐月华似乎也想到这些事，小嘴忍不住微微鼓起，那长玉手更是非常熟练地揪住了林峰的耳朵。你这坏胚子，是不是又想看别人的腿了？林峰倒吸一口凉气，这熟悉的手劲差点把自己脑浆扯出来。月华，你这也不能怪我呀，我就这么点爱好，你说我要不好色的话，咱们在一起难道当姐妹吗？你……唐月华长呼一口气，愣是半天没有说出反驳的话来。江雪在旁边眼唇轻笑，先叫姐姐后叫妹，最后叫上小宝贝，这小子什么秉性，他早就切身体会了。月华，你不要老是揪我耳朵，不然你以后说情话我都听不见了。唐月华抿了抿嘴，表面上冷着脸，可脑袋却不好意思地转了过去。林峰趁机拯救自己耳朵，给了唐月华一个拥抱。其实我想看的不是腿，而是想看看这些年你走过的路，看看你的痛苦和快乐。伸手抚摸，也是想说，从今往后我会陪你一起走。说话间，林峰已经轻抚唐月华的大腿，后者此刻有些失神，江雪也张大了小嘴。可看到林峰那一脸享受的样子，顿时闪过一丝娇嗔。这小色狼真是一套一套的，他都差点上当了。林峰，你干什么呢？唐月华本来挺感动的，可低头看到林峰那沉醉的样子时，俏脸上的红晕迅速消退，换上了一副气愤的表情。他打掉林峰的手，将长裙放了下来。不是说看吗？怎么还上手了？这家伙说的那么好听，结果却是为了摸腿。那什么，也有几天没回沈梦宗了，去广寒宫之前，不如先回去一趟吧。林峰眼神闪躲，吹着口哨，边说边走，直到躲到江雪身后，才松了一口气。
唐月华捏紧小手，可看到江雪环抱双臂，只能气愤地跺了跺脚。我看你想回的不是沈梦宗，而是想看新蕊那丫头吧。江雪似笑非笑地转身看着林峰，后者尴尬一笑，这不完了吗？没地方躲了呀。师姐对我挺照顾的，我这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可惜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不然就一起带回去了。江雪和唐月华闻言差点被气笑了，他们两个还在这里呢，这家伙居然想着泡妞，甚至还想给那丫头带礼物，这可不可以理解为拿着他们的钱去讨好别的女人呢？咋的？他们是冤种吗？我看新蕊对你也有意思，估计你回去就是最大的礼物了。你若真想带点什么回去，就去姐姐的空间宝库瞧瞧吧。空间宝库，那可是江雪亲自构建的独立空间，用于魔宫讨打其他势力时储存的各种宝贝啊。不仅有圣兵圣药，也有各种名贵的矿石、灵植。那还等什么？直接走吧。对了，把罗燕那小子也带上。江雪传音让鬼面罗刹带着罗燕跟上，而他则是撕碎面前的空间，带着林峰先一步消失在原地。不久后，九幽魔宫空间宝库外，炼狱魔龙跟着鬼面罗刹回来，而罗燕也来到了林峰身后。后者刚刚想要进去，明渊就带人回来了。魔尊大人，灭世魔宗准地修士全部臣服，而且属下还带回来了一颗妖兽蛋，听说是灭世魔宗前2天从一处远古秘境中所得，就连属下也从未见过。妖兽蛋，江雪展开神念一看，发现这蛋里面居然有密密麻麻的道纹，天生自带道纹，这定然不是寻常妖兽。雪儿，能看出里面是什么吗？江雪没有说话，增加神念探查，发现里面正躺着一只白色虫子，是太古雨蝶，10万年前都接近绝迹的神兽，成年便是准地修为。唐月华传音给江雪和林峰，讲述神秘妖兽蛋的来历。尽管唐月华在实力方面逊色江雪一点点，可阅历却不是后者能比的，因为有些东西不会记录在卷轴上。江雪轻轻点头，林峰却直接将这颗蛋抱在了怀里。看来不用去空间宝库了，这就是我要送给新蕊的礼物。江雪翻了翻白眼，就只知道惦记新蕊那丫头，自己这么大个活人还在呢。想到这里，江雪地威随着呼吸斩露出了一丝，却把修为最低的罗燕吓软了腿。他才天魂境修为，右护法他们都是准地巅峰，这一丝地威咬咬牙就过去了，而自己把肉咬下来，那也过不去啊。二公主，你轰轰魔尊大人吧。怎么了？我家雪儿可温柔了。林峰抱着蛋不明所以的看向罗燕，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跪在地上。哈哈，确实挺温柔的，就是您能让温柔的魔尊大人收回地威吗？不出意外的话，我好像快死了。罗燕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布满了血丝，林峰被她吓了一跳。江雪咬着红唇，默默收回了地威，那吃醋的样子几乎写在了脸上。回想起这妮子要砍自己腿的样子，林峰直接将蛋丢给了罗燕，冲上去给了江雪一个抱抱。后者倒是暂时拱好了，就是没有防备的罗燕，刚刚坐起来就被太古雨蝶的蛋砸晕了。明渊他们下意识捂着眼睛，可怜的孩子，魔尊大人和二公主谈情说爱的，你凑那么近干嘛？可在江雪的眼神示意下，他们迅速拉着罗燕下去疗伤，不行就把新蕊那丫头接过来。东荒那贫瘠之地有什么好待的？这里要什么有什么，没有人家就让人去抢好了。江雪反抱着林峰，魔宫是自己的一言堂，多一个小丫头又有什么啊？可是东荒那地方要啥没啥的，有几个准地修士竟还是6大巨头势力之一，简直匪夷所思。而魔宫10大长老、24罗刹、36岛主哪个不是准地？刚刚灭世魔宗的准地又臣服，又给长老殿增加了人手。新蕊毕竟不是魔修，他的父亲、他的家也在东荒呢。哼！江雪听到这话，直接推开林峰，去把灭世魔宗那些准地的灵魂本源捏在手里再说。新加入的哪有什么忠诚可言，先把他们的命拿在手里就老实了。要是敢起歪心思，通通形神俱灭。1个时辰后，东荒神梦宗林峰的灵峰内，一位绝美少女坐在云雾之上的山巅，她撑着下巴，时不时眺望远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可惜远方只有雪白的云朵漂浮，而她心里想的却连影子都不见。听说中州很繁华，偏远之地也胜过东荒数倍，是不是不想回来了呀？嗡嗡嗡！随着空间一阵波动，林峰抱着太古雨蝶的蛋出现在顾新蕊身后。江雪和唐月华罕见的没有争吵，也没有去打扰，毕竟
少女的思念胜过一切情话。师姐这是有了心上人吗？那许多爱慕者可要伤心喽。他们关我，林峰，你回来了。顾新蕊下意识反驳，可耳边那熟悉的声音却让他忍不住回头。待看到林峰时，原本闷闷不乐的心情顿时喜笑颜开。他下意识整理裙边的娇羞姿态，看得林峰都舍不得欺负他了。新蕊，这是给你的礼物。林峰将蛋举到顾新蕊面前，后者小嘴微微鼓起。别人都是朝霞暮日，花海连天，这家伙怎么第一次送人礼物却是个蛋呀？以前那么会说话，现在真像个木疙瘩。不过算他还有点良心，知道给我带礼物。顾新蕊的心声一点不漏，全部没入林峰脑海。他嘴角微微抽搐，希望这妮子清楚这颗蛋的价值后，不会抱着都不想松手。谢谢。顾新蕊甜甜一笑，刚准备将太古羽蝶蛋接过去，林峰就歪着头解释：新蕊，这可是太古羽蝶的蛋，成年就是准地修为哦。轰，成年就是准地修为，这真的还是妖兽吗？不是神兽也有神兽的血脉啊。那他是不是可以变得和爹爹一样厉害？在顾新蕊接过蛋的那一刻，林峰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脑袋，可能比你爹爹还要厉害。哇，比爹爹还要厉害。顾新蕊小嘴微张，随即闭上一只眼睛，想要瞅瞅里面的小家伙。可惜准地强者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他就更加不可能了。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应该快了吧。林峰尴尬地挠了挠头，这玩意他也刚到手，还没有捂热乎呢。太古羽蝶血脉高贵，一般待在灵气浓郁之地等待出世，如今被人带了出来，多半是那地方变得贫瘠了。过2天一并带去广寒宫，寒冰玉床可以助他孵化。唐月华如风一般飘到2人旁边，顾新蕊却忍不住轻咬红唇。你又要离开了吗？顾新蕊心里有些失落，每次有事他都变成一个人了。尽管他理解林峰前世有事情没有处理完，可是他真的很无聊，修炼也静不下心来。注意到顾新蕊低下头，林峰运转灵气让蛋漂浮在空中，而他则是握住了那双娇嫩的小手。这次我们一起去。一起去。顾新蕊听到这话，不自觉地抬起头来，眼里满是欣喜之色。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就可以。林峰捏了捏顾新蕊的小手，这妮子心事都写在了脸上，他怎么舍得让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呢？说了抱歉的话，那抱歉的事还是少做吧。林峰，你真好。顾新蕊俏脸一红，随即主动扑进了林峰的怀里，给了他一个抱抱。如此青涩的一幕，林峰仿佛闻到了恋爱的味道。啧，姐姐可还在呢，你们这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江雪这话一出，顾新蕊脸上的红晕都蔓延到了耳根处，可她还是没有松手。林峰见此，不由冲着江雪挑了挑眉，就抱抱还吃醋，咱们待的这2天嘴都差点青肿了。唐月华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月影寒潭对顾新蕊也有用，毕竟他还没有开始渡劫。过了好一会儿，顾新蕊才满脸堆笑地拉着林峰回林峰，好像后者回来以后，他心情都变好了，笑容满面的。林峰没有说什么，和这妮子在一起时真的没有一点压力，因为他没什么心机，心事都写在脸上，很好猜。3天后，中州极北之地，广寒宫内，林峰4人缓缓从空间裂缝中走了出来。至于罗燕，自然是待在了林峰里面。3座阁楼他都没份，便让人重新建立了一座。尽管江雪身份特殊，但他压根没有躲起来的意思，即便是唐月华劝阻他也不搭理，反而还和林峰手牵手。顾新蕊抱着太古羽蝶的蛋，美眸中满是对这个冰雪世界的好奇。唐月华扶额轻叹，这妮子她真是醉了。以后江雪怀上了宝宝，他怕是也会帮忙带。这里真的好美。顾新蕊没出过神梦宗，唯一一次还是将林峰带回了宗门。对他而言，唐月华看腻的都能让他眼前一亮。我先带新蕊去月影寒潭。先去。顾新蕊眼巴巴地看着林峰，小声地看着唐月华。月华姐姐，我可以等林峰一起的。哦，这话一出，林峰立马就来劲了，而唐月华也露出了古怪的神色。因为进入月影寒潭需要干干净净的，也就是不穿一点衣服，这样是为了更好的吸纳月华之力。本来没什么，多了一个林峰就变味了。因为广寒宫都是女修，就他是男的。你确定？月影寒潭可是需要褪去所有衣物的啊！顾新蕊听到这个解释，俏脸顿时泛起了红晕，一时间他脑袋都低了几分，声音软糯糯的不敢抬头。
那还是算了吧。望着顾新蕊满脸娇羞，林峰不禁有些失望。都聊到这份上了，不行我进去陪陪你呢，试试水温也行啊。这要是感冒了，我可是会心疼的。干嘛算了，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呀。你闭嘴！林峰刚刚开口，就被唐月华瞪了一眼。这家伙什么想法，他又不是不清楚。行了行了，你还是抓紧时间突破到人灵境吧，我可不想在这里待很久。江雪环抱双臂，等唐月华带着顾新蕊离开，他就直接上嘴。林峰瞪大了眼睛，这妮子怎么跟个女流氓一样，动不动就吃嘴子。不过危险归危险，可除了不许突破最后一层关系，其他的他都默许了。就在两人吻得入迷时，一名美妇瞥见这一幕，带着不敢置信的目光停在不远处。小峰，你……江雪无视对方想要继续亲亲，可林峰却率先松嘴了。对方正是广寒宫七长老，也是林峰在广寒宫的长辈。他毕竟不清楚自己和江雪的事，只知道自己和顾新蕊不清不楚的。七长老，你不要误会，我和雪儿的关系本来就不正经。七长老嘴角微微抽搐，还以为你要解释，结果你就这么水灵灵的承认了。你这样如何对得起月华啊？七长老神色黯然，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江雪，可这事也太荒唐了。江雪是何人？除了……等等，九幽魔宫二公主好像也叫林峰来着。他一直以为是重名，现在看来可能不是啊。七长老，雪儿是我转世第8次时的道侣，这件事月华也知道。九幽魔宫二公主不是别人，同样也是我。这七长老听到林峰亲口承认，只感觉自己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即便是这样，你们也不能在这里接吻呀。林峰无奈地摊开双手，露出了一丝无辜的神色。七长老，如果我说我是被强吻的那个，你信吗？七长老，你该干嘛就干嘛去，不要打扰我和小峰。江雪意犹未尽地看着林峰，自己初吻可是被这小色狼夺走的，当初自己什么都不懂，现在他要好好亲回来。什么七长老八长老的，在他眼里都只是一个准地巅峰的蝼蚁。等一下，雪儿你矜持一点，我又不会跑。林峰扶住江雪的娇躯，后者轻哼一声，这才慢慢整理凌乱的衣裳。七长老，梅姨呢？七长老还是第一次见江雪如此姿态，传闻中她嗜血成性，更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女疯子，现在看来怎么更像是个女流氓。不过咱小峰这颜值确实没有女人可以抵抗。公主她们自愿进入冰窟受罚，这1个月都是我和六长老处理宫内大大小小的事。冰窟受罚？林峰眉头一挑，那地方可是需要封住修为的，而且气温极低，但凡进去的修士出来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不过冻死的也不在少数。不说这些了，你这次回来是不是为了月影寒潭？林峰刚刚点头，七长老就拉着他的手朝远处飞去。江雪小嘴微微鼓起，这美妇是谁啊？长得也不赖，难道和小峰有一腿？不过江雪很快就收敛了敌意，因为七长老只是将林峰带到了一处灵气极为浓郁的冰宫中。七长老，你怎么将我带来这里了？林峰瞥了一眼周围，这正是独属于广寒宫圣女的修炼所在地，也是唐月华提到的寒冰玉床。你为广寒宫付出了太多，修炼一下又怎么了？况且现在我暂管宫内，你只管修炼就是。咦，这怎么还有颗蛋？七长老说着说着，看到一颗半人大的白色巨蛋，整个人都愣住了。圣女之位空缺多年，这里自然不可能有人过来的。七长老正疑惑着，林峰就伸手拦住了他。七长老，这是月华放的，需要借助寒冰玉床孵化出来。没事，有雪儿在这里，我修炼不会出岔子的。七长老看了一眼江雪，月华都未必是这魔尊的对手，他恐怕连一招都接不住。况且以他和小峰的关系，确实比他护法还要安全。想到这里，七长老不由轻轻点头。那行。七长老刚刚离开，江雪就将林峰壁咚在冰墙上轻轻，过了许久才被心满意足的江雪松开。小色狼，姐姐对你还不好吗？月华他可不许你这样乱来，等月影寒潭洗涤过后，随姐姐回魔宫如何？江雪靠在冰墙上，那妩媚动人的眼神，凌乱不堪的衣裳，让林峰差点忘记谁好色了。你们性格不同，月华他其实挺温柔的。哼！江雪小嘴微鼓，抱住林峰，便在他肩头狠狠咬了一口。死！你这妮子要谋杀亲夫呀！略。江雪吐了吐小香舌，一转身就换了身黑色长裙，坐在了半空中。林峰瞥了一眼肩头的牙印，顿时哭笑不得。算了，
还是先修炼吧。前面2天为了弥补新蕊，都去陪他玩了。不过神梦宗和广寒宫的灵气没法比，在这寒冰玉床上修炼1天，相当于神梦宗那里修炼3天。在如此根本性的差距下，东荒修士拿命都追不上中州的修士。江雪时不时回头瞥一眼林峰，见他和一颗蛋在寒冰玉床上修炼，这画风给他逗笑了。2天后，林峰气息发生了变化，可当他准备突破到人灵境时，周围灵气却被太古雨蝶的蛋全部抽空。林峰眉头紧皱，脸色逐渐泛白。要是一直处于没有灵气冲击境界的状态，不仅会修为倒退，甚至能影响痕迹。江雪察觉到这一幕，眸子里闪过一丝杀意。真是头畜生，将灵气全部给本座吐出来！江雪双眼微眯，太古雨蝶周身迅速形成一个空间牢笼，将他无死角囚禁在内。没有他的吞噬，周围灵气这才涌向林峰的体内。而太古雨蝶的蛋如同小孩哭闹一般，在寒冰玉床上轻轻摇晃，似乎在抗议。可江雪看都不看一眼，在他心里，林峰才是最重要的。别说区区一颗神兽蛋，就是整个中州生灵，也比不上林峰一根汗毛。这时候，成功突破到人灵境初期的林峰，有些后怕的吐了一口气。好险，差点被这小家伙给坑了，那就杀了他。江雪周身魔气涌动，看得林峰连忙拦住了他。待会新蕊回来，发现蛋不见了，那不白送了。哎，雪儿你冷静点，我已经突破，他威胁不到我了。况且这小家伙应该快破壳而出了，刚刚吸取灵气只是处于本能罢了。江雪冷哼一声，既然林峰开口，他自然不会再动手。林峰上前敲了敲太古雨蝶的蛋，后者顿时摇晃2下，表示出自己的不满。林峰！这时候，唐月华和顾新蕊缓缓从远处飞来，而顾新蕊则是开心地冲着林峰挥手。经过月华之力洗涤后，顾新蕊修为没有变化，还是天魂境巅峰，可他的神韵已经变了，那是一种质的变化。不错不错，让我闻闻香不香？讨厌！顾新蕊娇躯一转，躲过林峰的拥抱，来到了太古雨蝶的面前。既然修为够了，就去月影寒潭吧。不等林峰反应过来，唐月华就拉着他消失不见。好亲吗？刚刚抵达月影寒潭的中心区域，唐月华就平静地看着林峰，后者只感觉背后凉飕飕的。难道七长老告状去了？可他不是那人啊！不用猜了，我的神识一直盯着你们，亲了半个时辰才松嘴呢。这话一出，林峰似乎嗅到了空气中的醋味。不如咱们也吃个嘴子？可以，但是要加个字。唐月华神色不变，看到林峰都有疑惑，这能加什么字？什么八字？八？卧槽！嘴巴子！林峰一听这话，转身就往旁边的月影寒潭跳了下去，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头也不带回的。唐月华见此，冰冷的容颜逐渐露出了一丝笑意。他拨动额前的一缕青丝，就在旁边帮林峰护法，可眉宇间那抹愁容却久久不能消散。而寒潭里面的林峰刚刚下去，刺骨的寒冷瞬间侵袭全身，但很快月华之力开始在他周围汇聚，形成一道道细腻的光环，将他紧紧包裹。林峰闭目凝神，引导着这些月华之力沿着他的经脉流淌，渗透至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之中。那光芒所过之处，体内的杂质与疲惫仿佛被彻底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与活力。他的肌肤在月华的照耀下逐渐变得晶莹剔透，如同被赋予了新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峰感到自己的体质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脆弱的经脉变得更加坚韧，血肉之中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在月华的滋养下蓬勃生长。当最后一缕月华之力融入林峰的身体，他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林峰站起身来，任由潭水从身上滑落，只觉全身舒畅，好似脱胎换骨一般。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唐月华见林峰洗涤完，刚想带他离开，转头见他还没有穿好衣服，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月华，吃醋归吃醋，你这怎么还蹲点啊？在唐月华捂住眼睛的时候，林峰已经飞出了水面，当落地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色长袍。这一幕让偷偷撒开手指的唐月华不由拿开了双手。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好一个翩翩少年郎！此刻的林峰简直没有任何女人可以抵抗。林峰，把你进入月影寒潭之前的话再说一次。啊？又想揍自己呢？知道不是对手的林峰连忙摇了摇脑袋，他聪明得很，
绝不会上第二次当。唐月华见林峰默默退后2步，扑哧一声，玉手遮住红唇轻笑，随后不等林峰开溜，就瞬移到他面前，主动献上了香吻。林峰瞪大了双眼，卧槽，原来这一次不是要揍自己，而是想亲亲了。你早说啊，差点就跑了。见唐月华闭上眼睛，林峰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唐月华察觉到了异样，娇躯一震，可最终竟选择了默认。林峰嘴角微微上扬，要是雪儿和月华不吵架，那自己这日子将会非常潇洒呀。过了许久，唐月华才红着脸推开林峰，整理起自己凌乱的衣裳。流氓！哎，话可不能这样说，分明是你强吻我来着。林峰大呼冤枉，自己本来都准备溜了，你这非要亲亲，亲了你又不乐意，变脸真快。哼！唐月华扭头看向旁边，他可只想亲亲来着，结果差点把自己交出去了。这流氓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讨打！走吧，过去了2天，太古雨蝶已经孵化出来了。我擦，已经过去2天了。林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他怎么就感觉过去了一小会儿。寒冰浴床附近，江雪慵懒地靠在冰墙上，而顾新蕊则是一个劲逗弄着一条白色虫子。当唐月华拉着林峰从虚空中走出时，太古雨蝶立马就站直身体看着林峰，那萌萌哒的样子，林峰还是第一次用来形容一条虫。关键这小家伙刚刚出生就有生玄境气息，有些修士一生都走不到这一步。哇哦，林峰，他好像很喜欢你，这玩意是母的吗？林峰回头看了一眼唐月华，后者不由翻了翻白眼。太古雨蝶只有雌性，那他们怎么繁衍的？唐月华张了张嘴，要说太古雨蝶有什么本事他知道，可怎么繁衍的，他没事研究这个干什么？不知道。来，小家伙，叫声爹听听。江雪、唐月华、顾新蕊、太古雨蝶，我你个大，还叫爹？我叫你大爸。阿大！气急败坏的太古雨蝶一个野蛮冲撞，从顾新蕊手心栽到了林峰手里。正当他准备发火时，只感觉2双眼睛死死盯着自己，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威胁。太古雨蝶循着源头望去，只见江雪和唐月华正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自己。两女表面上异常平静，可在太古雨蝶的灵魂深处，他们的威压实质化，凝成数百丈俯视着他。太古雨蝶心神俱颤，他有种很强烈的预感，要是林峰少了半根汗毛，自己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说不定蚯蚓也得扶正，竖着劈开。堂堂神兽血脉的太古雨蝶，这委屈你受得了？我直接在3女的注视下，太古雨蝶竟在林峰手心翻了个身。爹，好从心啊！听到太古雨蝶奶声奶气的喊爹，3女不禁被他逗乐了。太古雨蝶眼巴巴地看着顾新蕊，还是自己主人好，他想回去。小家伙都叫我爹了，那新蕊是不是得叫娘亲？刷！本来笑嘻嘻的顾新蕊一听这话，俏脸瞬间泛起了红晕。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聊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扯到自己身上了？虽然自己和林峰的关系确实很暧昧，可一码归一码，他才不想无痛当妈。林峰，你不要乱说，会教坏小孩子的。小孩子？你管这小家伙叫小孩子？体内有神兽血脉，一般这种级别的妖族都有记忆传承吧？他记得你长就有啊，不过凤凰氏群居除了极少数遗留在外的，基本上都不会单独行动。小峰，我能求你一件事吗？林峰刚想捏捏太古雨蝶，七长老就从旁边的空间裂缝中缓缓踏出。您说，对于七长老，不管是上次的仗义直言，还是10万年前的照顾，他都记在了心里。公主他们在冰窟里面待了半个月，你能不能让他们出来缓缓？我知道不该跟你说这些，可是除了你和月华，谁劝都没用。七长老低下头，当初和噬魂魔尊一战后，广寒宫9成长老战死，如今过去了几万年，尚且没有恢复之前一半。要是公主他们有什么意外，靠他和6长老简直是独木难支。广寒宫除了占据着几处洞天福地，可以说没有任何资源补充。他们没有奴役低阶修士去霸占灵石矿脉开采，极北之地也多少生灵。月华，林峰闻言将目光放在了唐月华身上。随你。唐月华转过身去，林峰知道他也担心梅姨，只是上次那件事他不能释怀。七长老，带我去吧，我来劝。七长老一听这话，顿时激动到不行。不久后，冰窟内，周围温度已经低到吹口气都可以连气带人一起冻成冰棍，低阶修士甚至会在瞬息之间被剥夺掉生机。
不过有江雪和唐月华庇护，林峰和顾新蕊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冷风。可进去一看，封住修为的宫梅6人五官已经结冰，每一根睫毛都清晰可见。纵使如此，他们也保持跪着的姿态。梅姨，七长老连忙帮宫梅几人恢复修为，宫梅几人不敢置信地抬头。在他进入冰窟前，依稀记得月华对自己失望的眼神。他不明白，更不理解，为何林峰和月华还愿意回来。小风，月华，若你们觉得惩罚太轻，那……宫梅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林峰打断。我是来接你们离开冰窟的。接我们离开？宫梅几人面面相觑，林峰却看向了旁边的七长老。七长老有句话说得不错，别再让自己人经受别离之苦了。你们都是我和月华的长辈，若你们真出了事，我们心里同样不好受。至于以前的事，就让它随风而逝吧。宫梅几人上下嘴皮子颤抖，所有的话都化作了一个弯腰。林峰瞥了一眼唐月华，给了江雪一个眼神，让他带自己和顾新蕊先出去。等他们走后，宫梅几人踉跄起身，扶着冰墙羞愧地低下头，不敢和唐月华对视。后者神色复杂，最终轻叹一口气，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冰冷。以后不要再让我失望了。话音落下，唐月华身影也消失不见。宫梅他们纷纷抬头，均陷入了沉默之中。是我狭隘了，总觉得月华和小风不会再回来，却忘了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家。七长老，能不能麻烦你去办一件事？七长老有些不理解，可见宫梅眼里满是追忆，他还是轻轻点头。公主，您说。麻烦你去召集广寒宫所有修士，我有事要宣布。所有修士？七长老身躯一震，纵使广寒宫避世，可全部修士加起来还是有20万，而且低阶修士还是最少的。难道公主要卸任吗？可自己和小六都不是当公主的料啊。七长老还想说什么，宫梅已经带着其他几位长老消失不见。半个时辰后，广寒宫广场上，密密麻麻身穿白色长裙的女修将偌大的广场占满。林峰等人被宫梅请过来，后者这才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本座失职，有愧于广寒宫上下，今日起自愿退让公主之位，由七长老担任公主之位，再续广寒辉煌。另外，林峰为广寒宫老祖，不敬者视为广寒宫死敌。广寒宫女修纷纷看向旁边的同门，不明白公主为何突然宣布卸任。七长老更是准备推辞，可宫梅却将公主令牌推送到了他的面前。无规矩不成方圆，错了就是错了，若无惩罚，如何服众？小七，不要拒绝，我只是卸任，不是不问广寒宫之事了。七长老见林峰和唐月华都保持沉默，他迟疑许久，还是将公主令牌接下了。此件事了，我们也该回神梦宗了。林峰拉住顾新蕊的小手，江雪和唐月华小嘴几乎同时鼓了起来。明明他们才会正牌，怎么现在像个小三一样藏着掖着？与此同时，中州经过几天的传播，江雪新上人林峰回归一事在中州九域引发了不小的震荡。当年林峰被刺江雪一事，普通修士可能忘记了，但诸多巨头势力却记得一清二楚。这次净世门和灭世魔宗先后被灭，估计和林峰脱不了干系。因为林峰死的那天，中州圣域几乎沦为了血色世界。江雪独自一人手托极道地兵，连灭13个圣域道统，那血流了足足几个月都没干，亿万生灵给林峰陪葬，只因为他们参与了正魔大战。当初其他域道统选择袖手旁观，最后还是几大远古地族出来平息此事。听说几大地族联手之下，还差点让江雪斩杀一尊大帝。要知道，几大地族出动的老祖，个个都曾在中州闻名多年，先有敌手。而那时候的江雪可没有修炼灵字天书，如今江雪的心头肉转世回归，便是这等存在，也只希望自己族中子弟不会和他发生冲突。同一时间，皇域清风皇朝皇宫内，皇位上一位绝世容颜的女子，正身披红白色的凤袍，端坐在龙椅上。此刻的她双手轻轻颤抖，凤眸更是死死盯着手中的卷轴，上面林峰回归几个字，让她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林峰，你这个负心汉，本帝终于等到你了。说话间，女帝眼神都变得疯狂起来。她正是林峰第3世的红颜知己，清风皇朝女帝苏清婉。林峰的钱字天书也是在这里得到的。陛下可是有了那位的踪迹？苏清婉的情绪变化很快就引起了一名老妪的注意，后者神色迟疑，想要劝解苏清婉，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什么那位？
这个负心汉口口声声说要陪我成为皇域之主，可是他居然为了一部天书，差点让皇朝彻底陨灭。忽尽管已经过去了7万年，可这中间的日日夜夜，苏清婉几乎都备受煎熬。皇朝危机，心爱之人抛弃，家族族人十不存一，这些都是他独自一人承受再扛过来的。陛下，云姑，你不必再劝，我去一趟东荒，很快就会回来。皇朝有你和莫老坐镇，我很放心。苏清婉侧着身子，身影化为雷龙一闪而逝，在虚空中急速穿梭。片刻后，东荒神梦宗林峰的灵峰内，林峰正睡得正香，整个阁楼都剧烈摇晃起来。眨眼间，整座阁楼都化为了齑粉，唯独他一人安然无恙。林峰揉着眼睛起来，还以为是江雪和唐月华在切磋，可睁眼一看，他宁愿是两女在切磋。只见苏清婉手持一柄雷枪，瞬息之间就攻破了江雪和唐月华部下的结界，而他住的阁楼早已在余波中连渣子都不剩，自己更是被无形的力量拖在了半空中。要不是苏清婉手下留情，估计这一击林峰就得归西。反应过来的林峰换上衣袍就直接跑路，让江雪和唐月华救命。林峰，你给我站住！苏清婉愤怒地掷出手中长枪，想要拦住他的去路，可这是极道地兵，他随意挥出的余威，林峰都承受不住。千钧一发之际，江雪及时出现，他歪着头避开枪尖，两根手指轻松夹住了枪身。苏清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动我男人，信不信本座踏平你的清风皇朝？江雪冷着脸和苏清婉对视，本来想看戏，没想到后者居然动了杀心，这让江雪如何坐得住？负心者，当诛！今天谁都拦不住我！苏清婉不甘示弱地对了回去。清风皇朝有3尊大地强者坐镇，真打起来，谁也别想好过。想要他的命，先问问我答不答应。唐月华挪移在林峰面前，眉心处一朵雪白的冰莲已经绽放出森罗的寒意。你！苏清婉见江雪和唐月华都拦住自己，只能将目光放在林峰身上。此刻的他不再浑身带刺，而是眼角带泪。林峰，我只想知道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林峰轻叹一口气，知道苏清婉过不去心里那一关，换做自己同样会想不通。当年他和苏清婉即将成婚，后者对林峰几乎没有一点藏私，就连苏家世代继承的钱字天书也对他公开了。按理来说，林峰即便和苏清婉成婚，也没有资格修炼才对。是苏清婉力排众议，用退出苏家当威胁，才给林峰争取到了修炼资格。要知道，即便是苏家，也只有那几个血统纯正的嫡系才能修炼。我若不爱你，怎会身先士卒替皇朝征战？我若不爱你，又怎会生死不弃，陪你度过每个不眠的夜？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也清楚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可……林峰话还没有说完，苏清婉便愤怒地打断了他。那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为什么要带着天书离开黄都？你说你爱我，那皇朝被围攻的时候你在哪？苏家37000多族人被杀到不足100人的时候你在哪？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又在哪？哪怕你回来说一句错了，我都可以不计较这一切，卸下皇位当你的女人，但你有吗？为了再见的这一天，我足足等了7万年，整整7万年呐！抬头望去，苏清婉的俏脸早已被泪水打湿。看着哭成泪人的苏清婉，林峰下意识想要替她擦拭眼泪，但手伸到一半，他又缓缓放了下来。婉儿和月华他们不同，他身后有苏家，脚下有陈明，让一个女人登上皇位，苏家本身就背负了很多压力。但年轻一辈，只有苏清婉最争气，所以她一开始就背负着家族使命，她不敢有丝毫懈怠。林峰的出现才让她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一切都有奔头。可这唯一的牵挂走了，她感觉天都塌了。我没有抛弃你，是苏明在我修炼天书的时候给我下了迷魂幻梦，他嫉妒我不是苏家人，却能修炼苏家祖传天书，他将我抓起来，想尽办法折磨，让我吐出天书的修炼法门。我没有办法，只能天书藏在识海中，直到陨灭。轰！看着林峰满脸苦涩却又无法自证的样子，苏清婉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堂堂大地巅峰强者，平时在虚空中自由穿梭，是空间壁垒与无物，可听完林峰这番话，他却差点掉落在地上。林峰不擅长撒谎，这无奈的样子就如同当年被人诬陷一般。以往熟悉的画面不停冲刷着他的脑海，曾经追逐嬉戏的记忆更是如同潮水般涌来。他差点没挺过来，
可林峰却早就死在了他的期望之中。一时间，苏清婉脑海里全是林峰咬着牙不妥协的样子。仔细回想起来，一部天书而已，他本就已经得手了，何必放弃当初的一切呢？只要他回来，自己是他的，苏家是他的，清风皇朝统御的亿万子民同样是他的。对不起，是我失敬了，没能陪你一统皇域，也间接害了苏家那么多人。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也没能陪在身边。再说爱你，我已经没有资格了。但你若不信，可以将苏明抓起来搜魂。林峰默默低下头，对于婉儿，他的确亏欠太多了。光是想想他孤身一人，顶着黑暗将苏家和皇朝从深渊中拉出来的感觉，就足以让人心疼。明明他什么都有的，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挚爱、亲人、族人，几乎是被迫成长。哪怕想要哭泣，也只能瞒着所有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消化。只因为她是女帝，是清风皇朝的主心骨。她若垮了，苏家和清风皇朝就会成为历史。在林峰低下头的那一刻，苏清婉哭了，但她哭得很开心。只要她苏清婉没有爱错人，7万年又算得了什么？林峰不是全知全能，他做不到事事清楚。即便是苏家先祖能料敌先机，不一样逃不过陨灭的下场吗？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苏家对不起你。至于苏明那个畜生，我一定会将他碎尸万段。那你还愿意随我回皇朝，回去看看曾经陪你征战的黑龙军吗？黑龙军这几个字不禁勾出了林峰诸多回忆。黑龙军的前身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糟糕。最初的黑龙军是清风皇朝的死囚犯，尽管个个心狠手辣，却基本上处于引颈带路的状态。是林峰亲手放了他们，给了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有些被冤枉入狱到绝望的人，林峰更是在苏清婉的支持下帮他们平冤。在无数次浴血奋战中，这样的军队居然凝聚出了军魂。军魂是军阵的核心，有了军魂，军阵的威力才能发挥到极致。军阵的力量独属于中州皇域，它可以让圣王修士灭杀准帝强者，能让准帝修士硬刚大帝。不过黑龙军只听命于林峰，其他人的命令他们谁也不听。你这么恨我，就没想过？林峰还没有说完，苏清婉就露出了不悦之色。黑龙军是你的心血，没有问清楚原因之前，我不会动他们。这些年他们的待遇我也未曾降低过半分。谢谢。林峰一开口，苏清婉神色也跟着变得黯然起来。你以前不会这么生分的。林峰，我哪是生分，我特喵是迷茫啊。雪儿和月华天天恨不得决一生死，再加上你这妮子，林峰感觉天都塌了。有时候他真羡慕新蕊，被布下隔音结界后正做着美梦呢，而他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你不去也得去，我苏清婉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苏清婉趁江雪和唐月华沉默时，一个闪身来到了林峰面前。多年未见，苏清婉已经褪去了青涩，如今女帝威严看得林峰一阵失神。苏清婉，你不要得寸进尺。周围空间已经被本座封锁，想带小峰离开，先问过吞噬珠答不答应吧。江雪祭出吞噬珠，气势磅礴，帝威将周围空间层层震碎。哼，别人怕你吞天魔尊，我可不怕。苏清婉手中极道地兵旋转不停，身后虚空密密麻麻的雷道法阵涌现。顷刻间，无尽雷枪从法阵凝聚而出，那浓郁的雷道法则震得心神恍惚。林峰捂着脑袋，苏清婉已经极力护住自己了，可依旧可以影响自己灵魂。要是那些圣境修士过来，恐怕一息都撑不过。雕虫小技。江雪美眸闪过一丝厉芒，身后吞噬异象随着她轻踏虚空，一点一点凝实。旁边的唐月华也不甘示弱，虚空缓缓睁开一双冰晶眸子，附近气温也在猛然降低。苏清婉，你太武断了，去不去是林峰的事，你竟敢强迫。苏清婉冷哼一声，压根没有说废话的意思。都是苏明那个狗东西让自己误会林峰，现在他只想要带后者回去好好补偿。去！数以万计的雷枪将整片虚空笼罩，不停歇地覆盖江雪和唐月华所在地。趁此机会，苏清婉直接拉着林峰跑路，想要带他回皇域。可察觉出他意图的两女直接顶着这些雷枪拦住了他的去路。只见一双无形的巨手先一步撕碎空间，任由江雪在虚空中急速靠近苏清婉，而那些雷枪全部被空间裂缝所吞噬。唐月华法则更加霸道，目之所及的雷枪全部冰封，而他身影则是在这些定格的雷枪上快速瞬移，人都挪移好远了，残影还没有消散。眼见摆脱不了两女，
苏清婉干脆握紧长枪，施展雷道领域，摆出了一副战斗姿态。谁敢拦我，大不了打沉东荒。江雪和唐月华神色不变，打沉就打沉，反正广寒宫和九幽魔宫都在中州，区区一个东荒，早就想一掌拍碎了。江雪轻呼一口气，脸上写满了不在乎。唐月华将领域展露出来，就是最好的回答。但他们不在乎，林峰在乎啊，新蕊宝宝还在呢。哎，让我插句嘴，你们打沉东荒之前，我能先带新蕊走吗？哼！三女同时扭头，对这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她们还是比较喜欢的。林峰又哼哼上了，不是老哼啥啊？行不行？给个准信呐！这样，你们都先收手。婉儿，我会去清风皇朝，但你起码让我和新蕊说一下。好不容易发展到随意抱抱，要是又不辞而别，这妮子生气了咋哄？那行吧。苏清婉不情不愿的松手，江雪和唐月华也收回了几道地兵。哎，等等，你和新蕊那丫头？没啥，就是想和她结为道侣。说话间，林峰已经退到了江雪的身后。万一婉儿发飙，他还有人罩着。如果是他的话，那我不介意多个妹妹。啊，这对吗？怎么个个都对新蕊那么包容，见到自己却恨不得剥皮？不过我不会等太久，明天午时随我回黄玉。走吧，回去休息。苏清婉说完，就拉着林峰去另一座阁楼飞去。江雪和唐月华连忙跟了上去，生怕苏清婉要把林峰占为己有。这女人虽是完璧之身，可她性子太霸道，太疯狂了，逆推这事她未必干不出来。于是乎，在林峰躺下准备休息时，江雪、苏清婉、唐月华三女地位还在隐隐较劲。每次苏清婉想要偷亲林峰时，都会被江雪他们拦住，江雪也是一样。尽管他们一直不睡觉都没事，可这种心里发毛的感觉，林峰哪里睡得着？三女姿色各有千秋，都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颜值。若满分10分，他们妥妥都得有12分，属于美到冒泡的那种。那什么，不行我去新蕊房间睡吧。你敢？江雪他们异口同声地瞪了一眼，林峰辗转反侧，最后只能将被子将自己盖住。他们在同一时代相逢，真是让自己遭老罪了。第二天，顾新蕊刚刚离开阁楼，整个人都呆住了。原本林峰住的阁楼居然连灰尘都没有留下，周围空间还满是裂痕，附近一身狼藉，如同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林峰，顾新蕊刚准备抱头痛哭，他肩头的太古雨蝶就看向了旁边那座阁楼。主人，爹爹好像在那边耶。爹爹。顾新蕊顾不上纠正太古雨蝶，连忙朝林峰所在的阁楼飞去。刚刚打开门，他再次愣住了。只见苏清婉三女正坐在椅子上，谁也不服谁的较劲。婉儿姐姐，你回来了。是新蕊啊，快来姐姐这里坐。苏清婉听到顾新蕊的声音，立马换上一副和善的笑容，还热情地朝她招手。顾新蕊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可江雪他们现在都收回了地位，她也只当自己想多了。婉儿姐姐，快看看这个小家伙，他是林峰送给我的礼物呢。咦，婉儿姐姐，你怎么也在这里啊？难道你也认识林峰吗？认识，差点给他生孩子了。你说认不认识？苏清婉神色发生了略微的变化，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何止是认识，林峰是我清风皇朝唯一一个异姓王呢。异姓王？顾新蕊小嘴微张，看向林峰时，眸子里多了一丝爱慕。林峰真的好棒，每一世都那么厉害。看来婉儿姐姐他们汇聚在同一时代，都是来回报林峰的了。细细想来，神梦宗有今天，全是托了林峰的福呀。在顾新蕊期待自己和林峰的以后时，后者睡眼惺忪地踢开了被子。哟，都在呢，那我继续睡了。看到三女不仅没有走，顾新蕊也过来，林峰突然困了，倒头就准备继续睡，却被顾新蕊拉了起来。大懒猪，太阳晒屁屁了，还睡呢？江雪他们环抱双臂，一眼就看穿了林峰不想面对现实的想法。苏清婉瞥了一眼两女，这才拉着顾新蕊的小手开口：姐姐这次是带林峰回去处理一些事情，他非要跟你告别再走。告别？顾新蕊心里有些窃喜，可很快就闷闷不乐地低下了头。林峰惦记着自己，他很开心，可是比起告别，他更想一起离开。林峰没有加入神梦宗前，他还可以去烦烦自己爹爹，可他加入以后，两人心思也不照而宣，他就更加不想一个人留下了。我可以一起去吗？我觉得可以。刚刚还准备装睡的林峰火速起床，伸手抱住了顾新蕊的纤腰。两个都藏不住了，那三个前女友吵起来，他又得遭老罪。
顾新蕊这妮子就如同调味剂，有她在，雪儿他们起码会收敛点。苏清婉没想到两人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顾新蕊她还是了解的，这妮子对不喜欢的人靠近都得生气。现在林峰都上手抱她了，她居然没有一点挣扎的反应。还是我家新蕊身上香，讨厌！谁是你家的？望着两人打情骂俏的离开，苏清婉嘴角忍不住微微抽搐。半刻钟后，中州黄玉清风皇朝皇都内，顾新蕊望着下方如雨点般的修士，还有那繁花似锦的样子，眸子里满是好奇之色。神梦宗不仅没有清风皇朝热闹，更没有这里的灵气浓郁。怀中抱妹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可当他瞥见黑龙军腰牌任人丢在地上时，脸色顿时阴沉到不行。下去看看。林峰语气不善，苏清婉也注意到了这一幕，皱着眉头，他带着林峰就降临在黑龙军腰牌旁边，刚想捡起来，一个小男孩就将他护在怀里，哭着看向不远处。你们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爷爷了，我们不告了，再也不告了。不远处几个身穿护卫服的青年给了面前老者一脚，这才松手。老子警告你们，这是最后一次，再敢来玉京司告状，只有死路一条。莫说林峰不在，没人给你们黑龙军家眷撑腰，就算他在，陛下也会第一个杀了他。轰！不等林峰生气，苏清婉便展露地威，凭空掐住了几名护卫的脖子。好大的胆！女帝陛下，怎么会是您？护卫还想逞凶，可看清苏清婉的样子，他顿时吓得不轻，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们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对黑龙军家眷如此无礼，是谁指使你们干的？朕三令五申后代，你们竟敢当作耳旁风！苏清婉徒手捏死几名青年，只留下了最后一个活口。他好不容易将林峰带回来，却让他看到了黑龙军家眷受苦受难。女帝陛下，这和我们没关系啊，都是主司大人的吩咐，我等也只是奉命行事。主司大人？苏清婉脸色铁青，玉京司主司管理皇城大小事宜，他的命令也是直接发到这主司面前。没想到他竟敢阳奉阴违。孩子别怕，告诉哥哥，他们是不是经常欺负你？林峰拿出一颗丹药助老者恢复伤势，又将小男孩扶正，蹲下来和他对视。那老者气息萎靡，几乎就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小男孩见林峰主动帮忙，擦了擦眼泪，紧闭嘴巴摇头，似乎生怕爷爷再被打。林峰摸了摸老者的手腕，发现他和小男孩一样，已经被强行打断了经脉，失去了修行的资格。很难想象，在如此繁荣的皇城，居然会有两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能和女帝陛下同行，这家伙究竟是什么身份？明明修为也不高啊！谁知道啊？不过女帝陛下恨灵王殿下恨之入骨，真的会替黑龙军家眷出头吗？恨得越深，爱得越深，在一起那么久，又是灵王殿下的心血，女帝陛下应该不会坐视不管的。周围议论声传入耳中，老者和小男孩身体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在他们看来，玉京司主司归女帝陛下管辖，这事即便和女帝没有关系，他也不会管的。玉京司主司，赶紧，立刻，马上给朕滚出来！苏清婉气得银牙直咬，皇城底下闹事和自己眼皮底下闹事有什么区别？可他竟毫不知情，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有着通天的本领。随着苏清婉的怒吼，整个玉京司牌匾都被震成了粉末，皇城禁卫军更是如同天兵天将一般降临，将围观修士通通隔开。末将来迟，还望陛下恕罪。禁卫军统领拥有准地巅峰修为，此刻的他正胆战心惊地半跪在地上。许久没见陛下发怒了，这是哪个人才捅出来的篓子，把天都捅破了。苏清婉无视禁卫军，死死盯着玉京司。仅仅几息时间过去，附近围观的修士人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眨眼的功夫，一位身穿青色儒袍男子面带苦涩跪了下来。臣令陛下失望了，一切处罚臣都认。玉京司主司似乎早就料到了会有今天，摆出了一脸决绝，准备赴死的架势。你应该清楚，朕不会停止追查，念你为皇朝效命多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若是不主动说出幕后主使，休怪朕动用搜魂之术。搜魂之术？玉京司主司心神俱颤，那可是魔修的手段，正道修士有办法搞到，却没有几个敢用，因为影响太大了。但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搜魂术，就是不管对方死活，强行入侵灵魂，能撑多久，纯看被搜魂的人命有多硬。许多人都有忌惮的时候，林峰统御的黑龙军就敢这样审讯敌人。
多次破坏规矩的行为都被苏清婉一力压了下来。陛下，纵使臣说出来，您也不会处置的。有些事追查下去又有什么意义？不会处置。苏清婉瞳孔放大，他已经猜到了，这人定是他苏家族人啊，说不定还是苏家嫡系。早些年为了苏家能挺过来，只要不强抢民女，不做得太过分，他都选择了睁一眼闭一眼。现在看来是他太过纵容了，导致皇朝官员都不得不屈服。说不管是谁，朕定严惩不贷。玉京司主司眼中满是意外，一时间他都有些分不清了。难道在陛下的心里，尚未恢复元气的苏家族人都比不上他恨之入骨的灵王殿下吗？是，明阳王苏明。咔嚓，玉京司主司刚刚说完，苏清婉便将拳头捏得嘎吱作响。苏明，又是苏明，将林峰残忍杀死，让自己恨了心爱之人7万年之久。没想到欺压黑龙军家眷也是他的授意。正当苏清婉准备发火的时候，之前害怕到不敢说话的小男孩却死死盯着林峰。大哥哥，您和灵王殿下生得好像，若您是他就好了。要是灵王殿下健在，我和爷爷一定不会被欺负的。缓过来的老者闻言也挣扎着看向林峰，他颤抖地伸出双手，却又害怕弄脏后者，轻轻放了下来。像，太像了，莫非是灵王殿下的在天之灵也看不下去了吗？林峰想说什么，可心里实在堵得慌。不是说林峰背叛了皇朝吗？你们怎么还如此拥护他？这话一出，刚刚还气息萎靡的老者踉跄起身，气愤地指着林峰厉声呵斥：住口！不要以为你和灵王殿下长相相似，就可以随意非议他。小老儿相信灵王殿下绝不会背叛皇朝，纵使不清楚缘由，但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黑龙军没有孬种，黑龙军家眷同样也是。望着被废除经脉的老者，丝毫不惧怕女帝在旁也要替自己说话。这一刻，即便是旁边的唐月华也忍不住有些动容，更别说留在虚空中的江雪和顾新蕊了。那一世的林峰究竟有什么魅力啊？面前的一老一小不过是黑龙军家眷，甚至不知延续了多少辈，可依旧坚定地相信林峰，那真正的黑龙军将士又该多么忠心。灵王殿下说黑龙军腰牌是荣耀，即便死了家眷也不会被欺负，可是灵王殿下走后，他就保护不了我们了。女帝陛下，我能不能将他还给您？求求您将老祖还给我吧。小男孩捧着黑龙军腰牌朝苏清婉跪下哀求。他知道女帝陛下讨厌灵王殿下，也知道灵王殿下可能回不来了，但老祖追随灵王殿下征战沙场，直至战死不曾后退一步。要是他还在，一样不会看着他和爷爷被欺负。苏清婉看着那双小手捧起的黑龙军腰牌，瞬间红了眼眶。这块腰牌的主人可是清风皇朝的功臣啊，他身为女帝，却让功臣流血流泪，差点连后人都留不住了。孩子，你放心，朕不会放过所有欺负你们的人。你再仔细看看面前的大哥哥，他并不是别人，正是你们灵王殿下的转世。灵王殿下转世？小男孩和老者闻言几乎同时抬头看向林峰，见后者满眼心疼地看着自己，他们愣住了。这个眼神真的好熟悉，若是有毫无关系的人愿意关心自己，或许也只有灵王了吧。再加上女帝陛下亲口说的，两人下意识就朝林峰行礼，拜见灵王殿下。快起来，是本王对不住你们，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林峰羞愧地低下头，小男孩连忙擦了擦手，小心翼翼帮他擦拭眼泪。和灵王殿下没有关系，是这群家伙太坏了，您回来大家就都有人撑。大家？难道林峰捏紧拳头，小男孩却被老者捂住了嘴巴？老者警惕地看着苏清婉，生怕自己和孙子多嘴会牵连到林峰。周围修士瞅见这一幕，均是倒吸一口凉气，难怪可以和女帝陛下同行，原来他竟是灵王殿下转世。嗨，仔细想想，除了灵王殿下，还有谁能有此殊荣？看陛下的眼神，似乎已经和灵王殿下再续前缘，这下有好戏看了。精彩，太精彩了！灵王殿下回归，那些欺负黑龙军家眷的人要遭老罪了，恐怕整个玉京司官员都得换掉。苏清婉见林峰呼吸加重，怒气差点压制不住，不由将目光放在了禁卫军统领身上。即刻整军，目标明阳王城。莫！禁卫军统领不敢耽搁，连忙朝天空发射了一支响箭。仅仅几息的功夫，一艘又一艘威风凛凛的战舟便破开云层，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战舟共有10艘，除了战舟以外，还有不少身穿禁卫军服饰的高阶修士御物飞行，有些背后化作双翼，
就站在战州甲板上方虚空。禁卫军只有10万，但最低修为都是死玄境后期，个个都是精英。来，我们一起去诛杀欺负你们的人。林峰一手抱起小男孩，另一只手拉着老者，带着他们飞向战州。随着禁卫军统领一声令下，所有战州先后泛起了蓝色光芒，眨眼的功夫，所有战州便撕碎虚空，消失在原地。这些战州属于上品圣兵，不仅刻有高级阵纹，还拥有横渡虚空的能力。林峰抱着小男孩，目光死死盯着远方。苏明，新仇旧账，咱们一起算。没过多久，明阳王城上方，10艘战舟从虚空中飞出，轻松凿穿王城结界。一时间，王城守卫纷纷飞了出来，严阵以待地看着来自皇城禁卫军。放肆！快收回临兵，这是来自皇城禁卫军，是女帝陛下亲临。女帝陛下亲临。王城守军闻言，连忙将手中的临兵收了起来。难怪这群修士个个气息强大，感情是女帝陛下的亲军。在林峰他们落地的时候，禁卫军瞬间就将王城守军来了个反包围。苏清婉本想让苏明滚出来见他，可唐月华传音将王城里面的画面转述给了林峰，后者直接拦住了苏清婉，拉着老者朝里面飞去。苏清婉展开神念探查王城里面的情况，脸色不禁变得无比阴沉。在禁卫军的拱卫下，整个王城守军没有一人有机会跑去报信。直到来到王城府邸外，小男孩和老者都愣在了原地。只见守卫上一位青年正左拥右抱，面前还有一群歌姬跳舞取乐，面前摆放的是别人见一面都难上等灵果。骄淫奢逸几个字在这里演绎的淋漓尽致。反观他们黑龙军家眷，却个个被打断了经脉，连修行的资格都被剥夺。畜生！苏清婉娇喝一声，地威化为实质化，凝聚一只无形大手穿过歌姬，径直捏住了苏明的脖颈，直到将苏明摁在了地上。里面歌姬还没有来得及逃跑，就被禁卫军拿灵兵抵在了脖子上。大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苏明哪里惹您不开心了？苏明一脸淡定地看着苏清婉，他是苏家嫡系，根本不担心后者会杀他。眼下苏家尚未恢复元气，他又是嫡系成员，根本没有怕的必要。苏明，还记得本王吗？林峰负手而立，面无表情地盯着苏明。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苏明脑袋僵硬地转了过来，直到看清林峰的脸蛋时，他身体下意识颤抖起来。若不是用迷魂幻梦，苏明根本不是林峰的对手。你居然转世了？不可能，我明明将你的魂……苏明话说一半，便惊慌地闭上了嘴巴。怎么了？很惊讶，以为让我魂飞魄散，我就无法转世了。林峰冷着脸盯着苏明，如果没有钱字天书，他真可能止步在第3世，因为魂飞魄散后是无法转世的。可钱字天书恰恰是例外，唯一的缺陷就是会失去前世记忆。直到最后一世修炼了他心通，林峰才恢复了前面几世的记忆。即便你转世又如何？难道还能杀了我不成？眼下苏家元气大伤，大多都是旁系族人，要是我也死了，苏家传承就没几人能继承下去。哈哈！苏明说完，猖狂至极的大笑，直到林峰给了他一个大比斗，他才露出了阴狠之色。你敢打我？你不过是人灵境蝼蚁，而我如今已经是准帝，你真以为大小姐能一直护得住你？噗！话还没有说完，苏清婉二话没说就击溃了他体内的全部经脉。感受着灵气如潮水般流逝，苏明脸上写满了绝望之色。不要！我的修为！不！苏清婉，你这个贱人，为了一个外人，竟废了我的修为！你这样对得起苏家的列祖列宗吗？对得起苏家诸位先祖的嘱托吗？苏明面目狰狞，他疯了。资质本就不是特别出众，好不容易修炼到准帝，却在顷刻间被废。哼，你还有脸提苏家的列祖列宗？你用迷魂幻梦控制林峰，得不到天书就将他残忍杀死。今天便是苏家列祖列宗全在，朕也要当着他们的面活包了你。苏明喘着粗气，似乎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反而笑得更加癫狂起来。是，这一切都是我做的，那又如何？要不是你苏清婉偏心，我会暗算他，诋毁他吗？我苏明才是苏家嫡系子弟，凭什么我都无法修炼天书，他这个外人却可以？苏清婉失望地摇了摇头，深呼吸一口气，这才轻启玉唇。因为你不配，你的资质垃圾，你的人品更是低下，除了生在苏家嫡系，你苏明根本一无是处。而林峰率领黑龙军替皇朝立下无数功劳，每战必先，从无畏惧。
朕只后悔没有早点看清你的真面目，否则绝不会留你到今日，不然也不会让你有欺凌黑龙军家眷的机会。说到最后，苏清婉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只剩下了无尽的杀机。苏明见此，拼了命想要挣脱苏清婉凝聚的无形大手，可准帝时期的他尚且无法反抗，此刻变成废人，更是无法撼动分毫。不，苏清婉，你不能杀我，我是苏家嫡系。你……话还没有说完，苏清婉就厉声呵斥：不止你死，所有同你有染的女子，一个也不会留。还有你苏明这一脉的族人，朕一样诛杀殆尽。话音刚落，苏明享乐的那些女子几乎同时被禁卫军的临兵洞穿身体，第二刀灵魂也一并斩灭。也许他们有无辜的，但苏清婉的行事准则就是斩尽杀绝，宁愿杀错也绝不会放过。林峰，苏明交给你处置。苏清婉略显疲惫，扶着额头退到了一边。林峰是受害者，也是黑龙军的掌权者，于情于理，苏明的处置都该交给他来。林峰没有多说一个字，缓缓拿出了唐月华之前送的极品圣兵。他没有理会苏明的求饶，直接斩在了他的左脚脚腕。一个凡人如何能挡得住极品圣兵？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苏明左脚和左腿瞬间一分为二，在后者痛到差不多的时候，又开始对他的右脚下手。历经了许久，在苏明清醒的姿态下，林峰斩断了他的四肢，又将其剥皮抽筋，碾碎全身上下每一根骨头，这才送他上路。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时辰，除了苏明的惨叫声，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小老儿，多谢灵王殿下替我们主持公道。老者哭红了眼眶，他已经记不清余家有多少辈是凡人了。除了他们，所有黑龙军家眷全部都会废除经脉，一直持续至今。每次他们想要去黑龙军驻扎的地方时，都会被人打断腿丢回去。去玉京司，却发现玉京司也被苏明买通。他们只是凡人呐，哪怕是找人转达，可哪有人愿意帮凡人送信？不仅没有好处，还会惹得一身腥。放心，我会让你们全部人都踏入修行之路。从今天开始，谁再敢欺负我黑龙军及家眷，本王就要他9族的命。重塑经脉的丹药位于9阶，属于非常罕见的高阶丹药，即便是对应的轮回境修士，也未必能见到一颗。而还活着的黑龙军家眷起码都有几百个，如此巨大的消耗，便是苏清婉都忍不住皱眉。可他没有说什么，如果不是自己的纵容，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黑龙军走到今天，也不过维持3万修士。先回皇城吧，将他们安顿好，重塑经脉的丹药的慢慢来。但你放心，我一个都不会落下的。苏清婉语气低沉，有些不敢和林峰对视。谢谢。林峰一句谢谢，反而让苏清婉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候，一名供奉喘着粗气从传送法阵方向飞过来。陛下，大事不好了！黑龙军兵临皇城，要求您给个说法。说法啊？苏清婉神色一怔，看来是黑龙军家眷有人逃离了皇城。难以想象，凡人抵达黑龙军驻扎地需要多久？婉儿，现在黑龙军的统领是谁？张志。苏清婉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张志不仅修为高达准帝巅峰，更是林峰当年的左膀右臂。之前张志全家被诬陷，是林峰亲手将他带出了死囚营，为张家洗清冤屈。从那以后，张志几乎只认林峰一人。急眼了，苏清婉的圣旨他都不听。原来是这小子，走吧，回皇城。本王也有许久没见过这些老部下了，希望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吧。7万年光因于高阶修士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却足够低阶修士度过好几个轮回了。苏清婉轻挥玉手，禁卫军井然有序地回到了战舟上。不久后，皇城东门，苏清婉命人安顿好黑龙军家眷，便带着剩下的禁卫军出现在东门高空。黑龙军只有5艘战舟，但气势上却要胜过皇城禁卫军。战舟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修士身影，为首青年手持长剑直指苏清婉：女帝陛下，自灵王殿下陨落后，我黑龙军未曾有过一丝反叛之心。末将只想知道，为什么我黑龙军家眷会被人世代欺压，断绝了修行的资格？凡人寿元不过100载，我旁边这位却任人欺凌了200多代。若非他侥幸逃出来，这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如果您对灵王殿下有任何不满，摘了我张芝的脑袋便是。为难一群凡人，这便是您对黑龙军的回报吗？张志浑身散发出凶狠的战意，他是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即便不是苏清婉的对手，也绝不许灵王殿下的心血白费。此事，朕也是刚刚知晓。
不过幕后主使已经伏诛，正会将他这一脉杀尽，让全部黑龙军家眷重塑经脉。张志闻言不仅没有松口气，反而仰天大笑：好一个刚刚知晓，此事就在你眼皮底下发生。你一句幕后主使伏诛，便想打发我张志？扪心自问，我黑龙军从未对不起清风皇朝，更是时刻不敢忘记灵王殿下的命令。可是你苏家皇朝欺人太甚，我黑龙军伺候不了。你是灵王殿下的女人，我也不是你的对手。但我今天过来只有2个目的：交出欺压我黑龙军家眷的所有人，再让我带走黑龙军所有家眷。从此以后，黑龙军卸甲归田，我张志去替灵王殿下守灵，恳请女帝陛下恩准。张志单膝跪下，右手抵在胸膛，朝苏清婉行完了最后一次君臣之礼。他累了，替灵王殿下照料了几万年黑龙军，黑龙军安然无恙，可他们的家眷却任人欺凌多年，无人撑腰。苏清婉欲言又止，自己的解释确实太过牵强了。恳请女帝陛下恩准，恳请女帝陛下恩准，恳请女帝陛下恩准。这时候3万黑龙军齐齐行礼，禁卫军统领面色难看，可苏清婉都保持沉默，他只能低头生闷气。无数臣民看着黑龙军公然逼宫，今天过后，女帝陛下还有什么威望？林峰捏了捏苏清婉的手，将她拉到了身后，这才飞到了半空中。张志，看看本王是谁？张志有些不敢置信的抬头，可看清林峰那张脸时，他顿时显得无比激动。灵王殿下。张志刚说完，眼神不禁放在了苏清婉身上。不对，这是女帝的阴谋。要是真的灵王殿下，怎么会不回黑龙郡？怎么会任由黑龙军家眷被人欺凌？你的确和灵王殿下长得一模一样，可你终究不是他。张志踉跄地扶住剑柄，林峰也没有废话，缓缓朝前踏出一步。怎么，忘记那次偷袭失败，躲在本王帐前哭泣的时候了？忘记小兰是奸血，差点让你命丧断魂山了？忘记？林峰每踏出一步就诉说一件事，从大到小，再到只有2人清楚的糗事，还没有说完，张志就恭敬地跪了下来。灵王殿下，真的是您终于回来了。张志神情激动地看着林峰，堂堂准帝巅峰强者，此刻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事情我都知道了，是苏家嫡系子弟苏明所为，本王已经让他伏诛，婉儿说的话都是本王的承诺。林峰狠狠捶了一下张志的胸膛，这才将目光看向他身后的黑龙军，除了极少数是熟面孔，基本上都没有见过灵王殿下。3万黑龙军齐齐行礼，这一次比苏清婉还要恭敬。灵王殿下，这是黑龙军虎符。张志满脸欣喜地看着林峰，后者回来，他心甘情愿地当副将。不了，黑龙军继续由你执掌，我需要潜心修炼。修炼？张志信誓旦旦地拍了拍胸膛。灵王殿下放心，谁敢不听您的命令，老子活死了他。林峰轻轻摇头，这家伙脾气还是这么暴躁，让你管就让你管，婆婆妈妈的，屁话真多。张志被骂不仅没有不开心，反而嘿嘿傻笑，这熟悉的感觉回来了。婉儿，先回皇宫吧。林峰回到苏清婉旁边，后者轻轻点头。在林峰抱着自己时，他扭头看向了禁卫军统领。传朕的命令，御京司主司及主要官员全部处死，其余官员全部革职，下狱关押。此事你亲自盯着，如果有差池，拿你的脑袋顶上。诺。望着林峰和苏清婉离开，禁卫军心里也是一阵唏嘘。灵王殿下回来是好事，起码女帝陛下生气的时候有人能劝住了。御京司主司没有逃跑，他一个圣王境修士根本逃不掉的。圣王境在东荒有一席之地，可在中州，尤其是3足鼎立的皇域，如同蝼蚁一般渺小。灵王殿下转世归来，黑龙军有靠山了，我一定要加入黑龙军。操，谁不想啊？那修炼资源的待遇都堪比禁卫军了。嗨，看来清风皇朝要变天了。皇宫大殿内，江雪和顾新蕊早已等候多时，云姑和莫老也紧张地站在一边。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纵横魔域的吞天魔尊也过来了。女帝陛下也不一定是对手，他们2个大帝中期就更加不行了。当苏清婉3人回来时，云姑和莫老先是一愣，随后便朝林峰点头。见过灵王殿下。云姑、莫老，多年未见，没想到你们已经是大帝强者了。林峰刚刚说完，云姑和莫老就露出了苦笑。他们天赋不行，大帝中期已经是极限，很难再进一步了。灵王殿下说笑了，我们天资愚钝，若是您的话，恐怕已经和陛下并肩了。并肩？林峰自己都笑了，
他哪里比得上我这妮子？云姑、莫老，你们立刻带上龙卫，彻查我苏家所有族人。小过小错不予追究，可若是无视朕颁布的法令，通通杀无赦。死！通通杀无赦！莫老面色迟疑，忍不住开口劝说：“陛下，苏家如今大多都是螃蟹。”话还没有说完，苏清婉就抬手打断了他：“不必多说，苏家不需要蛀虫，我苏清婉所作所为都对得起苏家的列祖列宗。”莫老轻叹一口气，他也是苏家人，自然希望苏家更好。不过许多族人已经忘记了灭族之痛，只记得贪图享乐了。是。望着莫老和云姑离开，苏清婉缓缓翘起了二郎腿：“我和林峰还有些事需要处理，你们两个带着新蕊到处逛逛吧。”还有事？江雪和唐月华美眸微眯，似乎猜到了苏清婉的打算，却因为顾新蕊在，没有直接点破。坐在顾新蕊旁边的林峰有些疑惑：“还有事吗？他怎么不记得了？还打算休息一下，就去看看黑龙军和黑龙军家眷呢。”望着三女离开皇宫大殿，苏清婉立马收起了女帝威仪，一个闪身来到林峰面前，拉着他朝自己寝宫飞去。“哎，婉儿，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苏清婉没有说话，脸上一直保持着娇羞的笑容。可她没有注意，唐月华嘴角微微上扬，神念早已锁定在林峰的身上。不久后，苏清婉寝宫内，两人刚刚进去，苏清婉就将寝宫门被反锁。这一刻，林峰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是，倒反天罡啊！难道自己这是要被逆推吗？林峰，你说，若是没有当年那些破事，人家兴许该叫你夫君了呢。苏清婉伸出一根纤纤玉指，在林峰的脸蛋上轻抚，那明亮的凤眸此刻满是妩媚之色。咕咚，林峰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随即伸手将苏清婉揽入怀中。其实，你现在叫也不晚。这话一出，只见苏清婉缓缓褪去了凤袍，露出了那雪白的香肩。死！不得不说，苏清婉的身材当真是无可挑剔，再加上那女帝威仪，别说男人了，只要是个雄性生灵，怕是都抵抗不了。可是林峰不敢啊，万一这妮子事后反悔，不许自己多看雪儿他们一眼，那一急眼，自己真要和她当姐妹了。人家美吗？苏清婉慵懒地侧靠在林峰怀里，妩媚的抬头和后者对视，后者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何止是美，简直太阿撒了。不过雪儿和月华那边……”话还没有说完，苏清婉直接一个高抬腿，将林峰壁咚在墙角。“嘘，不要提他们。虽然这一天推迟了7万年，但是没关系，人家从未多看其他男人一眼。春宵一刻值千金，夫君，人家为你宽衣。”苏清婉羞答答的轻抚林峰胸膛，那娇艳欲滴的红唇更是映了上来。林峰瞪大了双眼，特么的，又被强吻了。这一下，林峰不再畏畏缩缩了，直接拦腰将苏清婉的娇躯抱起。后者媚眼如丝，刚宽衣解带到一半，一股寒意便急速袭来。苏清婉眼神顿时一变，将林峰拉到身后，寒意瞬间被瓦解。没想到堂堂月华女帝居然喜欢破坏他人好事。操！林峰看到唐月华进来，脸色不由变得郁闷起来。可恶，难得婉这么主动，他差点就可以和五姑娘说拜拜了。我也没想到，堂堂清风皇朝的女帝陛下居然如此饥渴，趁我不在，竟想将林峰据为己有。唐月华冷着脸轻哼，他拉不下这个脸，除非林峰只爱他一人，那么现在洞房交出完璧之身，他是没有意见的。哼，说话不要那么难听，我和林峰本就差点成婚，如今不过是弥补之前未完成的事情罢了。苏清婉挑衅般的靠在林峰怀里，似乎想要气到唐月华，可惜他失望了。唐月华的脸色一如既往的冰冷，看不出任何变化。我和他差的也只有大婚了，反正今天有我在，你休想得逞。你……苏清婉玉手一挥，朝前轻踏时，凤袍也重新披在了娇躯上。唐月华，这里可是我清风皇朝的地盘。唐月华轻轻眨动那双漂亮的美眸，嘴角不自觉露出了一丝不屑。那又怎样？你觉得靠那群废物就能拦住本座？若你这么天真，大可以让你皇朝数百万军队试试，能否挡住本座一招。只要还有一人活下来，我便不再拦你。一人存活？开什么玩笑？唐月华可是10万年前镇压无数同辈的无敌存在，不是大帝巅峰修为，根本不可能接得下他一招。清风皇朝是很强，高阶修士也如雨点般多，可在唐月华面前，绑一块都不够看。我觉得
你们可以当姐妹。现在月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天晚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哗！林峰刚刚说完，笑容还没有收起来，唐月华和苏清婉那冰冷的眼神就扫了过来。见两女都不乐意，林峰笑容逐渐消失，尴尬的四处张望。当我没说，你们继续。林峰刚刚说完，一只雪白细嫩的玉手便搭在了他的肩头，紧接着江雪那张绝世容颜就缓缓映入眼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凤明明更喜欢我才对，他老说我的小嘴最甜呢。死！别说了，求求你，给你跪下了。江雪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听得林峰一脸绝望。自己确实说过这话，但那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难道我亲月华的时候会说他的嘴不甜吗？那包是当时最甜的啊！在江雪将林峰抱到怀里时，苏清婉和唐月华那带着审视的神色也看了过来。林峰低着头，完全不敢对视。累了，毁灭吧。等等，新蕊呢？你们怎么都来了？江雪看了一眼唐月华，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那妮子走到你曾经住过的地方，说要好好看看，人家留下一缕神念就过来了。好家伙，最后的援军没了，这是真废了。否认会惹雪儿不开心，同意了，婉儿和月华都不开心。新蕊一个人在那里，我不太放心。这样，你们三个好好聊聊人生，谈谈理想，我去陪陪新蕊。嗖！林峰一个箭步就往外冲，雪儿怀抱确实温暖，也舍不得离开，但再不走，自己就要凶多吉少了。可林峰还没有冲到门口，就被唐月华轻松拿捏。林峰，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心虚吗？我想知道刚刚那魔尊的话是真还是假。唐月华红唇轻启，那精致的容颜自带杀意，搞得林峰完全不敢对视。那个……就在林峰汗流浃背的时候，一道温柔的女声从寝宫外传来：陛下，无极皇朝大眼皇朝皇帝亲至，他们为了灵王殿下而来。无极皇朝大眼皇朝，救星呐！林峰喜极而泣，差点就要回答这个送命题了。不过这两个皇朝还在，他倒是有些意外的。林峰活着的时候，皇域有9大皇朝，每一个皇朝背后都有一尊大地巅峰强者坐镇。那时候的皇域可谓是诸雄争霸了，3天一小战，5天爆发大战，那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急眼了，地级战斗也是说打就打。那什么，这2大皇朝实力不弱，我觉得我和婉儿不能无视。说话间，林峰嘴角已经止不住微微上扬了。江雪和唐月华瞥见这一幕，知道他巴不得马上逃离。不过江雪本来就是故意捣乱的，而唐月华也阻止了苏清婉耍流氓，没有再说话。只有苏清婉咬着银牙，最终只能换上正装，拉着林峰离开。气愤的苏清婉在半空中再次强吻，这一次她把林峰嘴巴都咬出血了。不久后，皇宫大殿内，苏清婉拉着林峰坐在皇位上，那恩爱的样子恨不得粘在一起。而下方无极皇朝、大眼皇朝两边的皇帝和皇子却恨不得生吞了林峰。尽管是敌人，可苏清婉真的美到不像话，更是被誉为皇域第一美人的称号。无论大眼大帝亦或者是无极大帝，心里都非常爱慕苏清婉。可惜几万年过去，他心里始终林峰一人。即便后者死了，即便他背上了骂名，苏清婉还是不会看上其他人。比他弱，一掌拍死；比他强，直接跟你拼命，这你受得了？而现在敢说比他强的，除了吞天魔尊，好像没几个了。注意到几人的目光，林峰不由紧了紧怀中的苏清婉。后者察觉到林峰的反应，不由自主的轻笑。听说你们想见本王？无极大帝率先收回视线，朝着林峰点了点头。灵王殿下转世回归，于清风皇朝而言，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朕这次过来，除了希望两朝继续保持和平以外，还有一件事。不过在此之前，朕这9皇子一直嚷嚷着想要切磋，不知灵王殿下可有兴趣指点1、2？指点？就是想装逼呗。林峰瞥了一眼无极皇朝9皇子，看上去就是个未成年，修为也在人灵境后期。正好自己领悟了剑意领域，可以试试他的厉害。要是直接将这小子道心肝破碎，那可就不能怪自己喽。就在林峰准备点头的时候，苏清婉却不急不慢地开口：少来这一套，不就是6皇遗迹吗？你们想进去，朕可没太大的兴趣。而且想和我夫君切磋，你家9皇子可不够格。轰！不够格。一听这话，
九皇子那稚嫩的脸庞顿时气愤不已。这个年纪见过苏清婉以后，他哪里还看得上其他女人？如今自己的女神在林峰怀里，任由他搂着纤腰，自己本就嫉妒到不行。现在苏清婉这个语气，他哪里还坐得住？女帝陛下，您这是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无极皇朝吗？苏清婉看都不看九皇子一眼，眼里全是林峰。你要这么理解，朕也没有办法。只是朕要提醒一下，你是皇子，除非造反，不然以后最多也就是个王位。可我家夫君不一样，他现在是异姓王，以后整个清风皇朝都可以是他的，当然也包括我。苏清婉羞涩地献上了香吻，看得无极大帝几人异常难受。女神啊，梦寐以求的女神居然主动献吻，受不了，根本受不了一点。而且这明显是在挑拨他们父子关系，毕竟无极皇朝已经有了太子，要是老九起了歪心思，那就遭老罪了。嗨嗨，女帝陛下沉迷爱情，朕可以理解。不过除去极道帝兵，那大帝丹不一样，对谁都有用吗？你用不到，总得替灵王殿下考虑吧。大帝丹，我擦，其他皇朝连这玩意都练出来了。大帝丹有70%几率助人突破大帝，对所有道统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毕竟得到就多一位大帝啊，可以干很多事了。比如势均力敌的仇家多了一尊大帝，那胜负天平就会倾斜。苏清婉闻言不舍得松嘴。大帝丹，这么多年过去也没有任何踪迹，鬼知道还有没有。如今战域和圣域的人都退了，朕何必再让人进去送死？苏清婉说完，又传音给林峰解释，六朝遗迹是其他6大皇朝陨落的遗址，想要开启，只有3大皇朝的玉玺齐出才行。那6件极道帝兵里面，还有3件一同埋葬在里面。刚开始，圣域和战域各大道统都为了大帝丹而来，碍于压力，3大皇朝只能被迫让他们一同进去。可几万年过去，每次都是失败而归，别说大帝丹，就连极道帝兵也没有找到。无极大帝和大眼大帝对视一眼，两人心里清楚，乃是苏清婉不感兴趣，他这是想要好处啊。直说吧，怎样才愿意开启6朝遗迹？苏清婉还在思索时，林峰已经有了主意。清风皇朝很强，可想要凑够几百颗重塑经脉的9阶丹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眼下，帮忙的不就来了吗？很简单，一人拿200颗天脉重塑丹就行。林峰一开口，无极大帝和大眼大帝脸色顿时就阴沉了下去。200颗天脉重塑丹？开什么玩笑？谁家没事练这么多天脉重塑丹？有病啊！灵王殿下真会开玩笑，天脉重塑丹位于9阶，而且能用到的地方并不多。我大眼最多出10颗，这已经是非常有诚意了。大眼大帝刚刚说完，无极大帝也跟着表态，我无极皇朝也一样，跟有病似的，现在让人炼制天脉草都不够。若不是小九开启了天道之瞳，大不了不开启6朝遗迹好了。无极大帝神色铁青，窃听到他心声的林峰不由露出了恍然之色，难怪态度这么好，原来做足了准备。可听这个九皇子的心声，全是怪自己抢了碗，恨不得生吞了自己。嗨，只能怪碗太迷人，追求者遍布整个皇域。两位当这是在买菜呢？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说实话，我修为不高，下一次开启也行，并不是特别着急。林峰拨弄苏清婉的青丝，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无极大帝冷哼一声，帝威裹挟着杀意，直逼林峰面门而来。可还没有靠近，就被苏清婉的眼神击溃。你再敢对我夫君透露一丝敌意，就准备开启皇朝大战吧，不死不休的那种。苏清婉眼中满是疯狂，只要林峰在，他就不怕失去任何东西，即便要搭上整个皇朝。你，哼！若非灵王殿下狮子大张口，朕何至于此？而且，不管清风皇朝有没有兴趣，这一次都由不得你了。轰！无极大帝话音刚落，一道青炎凭空在虚空灼烧起来，紧接着一群身穿青色长袍的青年跟着一位老者缓缓走了出来。哼，女帝陛下何必如此执拗，伤了和气就不好了。苏清婉看到来人，不禁起身将林峰护在了身后，后者则是摸了摸下巴。居然是青炎族，他们还没有被上界接走呢。9天大陆除了诸多道统以外，还有万族灵力，只是在雪儿那一世，许多异族已经打开了上界通道，举族离开了。有意思，竟敢联合异族逼朕妥协。啊！无极大帝、大眼大帝，这可是你们先破坏的3皇盟约，准备迎接战争吧？无极大帝和大眼大帝脸色骤变，
可阴狠之色更甚。战争？你先度过眼前难关再说吧。苏清婉，若你不开启六朝遗迹，今天便是你陨灭之日。三尊大帝散发浓郁的帝威，苏清婉倒退一步，还是顶住了全部压力。任何一尊帝威都可以将林峰碾碎，更何况是三尊大帝巅峰强者的帝威。婉儿，林峰扶住苏清婉，冷着脸朝旁边虚空开口：月华，杀！声音刚刚响起，林峰旁边的虚空就撕开了一道口子。唐月华那绝美的倩影正轻踏空间缓缓出现。她一现身，无极大帝、大眼大帝、青岩族老祖脸色均是忍不住骤变。竟是月华女帝，这个林峰究竟有什么魅力，居然可以喊动这位？等等，灵王殿下就叫林峰，月华女帝的心上人好像也叫这个名字啊？难道灵王殿下的前世还是月华女帝的心上人？不用你帮忙。苏清婉轻咬银牙，唐月华将林峰拉到旁边，面无表情地轻启玉唇。谁想帮你？我担心的是他。林峰揉了揉脑袋，都什么时候了，还吵呢？头都大了。月华女帝，此事与你无关，你带灵王殿下离开便是。无极大帝见两女不和，趁机开口。三打二打不过，但是三打一赢面很大。他们又不是那些菜鸡，只比苏清婉弱了一丢丢罢了。本座为何要听你的？唐月华微眯双眼，他和苏清婉再不和，也不可能袖手旁观。要是真那么做了，林峰估计一辈子都不想理自己。你，无极大帝刚想说什么，青凤凰朝上空就乌云密布，虚空激荡起一层层波纹。定睛一看，只见数道威严的身躯正在虚实之间转变。仅仅眨眼的功夫，青凤凰朝上空云层就站满了身影。他们或躺在神兽头上，或踩在伞顶，或屹立在自己构建的七彩虹上，还有踩着浮山俯视着下方。每一道气息都不低于大帝后期，他们身后均代表着一个传承千古的道统或者一族。如此恐怖的阵仗，整个天地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笼罩。他们的身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犹如无数个小太阳般耀眼，让整片天地都沐浴在他们的光辉之下。苏清婉脸色阴沉，明明没有结果，为何这次六朝遗迹会汇聚如此多的道统？这骇人的地威，恐怕其他八域都派了人过来。怎么，真以为人多，朕就会怕了你们吗？面对成百上千的大地注视，苏清婉脸上没有丝毫波澜，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将清风皇朝的玉玺拿在了手心。瞧他这样，似乎再多避避一句就要将玉玺捏碎。封锁六朝遗迹的结界传承至上界，要是玉玺破碎，还真的只能无功而返。苏清婉这疯狂的举动，加上清楚他倔强的性子，真可能干出这事来。一时间，立马就有好几位大帝坐不住了，甚至开始指责无极大帝、大眼大帝以及啥也没干的青年族。100余颗9阶丹药而已，你们掌控如此辽阔的疆域，居然这般抠搜，还算男人吗？就是欺负如此美丽动人的女帝陛下，你们良心不会痛吗？2个沙比皇朝，老子的人要是进不去，一定把你们皇子全杀了，让你们绝后。还有那什么青岩族来这里装，你装尼玛呢？青岩族，我真是草了，看都不能看。你们这群狗东西，声势搞这么大，究竟谁更装啊？要不是怕惹众怒，非要跟刚刚说话最大声的练练。碍于诸多道统联合施压，无极大帝帅先绷不住了，只能苦涩的摇头。我无极皇朝只有30余颗天脉重速丹，若是不够也没办法了。实在不行，我也把玉玺捏碎，让六朝遗迹自己在虚空中流浪吧。这原本想逼迫无极大帝的大帝，此刻也陷入了沉默之中。好绝望，开启权力在3大皇朝手里，骂了这个那个又不开心了。在诸位大帝晋升时，林峰缓缓伸出了脑袋，提出了建议。那什么，不行，你们大家都凑凑呢？大家凑凑，这让众人脸色大变。你要说零食吧，他们还能严厉呵斥贪财，可人家就要天脉重塑丹，别的都不要，简直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灵王殿下说的不错，刚刚那个说朕抠的，对对对，就你玄天宗，你们也出30颗天脉重塑丹。玄天宗这时候装死来得及吗？整整30颗天脉重塑丹，这六朝遗迹好像也不是非去不可呀。玄天宗没有无极皇朝那么财大气粗，凑不出30颗。玄天大帝无奈的叹气，哪怕是圣阶丹药，他也可以轻易拿出来，可偏偏只要天脉重塑丹，限制太死了。那你他妈就别去了，老子待会就派100万大军死盯着你玄天宗，
要是看见一人靠近，旁边的狗也砍死。无极大帝也来脾气了，不算驻守的修士，他无极皇朝常备军都有700万，派100万出去跟玄天宗耗着，他能耗得起？特么的，刚刚就这狗比较的最大声。宗门圣地一般只有几十万，皇朝就不一样了。现在的3大皇朝，那都是吸纳了其他6大皇朝的底蕴和领土的，不算大帝修士，没有5个圣地的力量，是很难和皇朝掰手腕的。光是清风皇朝的准帝修士都已经接近了3位数。没办法，皇朝境内别的不多，就是人多。要知道，这可还没有把军阵算上呢。玄天大帝听到无极大帝这么说，捏紧拳头，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去。人家无极大帝只是输给了苏清婉一次，但同境中他并不弱。真死磕起来，一定是玄天宗被踏平。这样吧，明天你们带上天脉重塑丹过来，只要天脉重塑丹到手，6朝遗迹也将开启。尽管林峰只有人临近修为，可旁边的苏清婉和唐月华却给足了他底气。众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无奈的点头。仅仅几息的时间，这些大帝就消失不见，好像从没出现过一样。1天时间，变故增多，恐怕其他势力也会过来凑热闹。苏清婉揉着脑袋，非常温顺地靠在了林峰怀里。那无极皇朝9皇子有天道之眼，这才执着于6朝遗迹。天道之眼，苏清婉和唐月华眉头紧蹙，这可是非常棘手的存在。天道之眼的出现，一般都会有雷霆轰鸣、星辰闪耀、万物共鸣等天地异象出现。不过有无极大帝在，这一切都可以被遮蔽。夫君，你是怎么知道的啊？苏清婉眨着美眸，唐月华也投来了好奇的神色。林峰干咳2声，神秘一笑：你们2个若是可以……话还没有说完，2声轻哼就打断了林峰的话。那你还是别说了，我不想知道。苏清婉气呼呼的起身，要不是唐月华捣乱，自己就成了林峰的女人。还和好，还当姐妹，这仇他记一辈子。那好吧，不过我明天也要进入6朝遗迹。哗！这话一出，2声娇喝就传入了耳中。不行，夫君，你就这么希望我守活寡吗？6朝遗迹进入的最高修为才帝破境，皇朝精锐没有一个能进去。若你在里面出了事，我就都救不了。苏清婉像只小猫一样，奶凶奶凶的同时又非常温顺。他死死抱着林峰，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6朝遗迹。那些势力里面，刚刚有不少对你展露敌意的修士，就你现在的修为，若真出事，怕是没有踏入轮回的机会了。唐月华捏紧玉手，要是林峰死在里面，除了殉情，他根本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了。苦等10万年，好不容易解除了误会，又要再次经历这种事，他说什么也不肯。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这次无极皇朝有底牌，其他势力估计也不会什么都没有。若是借助那小子的天道之眼找到大地丹，那这一趟就没有白跑。大地丹？2女神色没有一点变化。什么大地丹不大地丹？哪有林峰的命重要？找到了又怎样？你能打赢各族和各大势力的天骄吗？反正我不许你去，你哪也去不了。苏清婉双手叉腰，到时候干脆将他禁锢，看他如何挣扎。婉儿，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好歹我也领悟了剑意领域，真到了你这境界，你这妮子还未必能赢我呢。林峰轻吐一口气，没有足够的底气，他没事送死干嘛？以他现在的实力，又有极道地兵傍身，1打1的情况，完全可以和的破境后期较量。至于地破境巅峰，那就直接动用灵字天书。雪儿大帝巅峰修为还能再进一步，自己岂不是乱杀？那咋了？你现在还不是个小菜鸡？苏清婉笑嘻嘻地看着林峰，一句话将后者给干沉默了。那这样，我让新蕊陪我一起去。新蕊？2女眉头紧蹙，这妮子那姿色本来没危险，恐怕都会因此招来祸端啊。得，你们直接带我去雪儿那里，顺便问问新蕊的意见吧。2女相视一笑，问新蕊有什么用？他们不许，难道这家伙能离开吗？不一会儿，林峰以前住的寝宫内，林峰第一时间将拉住了顾新蕊的小手，纵使后者默许，可江雪他们还在，顾新蕊还是有些羞涩。雪儿，不许去！林峰刚开口，江雪鼓起小嘴打断：“去哪呀？”顾新蕊疑惑地歪着头，他就带着太古雨蝶玩了一小会儿，怎么林峰又商量去别的地方玩了？而且3位姐姐的脸色都不好看，他还是第一次见这场面呢。去6朝遗迹，里面有3件极道地兵没被发现，还有传闻中的大地丹呢。
哇！林峰一开口，顾新蕊双眼顿时忍不住放光，急到地冰耶，他爹都没有，这六朝遗迹居然一下子就有3件，太奢侈了！别挖了，你们2个都不许去。哦，听到不许去，顾新蕊立马低下了头。哦，你就……不是，我还指望你能说服他们呢。顾新蕊一句哦，听得林峰两眼一黑。雪儿、月华，我身上不是还有你们的神魂庇护吗？要是不放心，婉儿也分一缕神魂出来，我就是想死也死不掉了。神魂庇护，这话一出，3女都不说话了，因为这确实是最大的底牌。有新蕊这么漂亮的道侣，我怎么会舍得出世呢？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道侣啊？江雪他们还没有说完，顾新蕊俏脸就红到了耳根处。这一幕看得3女银牙直咬，特喵的，明明自己才是正牌，怎么现在搞得像个小三一样？罢了，既然你执意要去，那这太初见你也带着吧。另外，晚上去我房里，我将自己的地经传给你。去你房里？前面好好的，后面那句话听得江雪和苏清婉均是露出了狐疑之色。你最好是传授地经，不是想逆推了林峰。不怪苏清婉多想，这妮子心里正憋着一肚子气呢。哼，你我都不是剑修，修炼我的雷地经又有什么不一样？林峰默默接过太初剑，好家伙，自己一个人临近的菜鸡，手里2剑击到地冰了。这要是传出去，不会被追杀吧？婉儿，你的地经过于霸道了，我还是修炼月华的吧。唐月华嘴角微微上扬，这家伙总算站在自己这边一次了。作为奖励，待会亲死他。3位姐姐，林峰能去的话，那我也要去。哦，刚刚是谁说不是我的道侣呢？林峰满脸坏笑的凑过去，却被顾新蕊红着脸推了回来。这种人生大事自然需要正式一点，他是喜欢林峰，可也不能随便。6朝遗迹只允许地破境修士进去，你这丫头是进步，我可以服用风灵丹。顾新蕊眼中满是坚定，林峰修为太低了，他实在不放心。姐姐们无法保护，自己可以啊。他可是早就修炼了月华姐姐的地经呢，实力强得很。江雪3女对视一眼，有顾新蕊在，他们确实更放心一点。但她太漂亮了，可能进去会让有敌意的人越来越多。分1缕神魂是分，2缕也是分，我觉得可以。林峰眼前一亮，有这妮子陪着，没事还能看看腿，而且他貌似可以吊打现在的自己。无奈之下，3女还是妥协了，将神魂附着在2人身上后，唐月华又将林峰带走了。在顾新蕊和苏清婉回去休息时，江雪看了一眼林峰所在的位置，默默回到了魔宫。九幽魔宫内，明渊、雪莲恭敬的候着，江雪坐在首位上，脸上满是愁容。小风又不听话了，执意要去6朝遗迹，你们亲自去挑选人，如果遇到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再让他们带上血魂玉，不管是谁出手，本座必登门拜访，灭他道统。明渊和雪莲心里一惊，二公主真是让魔尊大人操碎了心。这次黄玉的事，他们也有所耳闻。本来只打算随便派人凑热闹，既然二公主要去，那就不能马虎了。魔尊大人，罗燕那小子实力不错，又可以服用风灵丹，需不需要把他从东荒接回来？罗燕江雪轻轻敲打着扶手，这家伙追随了小风后，好像一直待在神梦宗呢。同意了。血莲舔了舔嘴唇，这么低的修为，他真找不到几个能打的。魔尊大人宽心，属下这就去办。望着明渊和血莲化为黑影消失，江雪不禁伸出双手撑住了下巴。仅仅几息的功夫，他那温柔似水的眸子就变得猩红起来。光是想想林峰出事，江雪就快压制不住自己的暴力了。与此同时，唐月华随意挑选的寝宫内，唐月华正耐心传授自己的地经，林峰也没有占便宜的想法。这次进去的势力不少，要是遇到无法带走的机缘，又要借助功法吸纳，那现在修炼的极品圣阶功法就不够看了，只能先修炼唐月华自创的极寒心经过渡一下。可到了半夜，林峰刚刚转化为功法，唐月华的红唇就印了上来。难道说，林峰还以为唐月华也要逆推，他吸取了教训，做好了配合的打算。可这妮子压根没有那个想法，就抱着自己亲。趁换气的时候，林峰反手将唐月华抱在了怀里。月华，你把我骗进来，就只是为了亲亲？唐月华俏脸一红，玉指轻轻戳了戳林峰的胸膛，语气带着些许幽怨。你家婉就在外面，随时准备打断咱们呢。好家伙，你们2个没完了？咋都喜欢干这种缺德事呢？不好玩。
林峰躺在床上直接摆烂，唐月华眼唇轻笑，跟着躺下靠在了他的怀里。谁让你招惹那么多女人的？不然人家早就是你的了。林峰完全不敢搭话，这回答啥都是错的，待会聊几眼又不理自己了。就这样，林峰被迫当了一回柳下惠，硬是抱着唐月华休息了一晚。而在外面蹲了一晚上的苏清婉，此刻也有些怀疑人生。他人都傻了，救夫君那好色的性子居然能忍住，怎么以前和自己在一起时不是要摸摸腿，就是看看内打。唐月华笑盈盈整理自己凌乱的衣裳，占点便宜没什么，主要是苏清婉在外面蹲了一晚上，他想想就觉得好笑。不多时，无极皇朝等势力先后抵达，天脉重塑丹数量比预计的还要多，林峰自然也不会故意拖延时间。黑龙军家眷有300多人，而天脉重塑丹足足有500多颗。林峰命令张志亲自将天脉重塑丹发下去，指点黑龙军家眷修行。做完这一切，苏清婉便带着林峰等人离开了皇城。不久后，3大皇朝疆域交界处，苏清婉、无极大帝、大眼大帝3人成品字形站立在虚空中。随着灵气没入玉玺里面，3人中间的空间缓缓出现了一座青铜门。当3块玉玺印在青铜门上，紧闭的青铜门慢慢打开。每个势力只允许100人进去，3大皇朝则可以携带300名修士。而林峰这边，除了他自己，苏清婉安排的人都服用了风灵丹。清一色的天魂境巅峰修士，肯定比地魄境巅峰修士厉害。哇！灵王殿下旁边那个仙子是谁？一点都不比女帝陛下逊色半分啊！卧槽！我都注意半天了，硬是没敢问呐。做人还得是林峰，特么的，身边的妹子都是我做梦才能见到的。在无数修士羡慕的同时，也有许多修士打起了歪心思。顾新蕊这种级别的女神，平时想见到都是重奢望，如今可就在同一个秘境。林峰瞥了一眼无极皇朝9皇子，这家伙才13岁，修为比自己高就算了，竟还有天道之眼，这中州9域天骄可比东荒的天才厉害多了。在苏清婉担心的注视下，林峰拉着顾新蕊先一步进入了6朝遗迹，其他人紧随其后，生怕好东西会被抢走。6朝遗迹内，森林区域，林峰刚刚进来就让自己人躲在了巨树的树干上。尽管进来是随机的位置，可要是遇到了无极皇朝的人，该动手自然要动手。林峰，顾新蕊才喊了一下林峰，下方就出现了100余名修士。6朝遗迹没有散修，进来的不是地族子弟，就是各大古教的传人。有埋伏，散开！啊！林峰一脸懵逼地看着顾新蕊，他家月华的地精遮住自己的气息还是可以做到。婉儿派来保护自己的修士，个个都是天魂境，自然不可能出岔子。这就让林峰不理解了，对面是开透了吗？这都能发现？咦，林峰，这里有只虫子眼！顾新蕊小手掐住一只绿色蛊虫，差点把林峰吓到跳起来。他惊魂未定地拍着胸膛，不是，这妮子胆子真大。那可是蛊虫，蛊修的手段啊，难怪他们这么快就被发现了自己。原来是灵王殿下，南疆和清风皇朝无冤无仇，不知。好漂亮的仙子，若是有机会一清芳泽，便是死也值了。你们走吧。偷听到南疆为首修士的心声，林峰表面上收起了战斗姿态，却暗中传音顾新蕊他们做好准备。外面再牛逼的背景都无法庇护到里面，人性的丑恶只会无限制放大。对于这一点，林峰早就已经知道了，他怕的是顾新蕊不适应。毕竟这妮子还是第一次来秘境，有些人更是不能称之为人。可林峰小瞧了顾新蕊，在南疆修士假惺惺道谢时，顾新蕊先发制人，将周围蛊虫震碎。紧接着，他娇躯周身裹挟着一道水龙卷，径直杀向了那群南疆修士，瞬息之间就抹掉了好几名南疆蛊修的性命。除了保护林峰的人，几乎还有200多名修士围攻南疆蛊修，再加上来去自如的顾新蕊，这群南疆蛊修很快就只剩下了几人。以无之魂，引无之血，血迹凝。卧槽，是献祭蛊！林峰刚想让人开溜，一团血光就追着引入了他的额头。而那献祭的蛊修在身体被吞噬前，阴恻恻地盯着林峰：“你们杀了我，在这6朝遗迹里将永无宁日。”灵王殿下将所有蛊修杀干净以后，皇朝修士顿时担心地看着林峰。要是灵王殿下出事，女帝陛下绝对不会饶了他们。顾新蕊更是紧张地拉着林峰，他刚刚可是看见一道血光没入了后者体内。不用担心，这血光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接下来
我们可能会一直被古修追杀了。这献祭谷可以标记3天，而南疆古修联盟有18个势力，刚刚死的只是其中一个。死18个。顾新蕊来自东荒，皇朝修士基本上都待在黄域，对罪狱南疆了解并不多。现在听林峰这么说，他们不禁露出了凝重之色。灵王殿下请放心，我们定会誓死保护您的安全。林峰轻轻摆手，没有蹲到无极皇朝，还惹了一身腥。不过无所谓了，这里面本就没什么好人，杀也就杀了。毕竟他真正的底牌是雪儿传给自己的灵字天书，大地巅峰都能让修为再进一步，更何况是他这人临近修为。别怕，人家很厉害哦，可以保护你的。顾新蕊捏紧小手，手中那圣冰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枯。林峰揉了揉顾新蕊的脑袋，后者笑嘻嘻的，好歹他跟月华姐姐修炼了多年呢。打扫一下战场，不要耽误时间，所有战利品都归你们自己分配。多谢灵王殿下。300修士满脸堆笑，清扫战利品后便凝聚灵气，将尸体焚烧殆尽。这群修士出身军队，在前后左右都安排了人警戒，林峰只负责拉着顾新蕊飞就行。3个时辰后，古修追杀没遇到，却遇到了一群被妖兽追杀的妹子，而且这群妹子还是广寒宫弟子。救人！林峰刚刚开口，广寒宫的妹子也看见了他，可他们一咬牙，居然停了下来，打算殊死搏杀。为首那名女弟子更是语气焦急的传音：林老祖，快跑！他们的目标是您。是我，那就更加不能跑了。林峰一挥手，除了顾新蕊，身后修士纷纷带着破空声支援。那群妖兽察觉到了危险，死了10几头地破境巅峰妖兽后，其他妖兽竟井然有序地往后退。你们怎么回事？广寒宫不是不问世事吗？唐月华实力可以说是强得离谱，缴获了5件极道地兵给了广寒宫。按理来说，广寒宫不可能缺极道地兵才对，尽管这玩意非常稀有，但多尊大帝的锻造，多位大帝遗留下来的还不至于绝迹。是公主让我们过来历练，若是有人欺负老祖，便让我们。为首女修说到这里，脸上满是羞愧之色。他们这哪里是帮忙，纯纯在帮倒忙啊！七长老林峰扶起女修，后者俏脸上闪过一丝羞红，近距离接触老祖，真的好幸福。我们边退边说。林峰大手一挥，刚准备离开，周围就升起了一排排身影，每一个都是地破境巅峰修为，数量也接近300。老祖，快走，不要被他们拖住！无极皇朝联合了青岩族、玉兽宗、大眼皇朝、南疆古修，他们意图围杀您。死！就这么想整死自己吗？这加起来都接近1000修士了。林峰蔓延神识出去，发现大眼皇朝的人已经不足10里，很快就可以赶来。现在跑的话，反而会变得不利。跑？往哪里跑？这么多漂亮的妹子，我们都没舍得下手，不就是为了你这条大鱼吗？大眼皇朝皇子负手而立，目光很快就放在了顾新蕊的身上。这等角色，当真只有做梦才能见到啊！我很好奇，你们不去找极道地兵和大地丹，把心思用在我身上，究竟图什么？林峰双眼微眯，无极皇朝9皇子不是有天道之眼吗？难道他们并不是真心合作的？不然怎么只看到一部分无极皇朝的修士？那貂毛9皇子去哪里了？哼，以你和月华女帝的关系，太初剑应该已经给你了吧？和那几件虚无缥缈的极道地兵相比，你这不就有一件现成的吗？再加上你旁边这位仙子，本皇子可是垂涎已久呀！垂涎已久。林峰眸子里闪过一丝杀意，竟敢惦记自己女人，看来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哼！杀我南疆修士，你纵使有天大的背景，也休想活着离开6朝遗迹。南疆修士脸色阴沉，旁边的青年族人也是一脸阴狠。在外面有女帝庇护，在这里面，这点人可护不住你。林峰，本来你我没什么恩怨，谁让你带这么漂亮的仙子进来呢？哈哈，这话一出，大眼皇朝皇子也露出了笑容，似乎觉得大局已定，可以轻松拿捏林峰了。顾新蕊脸色凄苦，他没想到自己会给林峰惹这么大的麻烦。后者才人临近初期，而对方人数已经接近800了。玉兽宗1人1兽，除了被杀的那10几头，几乎没有任何损伤。再加上青岩族、南疆古修、无极皇朝100人，大眼皇朝300修士。顾新蕊深呼吸一口气，挡在了林峰的前面。林峰，你快走，我自曝拖延他们一点时间。顾新蕊抱着必死的心，可这一次林峰却将他拉到了身后。从大眼皇朝皇子惦记顾新蕊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
他第一次用灵字天书，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但这大眼皇朝的皇子绝对活不了。你们退后！哟，这时候还想着出头呢？你就一人临近修为，还妄想翻天不成？大眼皇子满脸讥讽，林峰没有跟他废话，一步一步和他拉近距离，在飞起来的那一刻，顷刻间动用了灵字天书。霎时间，林峰的气息暴增，原本人临近初期的修为，直接来到了地破境后期，足足6个小境界的跨越，再加上极道地兵的加持。此刻的林峰在看围攻自己的修士，如同在看一个笑话。不可能，暴增6个小境界？难道你一直在藏拙？看什么看？都给我上！我就不信他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大眼皇子脸上满是惊恐，但很快就换成了一副贪婪之色。要是自己得到了林峰这个秘法，那大眼皇帝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随着话音落下，几百修士几乎同时出手，那密密麻麻的攻击彻底将林峰身影覆盖。林峰，老祖，林王殿下！顾新蕊他们不由担心的呼唤，现在出手已经晚了，只希望林峰没有再逞强。唰！眨眼的功夫，林峰裹挟着剑气冲出了包围圈，在剑意领域展开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境界了。只见林峰瞳孔变成金色，速度也在瞬间暴增。当林峰持剑抵在大眼皇子脖子上时，身后已经倒下了横七竖八的尸体。这些地破境巅峰的修士脖子上都多了一道血线，一击必杀，仅仅一息之间就瞬杀近300修士。大眼皇子差点被吓尿了。你究竟是人是鬼？他不理解，明明己方人数占据优势啊，可是为什么林峰一人一剑就可以扭转局势？你这样牛逼，带这么多人干鸡毛？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枪！林峰一剑斩下去，大眼皇子并没有死，而是被一件银色背心挡住。可挡下这一剑后，这银色背心也化为了银光，彻底消散。自动护主的防御圣兵，可惜我手上的是极道地兵。咔嚓，又是一剑下去，林峰直接斩断了大眼皇子的脑袋。极道地兵之所以强，是因为即便无法用出他1/1000的力量，圣兵也扛不住。林兵就更加不用说了，在他面前如同纸糊一样脆弱。跑！青岩族族人咽了咽口水，这简直不是人，究竟是谁包围谁啊？怎么看都是林峰一人包围了他们800人吧？拦住他们！顾新蕊一马当先，第一次遇见这事，差点因此害死了林峰。现在的他只想让这群无耻之徒好看。海神之怒！眼瞅着青岩族跑得最快，顾新蕊催动体内的灵气，在远处凝聚出数十丈的海水。不等青岩族修士飞高，那海水便直接冲刷在他们身上。在顾新蕊灵气的加持下，青岩族修士如同被人拿山狠狠砸在了身上。为首修士脸色铁青，停下脚步，身化火龙，想要硬碰硬。顾新蕊压根不带怕的，双方法术不停轰炸，周围森林早已被碾成了粉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区域。林峰瞥了一眼顾新蕊，见广寒宫那些妹子紧随其后，他立马掉头去追其他人。既然来了，那就全部死在这里吧。这灵字天书的状态简直堪称逆天，不仅可以临时增强修为，还可以迅速补充体力、灵气。没过多久，林峰手持染血的极道地兵回来，却见顾新蕊他们面色凝重地看着一位青年。后者毫不掩饰对顾新蕊的爱慕之色，身边修士剑上挑着青年族修士的尸体。仙子，几个渣子而已，何必亲自动手？在下帮你料理了便是。顾新蕊冷着脸后退，眼前这家伙绝非善类，最重要的是他居然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危险。月华姐姐说过，自己完全在顶级天骄的序列，想要1对1击败自己，只有传闻中的那极少数妖孽。眼前这家伙恐怕就是其中一个。只是顾新蕊不理解，都说那些人已经快踏入轮回境了，怎会出现在这里？多谢道友出手相助，不过我们还要去找灵王殿下，就先告辞了。清风皇朝为首的修士拱手道谢，刚想护送顾新蕊他们离开，青年身后的修士急速飞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顾新蕊微微抬手，所有人都摆出了战斗姿态。那青年却眯着眼盯着顾新蕊，原来是找灵王殿下，不过找人这事，多个人就多份力量吗？仙子不如与我同行，咱们两一组，分散开来找。不了，我们不熟。顾新蕊眉头紧蹙，明摆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青年却装作没看见一样。所谓一回生，二回熟，
在下刚刚帮了仙子一点小忙，难道仙子当真要如此不近人情吗？顾新蕊闻言，知道对方心怀叵测，连回答的兴趣都没了，直接摆出了战斗姿态。不识好歹的东西，我家公子可是远古帝族之一，司徒家的嫡系子孙。那什么林峰，给他点脸叫他灵王殿下，不给他脸，他算个什么东西？枪！这话一出，顾新蕊直接控制圣兵刺向那名说话的修士。司徒公子及时出手阻拦，却发现自己拦住的竟是分身。等他反应过来，顾新蕊已经一剑刺穿了那名司徒家修士的脑袋。再让我听到谁说侮辱林峰的话，这就是下场。司徒公子脸色阴沉，在眼皮底下杀了自己的人，这不是妥妥的打脸吗？好，好得很。今天话还没有说完，一道剑气就将司徒公子逼退。后者在好几棵巨树树身留下人影洞口，这才重新飞了回来。灵域司徒家现在已经这么猖狂了吗？司徒乐就是这么教导后辈的？司徒乐？司徒公子和司徒家族人闻言，脸色均是忍不住骤变。司徒乐可是司徒家3位老祖之一，拥有大地巅峰的强大修为。林峰，你竟敢直呼老祖名讳？名讳？林峰冷哼一声，这老小子以前还被自己揍过呢。当时江雪一人镇住司徒家3尊大帝，让林峰抽司徒乐最爱吃的大比豆，后者脸都抽肿了。司徒家老祖硬是没一人敢动手，不过司徒家确实很强，无论如何衰败，族中一直都有3位大帝坐镇。如今太平多年，估计还隐藏了真正的实力。不过有江雪在，林峰压根不带怕得。以前没有灵字天书就那么猛，如今同时修炼了灵字天书、乾字天书的江雪根本不知道书字怎么写。敢惦记我的女人，就算今天司徒乐在这里，一样救不了你们。司徒公子擦掉嘴角的血迹，气息随着眼神变得愈发强悍猖狂。砰！司徒公子一拳打过来，速度已经超出了自身修为。林峰显知又显得接下来瞳孔不禁放大了，这状态怎么和灵字天书如此相似？除了眼睛没有变成金色，修为没有提升，这司徒公子的实力几乎全方面增强了。灵字天书，你居然修炼了灵字天书！司徒公子也没想到自己底牌用出来，还是被林峰挡住。一时间，他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之色。哦，看来你很清楚。林峰只见过乾字天书、灵字天书，对于其他天书的效果，他并不了解。如果被远古大教得到，只有和他们嫡系传人接触，才有可能清楚。而现在，这司徒公子只是看一眼，竟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灵字天书。说实话，司徒公子的速度比林峰反应还要快上一分。人家修为毕竟是实打实的地破境巅峰，而林峰真实修为才人临近初期。可乾字天书能短时间预知未来，林峰才提前出手抵挡。既然谁也奈何不了谁，看来咱们没有打下去的必要了。司徒公子主动收手，林峰侧着身子，极道地兵并没有收回的意思。说停就停，你算什么东西？动我的女人，你以为一句算了就能拍拍屁股走人？我的女人顾新蕊一听，俏脸不自觉地泛起了红晕。林峰，你别给脸不要脸，真以为我怕了你吗？那就别逼逼。林峰倾尽全力往神霄剑上注入灵气，状态全开，压着司徒公子打。后者憋着一口气迎战，但打着打着，他发现自己这口气压根发泄不出来，因为林峰提前知道自己用什么法术，每次都提前做好了准备。你攻我躲，你躲我攻，偏偏司徒公子还不敢分心，稍有差池就会神形俱灭，认真又奈何不了林峰。关键后者跟牛皮糖一样，甩还甩不掉。杀了他们！清风皇朝修士和广寒宫女修加起来接近400人，司徒家族人仅有100，刚刚还死了一个。不仅人数不占据优势，就连气势上也输了一大截。在付出几人的伤亡下，司徒家修士全部遭遇了顾新蕊他们的围杀。半个时辰后，司徒公子和林峰依旧没有分出胜负，只是天书状态却被破退了出来。灵字天书消耗是灵魂力，以林峰目前的神魂可以持续半个时辰左右，至于休息的话，大概1个时辰就够了，堪称变态天书。不过林峰也是第一次遇见借与虚斩都奈何不了的对手，但很快就释然了，这毕竟只有极品圣阶法术的层次，这样的法术司徒家也有好几个。见两人状态不佳，顾新蕊连忙扶住林峰，而清风皇朝修士则是围住司徒公子，后者全身带伤，体内灵气也接近枯竭。他满脸不甘地看着林峰，
灵字天书居然还能恢复灵气，这特么不纯纯耍赖吗？林峰逮着这一点，那是疯狂压制自己啊！自己即便是喘口气，都得吃他一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和林峰打的时候，总感觉周围有无形的剑意在压制自己。总之，这一战打得他浑身不得劲。我乃司徒家3祖之一的直系后人，你敢杀我，司徒家不会放过你的。林峰冷笑一声，放过自己，需要吗？真当自己是散修，还跟你来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算出了6朝遗迹，你司徒家又能奈我如何？哎呦，我好怕怕哦，你觉得我会怕吗？啊哒！林峰边说边靠近，最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剑刺在了司徒公子不能失去的部位。在顾新蕊和广寒宫女羞害羞地捂住双眼时，司徒公子却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叫声。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之前还失去了当男人的权利。给你个机会，说出其他天书的下落，不然我杀了我，还杀了我呀！司徒公子刚刚不想死，现在的他只想快点死。可此刻的他，除了用言语激怒林峰，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嘿嘿，我偏不，就要让你多痛一会儿。林峰见西西封住司徒公子的修为，阻止他自杀。后者痛得浑身哆嗦，听到这话，差点直接晕了过去。听听，你听听，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简直就是畜生呢！你特么跟有病似的。老子要是知道其他天书的下落，现在躺地下的应该是你才对。司徒公子怒目圆睁，如果眼神可以杀人，他定要将林峰千刀万剐。可后者摸着下巴，故意露出了一副思考的样子。有道理，多谢你的提醒啊。不过你也不用太绝望，其实你也知道，还有好几种圣药可以让你重新做男人。以你在司徒家的地位，估计回去就能拿到。要是你把关于天书的信息说出来，或许我可以考虑让你离开。让我离开？我怎么那么不幸呢？司徒公子满脸狐疑，可看到林峰还要来上一剑，他顾不上多想，就连忙点头。哎，林峰，不！林王殿下，你不要激动，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啊！林峰嘴角微微抽搐，你小子还知道犯罪呢？不过很可惜，林峰压根没有放过对方的想法。不管是迷路也好，还是想当那个幕后的渔翁，光是明晃晃的调侃顾新蕊，就已经是死罪了。我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如果没有听到让我满意的回答，那就让你疼痛加倍。林峰嘿嘿一笑，瞥向司徒公子时，清风皇朝修士双腿一紧。谁说男人没有共情能力？就灵王殿下这一招，他们狠狠地共情了好吧？3息？你这也？3？林峰眯着眼睛，压根没有听废话的意思。司徒公子见林峰不像开玩笑，连忙忍着疼闭嘴。好，我说，2，我特么都说了会说，你还数？枪！看到剑起，司徒公子咽了咽口水，冷汗直流的开口。除了顾新蕊，其他人都自觉布下隔音屏障。有些事不该他们知道，那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免得死无葬身之地。3000年前，我司徒家天骄在白骨大帝的小世界里面得到了阶字天书上卷，当时还有其他古教天骄争夺，战况激烈，导致下卷不知所踪。我之所以知道灵字天书，是因为上古时期的幽云魔尊曾经遭遇过围杀，我司徒家老祖就是其中一个。足足7位巅峰大帝，5位当场陨落，老祖和另一位被幽云魔尊用毒戏耍致死。3000年前，怪不得一直怕了雪儿，要是8000年前就得到，未必不能抗衡1、2。继续说，阶字天书可以提升自身战力的5倍，而且是全属性的提升，但缺少下卷，神魂不能一起提升。除了这2部天书，还有冰、斗2部天书。冰字天书可以操控世间万物，便是极道地冰也能挪为己用。还有那斗字天书可以瞬间演化法术，纵使是地法也能1比1还原。死，这么变态！要是得到斗字天书，那就不需要学太多的法术了。至于那冰字天书，打着打着极道地冰没了，这特么简直耍赖！没了，我就只知道这么多，其他天书我又没见过。噗！司徒公子话还没有说完，林峰手中的极道地冰就刺进了他的胸膛。你不讲武德，我只说考虑放过你，现在考虑好了，结果就是杀了你。司徒公子仰天吐出一口淤血，一直憋着一口气，没想到死都解不开。在林峰收取司徒公子的空间戒指时，里面一块玉牌正闪闪发光。看到这玉牌，林峰止不住笑了起来。
这应该是司徒公子那一脉老祖给他的神念玉牌，出世可以直接捏碎。大地强者的神念，在这六朝遗迹里面几乎是无敌的。可好笑之处就在于他的修为被封住，无法动用神魂取出来啊。林峰没有问接字密，因为这事可以让雪儿亲自去司徒家老祖那里要。不过司徒公子的尸体还有用，到时候直接丢对手脸上，然后捏碎这块司徒家的玉牌。只要自己不动用灵字天书，司徒老祖怎么会相信一个人灵修士能杀死有半部接字天书的司徒公子？打扫战场，那些妖兽就当咱们的粮食了，烤了吃。是。林峰说完，一把将顾新蕊抱在怀里，嗅着她那少女的体香。太香了。流氓！顾新蕊不依地扭动娇躯，却没有挣扎着离开。她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只知道有林峰在身边，自己就很开心。林峰看了一眼旁边的妹子们，婉儿说过，六朝遗迹里面有6座空间通道，清风皇朝控制2座。不过空间通道要在第3天才会开启，现在才第1天，想送他们出去都送不走。广寒宫真正的天骄修为已经再生玄境、死玄境，而自己旁边这群妹子只能勉强自保。等清扫完战利品，林峰也要寻找遗迹古城了。这遗迹古城会自己移动，直到有人进去才能停下来。还好婉儿给了自己6朝遗迹的地图，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第2天，林峰等人休整一番，按照卷轴上的位置朝中心区域靠近。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其他古教的弟子，起歪心思的不少，敢动手的却没2个。正当林峰他们刚刚踏入巨石群上方时，一团绿光被一道身影追得到处乱跑，在林峰身边擦肩而过时，他眼睛差点瞪大了。林王殿下，是必行圣果，属下这就替您抓来。清风皇朝为首修士满脸欣喜，这玩意保守可以提升2个小境界，是非常难见的圣药。要是给了林峰，他们的安全系数只会更高。一想到能活着回去得到女帝陛下的封赏，清风皇朝的修士就满脸堆笑。除了几十人留下来保护林峰，其他200人都加入了追逐大军。但让林峰无语的是，他们好像被必行圣果当狗溜了。林王殿下，这玩意可是我先看到的。眼见林峰的人追逐必行圣果，一位身穿蓝色道袍的青年郁闷地看着林峰，后者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一个随行者，看得林峰眼中多了一丝警惕。敢一个人进入6朝遗迹，不是对自己的实力足够自信，就是有脱离险境的底牌。看到并不意味着得到，得到也要有实力守住。你若能抓到，就不会追这么久了。道袍青年愣了一下，随即甩手丢出一张银丝网，封住了必行圣果的必经之路。在他的操控下，林峰2名属下一并被困在了银丝网里面。顾新蕊一眼就看出了这银丝网的弊端，光靠他一人绝对抓不住必行圣果。现在趁借助林峰的人围追堵截，缩减了必行圣果的活动空间，将他牢牢抓住。林王殿下，你说的对，不过这次是我赢了。话音刚落，林峰的手下就死死抱住了必行圣果，另一人则是凝聚灵气丝线缠住后者。这位道友，你似乎高兴得太早了。林峰嘴角微微上扬，其他人已经将道袍青年围在了中间。我不想伤人，希望林王殿下不要让在下为难。林峰瞥了一眼银丝网，这家伙出手就是一件上品圣兵，背后还是有些底蕴的。不过想让自己拱手让人，怕是不得行。打赢我，这必行圣果就是你的。打赢你。道袍青年一脸严肃的样子，听到林峰的话，一下子没绷住。不是自己的破境巅峰，你人临近初期，你哥这故意送圣药呢？你认真的？你看本王像是在开玩笑吗？林峰一脸平静，道袍青年见此，笑着抱拳。既如此，江川就先行谢过林王殿下了。江川？这个姓氏，林峰神色一变，这姓氏似乎是天穹域的4大远古地族之一呀。你姓江，可是来自天穹域那个江家？这下轮到江川震惊了，他私自跑出来就报一下名字便暴露了。那和林峰同名的也不少呢，当然只是没他这么帅而已。林王殿下对天穹域也了解，天穹域4大地族之一的江家，本王自然听过。林峰何止是听过，还和江家有很大的渊源呢。因为江家仙子和自己第2世的瑶瑶宝宝可是闺中密友，江家因为这一点更是多次偏袒过那一世的自己。如果江川是江家子弟，林峰就不能下死手了。他可以狗一点，但对有恩的后人下手，简直就是禽兽不如。出手吧，只要你扛过半刻钟，这必行圣果，本王便退出争夺。
灵王殿下，清风皇朝修士满脸不解，明明是他们占据优势，完全没有单挑的必要啊！万一这家伙撑过了半刻钟，那岂不是就错过了？江川有些迟疑，林峰这操作反倒是给他整不会了。谁叫你在战斗中分神的？见江川沉默，林峰提着极道地兵就杀了过去，剑意领域也在同一时间开启。江川缓缓从空间戒指里面取出一件圣兵战戟，轻松挡住了林峰的攻击。灵王殿下，失礼了！江川话音刚落，身影就钻入虚空中，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林峰的背后。林峰提前阻拦，却因为实力不够，还是被江川震退了数百米。此刻顾新蕊他们个个面露震惊，刚刚他们看到了什么？地魄镜就可以动用空间挪移了，这不是天魂镜修士的标配吗？但江川比顾新蕊等人更加懵逼，他可是的破镜巅峰，居然拿捏不了人灵初期的林峰，这怎么可能啊？同境修士也没几个能接住他这一招啊！看来江家又出了新的天骄，竟多了一种地法。这个时代不缺大地强者，可能自创地经的绝对是万中无一，能自创的地法的一般都是那个自创地经的大帝。包括祭炼极道地兵也需要很多的稀有材料，就算一门三弟可能才勉强凑够一件极道地兵的材料。要是没成功，直接就是天塌了。江川战戟指着地面，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满脸诧异。灵王殿下似乎很熟悉江家，打完再说，接下来本王不会放水了。不等江川问下去，林峰双眼已经变成了金色，修为更是再次来到了地魄境后期，竟是灵字天书。江川满脸惊骇，不敢相信自己会在这里看到灵字天书。不过事已至此，他不可能认怂。在众人不解的神色下，江川将全部灵气汇聚在右拳上，霎时间周围空间被挤压到发出了嘎吱作响的声音。就让本王来领教一下江家的灭世神拳吧。戒欲虚斩，林峰朝面前轻轻一划，一道无形斩击以极快的速度凝聚。当拳劲和斩击碰撞时，江川率先承受不住，压着好几根巨石倒地。他连忙给自己服下一颗疗伤丹药，摆出了停战的手势。我认输。林峰退出天书状态，一把将江川拉了起来。你的反应告诉我，认识本王？江川神色复杂，本来以为是巧合，现在看来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星辰女帝的心上人也叫林峰，重名很多就不说了，但他自创的地法戒欲虚斩，江川怎么可能看错？灵王殿下，你先将炼化必行圣果炼化吧。林峰心里一紧，看江川这样子，瑶瑶难道一直在庇护江家？如果是这样，那自己就要做好跑路的准备了。婉儿他们三个已经快把自己玩死了，要是再多个林星瑶，林峰感觉自己可能真要急。结阵，不许任何人干扰到灵王殿下。清风皇朝修士见江川没有敌意，立马在巨石群上方做下结阵。除了顾新蕊贴身护法，江川也默默加入了维持阵法的行列。林峰揉了揉顾新蕊的脑袋，这才将灵气包裹住必行圣果。后者极为通灵，知道自己要被炼化，立马就摆出了楚楚可怜的样子。可惜林峰理都不理，抬手就开始炼化。随着碧行圣果化为纯粹的灵气没入体内，林峰的气息也在节节攀升，从原本的人灵境初期一直突破到了人灵境后期才停下来，连破2个小境界，这感觉就是爽。江川布下隔音屏障，这才欲言又止的看了一眼顾星神。后者确实很漂亮，多看一眼都会沦陷的那种，可有些事和颜值无关。新蕊是我道侣，不是什么外人。江川暗中竖起大拇指，心里对林峰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星辰女帝除了去东荒一个叫神梦宗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我江家进修。灵王殿下，你用的戒欲虚斩正是他的地法，若是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女帝等待多年的那个人吧？江川本想说心上人，可看到顾新蕊在，他连忙改口。林峰还没有说话，顾新蕊就眨巴着那双大眼睛。星辰女帝是林星瑶瑶瑶姐姐吗？卧槽，他们还认识？江川尴尬地摸了摸脑袋，眼神放在了林峰身上。死嘴，快编几个故事骗骗他啊！那个可能也许是吧。林峰明白了江川的苦心，不禁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真不错。林峰，瑶瑶姐姐也是你的姐姐吗？尼玛，这种鬼话他也信？谁家好人会等人几万年？而且还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江川满脸懵逼，不是，这妹子的智商都加在了颜值和身材上了是吧？
摇摇他是我朋友。朋友？本以为顾新蕊会追问，可看到他轻哦一声就不说话，江川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等等，新蕊？难道这位就是女帝多次提及的顾新蕊？顾小姐，你认识我？顾新蕊诧异地指着自己，下意识抬头看向林峰，那眼神好像在说，这家伙是不是骗子？女帝和几位老祖提及过您的名字，若是在外面遇见了，让族中子弟照拂一二。可是现在看来，是女帝多虑了。顾新蕊小手抱住林峰的手臂，没想到姐姐们的背景都那么大。江川，听你刚刚说的，你也知道九字天书？江川闻言，神色不禁变得凝重起来，随即拉开身位，不急不慢地开口：林老祖，您随意凝聚一门法术吧。死！难道从司徒公子那里得知了四部天书的恐怖之处？现在江川这么说，难道他或者说江家得到了斗字天书？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林峰握紧神霄剑轻挥一下，身后蓝色法阵瞬间凝聚十几柄飞剑，紧接着这些飞剑层层朝后面叠加，眨眼的功夫就凝聚了数千飞剑。江川左右开弓，明明不是剑修，却在瞬息之间就模仿出了一模一样的剑阵，那身后的飞剑更是一柄没少。顾新蕊惊讶地捂住红唇，他都是第一次见林峰用这个法术，江川就更不用说了。你这是斗字天书？原来林老祖知道。江川收回飞剑，重新坐在了巨石上。这斗字天书是我江家天骄在九地秘境所得，据说好几部天书没了踪迹。死！九地秘境？江川知道林峰不清楚，继续说道：这事就连我也是听族中长辈说的，九尊大帝个个都曾和吞天魔尊有过一战，尽管惜败，可他们若是联手，怕是吞天魔尊也得退避三舍。联手？难道这九尊大帝都身负九字天书其中的一部？这是发生在3000年前，如今那九位已经身陨，九地秘境也重回空间乱流漂泊。虽然您和星辰女帝渊源颇深，可我脑海下的禁制，将斗字天书传授他人会神形俱灭。您若感兴趣，可以让星辰女帝亲自传授。江家一切秘法对那位全部公开，而他也帮江家增添了一门地法斗转星移。斗转星移难道是刚刚挪移的法术吗？还没有踏入天魂境，挪移的距离就不比天魂境弱，要是修为上去，那挪移的距离岂不是更远？再搭配江家的灭世神拳，简直绝了。林峰神色古怪，你说的很好，可是我不敢找瑶瑶那妮子啊，自己和她有些误会，雪儿又不在身边，万一她不信，那岂不是废了？这事不急，我们还是先找遗迹内的古城吧。江川，我看没那么简单，你特喵的手都发抖了。老实说，你是不是惹女帝生气了？要真是这样，我绝对说不认识你，免得因为左脚回家被揍个半死。正当江川准备起身时，整个巨石群开始摇晃起来。抬头望去，只见大批修士正追逐着一座半入土的古城。古城4座城门均有修士，但都被拦在了无形的屏障之外。而城门之上，真武2个大字映入了所有修士的眼帘。是真武皇朝的旧址，我们运气这么好吗？真武大帝的极道帝兵可一直没有寻到呢。江川满脸堆笑。这时候真武古城缓缓停了下来，只见一个13岁左右的少年正站在了西门处，因为他的进入，整座古城才停了下来。紧接着真武古城便拔地而起，直到全部立于地面。真武古城高达1000米，修士在他面前如同一个黑点。林峰看了一眼那个少年，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杀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里撞见了无极皇朝9皇子。此刻的他已经从人灵后期突破到了人灵境巅峰，看来寻找古城的路上也有自己的奇遇。林老祖，您和他们……江川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百名南疆修士面色不善地围了过来。林峰这边的人太多，南疆古修不敢靠近，可是古城现世，他们这边人不比林峰少了。林王殿下，这一记古城您恐怕是进不去了。无极皇朝9皇子给了一个挑衅的眼神，随即带人先一步进去了。林峰这边的修士纷纷戒备，江川却直接跳了出来。南疆古修一向和皇域搭不上关系，你们如此针对灵王殿下，就不怕遭到清风皇朝的讨伐吗？南疆古修见江川身穿道袍，和个散修没什么区别，眼中满是鄙夷之色。灵王殿下杀到我南疆修士动用了献祭蛊，你觉得他有机会活着出去吗？献祭蛊？江川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林峰这边人太多，南疆古修知道位置都不敢追过来。
现在汇聚了近500修士，底气一下子就来了。还请诸位给个面子，不要为难灵王殿下，否则你算什么东西？让我们给你面子，你他妈脸还挺大啊！南疆古修这话一出，江川干脆不再废话。他打不过林峰，但是拿捏这些同境古修还是绰绰有余。只见江川汇聚灵气在右拳上，身影在半空中急速挪移。下一刻，一只100米大的巨拳从天而降，狠狠砸向南疆古修的中心。这一幕顿时引起了南疆古修的惊慌。在这环境时候，一只破的而出的蛊虫巨大化，狠狠咬住了巨拳。僵持几息时间，蛊虫同归于尽，才换来灭世神拳的消散。出手的古修青年捂着胸膛，脸上写满了震惊之色。灭世神拳，你是江家子弟？灵王殿下与我江家渊源颇深，你们若就此退去，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江川负手而立，他本就是私自跑出来的，要是招惹太多麻烦，回去就要遭老罪了。要不是南疆古修为难林峰，他才不想出面。在他看来，林峰不久前才动用了灵字天书，现在应该需要休息才对。正当南疆古修迟疑之时，林峰已经持剑杀了出去。不用考虑了，这里的南疆古修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人灵初期就可以抗衡地魄后期，现在林峰已经是人灵后期，不用灵字天书，这群家伙都跑不掉。多次围攻自己，真当自己是软柿子，是泥捏的吗？猖狂！要不是有人护着，你以为自己能走到这里吗？既然你主动来送死，我今天便让你知道人灵境和地魄境的区别。为手骨修满脸阴狠，随着蛊虫没入手臂，他的力气猛然暴增，连空气都被震成了一层层波纹。林峰眼中闪过一丝戏谑，在对方靠近自己时，他速度不减地朝后方冲去。这蛊修实力不错，应该在南疆同辈中很出名。但是不好意思，林峰的目标是杀死所有蛊修，无论是顾新蕊亦或者是江川，都能将这家伙拦住。但蛊修那边可就他一个人能拦住自己。不好！在错开身位的那一刻，那蛊修脸上闪过一丝错愕。他一个蛊修都打算硬碰硬，这家伙居然玩阴的，贱不贱呢？可就这一会儿功夫，林峰身影已经出现了残影。顷刻间，身后全是南疆蛊修的哀嚎声。可恶！你这卑鄙小人！卑鄙！回想起南疆蛊修做的事，林峰顿时理都不想理。快，追上去，别让他们跑了！广寒宫女修和清风皇朝修士纷纷凌空飞起，将所有蛊修退路封死。尽管蛊修占据人数优势，可林峰杀他们如同砍瓜切菜，让他们根本没有一点打下去的欲望。这就好比你刚刚摆好战斗姿态，身后有个杀人魔是什么感觉？关键还没人能拦得住他，跟鬼一样。打不过，追不上，挡不住，绝望、恐惧在这群蛊修脸上蔓延。江川也没有多说什么，取出圣兵，将为首蛊修死死拖住。直到顾新蕊加入，所有蛊修修士发了疯一般往外面冲。其他蛊教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没有理会的想法。眼下真武古城开启，有什么比夺宝更重要的事呢？林峰瞥见这一幕，这一次性杀10几个，速度太慢了。等解决完这些蛊修，还有自己什么事？难道和所有人为敌吗？太不现实了。想到这里，林峰不由停在空中，缓缓张开双手，周身迅速凝聚密密麻麻的飞剑，每一剑蕴含的威力都是那么骇人。即便是林峰有地精加持，体内灵气也瞬间少了80%。去！随着林峰手指一点，无数飞剑如暴雨般从天而降，精准覆盖所有蛊修身上。有个倒霉的，身上几乎插满了飞剑，死的不能再死了。这一刻，蛊修凝聚的护盾是那么可笑。几息时间，几百蛊修仅有10几个顽强的站着，而其他的全部成为了剑下亡魂。林峰没有停手，转头朝为首蛊修杀去。尽管他被江川打得遍体鳞伤，不过没有死，那就帮他加快陨灭的时间。在两人左右夹击下，这为首的蛊修直接被斩成了2半。林峰踏碎他的灵魂，这才看向不远处的真武古城。灵王殿下，都解决了。清风皇朝修士恭敬的行礼，林峰侧着脸没有回头。去西门，无极皇朝9皇子必须死。莫！江川没有吱声，默默跟了上去。他就好奇林峰为什么能搞定好几位女帝，而自己连祖姐都打不过。那同样是女人，林峰过得风生水起，他就勉强活着。不久后，真武古城内，林峰刚刚进去，
就看到无极皇朝和其他几个古教弟子被困在了演武场。那接近1万数量的将士，个个都是地魄境巅峰，数量上就占据了优势，更何况他们还会摆阵。那个九皇子去哪里了？江川扫视一圈，发现无极皇朝的修士只有几十个，其他无极皇朝修士和他们九皇子都不在演武场。林峰也有些惊讶，这小子还挺能跑，不过卖了几波队友，他身边应该只有100多名修士了吧，把他们后路堵住。死！江川一听这话，一副看活阎王的表情。不是哥们，这些古教弟子好像没得罪你啊。林峰没有理会江川的变化，立意为上，要是这些古教弟子退出来，只会拿自己的人当替死鬼。有人开路，谁会愿意自己送死？后路被堵住，立马就有古教弟子露出了愤怒之色。灵王殿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林峰负手而立，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将士残魂。如果想要离开，可以从2侧退出去，不过本王不希望有人捡漏和被刺，所以退出去的人只能从其他城门进去。古教弟子看了一眼2侧空缺，咬了咬牙，还是退出了演武场。有些逃不掉的，却被真武皇朝修士抹杀。林老祖，咱们……江川摩拳擦掌的，他和林峰一起出手，这些残魂根本挡不住的，但林峰却缓缓抬起右手。不急，他们还会进来的。他们？江川下意识看向身后古城西城门的方向。没过多久，那些退出去的古教弟子竟真的有不少去而复返。他们看到林峰等人原地不动，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之色。林峰没有惯着他们，身影暴掠而出，掐住了2名修士的脖子，当着他们的面活生生拧断。本王给过你们活命的机会了，可惜你们自己不珍惜。枪！林峰摆出一个握剑的手势，神霄剑也从空间戒指取出。操！跟他拼了！一名古教弟子愤怒不已，可转头看去，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疯狂朝城门飞去。人灵后7杀地破巅峰如同杀鸡，还跟他拼了？开什么玩笑！可林峰没有给他们机会，再次凝聚无数飞剑，朝他们落下如同雨点般的攻击。有灵兵护体的还没有松口气，林峰就提剑杀了过来。仅仅几息时间，这些去而复返的古教弟子全部被诛杀殆尽。解决完碍事的人，林峰没有停歇，便孤身闯入了演武场里面。顾心蕊想也没想就跟了上去。剑来！林峰催动灵气，神霄剑直指天空，眨眼间头顶云层就被一道巨剑强行撕开口子。去！随着林峰大手一挥，巨剑便以极快的速度朝下方斩去。1万将士残魂察觉到危险，纷纷摆出防御姿态。在他们头顶，一块巨大的盾牌也在快速凝聚而成。在2股攻击僵持时，顾新蕊连忙掐着法诀，唤出3条水龙。水龙带着怒吼声，张牙舞爪地冲刷过去。这些残魂硬扛2股攻击，仅仅只是后退2步，并没有被击溃。军阵的麻烦就在这里，杀1万个人很简单，可杀1万人组成的军阵却不行。攻击砸在他们身上，都会分摊到所有人，而不是由一人承担。灭世神拳！随着一声怒吼响起，一只100米大的巨拳也浮现助阵。这一刻，万人军阵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当广寒宫女修、清风皇朝修士齐齐汇聚灵气攻击，万人军阵直接化为了荧光消散。紧接着，那些残魂化为纯粹的灵魂之力没入众人体内。尽管没有直接提升灵魂境界，却也让灵魂力更加凝实。居然还有这种奇效，要是有10万残魂就好了。10万？等下真来了，你又不开心？林峰轻轻摇头，一边往里面飞，一边借助地精恢复耗损的灵气。林峰等人一路畅通无阻，一直来到了内城的大殿内。沿途全是战斗的痕迹，还有无极皇朝修士的尸体。可真到了内城大殿，却汇聚了1000多古教弟子，就连无极皇朝9皇子也在里面。当林峰他们这接近400修士出现时，古教弟子纷纷露出了警惕之色。来到内城，大家都折损了近1半修士，而林峰他们好像人都没伤一个。9皇子卖了这么多人，你应该想好自己的结果了吧？无极皇朝9皇子稚嫩的脸上多出了一丝阴狠和毒辣。哼，这里有真武大帝的传承，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会让你逐个击破吗？死！小小年纪，心思竟如此歹毒。林峰见其他古教弟子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即便不信，也不会让自己乱来。出身在宫斗的皇朝里面，确实比较早熟啊。不过林峰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在众人迟疑的时候，
林峰直接将司徒公子的尸体丢向了九皇子，后者身边的护卫还以为要偷袭，反手就是一剑刺在了司徒公子的尸体上。林峰直接取出司徒家的玉牌，将其捏碎。下一刻，一道恐怖的地威就席卷整个大殿。看到司徒公子被人拿剑刺穿，司徒老祖的神念几乎双目喷火，找死！卧槽！其他古教弟子满脸懵逼，有大地强者的神念庇护，妥妥的大地后人一脉啊！不是我，是他，是林峰栽赃陷害。九皇子脸色煞白，他做梦都没想到林峰还把司徒公子弄死了。人在你手里，你竟说是他所为，真当本座是傻子不成？司徒老祖满脸冷哼一声，刺穿司徒公子的那名护卫身体直接被捏爆。无极皇朝其他修士也在同一时间被地威活活震得神形俱灭。司徒老祖死死盯着无极皇朝九皇子，将他身体提到了半空中。林峰，你敢陷害本皇子？父皇，救我！狠话还没有说完，九皇子就拼着七窍流血之前先一步捏碎了无极大帝的玉牌。霎时间，无极大帝的神念也出现在大殿之中。看到自己儿子七窍流血，他脸上不禁露出了愤怒之色。司徒老狗，你安敢如此！司徒老祖根本不虚无极大帝，指着司徒公子的尸体对了回去。哼，你还是先问问你儿子做了什么吧。你让老夫这一脉断绝传承，我司徒家绝不会就此罢休。今天不过是先收取一点利息罢了。无极大帝看到司徒公子的尸体，心里不由咯噔一声。尼玛，自己这老九精于算计，说不定此事真是他所为。九皇子闻言顾不上伤势，就红着眼解释：父皇，不是我，是他，是林峰栽赃陷害他。林峰扑哧笑了一声，摆出了一副无辜的神色。司徒前辈明鉴，我才人林后期修为，真打起来，躺地上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吧？况且司徒兄还帮过我，我有什么理由杀他？九皇子，你不要事情败露就说栽赃陷害，难道你把别人都当傻子吗？林峰一句司徒兄说的无比丝滑，拿真挚的样子更是让司徒老祖深信不疑。他司徒家的后人又不是蠢狗，怎么可能去得罪有苏清婉和月华女帝庇护的林峰？特么的，你个畜生啊，这是真不是我干的。父皇，你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呀。对了，这事他们都能作证，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九皇子见林峰这人畜无害的样子，差点气到吐血，可想到其他古教弟子亲眼目睹，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可其他古教弟子不愿意惹麻烦，纷纷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是九皇子，背后没有无极大帝撑腰，更不是司徒公子，死了会有人报仇。林峰就更不用说了，他背后那两尊女帝更加恐怖。万一林峰活着出去，遭老罪的就是他们。无极大帝，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无极大帝半天没有吱声，可让他看着九皇子被杀，那明显也不可能。此事我无极皇朝愿意补偿，但朕的九皇子你不能动。补偿？司徒老祖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狰狞。我去你妈的补偿，老子司徒家缺你那点吗？既然你执意护着他，那就手底下见真章。灵王殿下，还请您替我司徒家复仇。司徒老祖语气诚恳，将无极大帝的地威尽数挡住。林峰嘴角微微上扬，捏着拳头一步一步飞向九皇子。你不要过来，滚呐，滚！九皇子如同得了失心疯，冲着林峰不断摆手，好像这样能逼退他一样。砰！林峰知道这家伙是装的，不等九皇子偷袭，就一脚踢在了他的腹部处。在后者撞上墙壁前，林峰快速靠近，对着他面门又来了一拳。九皇子想要反抗，林峰先一步废掉了他的修为。这时候九皇子才撞在墙上，浑身酸痛，嘴角更是不自觉地溢出鲜血。林峰，你栽赃陷害，你不得好死！林峰捏住九皇子的脖子，如同提起了一只小鸡仔。我不得好死？那你怕是看不到了。说实话，我真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设局让人围攻，我也不会有司徒家这张底牌。你……九皇子气得脸红脖子粗，可此刻的他只是一个凡人，除了犬吠，根本做不了什么。九皇子，在你死之前，这天道之眼，我会好好珍惜的。林峰说完，另一只手就凝聚灵气放在了九皇子的额头上。后者满脸震惊，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之色。他分明没有透露过一丝天道之眼的信息，林峰为什么会知道？在九皇子痛不欲生的惨叫声中，
众人头顶虚空猛然浮现一双金色双眸，顾新蕊他们只感觉身上背负了巨物，双腿止不住弯曲。那恐怖的天道威压完全不逊色大地强者的地威，甚至更加威严。而林峰和九皇子周身的空间却先一步节节崩坏。林峰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活生生将九皇子额头内的天道之眼抽了出来。废除修为后，九皇子已经是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承受这种苦楚。天道之眼剥离出来的前夕，九皇子便彻底断绝了生机。这时候，司徒老祖和无极大帝被异象吸引，纷纷停手朝林峰这边看了过来。见天道之眼从离体后就迅速暗淡下去，两人都露出了失望之色。司徒老祖是叹气，无极大帝则是可惜，要是可以留下来给其他皇子，那该多好。算了，外物终究是外物，不如自己强大。林峰也是第一次剥离天道之眼，见他彻底暗淡下去，并没有多说什么。而司徒老祖和无极大帝打得热火朝天，打到神念消散，还要口吐芬芳两句。林峰几人原地休息，清风皇朝修士则是分开寻找真武大帝的传承。一直到夜幕降临，整座大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有找到什么真武大帝的传承。林老祖，这里会不会有什么隐藏的禁制？隐藏的禁制？林峰眼前一亮，随即示意自己人和其他古教弟子站远一点，而他是凝聚飞剑，故意去攻击大殿的墙壁。这足以抹杀的破境巅峰修士的飞剑，却在大殿墙壁上连一点痕迹都无法留下。林峰没有停手，直到大殿传来嗡嗡作响的声音，这才缓缓收手。下一刻，一个空间通道浮现，但一缕残魂却堵在了空间通道面前。能拥有如此骇人的气息，此人定是真武大帝。江川刚刚说完，真武大帝就展露无比强横的地威，灭我皇朝，杀我全族，收我疆土，如今竟还妄想窃取无知传承，你们该死！不好！林峰脸色一变，这哪里是传承，这他妈分明就是地狱啊！在真武大帝凝聚两只巨手，想要将所有人拍死时，林峰不退反进迎了上去，眼瞅着就要被拍碎，唐月华留下的神魂率先激活，挡住了这致命一击。顾新蕊他们安然无恙，其他古教弟子就没这么好运了。纵使只是一缕残魂，可灭杀一群的破境巅峰，还是轻而易举。月华女帝，唐月华成名已久，而六朝陨灭之时，她早已闻名中州九域。没事吧？唐月华理会真武大帝，转而柔声看向林峰，那温柔的姿态让江川都以为自己看错人了。据说他前段时间还将整个太初地狱一灭，连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呢。这还是同一个人吗？新蕊仙子，你快看看呐，就这语气，难道你还看不出他们关系不一般吗？江川内心呐喊，可转头一看，差点两眼一黑。只见顾新蕊双手抵在胸前，美眸中满是期待和向往之色。月华姐姐好美好霸气，以后我也要这样保护林峰，等着帮情敌带孩子吧你。江川满脸郁闷，家里安排祖姐和他结为道侣，那祖姐每次不开心就过来揍自己，偏偏自己还打不过。自己筑基，他地魄；自己真灵，他天魂。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魂境，嘿，您猜怎么着？他渡劫到轮回境了，拿着风灵丹进来，没想到全世界只有自己在挨揍。真武大帝对其他皇朝的敌意太重，送他走吧。林峰听到顾新蕊的心声，忍不住从后面抱住了他的娇躯。唐月华闻言轻点脑袋，一挥手，整片空间顷刻就被冻结。月华女帝，便让本帝领教你的厉害。真武大帝唤出一座巨鼎，带着气吞山河的气势杀向唐月华。后者玉手轻托虚空，周身空间不停凝结出冰莲花，而唐月华置身100米大的冰莲花上，如同一位圣洁仙子。当巨鼎快靠近时，那些冰莲花逐一绽放，展露出渗人的寒意。砰砰砰，巨鼎沿途所过之处均遭受到了空间和寒冰的双重打击。等快靠近唐月华的时候，真武大帝气势已经衰败到了冰点。好厉！唐月华神色淡漠，完全不给真武大帝喘息之机。左侧虚空迅速凝结一条1万米大的冰龙，右侧虚空又凝结一条1万米大的冰凤凰。整座大殿压根装不下他们的躯体，他们如同在墙壁里面飞出一般骇人。冰龙和冰凤围绕在一起，朝真武大帝绞杀。后者面前的巨鼎发出阵阵轰鸣之声，每发出一次震动，冰龙和冰凤身躯就会被震碎一截。爆！眼瞅着冰龙和冰凤没了大半身躯，唐月华玉手缓缓握紧，残缺的冰龙、冰凤盾10元的炸裂，
迸发出密密麻麻的冰锥。这冰锥化为雨点，朝着真武大帝覆盖。后者被打得猝不及防，想借助空间之力逃遁，却见周身空间先一步被冻结。撼天动地，欲！真武大帝来不及多想，借助巨鼎撼动天地，欲要震碎这些冰锥。可在他抵御冰锥时，唐月华已经踩着脚底下的冰帘杀了过去。噗！腾不出手的真武大帝被冰帘撞飞，狠狠砸在了空间壁垒上，巨鼎更是被迫离手。可他心念一动，巨鼎就回到了身边。两人互相干预空间，让对方无法进行瞬移、挪移，可真武大帝还是输了。唐月华踩在冰帘上，俯瞰着下方狼狈的真武大帝：“你很不错，若你全盛时期，或许能与本座一战。可现在的你不堪一击。”真武大帝听到这话，不禁仰天大笑。死前得到月华女帝如此称赞，倒也无憾了。话音落下，真武大帝这缕残魂也随风而逝，彻底消散在天地。看着巨鼎也随之消失，江川也不禁一阵唏嘘。一缕残魂构建出的极道帝兵残影，都有如此骇人的威势，大帝强者属实可怕。他江家传承万古岁月，如今也才勉强有2件极道帝兵，乃像吞天魔尊那个强盗，看上你家极道帝兵，不给就灭你全家。林峰，我这缕神魂消耗太多，再替你探一探空间通道吧。尽管唐月华只看林峰，可顾新蕊还在，广寒宫女修也在，他也不好表现得太过亲密。恭送女帝。广寒宫女修欠身行礼，以最虔诚的姿态恭送唐月华的神魂。他们这一辈的修士都是奔着唐月华加入的广寒宫。唐月华既是广寒宫的精神支柱，也是这群女修最崇拜的强者。林峰等了一下，直到脑海里传来唐月华的声音，这才拉着顾新蕊飞进空间通道里。随着一道白光闪过，映入两人眼帘的是一处独立的空间。这是一座堪称世外桃源的悬崖峭壁，安静到让人心神都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当江川等人进来时，林峰也展开神识探查真武大帝的传承。很快，他便在悬崖中间发现了一部古经和巨鼎。不用想也知道，此物便是真武大帝先祖编写的古经，还有他打造的极道帝兵。尽管真武大帝也是大帝巅峰修为，但9成9的大帝强者都不具备自创古经地经的条件。极品圣阶功法只能修炼到准帝巅峰，想要再进一步，只有改修地经或者服用大帝丹。而很多古教势力先祖有这等传奇人物，再加上牛掰的圣体，要是还爬到了圣子、弟子的位置，那这辈子算是没啥追求了。因为只要你不作死，完全就是保送大帝了。收回思绪，林峰运转灵气准备带走时，却发现古经和极道帝兵军纹丝不动。尽管看不出什么破绽，可林峰非常熟悉，这是真武大帝留下的禁制。这种禁制要么对症下药破解，要么就等到它失效。但第二种太难，因为禁制消散的时间足以可以熬走一位准帝强者。硬来肯定不行，一个不小心触发禁制反弹就废了。江川也是一脸懵，都到面前了，特么的还有禁制？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个妹子现身白给，你突然告诉我是幻境有什么区别？几百人围在悬崖边抓耳挠腮，甚至还有人急得拿牙咬。林峰瞥了一眼周围，既然真武古城没有其他修士，那就干脆再等一天。明天传送通道会开启，这一天时间可以慢慢琢磨。秉承着困难留给别人，舒服留给自己，林峰直接原地打坐修炼。顾新蕊见此，默默坐在了他旁边守护。第二天，不出意外的话，江川他们依旧没有奈何得了古经和极道帝兵。林峰思索片刻，拿起神霄剑就砍自己。不管会触发婉儿还是雪儿的神魂，都比他自己瞎琢磨强。夫，你没事砍自己干嘛？在苏清婉神魂出现时，及时阻止了林峰。叫夫君叫习惯，差点在顾新蕊面前说漏嘴。婉儿姐姐，你快看看吧，古经和极道帝兵就在眼前，可是咱们拿不走。顾新蕊轻叹一口气，苏清婉顺着顾新蕊指的位置看去，很快就看出了端倪。只是他眉头紧锁，给林峰看沉默了。婉儿，你老实说，这禁制是不是很难破开？苏清婉轻轻摇头，真武大帝布下的禁制，他强行攻击都能破开。让他皱眉的是，这真武大帝布下的自毁禁制。若他强行动手，禁制没了，古经和极道帝兵都会遁入空间乱流。除非有停止时间的通天能力，否则很难在破开禁制的那一刻抓得住他们。只能靠悟性，不然我出手，他会遁入空间乱流。悟性？林峰懵逼了，这往哪悟？婉儿，你确定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苏清婉沉思许久，这才轻启玉唇。古今和极道地兵都是突破口，只要得到他们任意一个的认可，这禁制便不攻自破。死！对于苏清婉的话，众人没有丝毫怀疑，纷纷打坐修炼，尝试沟通古今和极道地兵。然而过去2个时辰都没有任何人成功。新蕊，你去试试。苏清婉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似乎格外看好顾新蕊。后者指了指鼻子，这么多人都没成功，他大概率也是以失败告终。不过苏清婉都这么说了，他还是乖乖打坐，尝试着沟通。仅仅几息时间，古今竟真的有了反应，无风自动开始翻阅起来，最后化为一串金色字体，逐一没入顾新蕊的脑海。后者本来面无表情，可当古今里的字体没入脑海时，眉头不禁皱了起来。而那真武大帝部下的禁制也随着金色字体的流逝而削弱。当古今翻到了最后一页时，整个禁制如同镜子般破碎，巨鼎笼罩在顾新蕊的头顶，朝他布下了金色的结界，似乎在保护他参悟古今。婉儿，这什么情况？我难道是什么很差劲的人吗？苏清婉嘴角微微上扬，脸上多了一丝嗔怪。是你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不是要亲亲，就是要看看腿，整天就想着占便宜。新蕊心思单纯，什么事都写在了脸上。我和月华他们都曾指点过她修行法术，这丫头的悟性堪称恐怖，即便是圣阶法术也是教一遍就会，但她有些叛逆，整天想着玩。悟性能让婉儿这么称赞，那新蕊这妮子的悟性恐怕真的很逆天啊。要知道婉儿、月华、雪儿还有瑶瑶都是自创地经的狠人，开创先河，编写自己的道，这悟性能差吗？他们要是悟性差，那9天大陆就没有悟性高的修士了。那我这算不算捡到宝了？哼，你可别想着欺负她，这妮子可是狠下心废除了自己的潮汐圣体。我擦，这么狠，废除自己的圣体，这么想不开吗？见林峰满脸惊讶，苏清婉不由眼唇轻笑。圣体虽好，可追寻大道，终究需要回归本源。届时圣体反而会是一种禁锢和限制。尽管我和月华他们不合，但在这一点上还是保持着相同的观点。回归本源，细细想来，无论是月华、雪儿还是婉儿，似乎都摒弃了圣体。江雪从认识开始就没有特殊体质，靠着吞天魔功和吞噬珠打服了无数天骄大帝。而月华和婉儿原本是身怀圣体的，现在踏入大地后反而自愿放弃了这种优势，但他们的实力不仅没有变弱，还胜过往昔了。就在这时候，顾新蕊缓缓睁开了双眼，巨鼎也随之落在了他的身旁。林峰，婉儿姐姐，这古经不适合我。适合？卧槽，现在地经都可以选了吗？江川满脸懵逼，地经再怎么样也比圣阶功法胜过数倍啊。顾新蕊一句不适合，给他整不会了。江家算上分支，足足有10多万修士，但9成9都没资格修炼地经啊。便是他这等嫡系，修炼也会在脑海布下禁制，不得泄露。他江家当宝贝供奉，怎么到了顾新蕊这里还不适合了？不行，你给我呢？我觉得自己就挺适合的。不适合就先收起来。你月华姐姐的地经目前和你最契合。苏清婉目光柔和，如同在看自己亲妹妹一般，语气都舍不得重一点。顾新蕊蹦蹦跳跳的，直接将巨鼎推到了林峰面前。后者没有反应过来，差点被这极道地兵给撞出去。给，这可是极道地兵啊！天哪，你是恋爱脑吗？极道地兵说送就送。江川捂着脑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世界怎么了？是自己落后了，还是外面下了极道地兵的雨，伸手就有一件啊？你留着防身吧。林峰揉了揉顾新蕊的脑袋，后者鼓起小嘴拨开林峰的手。人家是剑修嘛，虽然没有你那么厉害，可也不能拿着一个顶砸人呀。剑修？林峰心念一动，反手把太初剑拿了出来，放在了顾新蕊的手心。那我拿这个跟你换。好啊好啊。顾新蕊看到是剑，也不管是他圣兵还是极道地兵，立马就同意了。苏清婉轻轻摇头，这家伙对新蕊倒是挺好的，没有拿极品圣兵糊弄。江川，不好玩，走了，回家挨打去了。好不容易瞒着家里出来，结果看见人家拿地兵换地兵，这你受得了？自己还在过眼瘾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筛选合不合适了。活了20多年，才知道这玩意有选择的余地。走吧，还有2件极道地兵呢。林峰嘴角微微上扬，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人保护了，几百人走一起，反而容易暴露。苏清婉神魂慢慢消散，林峰则是拉着顾新蕊的小手，将人带到了清风皇朝的空间通道面前。老祖，林王殿下。广寒宫妹子和清风皇朝修士半天没有离开，林峰冲着他们挥手。此次进入六朝修士很多，古教天骄绝不止那几个，我已经有自保的实力，你们不必白白牺牲。广寒宫妹子心里清楚，老祖这是在说好话，其实就是他们拖后腿了。不过他们留下来，说不定还会帮到忙。话说到了这份上，众人只能摇着头踏入了空间通道。哎，你不走吗？林峰还想和顾新蕊贴贴呢，转头一看，江川这小子眼睛瞪得溜圆。我走？这么着急赶人，咋的？你们要在这六朝遗迹里面生个娃再走啊？那不是还有2件极道地兵吗？说不定我也有机会呢。林峰没有说完，和顾新蕊先一步朝远处飞去。找不到其他古城，就先带他看风景，下次可进不来六朝遗迹了。哎，你们等等我啊！第二天，吃了一天狗粮的江川，因为飞在最前面，差点和一名青年撞在了一起。对方也是孤身一人，本来想直接离开，可看到林峰以后却停了下来。林峰？林峰抬头看见，脸上写满了茫然。这哥们谁啊？自己咋从没见过？你认识我？青年眉头舒缓开来，笑着摆手。进入六朝遗迹的修士，估计没人不认识你。嗨嗨，林峰知道青年是什么意思，毕竟所有古教势力地族都给交了天脉重塑丹才进来的。而这个提议正是他自己说的。在下幽与云家云彻，若是林兄想寻其他地兵，那便可以离开了。离开？林峰双眼微眯，听这语气，这云彻也得到了一座古城的传承。哦，这话怎么说？林峰将顾新蕊拉到身后，云彻指了指远处的真武古城。真武古城既然就在旁边，林兄应该已经取得了里面的传承。太阴神教又得到了一座传承，而剩下的已然在我手中。林兄觉得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吗？六朝遗迹果然不止这么点天骄，没想到太阴神教和云家也是受益者。云家在星辰古境得到过一座上界神阵，虽没有杀伐之力，却能让云家避开一切灾祸。即便是江雪，也找不到云家小世界的位置。太阴神教据说和上界有联系，每任神女实力不一，但共同点就是没有丑过，个个都是十分的极品女神。不过还是自家新蕊宝宝更加漂亮，偏偏这颜值，这身材，光看着就是一种视觉盛宴。那好吧，多谢提醒，再见。话还没有说完，林峰就拉着顾新蕊化作一阵风消散。云彻和江川大眼瞪小眼，经过3息时间的沉默后，两人连忙追了上去。林兄，别着急走啊，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换地精啊。换地精？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林峰压根没有回头的想法，直到云彻拦住了去路，主动拿出自己得到的地精。真武大帝是6大皇朝里面最强的一个，若癸水大帝留下的地精对你有用，咱们可以。啪！话还没有说完，林峰就嫌弃的将地精丢了回去。别的大帝都好，可癸水大帝留下的地精，第一件事就是挥刀自宫。这我跟你换个蛋，你自己留着当传家宝吧。可以个屁，你自己留着吧。林峰就差没给云彻一脚了，这破烂玩意狗都嫌弃，他能要？见林峰头也不回的飞向空间通道，云彻脸上也露出了羞愧之色。癸水大帝这传承，一般人都欣赏不来。隐藏在暗处的罗燕一直盯着云彻，直到后者也离开，他才带人现身。进来好几天了，他就没有用武之地，林峰自己全都能搞定。走吧，既然二公主无恙，咱们也该离开了。中州皇域，3大皇朝交界处，无数古教势力没有离去。当林峰几人出来时，不少大帝都投来了好奇之色。林峰直接来到了苏清婉的旁边，江川跟在身后。云彻也想跟上去，却被云家老祖开口喊住。云彻，没有得到传承又不是你的错，你跑什么？其实我得到了传承，坏消息是，那是癸水大帝的传承。云彻有些不好意思的抬头，云家老祖闻言脸都差点绿了。不是，你得到了癸水大帝的传承？咋的？你小子想让云家绝后是不是？其他大帝本来挺羡慕的，听到是癸水大帝的传承，差点笑到断气。哼，好歹是一部地精，不像某些古教地族势力连根毛都没捞着。再不济，
我云家也增添了一件极道地兵。这话一出，其他大帝笑容逐渐消失。是啊，帝君没啥人修炼，可那极道地兵却不能小觑。这家伙是谁？对于云家的笑话，苏清婉并没有理会。他瞥了一眼江川，眉头下意识皱了起来。不太熟悉的陌生朋友，苏清婉，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隐匿在虚空中的唐月华，此刻脸色已经变得更加淡漠。这可太林峰了，那句亲过嘴的朋友，他真是没齿难忘。算了，既然无碍，就先回去吧。苏清婉玉手轻挥，林峰三人全被一股灵气包裹，瞬移之间，几人就远遁百万公里，出现在清风皇朝的皇宫上空。苏清婉命人安排好江川的住所，而他自己则是带着两人回到了林峰以前的寝宫。你去找那个女魔头帮你解决真武鼎的后患，我和新蕊有话说。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居然主动送自己出去。林峰伤心了一秒，便头也不回的去找江雪了。找谁亲不是亲，只要你们不吵起来，我都无所谓的。想到江雪那诱人的娇躯，林峰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可飞到半路上，他就被唐月华拎走了。苏清婉察觉到这一幕，并没有追上去，而是将目光放在了顾新蕊身上。新蕊，你喜欢林峰吗？喜欢是什么意思？顾新蕊疑惑地歪了歪头，他就是喜欢和林峰待在一起，可是具体因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顾新蕊这番话给苏清婉问沉默了，他沉默片刻，这才不急不慢地开口。喜欢就好像看到一朵漂亮的花，你会觉得它好看，心里会很高兴，想要多看几眼。总而言之，它更像是一种欣赏。比如林峰，他的才华什么，算了，他没有。苏清婉俏脸微红，林峰前世再怎么样，都和这辈子搭不上边。顾新蕊也没有经历过，他干脆省略掉。可苏清婉说完，顾新蕊连忙摆动着小手。不是的，林峰他对我很好的，会带我看花看景看山水，还会想尽办法逗我笑。遇到危险，他都是想着保护我。苏清婉嘴角微微上扬，这小子真把新蕊的心给勾走了。这些事是个人都能做到，可看这妮子着急辩解的样子，似乎只有林峰做的，他才喜欢。婉儿姐姐，喜欢林峰的话，是不是以后要一起生宝宝？在六朝遗迹里面，他都没问过我，就和别人说人家是他道侣。啊？问你这样子还需要问吗？那不是挺多余的？苏清婉脸上写满了无语，你就差没把林峰的标签贴脸上了。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爱上了这色狼。无论是自己，亦或者是唐月华、江雪，心里都希望林峰只爱自己一人。可偏偏他如今已经做不到了，自己还是舍不得分开。或许真的爱是那个人，即便打破心里所有的预设，依旧非他不可吧。新蕊，你不喜欢林峰这样说吗？没有，就是感觉很不好意思。顾新蕊俏脸羞红，苏清婉宠溺地揉了揉她的脑袋。傻丫头，这就是喜欢呀。要是你不喜欢，怎么会允许他牵手，允许他拥抱，更加不会允许他胡言乱语的。这就是喜欢吗？顾新蕊深呼吸一口气，苏清婉缓缓放出了太古雨蝶。后者和几天前相比，身体都臃肿了不少。婉儿姐姐，他怎么这么胖了？顾新蕊轻轻戳了戳太古雨蝶，后者熟练地挪移到他肩上休息。没什么，塞了一堆圣药，他还没有消化完而已。不过修为倒是到死玄境了，也算没有白吃。一堆圣药，顾新蕊扶额轻叹，婉儿姐姐在外面这几天没事都在折磨太古雨蝶呢。一想到这小家伙摇头拒绝，并且抗议无效，还被塞一嘴圣药的样子，顾新蕊就感觉两眼一黑。人家可是个女孩子，婉儿姐姐怎么不把她当人呀？好吧，她确实也不是人。另一边，江雪带的寝宫内，三位妖艳美妇左右护法均恭敬地候着，而他们面前，罗燕正跪着汇报自己在六朝遗迹里面的所见所闻。江雪轻轻敲打着椅子，眸子里始终保持着冷漠之色。南疆古修跳得这么欢，那就让他们全部去死好了。正好他们手里那件千幻古衣可以拿回来给小风穿。当罗燕说完，一名黑袍老者急匆匆地从空间裂缝中钻出，恭敬地跪了下来。魔尊大人，就在刚刚，司徒家被人灭族了。司徒家被灭了？江雪满脸诧异，司徒家明面上可有3尊大帝，就这么水灵灵的被人灭了？难道是那小色狼其他女人动的手？不对啊，司徒家都被小风利用了，完全没有出手的必要啊。谁动的手？属下在司徒家小世界外
感知到了冥府修士的气息。冥府，那个亦正亦邪的势力，5000年前觉得自己魔尊名头虚有其表，后来3尊大帝巅峰联手被杀了2尊，从此以后就收起尾巴躲了起来。没想到才过去5000年时间，便已经开始坐不住了。不过冥府没有为难小风的话，江雪也懒得管他们要干什么。飞花罗刹、湿婆罗刹、雷音罗刹，你们3个即刻动身前往南疆，布下献祭法阵。3天后，本座要看到魔宫大军顺利抵达南疆。3名妖艳美妇欠身行礼，脸上满是兴奋之色。献祭法阵需要吞噬生灵血肉，而南疆多的是现成活人。愿为魔尊大人效命。望着3名妖艳美妇离开，江雪不自觉地舔了舔红唇。小风，姐姐好像有几天没和你接吻了。同一时间，被唐月华拎走的林峰，此刻正悠闲地枕在唐月华那双雪白细腻的大长腿上。后者默默抹除真武鼎上残留的神念，确定可以被林峰用，这才放心还给他。月华，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来吃个嘴子吧。流氓！唐月华清脆一声，却还是低下头和林峰接吻。亲着亲着，2人已经换了位置，轮到唐月华靠在了林峰怀里，还红着脸默许他占便宜。香！林峰满脸陶醉，这妮子的身材简直不要太完美，看着就很爽。抱起来，已经不想松手了。要不是怕雪儿过来打断林峰真想夺走月华的原因。你这去一趟6朝遗迹，怎么还带回了个修士？唐月华慵懒地挪动娇躯，那家伙也就天魂境巅峰修为，不清楚林峰怎么会将他带回来。那家伙算是故人后辈吧。对了，我先将这个传给你。传给我？唐月华面露疑惑，下一刻脑海中就多了乾字天书的修炼方法。这是？别问，总之我不会害你。林峰抵住唐月华那张诱人的红唇，他这先后教了雪儿和月华乾字天书，婉儿那边还是得说一下，毕竟怎么说这都是苏家的传承天书。在唐月华专注乾字天书的修炼时，林峰也没有打扰，而是思索着要是林心瑶出现，那自己该怎么办。现在3女吵得要毁天灭地了，再加个瑶瑶宝宝，自己还有地方躲吗？过了许久，唐月华退出了修炼状态，到了他这境界，神魂居然还能再进一步。月华，太初剑我送给新蕊了。林峰害怕挨揍，下意识将他双手一同抱住。砰！唐月华一个高抬腿，林峰还是被踢到了墙上。林峰倒吸一口凉气，这妮子腿真长，还好没有用劲，不然这一脚下去，自己就要和世界说晚安了。你手里不是有2件极道地兵吗？拿我送你的剑撩妹，我看你真是欠揍。唐月华冷哼一声，每次都喜欢摸着自己良心说话，现在又不珍惜自己送的东西。唉，我是拿太初剑跟新蕊换的真武鼎啊，刚刚还任由自己占便宜，现在又揍自己，这日子过得这时候。一阵香风吹过，江雪那曼妙的身姿随即出现在林峰旁边，将他扶起。姐姐真是太凶了，我家小风就算再做错什么，你也不能踢他啊。唐月华神色淡漠，整理了一下裙摆，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跟你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不知道是谁上次要砍了他的双腿。江雪将林峰抱在怀里，语气嗲嗲地看着唐月华。那咋了吗？不行人家以身相许喽。我觉得行。林峰甚至没有犹豫，这但凡犹豫一下都是不尊重雪儿的颜值和身材。唐月华闻言顿时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你闭嘴。哦。林峰靠在江雪怀里，你们吵吧，就这样休息似乎也不错。对了，这次去6朝遗迹里面。话还没有说完，披着凤袍的苏清婉也凭空出现在寝宫。她二话没说，侧躺在床上，妩媚地看了一眼林峰。夫君，继续啊，6朝遗迹里面发生了什么？夫君，唐月华已经听习惯了，可江雪却听得眉头紧蹙，差点就要动手检查林峰是不是失身了。婉儿，在此之前，我先跟你道个歉。乾字天书，我传给了雪儿和月华。苏清婉愣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无碍，反正他们修炼乾字天书也不会泄露。啊，就没了？你不拿几道地兵捅我了？林峰见苏清婉真的不介意，这才继续开口。我在6朝遗迹里面遇到了其他天书的修士。唰！这话一出，3女几乎同时看向林峰。一个乾字天书就能让人神魂不灭，在厮杀中预知未来，其他天书作用岂不是更加恐怖？司徒家你们应该不陌生，他有接字天书的上卷，大概可以增幅自身5倍战力。若是完整的接字天书，
而且还是你们这样的实力，恐怕真能和神境领域的雪儿抗衡一二。苏清婉和唐月华面露诧异，江雪却将林峰拉到了床边，让他脑袋枕在了自己腿上。小风，司徒家被人灭了！轰！江雪一开口，林峰直接坐了起来。开什么玩笑？他还打算让雪儿去要天书呢，这被人灭了，岂不是接字天书上卷也丢了？苏清婉和唐月华再次陷入了沉默，就算是他们也很难灭了司徒家。知道是谁吗？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动手的人应该持有接字天书下卷。如今让他们得到了完整的接字天书，那实力恐怕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听林峰这么说，江雪也皱起了眉头。他还想着去解决了南疆古修，若是冥府修士趁机针对小风，那是冥府动的手。小风，你将灵字天书传给他们两个吧，若是姐姐不在，他们也能保护你。灵字天书？唐月华和苏清婉小嘴微张，难道这灵字天书就是江雪进入神境领域的关键？没想到为了林峰，他竟连此等压箱底底牌都愿意贡献出来。哼，你们不要想太多，我只是不希望小风出事。唐月华和苏清婉对视一眼，接着异口同声看向了江雪。你要离开他？林峰心里也是一紧，尽管吵吵闹闹的很糟心，可真离开的话，他又舍不得了。要是不在一个时代汇聚，他怎么活都过得非常幸福啊。不是离开，是替他出气。这南疆古修多次针对小风，甚至还动用了献祭蛊追杀。你们说他们还有什么活着的必要呢？卧槽，魔宫也派人进去了，还一直在暗中盯着。两女捏紧拳头，一个没回广寒宫，一个没听手下汇报。没想到南疆古修竟如此对待自己男人，简直该死。一起去，我怕你杀不干净。苏清婉冷着脸起身，唐月华没有说话，那压制不住的杀意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南疆古修平时分散，可遇到外敌还是会一致对外，而且他们还有9尊大帝坐镇。怎么，你们就不怕被背上个与魔修同流合污的骂名吗？与魔修同流合污？两女对视一眼，不仅没有一丝惬意，嘴角反而缓缓上扬。谁敢欺负我夫君，就是与所有道统为敌，朕也要将他全家杀尽。话音落下，苏清婉的战意已经攀升到了顶点。苦等10万年，我绝不会再让他受半点伤害，一丝一毫都不行。唐月华眸子里杀意凛然，10万年前正道势力围攻林峰致死，他没有实力复仇，也误会了他整整10万年。如今他已成就大帝尊位，岂能允许别人动他？便是林峰错了，想要杀他也得过自己这一关。那什么，你们有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的话，我可以请个援军。不需要。林峰刚刚说完，3声娇喝就传入了耳中。林峰紧了紧江雪的纤腰，脸上多了一丝郁闷。不需要就不需要嘛，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小风，是不是有谁偷偷联系你了？江雪倒反天罡，将林峰拦腰抱在了怀里，被后者抱得差点怀疑自己性别了。不是，雪儿，咱们谁是妹子啊？没有啊，就是知道了他现在在哪里。林峰眼睛乱转，他才不会一个人去，但毕竟是前女友，总要面对的。有雪儿他们在，起码有保障。那此事过后，一起去看看呗。江雪似笑非笑，看得林峰背后发凉。你确定自己只是去看看吗？那你们都走了，我和新蕊咋办？无极皇朝9皇子被弄死，那无极大帝肯定会弄死自己。这事发生在真武大殿，魔宫的人应该没看到。去我小世界休息，但避免你欺负新蕊，人家会不下结界哦。什么？还不下结界？那还进去做什么？不去了。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林峰还想说什么，江雪直接拍板定案，打断了他的话。愉快？你告诉我哪里愉快了？第二天，在林峰和顾新蕊隔着结界遥遥相望时，江雪已经下令停止魔宫修士的汇聚。唐月华和苏清婉修炼了灵字天书，跟着江雪离开了黄域。后者只带上了左右护法以及灭世魔宗那20个准地修士。3女几个挪移就出现在南疆。南疆和极北之地差不多，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都不在中州9域里面。左右护法对于苏清婉和唐月华的出现均是有些诧异。他们虽然没有加入正道，可同样不属于邪道、魔道。如今同他们一起征战南疆，多半是因为二公主啊。3位女帝同时出手，就算是虚化，南疆也逃不脱此劫啊。当3女展露帝威降临在南疆时，南疆9帝紧随其后的出现在虚空中。他们满脸不解，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天条，
竟会同时得罪三尊这样恐怖的存在。左边那位月华女帝为了心爱之人苦等10万年之久，期间顺便镇压了同辈大帝，镇压一个时代的存在。中间那位魔尊绝户，从他开始，魔尊2个字就定在身上了。几千年来，无论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的大帝，一打1没输过，一对2没败过，一打3没怂过。辉煌战绩时，更是多个帝族联手才勉强拦住。右边那位也是个狠人，没了家族庇护，硬是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6大皇朝里面亲手葬送2个，另外4个有3个他参与其中，最后一个因为时间不够没赶上。而且他一人一枪打得其他8域道统没有一个敢进军黄域。曾经有个地族不信邪，眼馋黄域的修炼资源被他一挑3，一族3地全部一灭，整个地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单独拎一个出来，南疆9地都不敢硬碰硬。这3个现在凑一块，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很难活过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些犯困了，或许是3女地位太过骇人，导致南疆上空凝聚了一道又一道大地意志。各大势力的大帝各显神通，偷偷看看这是怎么个事。月华女帝、雷音女帝、吞天魔尊，你们此来我南疆，意欲何为？南疆9地里面有4尊大帝巅峰，5尊大帝后期，明明人数占据优势，他们气势却弱了不止一点。6朝一季内，你们动用了献祭蛊追杀林峰，又多次围杀，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没什么事，就是你们的死，南疆也得除名。听到没啥事，南疆9地下意识松了一口气，可听到后面的话，他们悬着的那颗心终于算是死了。月华女帝、雷音女帝，先不说此事真假，但你们确定要和这个魔头为伍吗？唐月华没有说话，苏清婉直接祭出了极道帝兵。那又如何？今天朕就是要明明白白的通告9域，谁动林峰就是与我们为敌。上至9天，下至黄泉，没人能护得住你们。砰砰砰！话音刚落，江雪、唐月华、苏清婉3女帝威领域齐开，极道帝兵更是伏在面前。无数大帝满脸惊骇，林峰又是林峰。原以为只有苏清婉和唐月华2位仙子是他唯心上人，没想到他竟还将吞天魔尊的芳心俘获了。不是，哥们，你拯救过世界吗？他们对外人确实不太友好，可林峰这特殊身份可能会爽死。你轰！3女根本没有心思切磋，极道帝兵刚刚落在手中，就纷纷运转了灵字天书，感受着3女气息逐渐攀升，直到跨越了大地境的范畴，众人心都凉了一大截。正常打，陨落也是时间问题。现在他们气息超越了大地，这还打个毛？你告诉我，现在除了整理仪容仪表，还有其他选择吗？那些准备声讨唐月华和苏清婉的势力，此刻出奇的同步都没一个敢出声。反正南疆古修也不是好东西，平时仗着9地会联手，不知多么嚣张。如今3地联手，也算是除害了。唐月华见没人为南疆古修发声，第一个就杀了出去。他手托冰莲花，脚踩虚空，步步生莲，整个南疆瞬间被冰雪覆盖。那恐怖的冰雪道运夹杂着寒冰法则，轻松剥夺低阶古修的生命。纵使是准地修士，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扛住3息。月华女帝，此事当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南疆9地中间那位见自己人被屠戮，脸色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只要自己不死，南疆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觉得呢？唐月华冷着脸看向对方，苏清婉却连说话的心思都没有。只见他在虚空中急速挪移，手中极道帝兵已经锁定了一位大帝。后者压根没想到自己是目标，偏偏他还没有极道帝兵。纵使底牌全出，还是被苏清婉一枪挑杀，狠狠定在了虚空中。他轻喝一声，冰雪中多了一道雷云。这雷云面积覆盖整个南疆，密密麻麻的雷击如同世界末日一般，看得明渊等人下意识后退2步，就连飞花罗刹3女此刻也灰头土脸的回来。他们还在几万里外追杀古修呢，一道雷击砸下来，直接就懵逼了。幸好雷击目标是古修，要是落在他们身上，当场就得躺地上。想起来的话，估计得下辈子了。魔尊大人，你们做好准备，南疆古修不许有一个人活着，要是有活口，那就用你们的命上去填。飞花罗刹等人心里一颤，打起了12分警惕。魔尊大人放心，南疆古修必将除名。江雪侧了侧脸，下意识裹挟强横的吞噬法则硬刚南疆大帝强者。南疆古修虽然很强，
可除了千幻古衣，也就2件极道地兵。面对在神境领域下的江雪，拿着极道地兵的古帝也在2息时间被打得形神俱灭。如此强势的一幕，让剩下的7位古帝道心都破碎了。现在的他们脑海中就剩下了一个字：跑。跑得掉吗？江雪凝聚一条吞噬巨鲲考虑，最前方的古帝立马唤出半生骨抵御。本以为可以抵御一阵，可他还没有突围，半生骨就被巨鲲吞了进去。滚开，给本座滚开啊！古帝崩溃的凝聚法相乱砸，周遭虚空全是窟窿，才堪堪将巨鲲击溃。可不等他松口气，江雪已经出现在他不远处。空间崩塌。尽管知道空间手段威胁不了江雪，可他半生骨被杀，体内气血已经开始衰败，不想死的话，只能拼死一战。江雪嘴角微微上扬，周围空间的崩塌根本影响不了他。若是空间法则的修饰，或许还能让自己忌惮1、2。这种生玄境蝼蚁都能动用的标配手段，也想用来威胁自己。江雪只是吹口气，就安然无恙地离开了崩塌的空间区域。九霄云外，围观的大地修士如同看小丑一样看着绝望的古帝，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要是落在自己身上，他们一样会崩溃。明明处于同境，打不过就已经想哭了，可他们竟还可以再进一步。不到1刻钟，南疆9尊古帝仅仅剩下了最强的1位，任何一位放出去，那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可在唐月华3女面前，却根本没有太大的还手之力，因为他身上有千幻古衣，再加上极道地兵的加持，硬是在唐月华手上撑了下来。但也因此掏空了体内的精血，气血逐渐开始衰败。此刻的他不仅身上全是划痕，甚至都不能再动弹一下，纯靠毅力没有倒下去。这千幻古衣不愧是防御至宝，竟能扛住1刻钟之久。江雪有些惊讶，但千幻古衣越强，他就愈发满意，因为这东西以后就要用来保护林峰了。你们如此霸道，以后必将被9域道统视为大敌，永世不得安宁。说完了，江雪冷着脸看着这古帝，后者满肚子怨言要说，可见3女压根不在乎，他顿时失去了所有力气。江雪没有废话，凝聚一只吞噬之手，将古帝的心脏活生生掏了出来。可古帝不仅没有绝望，反而露出了一抹笑容。也就是这时候，江雪面前那颗心脏急速跳动，似乎暗藏杀机。唐月华轻轻吹了一口气，周围时间瞬间被冻结在原地。他控制古帝心脏送回体内，刚想取走千幻古衣，却发现江雪已经先一步吞噬了古帝身体，而千幻古衣也落在了江雪的身上。这是人家送给小峰的礼物，姐姐怎么能抢呢？唐月华嘴角微微抽搐，他是怕江雪这道，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不过唐月华懒得解释，抬手困住古修的退路，这才退出了神境状态。他刚刚修炼灵字天书，没有江雪那么熟练，提升也没有他那么大，但即便如此，也比之前的自己强。明渊他们见唐月华出手，一边展开神念找人，一边凝聚毁天灭地的杀招，一个一个杀太麻烦了，他们可不敢耽误江雪的时间。仅仅过去半刻钟，整个南疆沦为一片废墟。3女联手破开南疆9地的小世界，将他们后代也抹杀，这才开始清扫战利品。而明渊等人继续搜索有没有活口，看得其他大帝均是倒吸一口凉气，太残暴了，根本不讲一点道理。道理？其他大帝内心满是不屑，这世道谁跟你讲道理？拳头大才是硬道理好吧？难道嫡系后代得罪了一个蝼蚁，自己要亲自登门道歉，磕头认错吗？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后人的纨绔，不然等来的只会是九族消消乐。确定没有余孽后，苏清婉手中极道地兵狠狠朝南疆地面砸去。霎时间，所有南疆区域的地面以苏清婉的极道地兵为中心，急速朝四周开裂，然后又继续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坏。紧接着，南疆区域在空间的压迫下逐渐化为了齑粉。仅仅几息时间，南疆区域便彻底不复存在。好狠的手段，原来他们说的除名是指南疆这整块区域。没想到本座大帝巅峰修为，有一天也会羡慕林峰这样的蝼蚁。卧槽，一个时代只能出现一位存在，现在全凑一起，还都护着林峰，这他妈谁不羡慕？半刻钟后，黄玉，当江雪3女回来时，林峰已经进入了修炼状态。与顾新蕊隔着结界，只能看不能抱，更不能亲，简直是杀人诛心。苏清婉眼唇轻笑，宠溺归宠溺，但她要做林峰的第一个女人，这也是没找到机会，不然一定逆推了她。3位姐姐，你们回来了。
顾新蕊笑嘻嘻地来到江雪他们面前，在他心里，这都是和蔼可亲的大姐姐。江雪揉了揉顾新蕊的脑袋，随即打断了林峰的修炼。后者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一只玉手给拽走了。哎，你们啥时候回来的啊？听到林峰声音越来越远，苏清婉三女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不过苏清婉和唐月华还是默默展开神念盯着。送千幻古衣可以，送其他的不行。而被拐走的林峰刚刚坐下，就被江雪霸道地亲住嘴唇。林峰本来郁闷的心情顿时喜笑颜开，这感情好啊，吃嘴子谁不乐意？雪儿这妮子的小嘴甜，还任由自己占便宜，简直不要太喜欢。良久，唇上爱意绵绵，纵使已然松嘴，可江雪眼中满是迷离，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她无视凌乱的衣裳，宛若娇羞的小娘子，依偎在林峰的怀里。雪儿，我们去你小世界休息吧。林峰的话让江雪有些心动，只有唐月华一个人的时候，她还可以让林峰做出选择。现在遇到个疯狂的苏清婉，她总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江雪抬头看了一眼双眼火热的林峰，俏脸上不禁多了一丝羞红。人家倒是没意见，可是他们两个联手，小世界扛不住的。不如你随我回魔宫，以后你天天欺负人家都可以哦。来了来了，又出送命题了。那什么，我感觉这里挺好的，凉快。林峰干咳两声，故意错开话题，江雪那诱人的小嘴顿时鼓得高高的。老是这样敷衍自己，以后定让这小色狼扶墙而出。哼，这千幻古衣你拿着，还有些零食，具体多少也没数，都给你了。不够的话，人家再去灭几个势力。好家伙，我的土匪女友！江雪贴心地帮林峰穿上千幻古衣，又送了后者一枚顶级空间戒指。林峰笑着摇头，神念瞥了一眼零食，差点原地跳了起来。那密密麻麻的零食数量，起码得有10万亿。卧槽，发财了！其实有个土匪女友也不错，很香。够了够了，嘴一个！江雪伸出一根玉指抵住林峰的嘴，嗲声嗲气的撒娇。老想着占便宜，你真是个流氓。说说看，你打算什么时候向新蕊坦白咱们的关系？人家才是正牌，怎么像你的情人一样？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林峰干笑两声，他压根没想这事，想着拖一会儿算一会儿。最好别吵了，咱们5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那什么，不许扯开话题，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就咬死你。江雪说完，咬住了林峰的下嘴唇，一副你不回答我就跟你拼了的架势，看得后者都哭了。你咬着我嘴了，我咋说啊？雪儿，你先松嘴，你不给我时间准备，也要让新蕊有点心理准备啊。江雪一听这话，狠狠咬了一口林峰，看到出血，这才松嘴。太狠了，某杀亲夫啊你！被咬了一口，林峰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雪儿，其实我还弄死了无极皇朝9皇子，你可得保护好我，最好晚上也贴身保护。江雪鄙夷地看了一眼林峰，他都被占过无数次便宜了，这家伙想什么，自己能不知道吗？可他不知道，这鄙夷的样子看得林峰很爽。这也是没有高跟鞋，不然真想让这妮子踩自己一下。无极皇朝灭了就好，至于贴身保护，你晚上可不许跑。江雪舔了舔红唇，让他占便宜就占呗，靠在他怀里休息确实不错。和林峰一起起床，江雪已经幻想过无数次那个画面了。对了，你还得陪我去一趟江家。瑶瑶在那里。林峰抱住江雪的娇躯，后者也没有在意，只是听到瑶瑶2个字却皱起了眉头。你和他有什么误会？他若真爱你，怎会？我失约了。哦，又失约？江雪饶有兴趣的抬头，若是因为花心，他现在就摘了这小色狼的荔枝。详细说说。回想起第2世的遭遇，林峰不禁吐了一口浊气。我跟瑶瑶与江家仙子位置交好友，江家又因为瑶瑶追求者一事和十方教结下了死仇。在我约瑶瑶看花海的前夕，江家长老重伤向我求援。他说瑶瑶已经同江家仙子去支援，可等我去了以后，才发现江家长老已经被十方教控制，等待我的是十方教少主的埋伏。这家伙故意囚禁我数十天，让我备受折磨，让我失约，让瑶瑶误会。若非先前服用过一颗涅槃果，恐怕都没机会遇到婉儿了。涅槃果，那种万年难遇的圣药，据说神形俱灭后，依旧可以让修士保留一丝神魂，转世重生。他若真爱你，必定不会相信这些流言蜚语。江雪很清楚自己对林峰的爱，即便后者背后捅刀子，他也相信那是有原因的。
林峰紧了紧江雪的娇躯，从江川那里得知瑶瑶一直在等自己，他就清楚后者的心思。可万一由爱生恨了呢？万一他的等待是为了给我一剑，那不就废了吗？婉儿以前多温柔，现在动不动就想逆推自己，找上门的时候更是恨不得一枪戳死自己。在神梦宗的时候，月华还想掐死自己，雪儿更想砍了自己双腿，这你受得了？这让自己哪有胆子信？没有安全感啊！有你在，我就安心。林峰低头亲了一下江雪的红唇，后者没有拒绝，只是有些好笑，随即没好气的伸手捏了一下林峰的大腿。真当自己冤大头啊？还给自己多找个情敌。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陪你去见你曾经的恋人，还让我保护你？死！林峰揉了揉自己的腿，这妮子的手劲真大，得亏没怎么用力，不然这条腿都得被他拧断。那你去不去？给个准信。去。江雪点头完，自己都笑了。可能他真是个冤种。林峰嘿嘿一笑，搂着他休息去了。要不是怕月华和婉儿打扰，林峰真想和雪儿直接洞房，但上次太难受了，他可不想经历第二次。第二天中午，江雪慵懒地从林峰怀里醒来，她嘴角止不住上扬，笑容满面。或许今天是8000多年以来最开心的第二次，因为第一永远是重逢。林峰从后面抱着江雪，这光滑细腻的肌肤，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属实令人着迷。不行，你们打一架吧，这样的日子也太遭罪了。林峰脸上闪过一丝郁闷，你们吃醋归吃醋，怎么还不允许我洞房呢？2次了，让一个登徒子当柳下惠，这和杀人诛心有什么区别？哥，小色狼，看把你急的，人家都说多少次了，只要你愿意回魔宫，人家天天让你欺负都行。林峰一听这话，顿时紧了紧怀中香香的娇躯。这可不行，有句话说得好，不要被女人左右，要左右都是女人。我说过那一世只爱你一个人，可关这一世啥事？修行之路道阻且长，大道不该如此小，道侣也不该如此少啊。江雪见林峰又沉默，扭捏了一下娇躯，便当着他的面换上了一袭紫色长裙。看着那双雪白的大长腿被裙子遮住，林峰眼中闪过一丝失望。这妮子真是天生黑丝圣体，可惜这里没那玩意。夫君，听说你把无极皇朝9皇子杀了。江雪刚刚起床，苏清婉那嗲声嗲气的声音就缓缓传入耳中。哎，你咋知道？林峰满脸诧异，自己好像就和雪儿说过，这妮子咋知道的？无极大帝就在皇宫求见呢，估计是南疆被灭一事，让他怕了吧。苏清婉嘟起小嘴，转了2圈，非常熟练地来到了林峰怀里。可还没有和后者亲上，就被江雪伸手给拉开了，一口一个夫君叫的，你们又没成婚。哼，你管我？苏清婉双手叉腰，唐月华和江雪都和林峰共度一夜过，就他没有。哪怕没有发生什么，可除了最后一步，那该欺负的不都欺负了吗？哎，他怕了，那可得出去瞧瞧。林峰一手拉开一个，江雪和苏清婉均是抱着双臂生闷气，林峰则是摸着下巴，既然无极大帝怕了，不如让他和大眼皇朝干一架，最好让无极大帝交出灵魂本源，那皇域这边就能安定下来了。将士或许希望征战四方，可打起来陨落的人太多了，能让别人的命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灭南疆还能说为了自己，若是这次雪儿再动手，那就真说不清楚了。如今9字天书仅仅出现了4部，清楚的更是只有3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林峰可不愿意让自己女人置之险境，毕竟现在不讲武德的人太多了。神境领域确实很强，可其他天书修士若联手出现，那就不好玩了。那你今天晚上陪人家休息。苏清婉挽着林峰的手撒娇，一副不答应就哭给你看的样子，完全没有统御亿万子民的女帝威严。行，尽管突破最后一层关系会被阻止，但占便宜他们总不能阻止了吧。抱着这妮子休息其实也是一件美事，只是那诱人的身材很难让人坐怀不乱。不久后，皇宫大殿内，苏清婉坐在林峰腿上，俨然将主导权交给了后者。无极大帝等了半天，等到这一幕却没有一点不满的情绪。得知整个南疆被打得消失，而且林峰还是江雪的心上人，无极大帝根本没有打下去的心思。魔宫修士只有30多万，看上去并不多，可魔宫的灵魂人物是江雪。无极皇朝可以在强者数量上压制魔宫，可
他压根没有信心挡住江雪一个时辰。至于军阵，对付大帝中期以下还行，拿来针对江雪，无异于送人头。这吞天魔尊手里的人命，起码已经超过了100亿。纵观整个9天大陆的历史，这样的魔头也不会超过3个。无极大帝，我可是亲手杀了你家九皇子，你不弄死我，怎么反而上门道歉了？林峰知道无极大帝并不是知道错了，而是他怕了。他怕了自己的背景，无论是唐月华、苏清婉，亦或者是江雪，他都惹不起。原来就被苏清婉压过一头，现在为了林峰，他只会比之前更加疯狂，根本不会讲一点道理。瞧您这话说的，那小子死得好啊！要不是您出来以后，我也得弄死他。好贾林峰闻言，额头上不禁浮现出了几道黑线。行了，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如果无极皇朝想要保全，首先就得成为清风皇朝的下属国，是向整个无极皇朝1万多座城池宣布的那种。另外，所有准地以上的修士都得交出灵魂本源，给我加沃尔保管，也包括你。最后就是无极皇朝要全面向大眼皇朝宣战。这无极大帝满脸阴沉，一座城池最小也有几十万修士居住，最大皇城更是有过1修士。如果宣布成为清风皇朝的下属国，自己这个皇帝的威信将会降低到冰点。在没有宗门、教派、圣地的皇域里面，参军是最优的选择，不仅待遇胜过许多道统，而且家人基本上都会得到庇护。所以光是第一点，无极大帝就犹豫了。交出灵魂本源就更不用说了，一旦交出去，生死都在对方一念之间。就苏清婉那脾气，万一突然吃醋了，随机杀个准地修士也不是做不出来。至于向大眼皇朝全面宣战，这反而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点。3大皇朝虽然没有大型战争，但小摩擦就没有停过，只是准地强者都不会插手。这灵王殿下，无极大帝还想说什么，林峰直接抬手打断。无极大帝，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通知，如果你不答应，那咱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你应该也了解，为了晚上能睡得安一些，我这个人一向不太喜欢留后患。轰！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无极大帝捏紧拳头，真的很想拼死杀了林峰。可他拳头捏紧的那一刻，便有3道极强的杀意锁定了自己。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异动，恐怕就是生死道消的下场，这根本就打不了一点。思虑良久，无极大帝缓缓松开双手，无奈地点了点头。无极皇朝愿意成为清风皇朝的下属国。听到无极大帝同意，林峰同样松了一口气。能不打就不打，免得耽误自己去江家。把江川那小子晾1天了，不出意外的话，还要再晾1天。无极大帝见林峰没有说话，迟疑再三，还是将自己的灵魂本源交了出来。苏清婉抬手收下，像只小猫咪一样蜷缩在林峰怀里。无极大帝见此，不由想起了自己那美艳的女儿。若是让他侍奉林峰，或许无极皇朝以后的日子不至于过得太惨吧。想到这里，无极大帝不由抬头看向林峰。灵王殿下，我家13公主对您倾心已久，不知……无极大帝试探性地看向苏清婉，可他刚刚开口，苏清婉就投来了危险的目光。林峰心里一阵苦笑，你这可是害惨了本王啊！家里3个女帝吵得不可开交，你那13公主怕是有命来没命走啊？那什么，13公主漂亮吗？无极大帝愣了一下，林峰在家里话语权这么高吗？居然当着苏清婉的面这么说。他和大眼大帝都爱慕苏清婉，可后者连正脸都没有瞧过自己。这等天仙绝色，能得一人倾心就终生无憾了。你特么不仅有3个，居然还敢撩妹？肯定不如您怀里这位漂亮，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话音刚落，苏清婉就冷着脸坐直了身体。13公主过来之时，就是她陨落之日。无极大帝，朕奉劝你做好本职工作，将夫君的要求做到。至于这些事情，用不着你来操心。无极大帝点了点头，避免殃及池鱼，他撕开旁边虚空，就朝远处遁去。无极大帝刚刚溜走，林峰的耳朵就被苏清婉给揪住。夫君，你这是当人家不存在吗？林峰捂着耳朵，感觉自己脑浆都要摇出来了。哎，我又不干嘛，问问还不行吗？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算了，我不说了。看到苏清婉雷道法则缓缓弥漫，林峰连忙乖乖闭上了嘴巴。你看你又急，说不过就动手，一点都不淑女。哼，抱抱。苏清婉展开双手，示意林峰抱自己离开。林峰无奈地摇了摇头，拦腰将苏清婉抱起，在后者一声惊呼声中离开了皇宫大殿。
第二天，苏清婉笑嘻嘻地从林峰怀里起来，那开心的样子好像被占便宜的不是自己一样。林峰倒也不吃亏，只是这妮子有些赖床，还故意将玉足搭在自己腿上，那妩媚的眼神看到林峰都不敢对视了，只煽风点火却没有熄火的打算。好在无极大帝办事效率不错，收取灵魂本源这事林峰懒得去，直接来到了顾新蕊的房间，跟他一起逗弄太古雨蝶。可当林峰往他嘴里塞了一株圣药后，这小家伙居然开始吐出白色丝线，将自己围了起来。林峰，他怎么想不开啊？顾新蕊急得手忙脚乱，得知化茧成蝶过程的林峰丝毫不慌。别急，他应该很快就要成年了。成年？那岂不是要踏入准地修为了？顾新蕊愣了一下，可为了不打扰太古雨蝶，还是将它放进了御兽界里面。御兽界里面空间很大，万米大的真龙也可以自由翱翔。没了太古雨蝶，顾新蕊立马提起自己的裙摆，在林峰面前转了一圈。林峰，人家这身打扮好看吗？林峰上下打量一番，不自觉地点头肯定。顾新蕊光是站在那里，就如同从画中走出的仙子，让人眼前一亮。她身着一袭好看的长裙，裙摆轻轻摇曳，如同绽放的花朵般绚丽。那长裙的材质轻盈柔软，随着微风轻轻飘动，似乎带着淡淡的花香。裙子的颜色温婉典雅，既不张扬又不失个性，完美的衬托出了顾新蕊的甜美气质。难道这是刻意穿给我看的吗？面对林峰的调侃，顾新蕊罕见的没有反驳，反而红着脸点头。你不是说我们是道侣吗？这算是正式回应吗？林峰嘴角微微上扬，伸手将顾新蕊抱在怀里，轻轻嗅了嗅她的发香。待会咱们去江家见你瑶瑶姐姐。瑶瑶姐姐？顾新蕊小嘴微张，她也有许久没见过了。上次她回来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林峰见这妮子声音如蚊子般小，不由偷偷看了看外面。嘿嘿，月华他们都不在，那就偷偷和新蕊亲亲，这妮子还是初吻呢。乃向婉儿他们亲自己的时候，差点分不清谁才是流氓了。真是教会徒弟，爽死师傅。新蕊，你看人家道侣都接吻的，不如咱们也试试。啊？接吻？顾新蕊俏脸羞红，瞬间就弥漫到了耳根处。林峰扶正顾新蕊的娇躯，刚想凑近亲上去，江雪和唐月华就先后出现在房间。小峰，你不是还有事吗？怎么在这里欺负新蕊？花！本来就紧张到不行的顾新蕊，听到江雪的声音，顿时躲到了林峰的身后，不敢抬头。没脸见人了，这种羞人的场面怎么被2位姐姐撞见了啊？确实该启程去江家了。江家？尽管林峰在告诉苏清婉的时候也传音告诉了自己，可那毕竟是情敌带的地方，唐月华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顾新蕊倒是没心没肺的，从林峰身后探出了个小脑袋来。林峰摸着下巴，都和新蕊确认道侣关系了，以后谁还自己飞？太古雨蝶不够拉风，还是魔宫那条魔龙霸气一点。雪姐，那条魔龙我要拿来当坐骑。江雪莞尔一笑，那本来就是留给林峰的，无论是当食物还是当坐骑，都由他自己处置。半个时辰内他会出现的。魔龙？顾新蕊那次不在，并没有见过炼狱魔龙。林峰没有解释，毕竟很快就会过来了。自从龙族飞升到上界以后，9天大陆就没有几条纯血的龙族了，活跃的基本上是蛟龙，但蛟龙化龙的概率和修士踏入大地境的概率并不会高太多。半个时辰也就1个小时的时间。当炼狱魔龙出现时，他本想摆出一个非常帅气的姿势，可从江雪3女身上感受到若有若无的威压，立马灰溜溜地飞了下来。那锋利的龙爪也紧张地合在了一起。林峰看到这一幕，没好气地上去踢了他一脚。他也是醉了，整这死动静，自己还是第一次用窝囊2个字来形容一条真龙。二公主，你干嘛？踢得老龙好痛痛。林峰，你再整那死动静，我就把你炖了。卧槽！炼狱魔龙闻言，连忙委屈地低下了脑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专属坐骑了。来，乖乖交出你的灵魂本源。炼狱魔龙起身想说什么，可灵魂深处却先一步感受到了江雪的威压。尽管后者表面上毫无波澜，可他有预感，要是自己拒绝，应该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在顾新蕊好奇的注视下，炼狱魔龙乖乖交出了自己的灵魂本源。哇，真龙叶！操！哪里来的小丫头片子？炼狱魔龙想着交出灵魂本源应该没事了，
正眼都没有看顾新蕊。可这话一出，江雪、唐月华、苏清婉的威压同时笼罩在炼狱魔龙的身上，后者满脸懵逼。林峰伸手拉住了顾新蕊的小手，不急不慢地看向炼狱魔龙。新蕊是我道侣。哎呦，这不是嫂子吗？我就说谁这么漂亮，站在老大旁边。炼狱魔龙这一手变脸，把顾新蕊都给逗乐了。不过林峰没有搭理他，一把摁进御兽界里面，便让江雪带自己去江川那里。后者闭关2天，嘴里都淡出鸟味了。看到林峰出现，差点没有抱着他的大腿嗷嗷哭。林峰留恋在温柔乡之中，他却闭关闭到嘴里都淡出了鸟味。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走吧，去江家。江川瞥了一眼江雪，总感觉他好眼熟，在家族里面画红圈的画像上看到过。不过在林峰身边，江川也不敢多问。要是星辰女帝也庇护，那就是吞天魔尊，恐怕也会忌惮1、2。几个闪身的功夫，江雪就带着几人挪移数亿里，出现在天穹域。江川刚刚打开江家小世界的传送通道，几位江家长老就飞了出来。不知3位前辈降临江家是为了什么事？江家长老态度谦逊，可看到江川时，眉头顿时就皱成了一团。难道是江川少爷得罪了这几位煞星？不是吧？南疆被除名一事，现在在九域传得沸沸扬扬呢。要是江家成第2个，那也太倒霉了。若是川少爷哪里得罪了几位前辈，我江家一定尽全力补偿。啊？我？江川满脸错愕，不是，自己看上去很像惹事的人吗？他出了6朝遗迹，就待在了自己的房间，没有出去过，就是怕惹麻烦。江家长老一句话，给江川都干沉默了。这位长老不必紧张，江川算是在下的朋友，此次过来是为了见一见星辰女帝。长老可以转告一下，就说故人来访。故人？江家长老倒吸一口凉气，那位除了心上人以外，就只有江家可以联系了。如今林峰2个字这么出名，不会那么巧，也是星辰女帝的心上人吧？不过只要不是来踏平江家的，他也不敢多管闲事。原来如此，不过女帝避开俗世，连江家族人都不见。几位不妨先去江家做客，至于女帝那边，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林峰轻轻点头，江家长老也没有废话，直接让开了路。等林峰几人进入江家小世界后，3道气息浑厚的身影由远而近的挪移出现。原来是吞天魔尊、雷音女帝、月华女帝来访，请。卧槽，这特喵是吞天魔尊？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江川听到自家老祖开口，嘴巴惊讶的能塞下好几个鸡蛋。不是，林老祖怎么做到的？现在拜师还来得及吗？几位前辈客气了，烦请带小子去星辰女帝的住所。星辰女帝？见江雪3女都不说话，江家3尊大帝都将目光汇聚在林峰身上，而他旁边的顾新蕊也让3人倒吸一口凉气。此女容颜和身段竟能和女帝媲美，实属罕见呐！而且林峰的容貌和几万年前星辰女帝的心上人林峰也太像了，除了着装有些变化，几乎是同一个人啊！这时候江家长老如实汇报，让江家3位大帝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中间那位江家大帝更是亲自带路。自从女帝帮江家完善了一门地法后，便一直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只是10余年前曾去过一趟东荒，这才主动传音让江家召服一位女子。女子？那不就是新蕊了？林峰没有说话，越是靠近林心瑶的小世界，他就显得越紧张。江家大帝知道林峰没有搭理自己的兴趣，也就乖乖闭嘴带路。不久后，林峰等人来到一处山涧，周围设下了层层禁制，不允许江家子弟靠近打扰。江家大帝退到一边，示意林峰随意。若他真是女帝等的那个林峰，女帝应该不会闭门不见。正当林峰酝酿情绪时，江雪3女直接联手破开了林心瑶的小世界入口。当空间被撕开的那一刻，一位身穿深蓝色长裙、手撑油纸伞的绝美女子也缓缓回头。她玉足踩在虚空，下面是一片紫色的薰衣草花海。这就是星辰女帝吗？江川满脸惊艳，她虽是江家嫡系子弟，可林心瑶连江家大帝都不见，更别提她了。是瑶瑶姐姐。顾新蕊兴奋地冲着林心瑶挥手，可后者此刻眼里只有林峰一人。对于江雪3女破开小世界一事，他好像没有看见一般。林峰，是你，真的是你！莎莎！随着油纸伞轻缓落地，林心瑶身影也挪移到了林峰的面前。随后在顾新蕊不敢置信的目光中，林心瑶竟扑进了林峰的怀中。一个是记忆深刻的温柔姐姐，一个是自己的道侣。
看到他们相拥在一起，顾新蕊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林峰，你……新蕊，我们进去慢慢说。林峰见林心瑶没有责怪自己，心里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也知道，当瑶瑶投入自己怀抱的那一刻，新蕊这边也就瞒不住了。江雪瞥了一眼江家大帝，后者立马懂事地拎着江川离开。林心瑶见此，玉手轻挥，小世界入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而林峰等人的身影也缓缓消失在山涧。瑶瑶，林峰刚想开口解释什么，林心瑶就伸出一根玉指抵住了他的嘴唇。嘘，什么都不要说，让我好好抱抱你可以吗？不知过了多久，林心瑶才离开林峰的怀抱。顾新蕊懂事的没有打扰，只是脸上却写满了五味杂陈。不久前他还在憧憬自己和林峰的未来，可现在自己敬重的姐姐竟和道侣在许久之前就是恋人关系，如今看到他们再次拥抱在一起，顾新蕊有种破坏他们的感情的感觉。唐月华将顾新蕊抱在怀里，让后者有个依靠的地方。瑶瑶，这么多年过去，你难道就没有怪过我吗？林心瑶泪眼婆娑的抬头，鼻子一掀一掀的，委屈之色填满了整张俏脸。怪，当然怪过，我怪你不辞而别，怪你临场失约，怪你什么都不说，还陨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真正让我绝望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为你做不了。林心瑶捂着脑袋痛哭，修为通天又怎样？碾压同辈又如何？他连心爱之人的尸骨都找不到，连仇家都不知道是谁。林心瑶的话让林峰满脸诧异，难道十方教后面销声匿迹了？林峰不理解十方教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让瑶瑶没有去怀疑他们。瑶瑶，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十方教吗？十方教？林心瑶有些迟疑，可听出了林峰呼吸声加重，他心不由紧了一下。莫非当年你的陨落是十方教所为？林峰深呼吸一口气，看来在自己被囚禁的日子以及被杀后的天穹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先说说十方教后面做了什么？林心瑶抿了抿红唇，拉着林峰坐下，这才不急不慢地开口。在你约我看薰衣草花海的那日，十方教教主亲自带人来江家赔礼道歉，他亲手斩杀了追杀我们的那一脉长老，还将一座极品灵石矿作为补偿送给了江家。我想过他是假惺惺的，可江家当时的情况你也清楚，再加上我不是江家族人，只能将重心放在找你。可是我找不到，我找遍了咱们所有踏足过的痕迹，也找不到你的影子。林心瑶捂着脑袋，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林峰将林心瑶抱在怀里，他能想象到这妮子当时有多么崩溃，而且他一直很聪明的，一定猜到了自己想在薰衣草花海下提出迎娶她的话。不过当时的江家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停止兵戈无疑是最佳选择。关键江家是因为江家仙子的缘故，才站在了两人这边。林峰和林心瑶给不了什么承诺，自然也无法要求江家无条件帮自己。你继续说，若是江莹还活着，你也不会把自己困在小世界里面，靠着回忆和思念度过每一天。江莹是江家仙子，虽然不如林心瑶惊艳，可也是十分的极品女神，在当时更是江家帝女，是江家的希望，连江家族长都没资格训斥她。过了好一会儿，林心瑶才平复心情下来。莹莹得知了你失踪的消息，让江家也帮忙寻找你的踪迹，可你音讯全无，即便江家10万子弟寻找，在九域贴满了你的画像，也没有结果。再后来苍穹古战场开启，莹莹为了帮我夺取星辰之池，带着江家天骄死战。等我炼化完星辰之池出来时，莹莹已经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她说十方教少主宇文轩带人支援，引走了不少古教天骄。后面的围杀中，莹莹又为了我自爆神元，彻底没了复生的希望。离开苍穹古战场后，宇文轩便趁机追求，还和江家结为盟友。我多次拒绝，依旧甩不掉，只能离开天穹域，自证地路。砰！听到这里，林峰哪里还不明白那宇文轩的目的？这家伙分明就是惦记瑶瑶，恐怕江莹的死都是他一手精心策划。经历多种磨难，恋人和好友双双陨灭，确实是林心瑶最崩溃的时候。可他千算万算，唯独没算到林心瑶对自己的爱意有多深。好一个宇文轩，好一个十方教，真是好算计。林峰气愤地往空气狠狠砸去一拳，他被折磨致死，江莹神形俱灭，江家气运尽毁。这一箭三雕，付出的代价仅仅只是十方教一脉长老。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林心瑶见林峰反应这么大，失神到喃喃自语。再看花海前夕，江家一位长老被十方教控制，
带着重伤向我求援。他说你和江莹已经过去支援，我便赶了过去。可等待我的是宇文轩的埋伏，他为了让我失约，将我囚禁起来折磨。他说我不该和你结为道侣，还派人散播谣言，一直将我折磨致死。若非你将涅槃果给我服用，恐怕我根本无法保全一缕神魂转世。砰！林峰刚刚说完，林心瑶脸上便露出了愤怒之色，美眸中更是浮现滔天杀意。那大地威压如同凝石一般，朝着周围的虚空不停激荡，小世界的空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层层崩坏。啊！林心瑶双眼滴落血泪，原来杀死林峰的人就是十方蛟，而他却一直没有察觉。看着仇人的道统传承了几万年之久，而自己为了偿还十方蛟的恩情，还让江家帮扶过一二。现在想想，他究竟在干什么呀？想着想着，一口淤血从林心瑶红唇中吐了出来。他气息萎靡，脸色惨白，娇躯更是摇摇欲坠。杀了他，杀了他们！我要将十方教所有人碎尸万段，挫骨扬灰！林峰伸手将林心瑶抱在怀里，只要这妮子没事，一切都不算太晚。十方教谋划太深，不仅骗了林心瑶，也骗了整个江家。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十方教做的这一切，还让江家帮过他们。被林峰抱在怀里的林心瑶哭得撕心裂肺，看得不远处的唐月华等人也是神色复杂，特别是顾新蕊，他没想到林峰和瑶瑶姐姐还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林峰风轻云淡说出自己被折磨致死的那一刻，他的心都揪了一下，而且他能明显感觉到抱着自己的月华姐姐，那地位差点就控制不住了。雪儿姐姐和婉儿姐姐的呼吸也变得急促，明显动了杀意。没事，我回来了。林峰轻轻拍打着林心瑶的粉背，柔声安抚她的情绪。这妮子是自己第二世的道侣，还是一个美艳动人的御姐。月华姐姐，我是不是很像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明明瑶瑶姐姐和林峰才最般配，而我……顾新蕊抬头看向唐月华，她也好喜欢林峰，可是瑶瑶姐姐等太久了。不是，因为姐姐也不是林峰的朋友，而是她第一世的道侣，包括他们两个。所以新蕊不要有压力，姐姐不会阻止你们在一起的。啊，你们也是？顾新蕊捂着脑袋，感觉好像要长脑子了一样。1、2、3、4，那自己这都第5者了。难怪宠溺自己的姐姐们都关注林峰了，原来他们本就是道侣关系。过了许久，林心瑶已经平复了心情，可眸子里的杀意却怎么也止不住。现在的她恨不得将十方蛟每一个扒皮抽筋，用尽世间最残忍的方法，让他们血债血偿。瑶瑶，这薰衣草花海是你亲手种的吗？林峰扫视着周围，很美。若是没有十方蛟，也许这妮子已经生了好几胎宝宝了。只是略施小计，让他们永远保持着盛开的样子。林峰，那年花海之约，我等你至今。只要你愿意，现在就可以重来，把你当年想说的话说给我听。这话一出，江雪三女的目光死死盯着林峰，后者只感觉背部发凉。瑶瑶，其实在来之前，我已经和新蕊结为道侣了，我不介意，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足够了。林心瑶主动伸出玉手，和林峰十指紧扣，满脸深情地看着后者。林峰转动一下身躯，将目光放在了江雪他们身上。那他们……林心瑶顺着林峰的目光看去，只见江雪三女也注视着自己。那你心里的位置还挺大。林峰，你看你又要问，说了你又不开心。林心瑶，咱们再东荒又不是没见过，若非为了小风，谁愿意来这里？江雪玉唇轻启，降临神梦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其他的事情不说，林峰和谁在一起，那可还未必呢。眼见两女要吵起来，林峰连忙拉住了林心瑶。唉，都是一家人，何必吵得那么凶呢？这样，等解决了十方教，你们再打一架，谁赢我今晚归谁。要是没有结果，我就归新蕊了。啊，关我啥事？顾新蕊满脸呆滞，自己啥也没说啊。唐月华眼唇轻笑，低头贴在顾新蕊耳边解释，他就这样，动不动就喜欢占便宜，你以后可得小心了。小心？顾新蕊轻咬红唇，现在他心里乱糟糟的，都没有反应过来呢。他可能成了自己姐姐的情敌，可是姐姐们都喜欢自己，但几个姐姐自己又吵起来了。完了，脑子不够用了。哼，谁跟他一家人？江雪和林心瑶冷哼一声，谁也不服谁。瑶瑶，对十方教动手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告诉一下江家。
你仔细想想，星辰之石对你的作用最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蛟天蛟围攻你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宇文轩除了惦记你，还想着报复江家。江莹一死，江家根本没有天骄补缺这个空档。林星瑶捏的拳头嘎吱作响，他自然不会怀疑林峰的推断。尽管之前就觉得古怪，可江莹亲眼目睹的话，再加上挚友和林峰接连陨落，他的脑海早已被悲伤填满。现在再听林峰这么分析下来，苍穹古战场一事确实有些诡异了。他和江莹追求者有很多，可是哪有那么多仇家？此事十有八九是宇文轩演的一场戏，幸好他从未相信。都听你的，都听我的，希望在道理问题上你们都是这个回答，那我这幸福日子不就来了？你先等等，我和新蕊聊聊。林峰亲了一下林星瑶的额头，随即来到了顾新蕊面前，拉住了她的小手。抱歉啊，新蕊，其实雪儿不只是我姐姐，也是我第8世的道侣，包括婉儿和月华，我们也不是啥正经关系。唐月华、苏清婉，不是有你这么介绍的吗？江雪你就说道侣，我们2个你就说关系不正经。噗嗤，只要你不辜负人家就行。本来不知道说什么的顾新蕊被林峰这话给逗笑了。比起自己，几位姐姐似乎都看对方不顺眼。真乖。林峰最担心的就是顾新蕊，没想到这妮子乖乖的，以后可得骗她多生几个宝宝。话音落下，林峰亲了一下顾新蕊的侧脸，后者双眼瞪大，脸上的红晕更是迅速蔓延。他没想到林峰居然搞偷袭，幸好亲的只是脸蛋。新蕊，你就待在瑶瑶的小世界里面吧，这也没人能进来。人家会乖乖的。顾新蕊看了一眼薰衣草花海，这里其实挺好的，不会被人打扰，非常适合清修。林峰没有多说，直接让林星瑶带着自己离开了小世界，江雪3女紧随其后。不久后，江家祖祠内，3位江家老祖面色凝重地看着江雪等人。林星瑶将当年的事转述了一遍，至于信不信，他并不是特别在意，毕竟他没想过要江家做什么，而且他亏欠的是江莹，只要江家安然无恙就行。女帝，你的意思是莹莹的死和宇文轩脱不了干系？坐在主位的江家大帝江南闻言不禁站了起来。江莹对江家有多重要？如果她没死，江家的实力和地位都将直线上升，甚至于会多出一尊星辰女帝这样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江莹还是江南的亲孙女。这只是我的猜测，等我从十方教回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林峰直视江南，后者瞥了一眼江雪。同为江姓，后者和江家并没有半点关系，可有他的存在，林峰根本不需要欺骗江家帮他报仇。就他这些红颜团，江家和十方教绑一块都打不过。等一等，你想拦我？林峰一开口，江雪4女的地威几乎同时弥漫而出。江家长老满脸惊恐，另外2位江家大帝此刻也是心惊胆战，生怕江南点头。没有阻拦的意思，只是想一起去看看。若莹莹的死真是宇文轩所害，本座绝不会轻饶他十方教。林峰看了看林星瑶，后者也看向了他，明显以他为主。林峰心里也清楚，江莹的死对江南的打击也大。别看他一副青年姿态，实际上早已活了几十万年，属于活化石级别的存在。可以，你跟着吧。江南冲着林峰抱拳，默默退到了一边。可是那捏紧的双拳看得出来，他的心情非常不好。江家长老松了一口气，但对于江家史上那位怪胎，他们也显得有些惋惜。在林峰等人踏入离开小世界时，江家2位大帝默契地点了点头。江家所有族人听令，严密监视十方教修士。倘若十方教真是谋害江莹的真凶，不惜一切代价，不限任何时间，全力清除所有余孽，便是邻居家的狗也不允许有喘气的。此次行动论功行赏，击杀超过自身修为10人者，族谱单开一页。江家2位大帝声音如虹，由小而大传入江家小世界每个角落。一时间，所有闭关的长老族人先后出关，脸上均是肃穆之色。族谱单开一页，无数江家子弟瞬间红温，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彻底疯狂。不久后，十方教所在地，无数山峰耸立云端，再加上白云弥漫，对凡人和低阶修士而言，此地确实算得上人间仙境。时不时还有御剑飞行的修士穿梭，看门的修士都是天魂境。林峰让江雪他们站在虚空中，而他直接凝聚无数飞剑攻击十方教的看门修士。2人神识察觉到危险，想也没想就展开了法相，将所有飞剑悉数挡下。哪里来的蝼蚁，
居然敢无端挑衅我十方教。左边修士有些警惕，除了脑子有病，就是林峰背后有人。他宁愿相信后者，也不敢去赌前者。林峰负手而立，神霄剑散发着阵阵寒意，如同在给他助威。让宇文轩滚出来！宇文轩，教主明慧。两名修士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愤怒之色。可他们刚准备发火，一道恐怖的龙威就将两人逼退，狠狠砸在了山门口。轰！也就在这一刻，接连10道破空声响起，紧接着10位十方教长老便凭空出现在山门前。放肆！一介蝼蚁带着一头孽畜，竟敢如此无礼，尔等死罪！为首长老刚刚说完，左边那位长老就揉了揉眼睛。自从龙族去了上界后，拥有真龙的势力几乎已经绝迹，而这黑龙不仅鳞片光泽，实力也与九幽魔宫那条吻合呀。等等，这好像是魔宫那条真龙，都不要轻举妄动。魔宫？咕咚！其他9位长老咽了咽口水，均是没有一人敢挪动分毫。发现端倪的那位长老更是直接传音给宇文轩。当后者从虚空中踏出，看到是林峰时，不由露出了一丝轻蔑。林峰，竟然是你！怎么，见到我很意外？是不是觉得神魂俱灭后的我应该无法转世重生了？林峰本以为自己会生气，可此刻却异常平静，因为他心里清楚，今天过后十方教将不复存在。他上一世如何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世宇文轩会死得很惨。确实很意外，不过你如今只是一个人临近的蝼蚁，又能奈我如何？看看本座的修为，大地后期是你一生都抵达不了的巅峰。本座当初能杀你一次，今天同样可以杀你第2次。林峰轻轻摇了摇头，尽管他不需要向林心瑶证明什么，可是江南不同，他不会无条件信任自己。趁这个机会让宇文轩吐露出江莹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吧。你确实好算计，可惜低估了瑶瑶和我的感情。听说江莹死在了苍穹古战场，以你的性子，这是和你脱不了干系吧？宇文轩双眼微眯，林峰明摆着在套自己的话，他究竟有什么底牌？扫视炼狱魔龙的那一刻，宇文轩脸上不由多了一丝迟疑。他没有接触过九幽魔宫，炼狱魔龙又一直养在魔宫，从未见过呀。若林峰的背景真是九幽魔宫，那以2人的关系，绝对只有1人能活，趁机制住林峰，才有活命的可能。若他只是唬人，那就让他再经历一次非人的折磨。林峰，你不必套我的话，因为今天谁也救不了你。轰！宇文轩话音刚落，人就挪移到了林峰的面前，想要单手掐住后者的脖子。可在紧要关头，一道月轮将他狠狠逼退，宇文轩身体更是狠狠砸在了十方教的山门。下一刻，林峰身后地级法相一道接着一道浮现，从左至右开始，足足5道万丈恐怖身影浮现。唐月华面前浮现一朵雪白色的冰莲花，她双眼仿佛能冻结一切，那圣洁的气息，高雅的气质，令人不敢直视。在她旁边的江雪，手托散发着幽暗光芒的吞噬珠，浑身散发着森罗的魔气，周围涌动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吞噬法则。中间的苏清婉手持一柄闪烁着雷电光芒的金龙枪，她浑身雷电交织，滚滚雷云瞬间弥漫整个十方教上空。而林心瑶则是手握着一轮皎洁的月轮，头顶一座星空之门缓缓打开，脸上的愤怒几乎快要压制不住了。最后便是江家老祖江南了。他手持一柄虚空战戟，以自身为中心的空间一圈又一圈朝远处激荡。你竟真是最近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林峰？你之前怎么杀的我？今天你和你全家就得100倍、1000倍的偿还。林峰捏紧拳头，此刻的宇文轩满脸惊恐，他没能挟持住林峰，十方教根本不可能打得过5尊大帝巅峰联手。这时候，十方教深处飞出4道大地气息的强者，其中就有宇文轩的父亲。看到江雪时，宇文轩父亲脸色顿时一阵惨白。这个杀人魔怎么会出现在天穹域？不，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的。所有十方教长老听令，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林峰。嗖嗖嗖！随着宇文轩一声怒喝，几十位准地气息的修士纷纷飞了出来。可看到江雪极女的脸，个个跑得比出现的速度还要快。即便是十方教大帝，此刻也已经准备开溜，不过有人比他们更快。只见林心瑶轻舞月轮，方圆10万里的空间尽数封锁。不等这些准地修士飞出去，林心瑶的身影就在虚空中急速闪烁。仅仅眨眼的功夫，几十名准地修士的身体纷纷一分为2，朝地面掉落。今天
本座定要你们十方教血债血偿。看着林心瑶满脸杀意，月轮上鲜血怎么都止不住，宇文轩心里清楚，林峰全说了。以林心瑶这几万年都不曾动摇的爱意，根本不需要证据就会相信林峰的话。星辰女帝，事已至此，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商量商量？几位女帝为了林峰，最近可是屠戮了好几个道统，若是再起波澜，恐怕9天大陆会容不下你们。宇文轩父亲眯着眼睛，其实心里比谁都慌。这阵仗，狗路过都得挨2大嘴巴子。江家和星辰女帝联手，他十方教还未必会怕，但这特喵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占据优势，咋打吗？不等林峰他们开口，林心瑶就召唤满天星雨，对十方教修士降下了毁灭性的打击。听到他们哀嚎满地，林心瑶这才踩着虚空回到了林峰旁边，商量。林峰之前是怎么被折磨致死的？本座今天要加倍让你们偿还。9天大陆若容不下，那就打穿9天实地，杀到无人敢阻拦。9万年了，因为你的好儿子，让我和林峰错过了整整9万年时间。今天就算中州9域所有道统旗帜，本座也要你们十方教血流满地，尽数一灭。林心瑶说话，3000青丝随风飘了起来。不等宇文轩他们反应过来，他就手持月轮在虚空中轻舞，感受着空间之力的急速汇聚。林峰心里一惊，这妮子居然将界域虚斩融为了自己的地法，比自己了解的还要厉害。看来踏入大地以后，他对道的理解真的变了好多。你，宇文轩刚说一个字，他旁边一位大地中期就活生生被一道虚无斩击一分为2，不仅仅是身体，哪怕是灵魂也在此刻彻底湮灭。这一幕看得江雪他们都忍不住侧目而视，好快的攻击，竟连他们都只能捕捉到一丝丝痕迹。若没有极道地兵抵御，就算是大地巅峰，不死也得重伤了。杀！林心瑶手舞月轮，玉足轻点虚空，冲在了最前方。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忘记给林峰留下一道护身屏障。苏清婉3女几乎同时布下护身结界，这才放心的离开。准地修士几乎被林心瑶瞬杀得干干净净，圣王修士就算把命搭进去，也不可能击溃他们留下的护身结界。况且还有炼狱魔龙在呢。林峰见十方教被压着打，知道很快就能分出胜负了，闲着没事，他直接伸手揪炼狱魔龙的龙须。后者下意识伸出龙爪摁住林峰，刚刚撕碎一尊大帝的江雪顿时朝这边投来了杀意。炼狱魔龙爪子一抖，连忙松开林峰，低下了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揪自己龙须，真幼稚。你无聊就不能揪自己的吗？老实点，一根爪子比我头都大。炼狱魔龙也是醉了，他已经将身躯缩小至100多米长了，没想到还要被嫌弃。那自己要是化为10万米长，待会又说自己装逼，还得挨揍。尽管100多米的魔龙委屈伏在林峰面前，可这一幕并没有多少看客，因为林心瑶凝聚的星雨一刻都没有停歇过。每一滴星雨落下，就算是手眼通天的圣王修士，也如同纸张一样被瞬杀。率先解决战斗的唐月华见逃窜的十方教修士格外分散，不由催动冰莲花，凝聚一双10万米大的寒冰巨掌，将整个十方教地盘从地底托起。当冰莲花收回的那一刻，这双寒冰巨掌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闭合。所有困在手心里的修士想要冲破束缚，却发现周遭有一道无形的空间壁垒，无论他们怎么挣扎，都无法击溃唐月华布下的屏障。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拍成肉泥。而十方教控制的云峰所在地，此刻犹如被人挖了一勺子，一眼望去，那巨大的深坑，林峰都需要飞半天才能飞越。没过多久，宇文轩和他父亲如同2条死狗，被一只无形大手丢在了林峰面前。两人修为被打没，极道地兵失手，就连状态也是奄奄一息。林峰，我错了，我不该惦记女帝，我求求你给我个痛快。痛快？回想起自己前世被折磨的场景，林峰恨不得将宇文轩剥皮抽筋，不过那样太便宜宇文轩父子了。而且宇文轩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只是怕自己被折磨致死。林峰看了一眼江南，这才冷着脸开口，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江银的死究竟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一次机会？比起江家的愤怒，宇文轩更害怕林峰如何对待自己。是我放出消息说女帝在炼化宝物，只要拿下江家子弟，江银这等天之娇女也未必不能一清芳泽。我故意引走一批，是避免女帝落得一样的下场。没想到江银不惜掏空精血拼死一搏，最后更是为了女帝自爆神魂。
自爆身体未必没有踏入轮回的机会，但自爆神魂除了有涅槃果一样的保命圣药，不然连踏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了。畜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十方教的算计。江南听到宇文轩这么说，再也控制不住怒火，想要撕碎宇文轩，可苏清婉手中的金龙枪却拦住了他。他是我夫君的猎物，你那点恩怨还是放在十方教的余孽身上吧。江南轻叹一口气，知道林峰想要亲手处置宇文轩，可是他气啊，自己居然和害死孙女的人结为了盟友，直到今天才发现事情真相。他也仿照过林心瑶，献祭自身一半精血，窥探未来一角。可是江银已经没了未来，他已经死在9万年前的苍穹谷战场。我已经全说了，快给我一个痛快！宇文轩心里咯噔一声，第一次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如今看林峰的脸色，他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你在想什么？我有答应过你吗？啊！林峰说完，直接拧断了宇文轩父亲的手臂，还踩在后者的断臂之处。在宇文轩父亲惨叫两息后，林峰又将他的声带击溃，让他连疼痛都是无声的。做完这一切，林峰才凝聚一团灵火，当着宇文轩的面将他父亲的手臂烤熟，丢在了他的面前。吃了他！哦，吃了他！宇文轩下意识吐了一下，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林峰比自己还狠吗？自己当初不过就是挑断他的手筋脚筋，拿木刺陷进10根手指，用上了各种刑具而已。他竟让自己吃掉自己父亲的手。如今的你只是一个凡人，我希望你能自觉点。如果你做不到，我可以让雪儿派魔宫的人过来，他们比我擅长折磨，可以让你在承受每一息的疼痛下，将你的皮完好无损的剥下来。我记得他们最喜欢在收尾的时候拿锯子，一般会从你的头开始锯。死！光是听到这话，宇文轩身躯就已经颤抖得不行。以前的他，就算是站着让圣兵砍，也未必能破防，但他现在只是一个凡人，疼痛将会是最真实的感觉，不会有一丝灵气阻隔。不要！我吃！在宇文轩父亲悲愤的注视下，宇文轩闭上眼睛，任由林峰戏耍。可这才刚刚开始，直到林峰将他父亲的眼睛抠出来，让他也吃掉时，宇文轩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但林峰依旧没有停手，说过要加倍偿还，那就一点都不能少。苏清婉四女非常贴心地拿出了圣药，避免宇文轩承受不住死掉。如果晕过去，就活生生从体内抽出一根骨头，立马就疼醒了。这个折磨一直支持了足足3个时辰，直到圣药都救不了宇文轩，林峰才罢休。林心瑶心疼地将林峰抱在怀里，泪眼婆娑地告诉他已经报仇了。江道友，剩下的你们处理吧。林心瑶说完，抱着林峰横渡虚空，很快就回到了江家小世界。江雪冷着脸瞥了一眼九霄云外的数道气息，吓得无数大个连忙收回了自己的神念。太可怕了，这林峰又多了一位女帝庇护。星辰女帝的实力绝对只强不弱，对空间的领悟力竟丝毫不弱于吞天魔尊。江南孤零零地站在十方教深坑上方，双眼不自觉地滴落泪水。莹莹，是爷爷对不住你啊！被这群畜生蒙骗几万年，直到林峰转世才知道真相。堂堂一尊大地巅峰强者，竟在无人之地哭得像个孩子。当江家修士赶来时，江南神情才逐渐恢复一点。所有江家子弟听令，向中州九域颁布永久追杀令，凡是十方教修士成员，一律杀无赦。提供长老后人线索者，奖励10万上品灵石；提供封主后人线索者，奖励100万上品灵石；提供宇文家后人线索者，奖励1000万上品灵石。从现在开始，绝掉宇文家所有坟冢，保留尸身的全部挫骨扬灰。本座要让宇文家连一点痕迹都无法留下。莫！无数江家修士纷纷弯腰行礼，随即带着破空声朝远处遁去。在江家修士离开后，江南这才仰天大吼，以自身为中心，将方圆10万里的所有树木、巨石、生灵通通碾为齑粉，除了平地什么都没有了。当江南离开后，地面上逐渐浮现出了以道玉凝聚的字体：敢在此地见宗立派者，视为江家死敌，不死不休。江家小世界，林心瑶的小世界内，林峰等人刚刚回来，江雪几女又在一边暗自较劲。避免殃及池鱼，林峰干脆坐到了顾新蕊旁边，握住了他的小手。后者缓缓低头，主动靠在了林峰怀里。林峰，能跟我说说你和几位姐姐相识相知的故事吗？当然可以，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要求？还小小的？顾新蕊疑惑的抬头，还没有反应过来，玉唇就被林峰亲住。
他瞪大了眼睛，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完了，初吻被这坏人偷袭走了。顾新蕊下意识想要推开，却没能成功，再想推开时已经被壁咚在墙上。林峰单手抓住顾新蕊的双手，另一只手托住她那纤细的腰身。很快，顾新蕊就因为害羞闭上了眼睛，任由林峰品尝。也因为他的默许，让后者更加的得寸进尺，开始占他的便宜。过了许久，直到顾新蕊快喘不过气来时，林峰才意犹未尽的松嘴。不错，这小嘴真甜。顾新蕊红着脸整理凌乱的衣裳，难怪月华姐姐说她坏，真的没有冤枉这坏人。强吻自己就算了，还占便宜。你坏。顾新蕊鼓起小嘴，扬起小手，轻轻捶了一下林峰的胸膛。那不疼不痒的力道，在后者看来和撒娇没有任何区别。顾新蕊从未体验过接吻，可刚刚的感觉似乎也不错。林峰嘿嘿一笑，将这妮子搂在怀里，柔声讲述自己和林心瑶、江雪他们的故事。他深知有些事情是不需要问的，当然前提是两人关系不一般，所以顾新蕊才会是羞涩和默许。他曾经有个朋友，就因为对圣帝圣女吹了个口哨，被人家追杀了3年。要不是因为躲进了禁地之中，怕是不会善罢甘休。除了青楼女子和合欢宗那等邪修，9天大陆的女修还是非常在意清白和名声的。当然，颜值永远是通行证，毕竟长得帅，看着都顺眼。在林峰搂着顾新蕊讲述前几世的故事时，林心雅4女却双手叉腰，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吵的内容却像女流氓一样，都在争吵要拿下林峰。直到临近夜晚，林峰将几女叫到了一起。他过来的目的，除了报仇，也是为了斗字天书，顺便完善一下林心瑶的戒欲虚斩。瑶瑶，你传授斗字天书不会有什么限制吧？斗字天书？林心瑶轻轻摇了摇头，斗字天书的作用并没有特别明显，特别是对他这种实力来说，交手的机会并不多。不过既然林峰开口了，林心瑶想也没想，就伸出玉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下一刻，林峰身体强行和林心瑶对视而坐，后者将斗字天书的修炼方法尽数传授。你们先等等。林峰没有让林心瑶吃亏，同时将灵字天书和乾字天书传授给了林心瑶。后者满脸惊讶，这2部天书的效果明显比斗字天书要强。瑶瑶，灵字天书是雪儿的，乾字天书是婉儿的，你将斗字天书交给月华他们3个，新蕊这边我亲自教。亲自教？顾新蕊下意识后退2步，他怎么感觉林峰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呢？林心瑶看了一眼江雪3女，吵归吵，他们都无私拿出了天书，自己也不能抠搜。况且斗字天书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我想和雪儿姐姐学。顾新蕊飞到江雪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林峰。他现在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生怕后者又欺负自己。顾新蕊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可不想肚子鼓个大包。哎，雪儿她不会，我来教比较放心。林峰还想争取一下，顾新蕊却撒娇般的拿江雪当挡箭牌。那你来教我，刚刚那2部天书我还没有学会呢。林心瑶笑盈盈挽着林峰的手臂，后者嘴角微微上扬，可见苏清婉3女投来警惕的目光，她顿时露出了苦笑。要是能让这3个妮子睡着就好了，可是他们10万年不睡觉也没事。那行。林峰搓着双手，好久没占妮子的便宜了。江雪神秘一笑，覆灭十方教、圣药、灵石都在林心雅那里，但十方教唯一一件极道地兵乾坤湖可在自己这里。小世界拦不住苏清婉他们，那再加上乾坤湖呢？深夜，林心瑶的房间里面，林心瑶主动依偎在林峰怀里，并没有苏清婉那么疯狂，要逆推了后者。不过林心瑶也清楚林峰的秉性，并没有阻止他占便宜，反而对过往满是向往之色。林峰，你说没有十方教的话，咱们是不是都有孩子了？孩子？自信点，就你这姿色和身材，我们孙子可能都有了。生他180个。讨厌，你当人家是猪呀？林心瑶俏脸一红，每次都这么不正经。话音刚落，林峰就低头品尝林心瑶的红唇，后者双手勾住林峰的脖子，默许他的欺负。正当林心瑶准备交出自己时，却发现林峰抱着自己，没有再欺负。怎么了？又怕我拒绝吗？以前人家的确希望成婚再做你的女人，不过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此生非你不嫁，现在人家允许你先上船再补票。林心瑶羞答答地闭上眼睛，紧张和羞涩糅合在一起，让她显得格外诱人。自从林峰和江莹先后陨落，
林心瑶几乎沦为了面瘫，每天都是睹物思人。她自己也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笑过了。我倒是想啊，但是月华他们会阻止的。婉儿之前这样对我耍流氓来着。啊，会阻止？林心瑶满脸诧异，自己倒是忘了这一茬。除了自己，江雪他们也爱林峰，而且不比自己少分毫。难怪林峰没有继续欺负自己，差点以为他转性了，原来是怕进退两难。一时间，林心瑶有些忍俊不禁，缓缓取出了一枚空间戒指。这是十方交多年的积蓄，分不分给江家一点权由你安排。林心瑶侧躺在床上，眼神撩拨着林峰，玉足更是搭在了后者的身上。后者瞥了一眼空间戒指，笑死，到自己手里还有给出去的份。江家家大业大的，肯定不缺，缺也不给。毕竟他们接收十方教的灵石矿啥的，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干什么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吗？男女授受不亲。林心瑶一听这话，差点被气笑了。刚刚亲自己的时候怎么不说呢？刚刚摸自己腿的时候怎么不说呢？刚刚占自己便宜的时候，怎么这几个字就没有听见呢？现在你又男女授受不亲了。哼，那你以后不许占我便宜。什么？不许占便宜？没事，雪儿他们的腿也是平分秋色，我可以等你气消了再来摸。那我去摸雪儿。呜。林峰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林心瑶伸手捂住了嘴巴。不聊这个了，你现在可有了合适的功法？我的星辰古经还不错，你若有兴趣，可以拿它过渡。星辰古经？你们搞批发呢？林峰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和林心瑶相处的那一世根本没有地经修炼，而现在他却有好几部古经随意挑选。不过很可惜，以自己这剑心通明的天赋，韩月那妮子的地经可能最适合。但那妮子不知道在哪里，中州九域都是自己的事迹，也没见他提剑杀过来。可能韩月的暂时没有换地经的想法。林峰见林心瑶目光愈发犀利，立马就闭上了嘴巴。李韩月吗？林心瑶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林峰怎么遮掩不重要，他们都在神梦宗打过交道了。9天大陆第一剑修，剑道一块，他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吗？李韩月的实力可能是最接近江雪的了。他的地法霸道而凌厉，一切只为了杀人，出剑必死人。一人一剑一灭了足足7大古教，手中陨落的大地强者更是接近2位数。李韩月曾言，大地巅峰以下的修士连让他拔剑的资格都没有。只要你想办法不让他们3个阻止咱们2个在一起，那人家就亲自带你去李韩月那里。好啊好啊，好个屁啊，自己人临近渣渣，你们全他妈都是大地巅峰修为，我能想啥办法？真有办法的话，你们一个也别想跑。几个女流氓整天就知道缠自己身子，还是新蕊好，自己缠她的。瑶瑶，你真的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吗？林心瑶摇曳着脚丫子，伸手撑住下巴，耍起了无赖。哼，那人家不管，反正受益的是你。林峰闻言不禁陷入了沉默。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林峰想了半天，一想到他们连小世界都可以击溃，顿时选择了摆烂，随即抱着林心瑶进入了梦乡。想个屁，想办法支开你们几个，把新蕊那妮子骗到手更加简单好吧。第二天，林峰拥着林心瑶到午时才醒来，后者扫视了一眼自己的贴身衣物，漂亮，全不见了。流氓，赶紧起来，待会去看看莹莹的墓吧。林心瑶玉手轻挥，一身黑色长裙便披在了那完美的娇躯上。林峰一听要去祭拜江莹，神色不禁变得严肃起来。人生得此一志交好友，何其有幸。不久后，当林心瑶拉着林峰来到江莹墓碑前，江南早已跪在了面前。身为爷爷，向孙女下跪，纵观古今都非常少见。不过林峰心里也清楚，江南更多的是自责。毕竟江家和十方教结盟太久，要不是自己转世回来，恐怕等十方教有底气的时候，就是江家被灭之日。江前辈，你也别太伤心了，如今大仇得报，让江家过得更好，或许才是莹莹最期待的事情。江南脑袋慢慢移动，随即冲着林峰摇头。不，这根本不是莹莹期待的，她就如同一只被囚禁的凤凰。我很惭愧，曾经在莹莹要救你们2个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反对的。记得她说过，风是自由的，人也应该一样。江家根本没有问过她的意见，就将一切压在了她的身上。以前我不理解，哪怕女帝横扫无数古教，我心里也更多的是庆幸莹莹交的朋友很厉害，
可以庇护江家，让江家数次得以保全。现在我明白了，从一开始，你们两个的生活就是他一直向往的。他拼尽一切想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你们，还是那个他梦寐以求的自由。林峰和林心瑶神色复杂，无论是散修，亦或者是地族子弟，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散修什么都没有，委屈的自己扛，也没人帮你撑腰，修炼资源也需要拿命去拼。而这些东西，江莹只要招招手，一切都会送到面前。哪怕起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看看能不能承受住江家的怒火。但是相应的，许多事情也会身不由己。不管是散修还是家族子弟，不开心的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见两人保持沉默，江南缓缓起身，摇着头离开。人老了，容易念旧，老夫就不打扰你们和莹莹聊天了。林峰目送江南离开，再回头时，江雪几女都出现在不远处。你们怎么来了？见林峰满脸诧异，顾新蕊小手不由指了指他的背后。不是，你们遛狗呢？我就不看，我要用神识。林峰展开神识一看，只见江川正被一位女子追着揍，而那女子的容貌竟与记忆中的江莹有7分相似。瑶瑶姐，这个江川又偷偷跑出去了，要是人家和他结为道侣，那以后气都要被气死了。女子撒娇般扑进林心瑶怀里，后者宠溺地轻抚她的脑袋。江川待在旁边，一声不敢吭。这孩子叫江灵，爷爷、父亲全部为了江家战死，他算是那一脉的唯一血脉了。后来江南将她过继在自己膝下当孙女，我也多次偷偷关注着她，算得上是一点念想吧。但灵儿是灵儿，莹莹是莹莹，拿她当代替品，对灵儿太不公平了。啊，不公平？那你们还给她挑选道侣？不是，你们搁这欺骗自己呢？这跟鞭子沾点符，边打边消毒有什么区别？林老祖好！在林峰沉默的时候，江林乖巧地叫了他一声，眸子里闪过一丝爱慕。哇哦，林老祖真的好帅，要是我道侣，想想就觉得很幸福。林峰嘴角微微抽搐，这妮子居然还带点花痴，江川也不差呀，难道他就是单纯的手痒？咦，真是暴龙，惹不起。还是新蕊宝宝好，温柔体贴，身材俏，腿长腰细，颜值高。灵儿，这是你爷爷的安排，姐姐可不能干预。江林轻哦一声，江川则是冲着林峰嘿嘿一笑，实际上连忙传音：林老祖，我求求你了，快让您道侣开口解除这门亲事吧。自从这事定了以后，他一天打我800遍，除了修炼不打扰，其他时候怎么都看我不爽。好家伙，果真暴龙啊！月华他们揍自己，纯属于自己嘴贱家占便宜不承认，他们气不过才动手。那你还手啊？还了，然后他去告状了，现在他揍完，我父亲娘亲还得再揍我一遍。林峰可以笑吗？感觉有点憋不住了，这明显是被当成了儿媳妇呀。他有和别的修士眉来眼去吗？江川摸了摸下巴，江林好像就跟自己过不去，没事就往自己那里跑，其他人他都不待见，至于眉来眼去，说找人弄死对方算吗？那好像没有，就揍我。真相大白了，这不是传说中的揍酒生情吗？这俗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啊。不出意外的话，这妮子以后会喜欢上你的，你多忍忍。俗话说得好，这特娘叫俗话的那个人在哪里？整天就胡说八道，现在就吃老子一记灭世神拳。林老祖，怎么说咱们也共患难过，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林峰轻轻摇了摇头，直接飞到江川面前，狠狠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么漂亮的妹子你不珍惜，以后喜欢上别人你就有的后悔了。后悔？江川认真打量了一下江灵，尽管他以前专注修炼，可他也不是太监，自然喜欢美女，难得有机会平静的欣赏。别说，这丫头确实挺有料。江灵见江川面带笑容的打量自己，顿时冷着脸轻喝：看什么看？再看揍死你！江川颤抖地指着江灵，神情激动不已地望向林峰。这一刻，他仿佛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别激动，我知道你喜欢，我喜欢的大坝。林老祖，你看看他，整天就想着揍我，你确定我要和他共度后面的日子？林峰默默和江川保持距离，飞到了顾新蕊旁边和他贴贴。总之你自求多福吧，反正也不亏，别人想被揍都没那个福气呢。福气？我特么祝他福如东海。就在这时候，一位准帝境的江家老妪凭空出现，恭敬地朝林心瑶行礼：女帝，太阴神教神女拜访。太阴神教，六朝遗迹里面另一个得到大帝传承的势力吗？
而且还是神女亲自过来，难道瑶瑶和他关系很好，让他去桃园等着，本座忙完会过去看看。莫望着老妪恭敬的告退，林峰不由好奇地看向林心瑶，瑶瑶，太阴神女和你很熟吗？林心瑶瞥了一眼林峰，一下就看穿了后者的心思。怎么，你有想法？刷！这话一出，江雪、唐月华、苏清婉非常默契地看向林峰，就连顾新蕊也鼓起小嘴抬头。嗨嗨，你看你还是那么爱吃醋，我只是随便问问，新蕊也知道的，六朝遗迹里面除了我和云家，就太阴神教得到了大地传承。顾新蕊呆萌地点了点头，好像确实是这样，可能是瑶瑶姐姐想多了。得知顾新蕊心声的林峰不由伸手揉了揉她光滑的肚子，每日一夸，这妮子身材真耐撕，肚子上一丝赘肉都没有，最好是这样。林心瑶顿了顿，这才不急不慢地轻启玉唇。太阴神女是星途圣体，10几年前曾经在星辰海得到过我一缕神魂的指点，可能是因为我离开了江家，被太阴神教所知，这才过来了吧。星辰海，难道是这妮子的练兵所？走吧。尽管林心瑶自己放弃了星辰圣体，但太阴神女确实可以趁机拉近关系，万一得到林心瑶的指点，那就不亏了。瑶瑶姐，我可以去吗？人家还没有离开过家族呢。江林眼巴巴地看着林心瑶，后者迟疑了一下，还是点头答应了。瑶瑶姐最好了。望着江林欢呼的样子，林心瑶直接拉着她消失不见。江川抬头一看，就剩自己了，不过他也非常识趣的没有跟上去。不久后，桃园处，当林峰他们出现时，一位姿色艳丽、身穿白色衣裙的女子正端坐在椅子上等待，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位气息浑厚的老妪，太阴神教神女席玉。见过几位前辈，林老祖。太阴神女恭敬的行礼，林峰轻轻点头。这神女确实长得耐撕，不过瞧她手里拿着卷轴的样子，似乎还有别的目的啊。你我不过一面之缘，今天过来，所谓何事？林心瑶语气淡漠，似乎在警告席玉不要攀关系。尽管太阴神教实力不弱，但这种古教势力最喜欢的结交盟友，抵御异族，但不结盟的话，可能都不会与异族打交道。女帝误会了，此次过来除了恭喜您出关，也是邀请林老祖参加百族拍卖会。百族拍卖会，说是说百族，其实大部分异族早已去了上界。不过百族拍卖会实力很强，每100年开启一次，如果珍宝数量不够，还会推迟100年。而且里面拍卖的东西9成9是个大古教没有的。但有些异族需要的不是灵石，而是想要以物换物，所以光带灵石不一定能带回满意的珍宝。以前江雪带林峰参加过一次，后者没有满意，江雪差点动手。那次百族出动了30位大地强者阻拦，实力可谓是顶级。见江雪众女都保持沉默，席玉玉手一挥，面前又浮现一块奶白色的玉髓。它外表和心脏没什么区别，只是颜色不一样，因为它还在微微跳动。林老祖，这玉髓星是太阴神教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在苍穹古战场见到您。玉髓星，即便是江雪看到它也露出了一丝惊讶。许多天才地宝只能在秘境、险境、禁地之地寻得，还不一定有。很明显，眼前这个玉髓星就是其中一个。这玩意炼化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副作用，还可以让人临近后期的灵峰修为直接提升到地魄境。苍穹古战场听说那里有联系上界的办法，还可以得到大地丹，而且只允许各大古交天骄进入，到时候除了百族、妖族同样会派人进去。多谢神女了，这玉髓星我收了，苍穹古战场也会去。只要神女再答应再下一件事，我可以替瑶瑶做主，让她亲自指点你修行。亲自指点，这话一出，不仅席玉动心，就连他身后的老妪呼吸都明显急促起来。太阴女帝确实可以能战平林心瑶，可她的路不适合神女。神女身怀星途圣体，掌控星辰法则，明显比太阴法则更加契合。若是传承太阴圣体，太阴女帝肯定不会同意，毕竟她才几十万岁，正常活的话还能活400多万年呢。要是席玉可以起来，没有陨落在苍穹古战场，那太阴神教实力只会大大增加。最重要的是，林峰这句话背后的含金量啊！江雪、唐月华、苏清婉哪个比星辰女帝差了？要是抓住这个机会，太阴神教和太阳神教或许可以终结多年恩怨。除了那种过分的要求，我都可以答应。席玉俏脸一红，林峰却实率，可太阴神教神女很少有破身的例子。纵使他有心，
也不敢和林心瑶抢男人啊。更何况林峰还有江雪他们这些道侣，随便吹口气，女帝都保不住自己。见江雪他们投来审视的目光，林峰差点汗流浃背。不是自己看起来这么好色吗？这里站着5位道侣呢。林峰从一开始惦记的就只是太阴神教的太阴真水。太阴真水不仅可以瞬间痊愈伤势，还可以直接增强神魂。到时候顾新蕊也好，月华他们也罢，钱字天书都可以缩短时间。而且品阶不如太阴真水的火焰会被瞬间熄灭，要是与太阳真火融合，甚至会衍生出阴阳道运，是个感悟阴阳法则的绝佳之机。太阳神教和太阴神教沦为死敌，正是因为太阴神教神女被太阳神教神子骗过感情。还好太阴神教阻止及时，没有让太阳神教感悟出阴阳法则，不然太阴神教可能都没有今天了。我只是想要太阴真水，不多，10滴就够了。10滴太阴真水，这玩意一滴在灵气的催动下，可以幻化成海洋供给啊！关键太阴真水凝聚1滴需要1万年，林峰一下子就要10滴，这已经不是肉疼了，这是心疼啊！况且习玉没记错的话，自己炼化1滴后，神教内好像就只有10滴了。林老祖是不是在太阴神教安插了奸细？怎么对数量如此清楚啊？林峰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太阴真水对苏清婉没用，所以才少要了1滴。这妮子的神魂应该没人比他强了，除非超越大地境界。林老祖可以再少一点，教内已经没有这么多太阴真水了。救命啊！要是10滴全部交出去，女帝不会杀了自己吧？习玉满脸呆滞，她虽是神女，但这种镇教神水都是由太阴女帝掌控。林峰环抱双臂，扭头就和江雪贴去了。我只是这么一说，若神女不同意就算了，毕竟咱们不是在菜市场，就不要在这里讨价还价了。没有她心通，说不定真同意了。但是现在嘛，想让瑶瑶指点，那不出点血可是不行的。请等等，我这就联系女帝，问问她的意见。习玉心里清楚，太阴真水再重要，也要发挥出它的作用，不然就是摆设。眼前这个天赐良机，绝对不能错过。你随意。林峰刚刚说完，江雪就露出了一抹笑容。她大概猜到了这家伙要做什么，不过心里甜甜的。以自己的悟性，10年内绝对可以将钱字天书修炼到巅峰。可有无副作用捷径的话，谁又会拒绝呢？毕竟这世上很难有让自己心动的东西，好不容易遇见，还是林峰送的，意义可不同。习玉闻言，连忙捏碎了太阴女帝留下的玉牌，和他联系。林峰则是慵懒地躺下，拿江雪的大长腿当枕头，后者倒是习以为常，却把太阴神教那名老妪给吓了一跳。太阴神教虽然没和九幽魔宫作对过，可也清楚江雪的事迹，难以想象如此残暴是杀的吞天魔尊竟会有现在温柔的一面。小风，不如人家以后也叫你夫君好了。那我现在就要听。尽管听过这妮子叫夫君，但那也是好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和这一世有什么关系？一码归一码，难道以前亲过嘴，现在就不亲了？以后就不亲了？江雪娇嗔地白了一眼林峰，可惜身材太好，低头根本看不见后者。不过他抿了抿红唇，清了清嗓子，这才用那诱惑满满的御姐音娇滴滴的开声：夫君死。这是吞天魔尊？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太阴神教老妪满脸呆滞，就连太阴女帝的神魂也顿了下来。他揉了揉耳朵，又擦了擦眼睛，这才看向习玉。这是吞天魔尊？也许，大概，可能是吧。习玉也懵逼了，不是，你们谈情说爱都不分场合的吗？我们这些外人还在呢，你们就没有收敛的意思吗？对了，顺便问一下，让凶神恶煞的魔尊如此听话，你是怎么做到的？出卖色相应该不太够吧？咋的？你救过他命呢？撕溜，爽了！林峰满脸陶醉，要是他们几个不吵，不打扰自己和其中一个洞房，那就太完美了。这时候，太阴女帝神魂挪移到了林峰的不远处。林道友，若是太阴神教愿意拿出10滴太阴真水，你可否许诺让月儿成为星辰女帝的关门弟子？关门弟子？是我理解的那种纯关门的弟子吗？若真是那样，其实还缺一个开门弟子，我觉得可以，他不会拒绝的。林心瑶，我很像冤种吗？其实也可以问一下我的意见呢。那行。半刻钟后，本座亲自过来。太阴女帝见林峰点头，林心瑶又没有开口的意思，
知道林峰才是做主的那个。不过他也挺佩服的，修罗场爆发了，他不仅安然无恙，居然还可以让星辰女帝这么听话。习玉拜见师尊。习玉满脸欣喜，林心瑶轻叹一口气，还是扶起了他。不必多礼，既然他都许诺了，本座自然不会反悔。你若愿意，可以转修星辰古经，可一旦泄露给他人，禁制便会触发，届时谁也救不了你。对林峰、林心瑶可以无条件的信任，可是习玉毕竟出身太阴神教，他不能让自己的古经变得人人都能修炼。是，师尊，弟子一定谨记在心，绝不敢逾越半分。半刻钟后，太阴女帝带着仅存的10滴太阴真水出现，她的容貌丝毫不逊色习玉，甚至多了些成熟的韵味。可惜江雪舞女太耀眼，让他们两个反而显得不那么出众了。百足拍卖会还要3天才会开始，这2天玉儿就跟在女帝身边修行了。此事需要女帝多多费心，用得着太阴神教的地方尽管开口。太阴女帝朝林心瑶抱拳，后者轻轻摆手，示意不必多礼。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玉儿随为师来一趟吧，尽量在百足拍卖会开始前让你彻底脱胎换骨一次。脱胎换骨？难道是星河灌顶？太阴女帝眼里闪过一丝金光，对林心瑶的话感到格外欣喜。星辰女帝执掌万千星辰，要是她认真起来，玉儿绝对可以快速开发星图圣体。是，师尊。望着习玉跟随林心瑶离开，江雪眸子深处多了一丝惊喜。少了个竞争对手，乾坤湖阻拦的几率将大大提升。你随本座回去，有星辰女帝在，玉儿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太阴女帝侧脸对着老妪，后者也没有废话，跟着太阴女帝就离开了江家小世界。江林左看右看，林峰也注意到了他的尴尬。灵儿，你去找江川吧，这小子本性也不坏，多接触接触，淑女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揍人。江林捏了捏小手，乖巧的点头离开。林峰嗅了嗅江雪的体香，惬意地看着远方。川子，哥只能帮你到这了，这小丫头听没听进去，那可就不关我的事了啊。小风，姐姐有事跟你聊聊，正好帮你护法炼化这玉髓心。有事聊聊？难道贼心又不改了？可听到江雪的心声时，他都给整激动了。双重保护，果真吗？我可以相信你吗？哇哦，一想到可以拿到雪儿的原因，林峰简直不要太配合。婉儿、月华，你们先去炼化太阴真水，顺便帮新蕊护法一下。炼化太阴真水，两女有些警惕，分出一缕神魂跟着，都想做林峰的第一个女人。顾新蕊也没有想太多，她压根没见过这几个姐姐疯狂的样子。逆推这个词可能涉及到她的知识盲区了。很快，林峰就被江雪带到了他的小世界里面。在献上一个香吻后，江雪也开始打坐炼化太阴真水。林峰紧随其后，控制面前这滴太阴真水没入自身的四肢百骸，感受那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清爽，林峰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笑容。不过见江雪取出乾坤壶，准备逆推自己，林峰轻轻摇了摇头，取出了玉髓心继续炼化，还是别让雪儿宝宝等太久了。瑶瑶现在抽不开身，月华和婉儿说不定才刚刚炼化太阴真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没过多久，在玉髓心的消逝下，一声低沉的轰鸣在林峰体内响起，壁垒终于在灵力的冲击下轰然破碎，只觉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体内涌动，吸纳天地灵气的速度都快了许多。地魄境可以灵气化形，不再需要依靠法术就能随意化形，又被称为法相雏形。连破2境，地魄境初期了。林峰吐了一口浊气，玉髓心这玩意非常难得，许多强者一辈子都没见过，见到的话多半会出手给后人。就算是天之骄子，想要从人灵后期突破到地魄境，少说也需要1个月。小风，林峰刚刚起身，一个香软的娇躯就扑进了怀中。不等他开口，江雪已经主动献上了香吻。望着江雪那妩媚的眼神，林峰倒吸一口凉气，这简直就是人间尤物。避免小世界被攻破，再被月华他们阻止，林峰极其配合江雪的想法。此处省略30万字。江雪慵懒地依偎在林峰怀里，余光扫过那抹血红梅花。此刻江雪脸上满是得意之色，联手又如何？林峰还不是被自己拿下了。不过这小色狼欺负人的法子还挺多，江雪对男女之事没有任何经验，林峰是第一次，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可林峰这表现总感觉他偷窥过别人一样。林峰从后面抱着江雪的娇躯，这香软的娇躯自己总算是告别了五姑娘呀。尽管陪伴多年，不过有了雪儿宝宝，
以后还是不要再联系了，我怕雪儿误会。砰！几息过后，唐月华和苏清婉联手破出了江雪的小世界。进来一看，顿时两眼一黑。他们动用了地兵，足足攻击了3个时辰之久，没想到还是来晚了。江雪，你是真的够狠，整整3座地级大阵，那极品灵石耗损了很多吧？3座地级大阵，我擦！除了乾坤湖和小世界，雪儿还做了这么多布置呢。那极品灵石数量不是很多，纵使是古教势力，不到逼不得已，基本上不会用。这玩意维持法阵，效果比上品灵石好多了，而且数量也不需要那么多，不多，100万极品灵石而已。不过人家现在可是小风夫君的女人了，你们一直这么盯着，人家会害羞的。害羞？尽管江雪脸上红晕没有消散，可她脸色哪有半点害羞的意思？那分明是得意好吧？3座地级法阵啊，只要没有被瞬间击溃，极品灵石就会迅速修复。而且那3座地级阵法竟还是赫赫有名的真皇涅槃阵。第1座被击溃后，会叠加到第2座上面，最后1座更加逆天。哪怕两女认出来了，可速度再快，还是没能攻破最后1座。僵持了足足3个时辰，江雪停止供应极品灵石，才让他们击溃了这阵法。可进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但见林峰那样子，估计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来。你……唐月华和苏清婉欲言又止，但还是选择了沉默，带着失望离开了江雪的小世界。后者嘴角微微上扬，那条雪白的大长腿刚刚离开被子，就被林峰遮住。别着凉了。哼，人家都是你的人了，没拿走人家原因之前，你还不是想摸腿就摸的吗？江雪转身勾住林峰的脖子，眸子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他才不要什么万灵臣服，只要和林峰在一起，再给他生几个宝宝就足够了。来日方长，明天再说，先休息。林峰脸上闪过一丝疲惫，这妮子和妖精没啥区别，大地强者的躯体也不是自己可以抗衡的，差点没破防。嘻嘻，江雪靠在林峰怀里，进入了美梦。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可惜某些人要睡不着了。3天后，当林心瑶带着满脸笑容的席玉现身时，发现唐月华和苏清婉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再转头一看，江雪娇躯恨不得挂在林峰身上。林心瑶眸子闪过一丝蓝光，很快就发现林峰的元阳竟不在了。不是，天塌了，家被偷了呀！你多给他补补，元阳损耗太多，容易出事。林心瑶眸子里泛起泪水，事情已经这样了，他还能怎么办呢？难道不爱林峰了吗？压根做不到啊！他死了，自己连异性都不愿意多看一眼，更何况只是丢了元阳。不过林峰终究不是大地身躯，若是沉迷男女之事，出事的肯定是他。这就不用姐姐操心了，夫君这边人家会照顾得很好很好的。江雪亲了一下林峰的侧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开心呢？可他这话刚刚说完，唐月华、苏清婉、林心瑶3女就同时捏紧了拳头。哼，你莫要得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是，以你的修为，夫君元阳耗尽，也未必能让你肚子鼓个大包。唐月华一如既往的冷，可那双美眸中透露出的坚定，说不说话已经不重要了。林峰笑着揽住江雪的纤腰，那感情好啊，这是我还能拒绝吗？不过以后得找点增强体质的圣药了，自己这凡胎肉体的，哪里经得住雪儿这妖精折腾？略。江雪吐了吐小香舌，一副谁怕谁的样子，煞是可爱。顾新蕊看了一眼席玉，一时间反而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姐姐们真的是，这怎么还较上劲了？难道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走吧，既然太阴真水让你们神魂提升了许多，那也该去百足拍卖会了。这话一出，本来抱着江雪的林峰瞬间换了个位置，变成了江雪抱住林峰。有大地强者带着跑，脑子还没有跟上，人就已经被带到了好几亿里外。要不是怕林峰承受不住空间的挤压，距离只会更快。小片刻功夫后，中州灵域百足拍卖会外，望着耸入云端一眼看不到顶的巨大楼层，林峰轻叹一口气。这里一切都没有变，人族圣地，古之大教，各大异族都不自觉沦为了这里的守护者。夫君，人家带你去最好的厢房。江雪莞尔一笑，百足拍卖会分为天地人3等包厢，基本上是按实力来选，其中天字包厢只有33个，也就是说能进入天字包厢的背后最低都有3尊大地强者。哼，就会显摆。林心瑶鼓起小嘴，那吃醋的样子看得席玉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真是我师尊，怎么像个吃醋的小媳妇一样？可他扭头一看，除了顾新蕊神色古怪，唐月华和苏清婉那小嘴鼓的也能挂上灯笼了。都是大佬，他还是老实吃瓜吧。江雪眯着眼睛，拉着林峰气场全开，所飞过的地方100米范围内的修士全部被无形之力推开。许多异族想要升起，可看到江雪那种倾世容颜，个个捂着脑袋躲到了人群中。真是倒霉，差点就破口大骂，还好保住了我的家人。奇怪，吞天魔尊已经好几千年没来了，以前都是派人过来，怎么这次还亲自露面了？没见识，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林峰，他可是好几位女帝的心上人。就是，不仅吞天魔尊、月华女帝、雷音女帝，就连一直在江家避世不出的星辰女帝都是他的女人呢。啊，星辰女帝也是？畜生的，他究竟要祸害多少仙子？别说了别说了，要是被听到，咱们就遭老罪了。几位异族长老大老远就看到江雪一行人，见他们直接飞了过来，连忙恭敬的行礼。见过魔尊，诸位女帝大人。废话少说，将天字1号包厢打开，不要耽误我夫君休息。啊，夫君？江雪一声夫君，给无数修士都听懵逼了，甚至有多位大帝投来了神识，可不等他们多看，就被吃醋的唐月华三女瞪了回去。异族长老闻言，额头上顿时布满了汗珠，他一边擦一边哆嗦的解释：这魔尊大人，天字1号包厢有人了，有人了。江雪脸色一冷，地威瞬间笼罩在这名异族长老身上，后者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动弹不了分毫。你们玄武族这么不懂事，本座来了，就让天字1号包厢的人滚出去，不管是谁，本座只给你还有里面的人实习时间。若实习后天字1号里面还有人，玄武族和里面的古教势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死！一如既往的霸道啊，原来温柔只留给了林峰啊。许多修士见江雪小鸟依人的飞过来，现在却如此霸道，下意识往后面退了退。不等玄武族长老点头，几个黑袍修士就出现在江雪不远处。魔尊大人何必为难玄武族道友？既然您亲自降临，那我等自然退让。唐月华几女面露诧异，这身装扮竟是踏平司徒家的冥府修士。按照林峰的推测，踏平司徒家的势力多半掌控接字天书下卷，如今霸占天字1号，难道修炼了完整的接字天书后对自己信心大增了？哼，一群藏头露尾的手下败将，滚下来！本座视线内不允许有生灵高过一头。江雪双眼微眯，地威碾压的空气都扭曲起来。冥府修士合力抵御，却还是后退了好几步才勉强止住身形。为首那位大地巅峰强者满脸怒气，可如此可怕的地威，江雪的神魂又变强了。他纵使是动用接字天书，恐怕也不是对手，说不定还有陨落的风险。见冥府修士退让，江雪眸子里闪过一丝冷意，但最终还是没有动手。快，赶紧去收拾，绝对不能有任何纰漏。玄武族长老心惊胆战的连忙吩咐侍女们去打扫，千万不能惹这魔尊不高兴了，不然大家今天都高兴不起来。夫君，咱们走了。江雪转头看向林峰，立马化身撒娇甜妹，拉着后者进入了拍卖会里面。唐月华几女紧随其后，一个闪身就出现在天字1号包厢内。二府主大人，我们……冥府二府主伸手阻止身后几名准地巅峰修士说下去，眯着眼睛传音：吞天魔尊又变强了，恐怕如今府主也不是对手。况且那林峰身边还有好几位女帝护着，以后看见他绕路走。冥府二府主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林峰除非各大古教围攻，不然根本没人动得了他。即便没有江雪，唐月华三女无疑不是横推当世碾压同代的怪胎，对付一个都费劲，几个组团要是真得罪死，还是自己把自己埋了算了。冥府修士轻叹一口气，努力修炼几万年，不如人家投胎投得好。不远处，一头墨玉麒麟从虚空中踏空而出，上面还有一块刻有金黄色的太阳旗帜。看到习玉离去的背影，为首青年脸上写满了阴沉。神子，教主吩咐了，不得与林峰发生争执。争执？人家都快爬到林峰床上去了，要是让他得逞，太阳神教还有活路。现在中州讨论的最多的就是林峰2个字，一想到他会帮习玉，太阳神子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旁边那位大帝看出了太阳神子的郁闷，不由摸着长须淡笑。神子，太阴神女姿色与他人相比，确实美得不像话。可你看看吞天魔尊他们，你觉得太阴神女的美人计有用吗？
不等太阳神子露出明目之色，那大的就在心里掀起了一丝鄙夷。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非要找死，那就别怪我提前跑路。上界有人咋了？他是能下来还是咋的？况且真到了那地步，太阴神教也不会坐视不管，到时候下界上界都讨不到好处。百足拍卖会，天字1号包厢内，江雪趴在林峰身上，红唇咬住一颗珠果，嘴对嘴给后者投喂。本以为这是示威，没想到这竟只是开始。当江雪想要投喂第2颗时，林星瑶他们再也看不下去，将林峰拉到了身后。在和江雪针锋相对时，林峰已经将顾新蕊的美腿当成了枕头。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拍卖会要开始了。顾新蕊看了一眼江雪几位姐姐，俏脸上不由多了一丝紧张之色。怎么把自己扯进来了？她只想安静的吃瓜呀。林峰，新蕊，你身上真香。顾新蕊听到这话，下意识看向了江雪他们，刚想解释什么，就见林星瑶他们冷哼一声坐了回来。也就在这时候，半空中降下了一排挽着白绫的飞天侍女。等他们舞完，一位体态妖娆的美妇这才在无数修士的口哨声下站在了半空中。下面几十层的修士纷纷想要目睹美妇的裙底风光，可惜有屏障阻拦，让他们无法大饱眼福。诸位前辈道友，欢迎来到百足拍卖会，奴家是花妖族的花花。闲话不多聊，接下来登场的是第1件拍卖品天穹神羽，它的起拍价为1亿上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上品灵石。另外允许奴家插句嘴，卖主特意说明，若是有哪位前辈或者道友愿意拿星辰砂交换，可以直接向奴家传音。轰！这话一出，纵使是唐月华他们也露出了惊讶之色。林峰也有些意外，没想到第1件拍卖品就如此给力。天穹神羽妙用诸多，但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用来锻造极道地兵。要知道，抛开多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极道地兵，其实近千年也才锻造出1-2件而已。每件极道地兵的锻造都需要耗损无数天材地宝，可极道地兵的价值很高，能让大地战力翻倍，无数大地都愿意掏空家底一试。不过星辰砂同样是锻造极道地兵的材料，能用灵石买，自然不会拿来换。哇，师尊，你们都不感兴趣吗？那我可出价了。席玉跃跃欲试，这可是极道地兵的材料，怎么就自己一个人有兴趣？材料而已，有个鸟用。我家雪儿他们实力在这里，没有就去借，不借就硬抢。借？席玉嘴角微微抽搐，你这个借怕是不会还的那种吧？不是，你强盗啊，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人，简直太可恨了。对了，能帮我抢一件吗？虽然是女儿身，但我感觉自己挺适合加入的。那行吧。席玉心里思绪万千，林峰不要的话，他可就要争一争了。等一下，我不要，但是可以帮你喊，或许可以帮你免去不少麻烦。你喊？席玉愣了一下，很快就回过神来，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这意思就是我出钱，你来爽。那什么，我只带了3万亿上品灵石。天穹神羽虽然珍贵，但我只能拿出1000亿，多了就不要了。席玉小手连连摇摆，万一林峰喊爽了，自己岂不是遭老罪了？行，知道了。林峰慵懒地应了一声，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神霄阁那些势力的家当没有给自己，但就2个势力的家当，自己都有20多万亿上品灵石了，挖了不知多少万年，现在全便宜自己了。100亿上品灵石，卧槽，人家1亿起拍价，你开口就是100亿。席玉差点跪在地上了，挣钱不容易，你能悠着点吗？尽管这个价拿不到，可是你也让别人有点参与感吗？我服了。林峰开口了，这谁敢跟他抢？抢完天穹神羽，怕世家就没了。笑死，你还挺乐观，你以为只有家没了这么简单吗？自从林峰露面以后，古教一个接着一个被灭。死！背后发凉啊，道友们，我看我还是放弃吧，有钱竞拍，没命用啊。诸多古教听到声音从天字1号包厢传出来，顿时议论纷纷，就是没人敢参与竞拍。吞天魔尊那不讲理的性子，要是让林峰不开心，那再次捣乱也不是不可能。他眼里哪有秩序可言，根本就只有林峰一个人，偏偏还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以前能拦住，可是这一次月华女帝他们也在，怕是不好拦啊。花花神色一愣，美眸中闪过一丝忌惮。林峰也太可怕了，他一开口，诸多古教天骄连竞拍的勇气都没了。不过再怎么惊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该做什么。
天字1号包厢出价100亿上品灵石，若3夕过后无人加价，天穹神域将归天字1号包厢所有。3、2、1，恭喜天字1号包厢拍下天穹神域。死！席玉满脸震惊，真的假的？他拿1000亿本就是抱着放弃的打算，没想到林峰一开口，竟用100亿上品灵石就拿下了。师公，太谢谢您了。席玉开开心心的拿着天穹神域，这玩意可不多见，上一次出现还是1000多年前呢，而且那次的价格可是高达7000多亿上品灵石。尽管来百族拍卖会不是散修大帝，就是古教2把手存在，可7000多亿上品灵石依旧不是小数目。小问题！林峰起身将顾新蕊抱在怀里，后者连忙打掉他作怪的手。林峰，你不许这么坏！顾新蕊俏脸羞红，上次是偷袭，这次他可防备的好好的呢。那吃个嘴子！哎呀，你讨厌！席玉，我应该在包厢外，不应该在包厢里。不是，你们两个能正经点吗？咱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就算你们想要秀恩爱，能不能看一下我啊？我这个外人还在呢。见两人视若无人的样子，席玉顿时感觉天穹神域不香了。这时候，花花小手一挥，一朵被霞光充斥着的莲花缓缓浮现。拍卖会才刚刚开始，诸位前辈、道友不必着急。接下来这件拍卖品名为霞光圣莲，可以加快修士吸纳灵气的速度。此物对破镜有奇效，准地强者也可以试试哦。所以霞光圣莲的起拍价为1亿上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准地破大地。这不纯纯开玩笑吗？这玩意虽然珍贵，但并没有花花说的那么好。不过拍卖嘛，总要说好听点，不然都没人愿意来了。林峰，他是不是对太古雨蝶有帮助？顾新蕊听完花花的解释，不由停止了嬉戏，看向了旁边的林峰。后者摸了摸下巴，霞光圣莲确实可以帮助太古雨蝶快速化茧成蝶，而且这妮子好不容易开一次口，待会吃个嘴子当回报吧。确实有用，不过拿下以后，你得让我亲一口。唰！顾新蕊一听这话，差点把脑袋埋进了林峰怀里。不知道为什么，这霞光圣莲突然就不是很想要了。对于接吻这事，顾新蕊心里还是有些阴影的，因为林峰不仅偷袭，还不老实。可是拒绝吧，自己心里又不怎么抗拒，反而有些小期待。再加上林星瑶他们都在，顾新蕊下意识就想逃避。我就这么说定了。林峰嘿嘿一笑，顾新蕊小嘴不自觉地张大，又替自己做决定，明明自己没有答应的。100亿上品灵石，死！林峰再一次开口，顿时让诸多古教皱起了眉头。不是一次就行了，你怎么次次开这么高的价？你觉得我们没钱，还是觉得我们怕了你？好吧，尽管两者都沾边，但你也不能啥都要啊。这里是拍卖会，不是你的个人秀好吗？1000亿上品灵石。当一道百灵鸟般的声音响起时，无数修士纷纷看向了源头，而许多大帝则是倒吸一口凉气，想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很快，所有目光均汇聚在天字18号包厢，竟是七彩灵雀一族。他们是真的需要，还是活腻了？有一说一，七彩灵雀一族美女是真的特别多，可惜没有和外族通婚的案例。可能对他族圣物有用吧，毕竟七彩时早已诞生了灵智。林峰没有多想，他还好奇怎么没人竞拍呢？难道都怕了雪儿？可这妮子挺温柔的呀，自己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在各大古教一族猜测江雪反应时，林峰不急不慢地继续竞拍。3000亿上品灵石。一直利用诱人身材吸引眼球的花花，此刻也愣在了半空中，不知道该说什么。诱惑林峰，那不仅自己活不了，花妖族也得跟着倒霉。乔江雪和林峰那巴不得时刻贴在一起的姿态，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吞天魔尊。5000亿上品灵石，1万亿上品灵石。死！不是，为了霞光圣莲，你明天不过日子了？林峰有些诧异，七彩灵雀族一向不喜欢争斗，获取灵石的渠道并不多。中州九域有无数道统存在，还有百族灵力，灵石矿资源远不是东荒可以媲美的。顾新蕊一个月也就10万上品灵石，要知道这可是东荒顶级势力的大小姐。可到了中州，顾新蕊早已对灵石数量麻木了，随便一个小势力的家底，或许都能跟神梦宗碰一碰。林峰，不要了，待会没人的时候，我让你亲。顾新蕊轻轻拉着林峰的手臂，这灵石太多，别为了太古雨蝶变穷了。其实他慢慢来，
自己还能剩点天才地宝，毕竟这是个小吃货，别怕，你夫君有钱。顾新蕊这姿态，要是让人看见，估计会大批舔狗愿意打断肋骨养他。即便是林峰，自然不会为了这点小钱妥协。不管这霞光圣莲对七彩灵雀族有什么作用，那都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15000亿上品灵石，死！不是，他们都疯了吗？霞光圣莲再珍贵，也不值这么多吧？道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真正喜欢他的人不会嫌弃他贵，只会嫌弃自己穷。难道你觉得青楼的消费便宜吗？这话一出，顿时有无数修士出来打断。哎，一码归一码呀，它不一样。与此同时，天字18号包厢内，一位姿色不比西域逊色的美少女，此刻正气愤地跺脚。可恶的林峰，吞天魔尊究竟给了他多少灵石？我七彩灵雀一族积攒1万年的灵石全搭进去，他一张嘴就超过去了。这家伙究竟是真想要，还是单纯在这捣乱？旁边那名老妪轻叹一口气，跟林峰拼财力，明显不现实啊。苏清婉还没有出手呢，掌控接近1半的黄玉资源，那才是真正的土豪。古教势力再厉害，一般也就30万至50万修士。可清风皇朝不一样，抛开驻守城池的军队，他还养了700-800万高阶修士组成的军团，这可没有把军阵的消耗算进去呢。身为黄玉的底牌，能让准帝抗衡大帝的军阵，消耗早已是个天文数字了。大小姐，放弃吧，霞光圣莲再重要，我们也拿不下了。不行，我要找他聊聊。七彩灵雀大小姐不顾老妪的劝阻，直接给林峰传音，却被天字包厢的阵法给阻拦。可恶，林峰，你究竟是不是诚心想要的？只要你将霞光圣莲让给我，我便破例让你去七彩神石山参悟7天。什么？七彩神石山？那可是宝地，无数修士想要挤进去，却没有那个实力。因为它可以让修士感悟出规则之力，甚至能在规则之力演变成法则之力时起到莫大的帮助。不过七彩神石山有上界七彩灵雀一族的大能部下结界，没有他们的允许，根本不可能进得去。少了，除非你再拿2杯灵泉之眼的泉水，这玩意我就买下来送你了。什么？灵泉之眼的泉水？你怎么还连吃带拿的？那可是能洗涤肉身，增加100年寿元的泉水。这洗涤肉身的效果对大地以下的修士都有帮助。七彩灵雀大小姐两眼一黑，这特喵跟敲诈有什么区别？咋的？你是土匪啊？行不行？给个准信，反正我又不急。对于七彩灵雀大小姐的想法，不仅林峰心里清楚，其实诸多古教也懂，她是为了七彩石。可是七彩石究竟有什么妙用，就只有七彩灵雀自己知道了。我同意。七彩灵雀大小姐轻叹一口气，只要七彩石可以加快吸纳灵气的速度，一切都不重要了。七彩石本就是重新沟通上界主族的空间阵眼，只要激活，他们七彩灵雀一族就能离开下界。为了这一天，不知多少先祖前仆后继，低调取宝。如今只缺霞光圣莲，灵泉之眼再重要，也比不上全族飞升。那行，钱我出了，你将霞光圣莲送去七彩灵雀大小姐那里。林峰嘴角微微上扬，亲不亲嘴不重要，但七彩灵雀一族的机缘可是很难得的。以顾新蕊的悟性，这次绝对可以领悟出规则之力，再加上灵泉之眼的泉水洗涤，那肉身强度将会再上一层楼。至于那100年寿元，尽管不多，但也聊胜于无吧。多谢，我名彩蝶衣，这是我族本命真语，过来的时候记得带上它。得到霞光圣莲的那一刻，七彩灵雀大小姐神色有些复杂，她感觉自己好像上当了，尽管1分钱都没出，但是自己好像把家给卖了。好说好说，七彩灵雀和凤凰一族关系密切，尽管血脉比凤凰弱了一点，但听说在上界的地位并不低。太古雨蝶实力不错，但他化蝶不着急，这些能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好处，自然要靠前。七彩灵雀一族得到霞光圣莲时，便仰天长啸一声，离开了百族拍卖会。林峰捏了捏顾新蕊的小手，有些好奇地看向江雪。雪儿，七彩灵雀一族实力这么靠前吗？天字18号相当于9天大陆排名第18了，尽管有些老六没露面，但对好面子的古教势力、异族势力来说，没有绝对的实力，可压不住他们。夫君，你对中州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呢。3000年前，七彩灵雀一族出了位传奇女帝，她和你家婉儿交过手哦。哦，和婉儿交过手？苏清婉见林峰看过来，罕见地露出了凝重之色。曾经七彩灵雀一族想要扎根黄玉，
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不过我们没有分出胜负，是他退了，但生死之战，我有6成把握打赢。换成现在，我找不到输的理由。以前有6成把握。苏清婉的雷道法则非常霸道，能让他这么说的，看来七彩灵雀一族的实力真的很强。在苏清婉他们处理自己事情的时候，看来9天大陆又出现了不少天骄人杰。这世间的天才，当真是如同过江之鲫啊！那好吧。林峰轻轻点头，反嘴就亲住了顾新蕊的红唇。后者双眼瞪大，脸上夹杂着羞涩、懵逼、惊讶。你都让给别人了，怎么还亲自己？正常逻辑不是应该作废了吗？顾新蕊小手尝试着推开林峰，可他力道轻绵绵的，压根没有一点抗拒感。小色狼！林心瑶他们清脆一声，新蕊这丫头还是太单纯了。身为道侣，小嘴都不给亲，待会他还把自己给说委屈了，这你受得了？席玉揉了揉自己脑袋，咋回事啊？不把自己当人是吧？你们接吻的时候，能不能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呢？不过听到拍卖会继续，席玉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了过去。可惜没有林峰感兴趣的，他都没有理会，默默品尝着顾新蕊的小嘴。这妮子身上是真的香，那香甜可口的小嘴更是没得说。过了许久，直到顾新蕊快喘不过气来，林峰才缓缓松嘴。这妮子红着脸整理衣裳，轻轻捶了一下后者。亲亲就亲亲，每次都喜欢趁机占便宜，真是流氓。你又使坏。第二天，随着拍卖会修炼进入尾声，除了少数古教势力和异族，基本上都在等待压轴品的出现。买不起咋了？过过眼瘾也行呀。林峰轻抚顾新蕊的大长腿，眼睛却在关注着拍卖会。当一颗白色的神石出现时，整个拍卖会瞬间弥漫着密密麻麻的大地神石。这是悟道石的气息。顾新蕊满脸惊讶，林峰却冲着他轻轻摇头。新蕊，能进入天字包厢的古教势力基本上都有悟道石，可现在出现在百族拍卖会的是悟道石中的极品悟道神石。悟道神石，普通悟道石都非常罕见了，而悟道神石是悟道石中1万块才勉强有几率诞生这么一块悟道神石。如今整个9天大陆贯穿古今都不一定出现过1万块悟道神石，也就是说这将是唯一一块，错过就没有了。诸位前辈还请稍安勿躁，相信大家都清楚这悟道神石的珍贵。不过还请花花先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妙用，再开始竞拍。这悟道神石不同于悟道石，它除了可以增加大道感悟，还可以加快法术的修炼，提升悟性。最重要的是，若有前辈领悟其中的大道治理，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轨迹。轰！花花话音刚落，无数古教势力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可很快，随着他玉手平放，诸多势力强行按捺住自己的心情，等待竞拍的开始。诸位前辈，悟道神石不同于其他的拍卖品，它的卖主也不需要灵石。此次悟道神石的拍卖，需要用极道地兵或者一部地经、古经来拍卖。死！开什么玩笑？极道地兵可是一位大地强者的心血，除非他离开了9天大陆，或者已经陨落之时没有后人继承。尽管近千年锻造出了1、2件，可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的。再放长远一点看，1万年内也就出世了4件极道地兵，这可不是绝对的数值，而是特喵的拼家底呀。至于一部古经、地经，那就更加不用说了，这可是古教势力传承的根本，哪怕是江家也只有一部地经。一具极道地兵和地经竞拍，顿时吓退了9成9的古教势力。开什么玩笑？他们又不是江雪，可以一个人追着好几个大地砍。要真有那实力，我还会老老实实跟你竞拍。夫君，你拿着。江雪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石碑和拇指大的天书，推送到了林峰的面前。尽管是迷你版的，可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妥妥是极道地兵呢。席玉左看右看，也有些怀疑人生了。不是，这可是极道地兵呢，你一出手就是2件。尽管知道江雪宠溺林峰，可这也太宠了吧。这是灭世石碑和净世天书，一个是灭世老人的极道地兵，一个是净世门老祖遗留下来的。这2件极道地兵对林峰没用，而左右护法都赏赐过极道地兵，所以江雪一直收着，也没有去理会什么。于他而言，极道地兵真不是什么稀罕物。你锻造了几10万年，江雪直接就伸手要，不给弄死你。人家都是你的了，何况区2件极道地兵呢？死！江雪刚刚说完，唐月华就熟练地揪住了林峰的耳朵。
这女人吸你阳气，你别上当。吸我阳气？你真把雪儿当妖精了？这妮子可听话了，随便自己怎么欺负。你要是也这样，那我也乐意被你吸。你干什么呢？快松开我夫君！江雪双手叉腰，眼瞅着要动手，顾新蕊连忙起身拦住了两女。两位姐姐，你们不要这样，让林峰先拍卖悟道神石吧。哼！江雪和唐月华同时扭过头去，但下一刻又同时看向了林峰的耳朵。后者捏了捏顾新蕊的脸蛋，这才看向外面的拍卖场。我出一件极道地兵！死！真有人这么豪横呢？本来寂静的拍卖会，此刻顿时变得躁动起来。可闻声望去，各个脸色都变得无比复杂。一天没见林峰竞拍，还以为他走了呢，现在直接干沉默了。有他家那位魔尊在，这悟道神石谁能竞拍得过他？就在众人以为没戏时，天字2号包厢传出了声音：一件极道地兵加1000万极品灵石。1000万极品灵石？不是，哥们，你明天不过了？你家防御大阵自己拆了呀？空间法阵这都是需要极品灵石来维持的，上品灵石再多那也不够的。冥符！林峰双眼微眯，接字天书在冥符手上，现在又盯上了悟道神石，看来他们灭掉司徒家的收获颇丰呢。但这群家伙不好找，要是没杀干净就后患无穷了。2件极道地兵！咕咚！当林峰爆出2件极道地兵时，就连冥府都陷入了沉默。家里有个强盗老婆就是好啊，别人辛辛苦苦几10万年，你一下子就抢走了。过了足足半刻钟，花花这才开口提醒其他修士，若没有前辈出价，那么悟道神石便归天字1号包厢所有。3、2，眼瞅着就要数到1，那些古教势力纷纷瞪大了眼睛，心里不断祈求，希望来一个神秘富豪掏出3件极道地兵碾压林峰。可惜这样的修士似乎还没有出声。当最后一声落下时，无数大帝几乎同时摇头叹息。这悟道神石甚至可以加深大帝对法则的感悟，奈何囊中羞涩，实力也没有冠绝群雄，只能眼睁睁看着被林峰买下。小小悟道神石，拿捏！顾新蕊神色古怪地看着林峰，你拿捏悟道神石，怎么摸我的腿了？你拿捏的究竟是悟道神石，还是我的腿？林峰刚刚将悟道神石收下，第2件压轴品又再次出现。诸位前辈，花花面前这是太阴真经，此物仅对大地强者有用，便是准地修士也无法炼化其中的阴系法则。而且太阴真经还可以将速度提升一个档次，它的价值不言而喻。所以太阴真经的起拍价为1000亿上品灵石，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加1块上品灵石也行。不过那也太贱了，离开拍卖会可能还有一场生死搏杀，还是拒绝不了的那种。在太阴真经出现时，立马就有一名大地气息的美妇出现在天字1号包厢内。几位前辈，太阴女帝求见。太阴女帝？林峰瞥了一眼席玉，看来太阴神教的目的就是这太阴真经了。不过此物确实可以让太阴女帝实力提升，对太阴神教更是意义非凡。让她进来吧。林峰思索片刻，还是轻轻点头。太阴女帝也是无数修士的梦中女神，尽管逊色月华他们一点，但也非常养眼了。美妇恭敬地点了点头，很快就打开了天字1号包厢的结界。下一刻，头顶黑金发冠的太阴女帝就闪身来到了席玉旁边，她朝着林峰以及江雪等女点头，这才示意席玉出价。太阳神教绝对会干预，不过等自己炼化了太阴真经，双方也该爆发一场大战了。席玉的追随者非常争气，不仅在6朝遗迹里面拿下了1件极道地兵和地精，大地丹也带了出来。如今太阴神教有5位大帝，太阳神教才4位，等自己实力精进之时，就是大战之时。林道友，待会太阳神教必定会捣乱，还望出财相助。待拍卖会结束，太阴神教愿意双倍奉还林道友所出的灵石。双倍返还，还挺有诚意的。林峰轻轻点头，并没有拒绝。我也不多，就20多万以上品灵石左右，你悠着点就行。席玉，太阴女爹，尼玛的，你管这叫不多？太阴神教拿命打下的江山，现在也才你的一半好吧？这么多灵石之源，我都不知道数字怎么写。太阴女帝深呼吸一口气，她活了这么久，从未有今天这么无语过。不过1万亿上品灵石，11001块上品灵石。太阳神子一开口，林峰眉头下意识皱了起来。怎么真有这么贱的人？真无语，
还以为自己是最贱的呢。10万亿上品灵石，死！太阴女帝负手而立，压根没有打算跟太阳神子耗的打算。就算倾家荡产，等击溃太阳神教之时，失去的一切都会回来。百族联盟管事在哪里？我要求查证太阴女帝的灵石数量。太阳神子一开口，立马就出现了一位大地巅峰强者，后者头顶抹黑色的角，中间还有电流在交汇。居然是暗雷族族长亲至，暗雷族实力在百族里面能进前10，看来他也怕太阴神教和太阳神教打起来啊。没办法，这两大古教背景太大了，又是死敌。嗨，太阴女帝都在天字1号包厢了，有林峰帮助，根本不用担心灵石不够呀。又是林峰百族拍卖会，听到最多的2个字就是林峰了。他背后那几个女帝个个强的离谱，根本没人敢惹。太阴女帝，太阳神子要求查证你的灵石数量，出于对拍卖会的尊重，希望你能配合。太阴女帝没有说话，撕开面前的空间，和暗雷族族长隔着空间裂缝对视，随即又取出一个装满灵石的空间戒指，对后者全部公开。暗雷族族长神识快速扫视，发现没有问题后，便冲着太阴女帝抱拳致歉。太阴女帝灵石数量足够，拍卖继续进行。砰！太阳神子气愤地拍了拍面前桌子，怀里的侍女都被他吓了一跳。可恶，这贱人为了太阴真经，是想掏空太阴神教的家底吗？神子，我们好像没有灵石竞拍了。太阳神子护道者满脸无奈，可太阳神子却露出了阴狠之色。6朝遗迹里面的大地丹不知道在谁手里，若是太阴神教得到了，那这次拍卖结束就是大战之时。不管怎么样，绝对不能让太阴女帝得到太阴真经。面对敌人时，若是抱着一丝侥幸，那尸首都得碎成1万段。可让师尊过来，甚至向其他古教势力借，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太阴女帝。太阳神子护道者轻叹一口气，若是林峰出手，他们财力根本不够拼。但神子说的也有道理，若让太阴女帝得到了太阴真经，他们就要遭老罪了。我这就联系教主。10万亿01块上品灵石。在护道者联系教主时，太阳神子又开始了恶心人的竞拍。太阴女帝眉头一皱，既然识破了，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拼财力吧。11万亿上品灵石。11万亿01块上品灵石。听到太阳神子追着恶人，其他古教势力纷纷坐下吃瓜。女帝追求者很多，但对手是太阳神教，根本没人愿意出头。林道友，直接报15万亿吧。林峰取出一枚空间金卡，里面堆放了5万亿上品灵石。嘿嘿，偷袭5万亿，到手10万亿上品灵石，血赚。这速度都快赶上打劫了。多谢。太阴女帝深呼吸一口气，有林峰的财力支持，这太阴真经他势在必得。多年恩怨，从这一刻开始，也要做个了断了。15万亿上品灵石？不可能，我不信你有这么多上品灵石，我要求再次查证。太阳神子满脸愤怒，开什么玩笑啊？那可是整整15万亿上品灵石，把自己卖了都不够竞拍的。不必查证了，我手里还有15万亿上品灵石，全部可以资助太阴女帝。林峰一开口，整个拍卖会都陷入了沉默之中。太阳神子脸色阴沉，林峰出面，相当于直接宣布他失去了太阴真经的竞拍。恭喜太阴女帝获得太阴真经。太阴女帝望着面前的太阴真经，神色激动地看着林峰。若你是单身，本座一定倒追。笑死！我要是单身，上哪里去抢这么多灵石？估计连进入百族拍卖会的资格都没有。林峰对自己吃软饭有足够的认知，毕竟这是雪儿踏平好几个古教势力的家当。女帝说笑了。太阴女帝低头浅笑，没有多说什么。孤身修炼多年，还是第一次得到他人的帮助，属实让他尘封的心有些激动。不过月华女帝他们都不是好惹的，自己还是别给太阴神教招惹祸端了。诸位前辈，历时1天，本次拍卖会也来到了尾声。接下来是最后一件拍卖品，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太初玄身。轰！当这几个字一出，无数大地的神识几乎将空间震得无法修复。太初玄身可谓是9天大陆顶级圣药了，很少有并肩的那种。它蕴含太初之气，只适合大地强者炼化，而它的作用就是让大地强者破境。不管是大地初期还是大地后期，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换句话说，一尊大地后期强者得到它以后，可以踏入无数这块大陆的顶端，大地巅峰修为。只要不去招惹太阴女帝这种镇压一个时代的恐怖存在，基本上没有威胁了。有意思。
太初玄参曾经出现过一次，是在李寒月那个时代，第4世。那一次，各大古教势力争得头破血流，陨落的大帝多达数十位，更是有诸多道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听说最后的得主是虚空大帝，不过人家已经离开了9天大陆，若是留下，实力绝对不会弱于苏清婉几女。而且他若想走，江雪怕是都很难留得住。同境修士根本不存在可以封锁空间，要封锁也是空间法则的大地封锁对手，打不过就跑，还在你家里来去自如，得罪了这等人物，一天到晚都不得安生了。稍微闭下眼睛，很快发现儿子被他弄死了。诸位前辈稍安勿躁，太初玄参的卖主不要灵石，想用古金来换。另外他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想得到10年时间的庇护。10年时间的庇护，难道他有仇人？花花，你直接说他有什么仇人吧。就是万一他和吞天魔尊有仇，这敢接？别说吞天魔尊了，你特喵惹了天字包厢的任何古教势力，那都够悬能保住狗命啊。花花神色一愣，刚想说什么，一位帅气青年就从普通包厢飞了出来。诸位前辈不必担心，晚辈得罪的势力没有大帝坐镇。没有大帝坐镇？小老弟，我看你面色和善，太适合当我教弟子了。在短暂的沉默过后，一个接着一个大帝强者看向青年。来，小友直接说是谁，本座待会就带你去灭了这垃圾宗门。特么的，害老子半天没敢喘气，搞半天是一个大帝都没有的垃圾门派。小友放心，只要你来我玄冥剑宗，古今任你参悟，还许你弟子尊位。玄冥剑宗算个屁，来我血雾神教，不仅条件不变，还把二长老他孙女塞你床上。666。林峰听到这些虎狼之词，双手扣6都忙不过来了。原以为大帝都高高在上呢，你看看这一个个多热情。夫君，真武古今对你没用，人家留下副卷，你将太初玄参拿下吧。江雪扭动纤腰靠在了林峰怀里，看他那样子，要是后者不同意，他就要想办法去抢了。大帝后期踏入大帝巅峰，有些修士一辈子都跨不过去，即便是他当初也用了10年时间，现在林峰用不到，可以留着吗？行，都听你的，不过你回去以后也得听我的。听你的？江雪俏脸一红，自己什么时候没有听话吗？都任由他欺负呢。不知道这坏人又有什么欺负人的坏点子，他一还不行吗？行嘛，人家都听你的。林峰嘿嘿一笑，低头亲了一下江雪那诱人的红唇，这才不急不慢地开口。真武古今给你，至于庇护一事，应该没人比我家雪儿他们更有威慑力了。卧槽！一激动又把林峰给忘记了，他若感兴趣，确实没人争得过他。你确定要将真武古今给我？青年有些迟疑，他对江雪几女的实力没有怀疑，只是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其他古教势力都是让他修炼地经，而不是直接给自己。可林峰这话意思就是真武古今只有自己一个人修炼，真武皇朝已经成为了过去式，这种只有一个人修炼的地经确实很爽呀。若非他没有背景，这太初玄参也不至于拿来拍卖。青年心里清楚，参与百族拍卖会的管理势力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他才选在诸多势力的注视下拿出来拍卖。要是只见一个古教势力，妥妥被杀人灭口，私吞太初玄参的。我会留下副卷，但目前不会给他人。林峰有想法将真武古今给黑龙军、江家以及神梦宗一套副卷，毕竟一个是追随自己到现在还忠诚的将士，一个是帮助过自己和林星瑶的远古地族，最后是自己岳父大人。我要副卷，古今留给我，迟早保不住。青年表示理解，反正他的目的是修炼地经，给自己一部好的功法。你很聪明。林峰笑着点头，江雪乖乖送上真武古今的副卷。很快，在无数势力异族的注视下，林峰和青年达成了交易。眼瞅着百族拍卖会结束，林峰也拉着顾新蕊他们离开了天字1号包厢。青年乖乖在第1层等待，但还是有些害怕的，毕竟林峰背后的女帝没一个善类。你叫什么名字？罗谦。罗谦刚刚说完，太阴女帝就脚踏虚空，瞬间挪移到了太阳神子的面前。从此刻开始，只有神教可以存在。砰！眼瞅着太阳神子要被一掌拍死，后者怀里一块玉牌被地威碾碎，浮现出了一道神念，挡住了这致命一击。太阴女帝莫要以为得到了太阴真经便可以为所欲为，神念被震得七零八碎，可太阳大帝本体已经出现，将太阳神子护在了身后。罗谦连忙躲在了旁边，
林峰则是饶有兴趣地欣赏两尊大帝气势对轰。那你可以试试。太阴女帝冷哼一声，面前虚空凭空碎裂，出现一个深蓝色的长鞭。太阳大帝不甘示弱，右手握紧虚空，很快就有一根浑身布满太阳真火的长矛凝实。是太阴女帝的星河之梦，还有太阳大帝的赤日神矛。难道他们要在这里厮杀吗？太阳神教在拍卖会里面多番刁难，太阴女帝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如今离开了百族拍卖会，根本没人敢管这事，我们还是走吧。啪！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太阴女帝已经率先出手，长鞭挥出数道阴森的气劲。太阳大帝轻舞长矛，打散攻击的同时，已经化为残影杀了出去。霎时间，百万里天空都被太阳和太阴两股法则笼罩，两人身影不断在虚空中交汇，周围不停有冲击波朝远处激荡肆虐。别说林峰，纵使是顾星蕊，甚至是死玄境巅峰的席玉，此刻也看不到两尊大帝的残影。要不是有两股法则之力倾泻，压根不会知道此处有人，误入瞬间会被余波震碎。时间不够，他没有炼化太阴真经，此战分不出胜负的。江雪慵懒地打了个哈欠，随即那小香蛇轻轻刮动唇角，眼神勾丝地看向林峰，像极了个女流氓。林峰瞅见江雪的眼神，下意识捏了捏顾星蕊的小手，转头看向了罗谦。罗谦，你的仇家是谁？飞龙堡在一处机缘的结怨，派人追杀了我10万里，都不肯罢休。10万里？罗谦也就升玄境修为，看来有些底牌啊。不过飞龙堡是什么势力？听都没听说过，一听就是个小卡拉米。婉儿，让张志带黑龙军灭了飞龙堡。罗谦，我也不说10年了，安心待在清风皇朝，保你无恙。罗谦迟疑许久，还是点了点头。不亲不想去。苏清婉环抱双臂，侧着身子，摆出一副你不亲我就不动的架势。罗谦连忙转过身去，他可不敢看女帝和林峰谈情说爱。哼，不去就不去，人家让魔宫的人出手就是了。江雪鼓起小嘴，居然拿亲亲威胁自己夫君，你真当他不？不等江雪多想，林峰已经亲了一下苏清婉，而且亲的不是脸蛋，还是苏清婉的小嘴。江雪捏紧小手，这坏人估计心里偷着乐吧。而苏清婉被亲以后，不由向江雪露出了一丝挑衅的眼神。拿下了夫君的元阳又如何？他那好色的性子，你以为靠自己一个人就能驾驭住？望着苏清婉笑着离开，江雪气到原地跺了跺脚，最后气愤地踩了一脚林峰，后者顺势倒在了顾星蕊怀里占便宜。世尊，我想弄死他。林峰微微抬头，这妮子疯了，想谋杀自己？难道看不到月华宝宝他们在吗？可瞅见席玉死死盯着太阳神子时，林峰又躺了回去。不是说自己啊？那没事了。你就知道欺负我？顾星蕊扶正林峰，俏脸羞红不已。他真是揍这坏人一顿，老是占自己便宜，一次比一次过分。再这样下去，他回神梦宗的时候，可能肚子真要鼓个大包了。林峰随手拿出一个软椅坐下，静静地等待黑龙军的到来。林星瑶瞥了一眼太阳神子，见对方也是死玄境巅峰修为，轻轻点了点头。不管输赢，此战过后，你的轮回劫将至，无需有任何顾虑，全力以赴地打一场。席玉双手作揖，恭敬地行礼。多谢师尊，弟子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林星瑶摆了摆手，席玉直接取出了自己的极品圣兵。太阳神教的狗，滚出来受死！你找死！太阳神子本就一肚子气，拍卖会被林峰捣乱，又差点被太阴女帝拍死。席玉如此羞辱自己，他直接就伸出双手，又缓缓握住空间绞杀。呼！林星瑶轻轻吹了口气，太阳神子的空间攻击瞬间崩溃。他瞥了一眼太阳神子的护道者，后者心头一紧，知道星辰女帝在警告自己不要插手，避免小命不保。他识趣地退到了虚空中。星辰女帝，您这是什么意思？太阳神子又惊又怒，他以为星辰女帝要出手镇压自己。若是这样，那自己就是底牌进出，也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再将攻击波及到我夫君这里，谁也救不了你。林星瑶眸子里的杀意一闪而过，他的话刚出，唐月华和江雪几乎同时冷哼一声。太阳神子这才反应过来，尽管格林峰有些距离，可若没人阻止，确实会波及到后者。如果是江雪和唐月华出手，就靠自己护道者大帝后期的修为，除了多一具尸体，并不会有第二种结果。对不起。太阳神子连忙低头认错，此刻的他哪里还在意其他古教势力看不看笑话？要是江雪他们生气，自己真的玩完了。
去吧。林星瑶瞥了一眼席玉，后者轻点脑袋，开着法天像的就杀了过去。太阳神子手搓太阳真火，逐渐凝聚一道剑气，如同太阳降临一般。剑气还没有挥出，太阳真火便先将周围空间焚烧出一个又一个窟窿。席玉手掐法诀，100米大的法香高举右手，随着身后星空之图浮现，一个笼罩万米的巨大星辰正以极快的速度下坠。砰！当剑气和星辰接触的那一刻，席玉玉手缓缓握紧，星辰在瞬间就被引爆。太阳神子的攻击被震得节节崩坏，直到彻底炸裂。星辰自爆引起的余波还让他后退数十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不可能，你竟会星辰陨灭这门法术？难道你已经……太阳神子捂着胸膛，脸上写满了震惊之色。他和席玉交手数次，两人都没有真正分出胜负来。毕竟太阴神教和太阳神教的传承底蕴相差无几，很难打出结果。可是现在席玉用的法术压根和太阴神教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那威力之大，根本不逊色太阴女帝、太阳大帝自创的地法。多说无益，手底下见真章吧。空间崩塌，席玉侧着身子，紧握小手。太阳神子周身的空间瞬间开始坍塌，所形成的压力让后者顾不上多想，只能借助身法快速躲避。这种生玄境标志性的空间法术，只要状态正常，基本上都可以躲过去。可在太阳神子自信领先空间坍塌一步时，席玉身后星图再次一闪而过。下一刻，一座星界之门在太阳神子必经之路上缓缓张开，一道道空间裂缝从门户里面钻出，如同触手般向四周扩散。太阳神子满脸惊骇，在躲避空间坍塌的同时，面前迅速凝聚一支杀意恐怖的神剑。去！神剑附着太阳真火，所过之处，整片空间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火焰轨迹。可这样的法术攻击进入星空之门后，仅仅只让虚空震颤一丝，便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直到太阳神子注意到席玉嘴角溢出鲜血，他眼中都露出了一丝恐惧。不，你这个疯子，居然献祭精血！为了杀你，区区精血算得了什么？席玉眸子里满是杀意，不顾气息虚弱，加快了星界之门的扩散。眼瞅着避无可避的太阳神子，疯狂催动太阳真火，凝聚一个坚固的护盾。在被吸入星界之门的前夕，太阳神子召唤出了一个巨大的日食。这日食笼罩万里天空，百足拍卖会四周瞬间陷入了黑暗之中。雕虫小技，黑夜可是我太阴神教的主场。席玉擦拭嘴角的鲜血，身后法阵涌动，成千上万的月刃凭空凝聚。当他催动星空之门关闭时，太阳神子已经借助防御圣兵狼狈地逃了出来。可等待太阳神子的是密密麻麻的月刃，这些月刃轻松划过虚空，仅此一瞬就让太阳神子左臂被割断。本就虚弱至极的太阳神子身上立马出现了无数的割伤。不，随着月刃的不停歇攻击，太阳神子周身的灵气护盾眨眼就破碎了。没了阻隔，月刃便无情在太阳神子身上肆虐。后者的护体圣兵用来抵御星界之门，此刻他除了拼死一战，再也没有第二条路了。3息过后，太阳神子躯体直接割成了虚无，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剩下。望着太阳神子的灵魂还准备跑路，席玉没有停手，玉手轻轻抬起，空间绞杀。砰砰砰！当太阳神子彻底陨落之时，日食和月食也在同一刻消散。此刻和太阴女帝僵持不下的太阳大帝，双眼都布满了血丝。你个贱人，找死！满嘴喷粪的杂碎，先过了本帝这一关再说。太阴女帝拦住太阳大帝，两人声音如洪，地威、领域、法则之力，极道地兵不停碰撞，气息朝四周激荡。哟，还没打完呢！人还没有看清，几艘巨型战舟便刺破虚空，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上面挂着的黑龙军旗随风飘扬，苏清婉身影缓缓从虚空中走了出来。太阴女帝和太阳大帝脸色不一，前者回到了席玉身边，后者却以为苏清婉想要插手。张志，拜见灵王殿下。黑龙军，拜见灵王殿下。张志带着黑龙军恭敬的行礼，那股肃杀之气弥漫全场。张志，带着罗谦去把那什么飞龙堡给灭了。是，灵王殿下。张志抬手一挥，一道虚空之桥直通罗谦面前。后者朝林峰抱拳行礼，这才飞到了黑龙军战舟上面。哎，你们怎么不打了？望着黑龙军离开，林峰疑惑地看着太阴女帝。反正自己看不到，继续打呀。林道友，多谢相助，
过段时间10万亿上品灵石会亲自送过来的。太阴女帝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带着席玉离开了。她知道七彩灵雀一族不让外人进去，席玉虽是林星瑶的弟子，但毕竟是外人。苏清婉等女和林峰关系不用说，七彩灵雀一族不会也不敢阻拦的。好吧好吧，林峰刚准备离开，见太阳大帝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不由对了回去。看什么看？你想弄死我呀？什么？弄死谁？江雪捏紧拳头，一副不给个解释的话，太阳神教就要提前消失的架势。太阳大帝差点把牙齿咬碎，明明林峰帮了太阴神教，他却不敢有任何不满。林星瑶更是将神子护道者喝退，连神子被杀都不敢出手阻拦，委屈可以说是拉满了。没有，只是希望和林道友交个朋友而已。不用了，太阴神教很快就会来找你的麻烦。林峰非常认真地看向太阳大帝，不出意外的话，你小子应该会被打成渣渣。不等太阳大帝多说什么，林峰已经被江雪他们带着离开了原地。其他古教势力见没有热闹可看，也兴致缺缺地回去了。只有太阳大帝满脸阴沉地捏紧拳头，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他不理解为什么林峰会站在太阴神教那边，难道就因为他们有2位女神在？不过有吞天魔尊他们在，难道林峰还有胆子偷吃不成？既然做不到，何必多此一举呢？若是帮助太阳神教，他完全可以将太阴女帝和太阴神女送给林峰当女奴。不久后，江雪拉着林峰在虚空中穿梭时，瞧见黑龙军在围攻飞龙堡，不由扭头看向了林峰。夫君，来都来了，要不要瞧瞧追随你多年的黑龙军实力如何？林峰摸了摸下巴，反正去七彩灵雀一族并不急，万一飞龙堡有老六也可以出手相助。念及至此，林峰点头同意了，一行6人就这么在虚空中观察。不得不说，黑龙军虽然前身不理想，但如今的实力确实很强。不仅有张志这个准地巅峰，还有2个准地后期的副将，哪怕是普通将士，修为也有死玄境后期。除了人数比禁卫军少，其他方面压根不逊色禁卫军分毫。反观飞龙堡那边，圣王修士比黑龙军少1位就算了，修士质量还参差不齐，除了有10多万数量看得过去，基本上没有一点活的希望。你们是清风皇朝的黑龙军？飞龙堡堡主满脸阴沉，他做梦都没想到，一个生玄境蝼蚁不仅逃脱了追杀，还将黑龙军带了过来。尽管飞龙堡势力在中州并不强，可对于黑龙军的名声还是清楚的，特别是黑龙军背后的掌权者，那才是真的逆天。同时和4位女帝是道侣关系，每一个都能单挑一个古教势力了，想想就令人窒息。离王殿下有令，赐飞龙堡死罪。张志没有理会飞龙堡堡主的震惊，他只想快点完成命令，然后回去休息。这里毕竟是圣域，夜长梦多。等等，我飞龙堡再不济，也比他一个生玄境蝼蚁强。不管他出什么条件，我飞龙堡都出双倍。双倍？张志神色一如既往的冷漠，对于这话压根没有一点心动的意思。我只知道这是灵王殿下的命令，至于他用了什么办法，那就与我无关了。更何况灭了你飞龙堡，所有东西一样是我黑龙军的。随着话音落下，张志迅速朝前方虚空举出了一柄长剑。下一刻，万米大的法天象的从张志身后站了起来，头顶云层也被一道巨剑刺破。快快快，立刻开启防御大阵！快啊！飞龙堡堡主语气急促，黑龙军6艘战舟结成战阵，封锁整个飞龙堡，他们想逃都逃不掉。10多万修士被3万黑龙军围住，传出去估计会贻笑大方。但飞龙堡堡主根本管不了那么多，直觉告诉自己，他不是张志的对手。宁！张志身后2位副将大手一挥，黑龙军所有将士纷纷朝战阵中心区域汇聚灵气。一时间，张志凝聚的一剑已经拥有了大帝初期的实力。感受着张志这一剑的压迫感，飞龙堡堡主心里此刻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为了踏平飞龙堡，居然不惜动用军阵。大帝战力对付飞龙堡，简直就是逆天匹配机制。这怎么打，又怎么玩？当巨剑落下之时，飞龙堡的防御大阵仅仅撑住了一息，随后就如同豆腐渣一样碎掉。主持大阵的飞龙堡堡主当场重伤，其他长老更是死的死，伤的伤。杀！张志长剑一挥，除了操控战舟的修士，其他人纷纷杀了下去。2个副将一马当先，万夫长、千夫长紧随其后。还没有缓过来的飞龙堡修士瞬间雪上加霜，根本没有一点战斗欲望。黑龙军将士551组，比他们高一个小境界的修士根本拿捏不住。
等黑龙军强者过来，他们根本跑都跑不掉。在纪律严明、实力强悍还配合默契的黑龙军面前，飞龙堡修士如同遭遇屠杀。仅仅接触几息时间，就有人崩溃到想逃。可抬头望去，除了西边没人，其他三面全是黑龙军的人。当他们不顾一切往西边飞去时，只见封锁空间的张志正踩着飞龙堡堡主的身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时间，绝望在蔓延，恐惧也在众人心底滋生。当飞龙堡被黑龙军清剿后，飞龙堡堡主想也没想就求饶：等等，别杀我，只要你放了我，我可以告诉你关于罗谦的秘密。罗谦的秘密？罗谦脸色铁青，本以为会快点结束，没想到飞龙堡堡主居然想要透露自己的秘密。哦，说来听听，本将只给你3息时间。你先答应放了我，我保证此事对你背后的灵王殿下也有利。飞龙堡堡主喘着粗气，可他刚刚说完，罗谦就凝聚攻击，想要趁机杀了飞龙堡堡主。可惜他只有升玄境修为，而张志却是准地巅峰。在罗谦动手的那一刻，张志就展露威压，先一步制住了他。你激动什么？既然对灵王殿下有利，那就让他说完。罗谦沉默不语，脸上闪过了一丝苦涩。要是自己的秘密暴露，那林峰说不定就是下一个飞龙堡。说吧，只要你说的东西有价值，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飞龙堡堡主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而罗谦也只能绝望地接受事实。其实罗谦不是散修，他是灵域一位远古帝族的后代，尽管家族被灭，但他侥幸逃过了一劫。而他所在的家族正是当初灵域大名鼎鼎的不死帝族罗家。尽管他没有得到罗家的地精，但不死帝族的秘法他一定知情。我飞龙堡无意间得知此事，所以才会不断派人追杀。可惜他太会躲了，我亲自追都被耍了好几次。罗家？张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灵域罗家实力确实不错。听说当年有3位大地巅峰强者，放在现在那也是名列前茅的势力。如今的古教势力拥有3尊大帝的不少，可是全部都在大地巅峰的却没有几个。不错，你的信息很重要，我会如实转告灵王殿下的。多谢将军，我一定。噗！飞龙堡堡主话还没有说完，张志身后的副将就抹杀了他。灵王殿下说过，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本将答应放了你，那和副将有什么关系？罗谦脸色难看的后退2步，他没想到张志居然玩这一手，难道这他有私心？在罗谦沉默的时候，张志已经捏碎了飞龙堡堡主的灵魂。罗小兄弟，不管你和灵王殿下达成了什么协议，今天的事情本将都会如实上报。至于你的身份是什么，那就与本将无关了。罗谦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张志手段虽然贱了一点，但人品还是不错的，没有直接扣押自己，逼问不死秘法。多谢将军，走吧。灵王殿下说过，只要你在清风皇朝，便保你无虞。若你想独自清修，本将可以命人给你寻一座府邸。张志轻轻摇头，黑龙军也在此刻清点完战利品。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林峰几人缓缓从虚空中走了出来。江雪都以为张志有私心，没想到他竟没有半点逾越之举。灵王殿下，您怎么在这里？张志脸上堆笑，刚刚行礼就被林峰虚脱了起来，准备去七彩灵雀一族，路过此处就看看，只是没想到罗兄竟是不死帝族的唯一后人。罗谦苦笑一声，沉默良久才看向林峰。灵王殿下，不知在下献出不死秘法，可否保全性命？不死秘法？林峰本来是不感兴趣的，毕竟他修炼了乾字天书，只要灵魂不灭，可以复活的。灵魂灭了就会遁入轮回，而且不死世家哪里是真正的不死，不一样被人灭门了吗？不过嘛，这送上门的东西哪有不拿的道理？当然，罗谦连张志都打不过，自然不可能在4位女帝的注视下逃脱。想到这里，罗谦缓缓取出了一部天书，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者字。死！林峰倒吸一口凉气，就连江雪他们也满是惊讶之色。没想到拥有太初玄身的蝼蚁，身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秘密。这是他们听到的第5部天书了，除了阶字天书在冥府，其他的3部他们都有修炼。这是者字天书，是我罗家不传之秘，而且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只要还剩一口气，便可以瞬间恢复至巅峰状态，没有任何限制。卧槽，这么变态！林峰听完直接扭头看向江雪。雪儿，罗家是怎么被灭的？10多个古教势力围攻，
耗时7天7夜才屠尽罗家全族。不过看样子，他们最后还是没有得到这字天书。江雪神色淡然，对罗家一事他不感兴趣，但也有所耳闻。毕竟被这么多古教势力围攻，他还以为犯天条了，好奇地关注了一下。老祖献祭自己神魂，强行将我送入了虚空中，离开了灵域，这才……罗谦神色暗淡，可林峰却抬手打断了他。不必多说，复仇一事得靠你自己，我只答应护你人身安全。反正时间充裕，你可以在清风皇朝慢慢进修。林峰心里清楚，罗谦应该还没有来得及修炼罗家的地经，就被迫开始逃亡之路。难怪他会拿太初玄身换地经，说到底还是为了复仇。但这事和林峰没关系，他只做自己承诺的事，至于其他的，让罗谦听天由命吧。毕竟自己家又不住海边，不可能啥事都管。多谢灵王殿下。罗谦知道林峰已经仁至义尽，没有杀了自己独吞，已经很不错了。张志，带他回清风皇朝，再安排一座府邸。谨遵灵王殿下之命。张志大手一挥，带着罗谦驾驭战舟离开了圣域。月华，布下结界，参悟完者字天书，再去七彩灵雀一族。唐月华轻点脑袋，一道深蓝色的结界瞬间凝聚而成，又快速消散在天地。唯一的变化就是没有大地巅峰修为，根本看不到此处有人，相当于集体隐身一样。林峰将者字天书放在半空中，6人围着他坐下，一同参悟。反正都是自己女人，放心的很。半个时辰后，顾新蕊又以逆天悟性第一个退出了参悟状态。当江雪他们参悟完，脸上惊讶之色一闪而过。新蕊这丫头的悟性是他们见过平生最逆天的，没有之一。这还是没有参悟悟道神石，等参悟了悟道神石，悟性还会更上一层楼。新蕊，你可真是个天才。顾新蕊眉头微皱，明明在夸自己，为什么听着怪怪的呢？快走快走，人家还没见过七彩灵雀的本体呢。听说它们尾部如同彩虹一样美，越来越期待了。林峰揉了揉顾新蕊的脑袋，后者小嘴顿时鼓了起来。老是喜欢揉自己脑袋，把自己当小孩子呢。走吧走吧。半刻钟后，七彩灵雀一族小世界外，林峰缓缓取出七彩灵雀一族的本命真羽，运转灵气催动，很快就有2名美妇从虚空中走了出来。他们扫视了一眼江雪几女，对林峰几人的身份立马明了，原来是林公子和几位女帝来访。几位，里面请。2名美妇恭敬地让开路，同时打开了小世界的入口。林峰拉着顾新蕊飞进去，却发现七彩灵雀一族族人基本没有几个。2位美女，不知道蝶衣小姐她们。2名美妇对视一眼，随即左边那名美妇在带路时侧着身子开口：林公子，大小姐有事在身，命我2人特此接应，失礼之处还望海涵。不过您请放心，大小姐答应的事情绝对不会食言的。食言？你们也要有那个胆子呀。婉儿、瑶瑶、月华他们任意一个奈何不了，可是他们现在都在呢。雪儿这妮子也在旁边，自从交出自己以后，她比以前更听话了。什么砍了自己的双腿，这话已经从她的脑海里消失了。每天都要自己抱着休息，时不时还气气月华他们。无妨，先去灵泉之眼吧。美妇轻点脑袋，调转方向挪移。江雪在他们身上留下空间印记，瞬间也挪移了过去。2名美妇肉疼的从灵泉之眼处接下2杯灵泉，递给了林峰。后者和顾新蕊1人1杯，就在旁边炼化，洗涤肉身。随着泉水被炼化，林峰明显感觉自己体质变强，只是觉得浑身有些燥热。见顾新蕊还在炼化，他反手就将林心瑶抱在怀里亲了起来。林心瑶没有对林峰设防，直到他强吻成功，这才反应过来。不过他也没有抗拒，只是毕竟有外人，他害羞呀。哎呀，羞羞！江雪故意捂着俏脸，却撒开小手，明目张胆地欣赏2人接吻。苏清婉和唐月华满脸无语，你和这坏人嘴都亲烂了，还羞羞？要不是修为高，受孕几率很小，你怕是都有身孕了吧？每天霸占林峰，自己可一句话没说呢。2名美妇俏脸一红，现在的年轻人卧槽了。算了，他们加起来才勉强超过星辰女帝的年龄，对星辰女帝他们才是年轻人。过了许久，林峰这才恢复平静，缓缓松开了林心瑶的娇躯。后者红着脸整理衣裳，就这么俏生生站在林峰面前，也没有退后的意思。林公子，你着急了，你现在的修为只能慢慢来。林峰将手搭在林心瑶的香肩上，他哪里知道灵泉之眼的泉水效果这么好，
尽管浑身火热，不过体质增强了也非常不错。以后可以多和雪儿修炼昆仑诀。江雪似乎清楚林峰的打算，娇媚地看了一眼后者一眼。欺负就欺负嘛，现在修炼了者自天书，他可不怕。最好呀，让自己独自鼓个大包。不管林心瑶他们何时和林峰结合，自己永远大老婆，永远压他们一头。时至今日，江雪也想开了一点，想让林峰和唐月华他们断绝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既然阻止不了，不如成全。呼呼呼，林峰，我好热，想要先洗个澡。这时候，顾新蕊俏脸发烫的跳了起来，急得抱着林峰的手臂团团转。看这妮子的样子，就知道和自己一样，无法立马炼化灵泉之眼的泉水。而且这妮子凝聚水柱冲刷了好几次，依旧没有半点效果。不需要，我给你们降降温就行了。话音刚落，林峰和顾新蕊就被冻成了冰雕。不过唐月华有分寸，并没有伤害两人。可江雪、林心瑶、苏清婉三女却急了，生怕把林峰给冻坏了。你干嘛呀？有别的方式吗？江雪吹了口热气，两人身上的冰瞬间融化。林峰倒是冷静一点，可顾新蕊的俏脸依旧发烫到不行。见三位姐姐都围着林峰转，顾新蕊直接挪移到了唐月华身边。哎呀，月华姐姐，你再动一下人家吗？唐月华嘴角微微抽搐，她真是从未听过如此古怪的要求。不过冰冻终究不是办法，唐月华思索片刻，眼眸轻眨，在虚空中凝聚两股寒流，缓缓打入林峰和顾新蕊的体内。两人脸色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平静。哇，降温了！顾新蕊开心地蹦跶两下，她刚刚都要以为自己的脑子烧坏了。走吧走吧，该去七彩神石山了。林峰伸了伸懒腰，这几个妮子最近不斗嘴，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呢。难道雪儿把第一次交给自己以后，他们都干沉默了？不过他也没有多想，顾新蕊这次大概率会参悟出规则之力，他的生之雷劫也应该会降临。走吧。唐月华兴致缺缺的点头，自从江雪得逞以后，他的肤色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滑了。难道那种事情还有此等奇效不成？七彩神石山，林峰和顾新蕊携手进去，江雪等女想要跟上去时，却被两名美妇拦了下来。不好意思，几位女帝，七彩神石山，滚开！本座必须待在夫君身边。江雪根本不听美妇说什么，催动地威就将他们逼退。林峰在第8室被禁室门控制，这是一直是江雪心里的一道坎。即便两人已经洞房，但江雪只会更加粘人，除非是唐月华极女，不然她根本放不下心来。万一七彩灵雀一族也有这种手段呢？不怕1万，就怕万一。江雪要做的就是杜绝一切的可能性。这怎么？你觉得七彩神石山对本座有用吗？还是你们觉得本座在惦记着这些破石头？江雪双眼微眯，玉指轻轻抵在一起，两名美妇就被一只无形大手掐住了脖子。那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让两名美妇心里清楚，江雪不是在开玩笑。她要是动手，恐怕整个七彩灵雀一族都会死绝。不是，只是……美妇脸色犹豫，有些事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而是底线问题。她不可能屈服于江雪压迫，否则就是被迫七彩灵雀一族。唐月华见此，轻踩莲步挪移到了林峰的旁边。这样吧，我陪林峰进去，他们在外面等着。也许你们有自己的族规，但我们也不可能让林峰置身险境。两名美妇对视一眼，正犹豫之时，彩蝶衣的倩影就出现在不远处。他们只是奉命行事，魔尊大人何必如此动怒？月华女帝说的有理，你们若不放心，可让一人跟着进去。江雪听到这话，神色终于缓和了下来。可以。彩蝶衣暗暗松了一口气，七彩灵雀一族即将飞升上界，一些规矩可以适当打破，不然惹怒了江雪，他们不可能有人活过今晚。安了。林峰给了江雪三女一个飞吻，随即被唐月华拎住了衣领揪走了。月华你慢点，我形象没了。扑哧，听到林峰声音渐行渐远，江雪他们一下子没绷住，笑出了声来。有了彩蝶衣的许诺，七彩神石山打开了结界，让三人飞了进去。映入三人眼帘的是随处可见的神石，每一颗都蕴含着大道之力，光是深呼吸一口都妙用无穷。去山巅参悟，我替你们护法。唐月华身形一闪，直接带着两人来到了七彩神石山山巅。新蕊，抓紧时间参悟吧。林峰轻轻摇了摇头，他才地破境初期，七彩神石山对他用处不大。不过此地灵气充沛，
大道之力浓郁，倒是可以加深对大道的感悟。顾新蕊轻点脑袋，娇躯浮在半空中，很快就全神贯注投入参悟规则之力中。林峰刚想跟着一起，就被唐月华用大长腿壁咚在石壁上。你才地破镜，你想参悟什么？林峰刚想解释，可此刻孤男寡女的，再加上唐月华拿腿壁咚自己，不由心领神会。只见他伸手捏了捏后者的小腿，从壁咚状态变成了相拥。那不如咱们参悟一下更有意义的事情。唐月华俏脸一红，这家伙在占便宜的事情上反应总是不一般的快。不过在外面有人阻拦，而在七彩神石山上可没人能进得来，这种天然的优势他不能错过。别看江雪已经得逞了，但他不会让别人轻易拐跑林峰的。你就不怕新蕊发现？唐月华一开口，林峰额头上缓缓浮现几道黑线。你要真怕新蕊发现，怎么会那么主动跟进来？刚刚气氛不对，差点和七彩灵雀一族打起来，没想到你这妮子心思不单纯呐。那好吧，咱们就在这里抱7天，聊聊人生，谈谈理想。林峰嘴角微微上扬，右手微微用力，将唐月华娇躯紧了紧。后者轻咬银牙，恨不得一口咬死林峰。这家伙简直不要太坏，故意在这里调侃自己呢。自己还是第一次，这种事非要自己主动吗？我留下一缕神念，避免新蕊渡劫出现意外。唐月华刚想分出一缕神念，娇躯就被林峰拦腰抱起。月华，你真是个小色女，你猜测，有本事你就放我下来，让你家雪儿进来。唐月华红着脸瞪了一眼林峰，占着便宜还说自己好色，什么人呢？林峰闻言连忙亲了一下唐月华。这妮子脸皮比较薄，主动亲亲，再到现在这一幕，完全是被雪儿他们影响了。逗逗他可以，玩脱就不好玩了。你看你又急，在我心里，你和雪儿他们一样重要。哼，去我小世界。唐月华鼓起小嘴，分出一缕神念，便带着林峰进入了自己的小世界。尽管没人阻止，可唐月华身上的长裙还是缓缓滑落，露出那雪白的香肩。见林峰站在面前欣赏，不由红着脸轻啐一声：以后有的是时间看，现在吻我。死！话都说到了这份上，再不亲就不礼貌了。林峰没有多说，单手揽住唐月华的纤腰，低下头品尝那张诱人的红唇。唐月华和江雪不同，她那清冷出尘的气质，亲的林峰都有负罪感了。唐月华看似冰冷，但她只是不爱说废话，其实内心非常温柔。此刻的她放下了所有防备，似乎在提醒林峰自己任由他处置。林峰深知春宵一刻值千金的道理，很快就顺从了唐月华的意愿。此处省略30万字。唐月华将那朵血红梅花收藏，红着脸依偎在林峰怀里，只是那小嘴却不自觉地微微鼓起。这么会折腾人，也不知道江雪教了你多少。林峰低头亲着唐月华那能养鱼的锁骨，陷入了沉默。雪儿那妮子也是第一次，能教自己什么？自己教她还差不多。你这妮子真是倒反天罡，真以为自己身穿过来之前，那些异国他乡的导师是摆看的吗？不过林峰深知，女人吃醋的时候，她说什么就是什么。顺着她，那她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猫咪；逆着来，瞬间就炸毛了。就唐月华这实力，她要是生气，那怕是不好收场。月华，你身上真的好香。林峰脸上满是迷恋之色，这清冷气质加上美到窒息的倾世容颜，还有那看着就很爽的诱人身材，他已经不想起身了。你对新蕊也这么说过，不过人家更加好奇，我和江雪谁更香呢？唐月华趴在林峰身上，眉宇间多了一丝媚态，让他吃醋的时候都更加诱人了。哎呀，这个问题可难倒我了。每次闻到你的香气，我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神奇的花园，各种花香交织在一起，让我陶醉其中。而雪儿嘛，她的香气更像是那种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的水果糖，甜而不腻。但是呢，我可不能偏心，因为你们俩的香气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独特，就像我的左右手一样，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唐月华翻了翻白眼，嘴巴这么甜，还真是无懈可击呢。算了，说不过你，人家要休息了。唐月华扭动娇躯，刚想进入梦乡，就被林峰抓住了小手。哎，刚刚夫君叫的挺甜，现在怎么不叫了？快点快点，我还想听。林峰凑近唐月华，两人鼻尖轻轻触碰，后者不禁羞红了脸。你真是个流氓，以后人家天天叫夫君还不行吗？不行，我现在就要听。林峰咬了一下唐月华的上唇，这才带着坏笑松嘴。老师问自己送命题，从现在开始，
攻守一行了。唐月华美眸中夹杂着羞意，这家伙还真欺负自己上瘾了是吧？可想到两人已经洞房，唐月华咬了咬红唇，迟疑片刻，这才娇滴滴地亲起红唇。夫君。让性子冰冷的唐月华带着撒娇般甜甜的叫自己夫君，真是让林峰有种莫名的征服感。怎么说呢，就一个字，爽。流氓。唐月华想起林峰那些爱好，顿时化身八爪鱼缠住后者，不让他使坏。7天后，顾新蕊成功悟出了规则之力，还将他掌控以后，才不再压制修为，冲击升玄境。有唐月华神念庇护，顾新蕊完全可以全力渡劫。不过等顾新蕊渡过雷劫，稳固自身气息时，才发现林峰和唐月华早就在一边等候多时了。而唐月华亲密地挽着林峰手臂，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把顾新蕊都看呆了一下。月华姐姐，这是笑了？顾新蕊一蹦一跳的挽住林峰另一条手臂，好奇地扭头看向他。林峰，你没有参悟七彩神石吗？怎么感觉月华姐姐特别开心？参悟七彩神石？开什么玩笑，一群破石头哪有月华宝箱？我倒是参悟了，就是和七彩神石没有关系而已。和七彩神石没有关系？单纯的顾新蕊伸手挠了挠小脑袋瓜，来七彩神石山不参悟七彩神石，那还能参悟什么？月华姐姐，我怎么感觉你更加迷人了？林峰不自觉地挺直腰杆，唐月华察觉到林峰的小动作，不由白了他一眼。以后新蕊也会这样的啊？我也会更加迷人吗？可自己真的不是夸赞呀，而是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而已。更何况自己只需要迷住林峰一人就够了，其他人怎么样和自己又没有关系。想到这里，顾新蕊还偷偷瞄了一眼林峰。不久后，三人离开了七彩神石山，出现在江雪吉女面前。顾新蕊没心没肺的蹦跶，她挺喜欢现在的生活，喜欢的人在身边，保护自己的姐姐又成了姐妹。可林心瑶和苏清婉却投来了死亡射线，脸色冷得让人发颤。江雪小嘴微张，她没想到平时最冷的唐月华居然会如此大胆。月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林心瑶捏紧小手，7天过去，她压根没有往那方面想。直到现在察觉唐月华的原因没了，她才发现自己真是有够单纯到好笑。还护法呢？谁家护法能把自己原因护丢的？夫君无法炼化灵泉之眼的泉水，我只是帮帮他而已。帮帮他？哼，那你可真是大好人呐！你看我信吗？你……林心瑶气愤地甩手，随即委屈到原地跺脚。瑶瑶姐姐，你怎么了？顾新蕊满脸疑惑，她不明白为什么瑶瑶姐姐会这么生气。难道自己突破太快了？还是瑶瑶姐姐不喜欢自己了？新蕊，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什么？见林心瑶又急又气，还舍不得对自己大声说话，顾新蕊小手抵在一起，轻轻触碰。他就参悟规则之力嘛，应该知道什么？难道七彩灵雀一族有大秘密？别问这丫头了，以月华的手段，她估计啥也不知道。见顾新蕊那清澈的眼神，苏清婉也有些无奈。她做梦也没想到唐月华会当老六，这可真是老奶奶钻被窝，给也整笑了。林心瑶还想说什么，七彩灵雀一族的小世界却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彩蝶衣轻挥衣袖，朝着江雪等人抱拳行礼，最后看向了林峰。七彩灵雀一族已和上界主族取得联系，不日将离开9天大陆。诸位前辈，还有林公子，多余的话不多说，若还有机会再见，欢迎再次来七彩灵雀一族做客。尽管是客套话，不过林峰还是回了一礼。江雪瞥了一眼彩蝶衣，后者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打开了小世界出口。告辞。望着林峰6人离开，彩蝶衣不禁有些唏嘘。林峰魅力真大，居然能让10万年前闻名大陆的月华女帝主动现身。不过他再怎么威风，自己和他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半刻钟后，太阳神教属地，天际如墨，乌云翻滚，仿佛连星辰都为之颤抖，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即将降临。本想回清风皇朝的林峰等人，瞧见太阴神教正在围攻太阳神教，干脆坐在了九霄云外看热闹。太阴神教教众身穿银白色战甲，所在天空呈现月食异象。太阳神教那边则是身穿火红色战袍，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日食异象。双方一排排战舟浮在空中，虚空中更有成群的巨兽在咆哮，那兽吼声震得周遭空间不停激荡。太阴女帝，你当真要开战？太阳大帝脸色阴沉，他一直担心的事就是大帝丹落到了太阴神教手里。本来多出一部地经，
一见极道帝兵就很烦了。如今看到太阴神教出现5尊大帝，他顿时感觉天都塌了。多年恩怨，今天该了结了。太阴女帝玉手轻挥，一道通天光柱以自身朝周身蔓延，那盖世威压以极快的速度冲着太阳大帝冲刷。后者展露地威抵御，仅仅僵持片刻，身后空间就被震碎，太阳大帝更是直接被逼退。本座已经炼化太阴真经，太阳大帝亲眼见证太阳神教的覆灭吧。太阴女帝呵斥完，身形化为鬼魅，在虚空中急速穿梭。太阳大帝没有办法，只能亲自牵制太阴女帝。2位大帝刚刚离开，太阴神教和太阳神教的战舟就迸发出如雨点般的法术攻击，一排排高阶修士各显神通，巨兽冲撞在一起，让空间不停产生快要撕裂的波动。杀！随着习玉小手一挥，双方修士立马手持灵兵交战。尽管太阴神教多了一位大帝初期强者，可太阳神教的护教大阵也不赖，一时间双方竟僵持住了。不过当太阴神教祭出在6朝遗迹所得极道帝兵，优势瞬间就朝太阴神教这边倾斜，清理太阳神教的渣子，合力破阵。习玉站在主战舟甲板上，指挥着太阴神教的诸多修士。随着他的话一出，大批圣王境长老裹挟圣兵冲杀出去，放眼百万里，异象频频，杀喊声不断。这就是古教势力的全面厮杀吗？当真如同末日降临一般。林峰拿江雪的大长腿当枕头，躺着欣赏下方的战斗，避免他看不清江雪贴心的撕碎空间连接下方，如同近距离观看一般。历史向来由胜利者书写，如果太阴神教损失惨重，那些观望的古教势力未必不会背后捅刀子。苏清晚清起玉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例子简直不要太多。不过太阴神教实力全面压制，而且看戏的大帝不少，估计没几个敢出手的。毕竟螳螂不止一只，黄雀也是一样，太残暴了，还是雪儿怀里安全。江雪笑嘻嘻地帮林峰轻揉脑袋，他就喜欢听这话。以后多生几个宝宝，一家人开开心心的，不开心就灭几个圣地玩玩。他眸子里闪过一丝慈爱，对自己和林峰以后的生活，他已经期待了8000多年了。飞升上界可以追寻永生，可若是没有林峰，他对永生一点兴趣也没有。不为永生，只为在红尘中等林峰归来。现在他等到了，就是情敌有点多，有一个还没拦住。林峰，神梦宗以后也会像太阳神教一样吗？顾星蕊眼角泛起雾水，他也怕神梦宗有这么一天，毕竟爹爹还在那里呢。不会，以神梦宗的实力，根本撑不到现在。江雪、唐月华、苏清婉、林心瑶，你特喵的就是这样哄人的？打你！顾星蕊气呼呼地捶了一下林峰，哇的一声直接哭了出来。后者见此，连忙将他拉到怀里安慰：没事的没事的，下辈子小心点就行。我是说有雪儿他们的神念在，神梦宗部会有那一天的。安慰到一半，发现江雪他们小嘴微微鼓起，林峰连忙改口：夫君，你怎么老是喜欢欺负星蕊？唐月华无奈地摇了摇头，明明这丫头乖得很，他真是搞不懂。嘿嘿。林峰将顾星蕊抱在怀里安慰，没有回答唐月华。这妮子不仅乖还可爱，真像太阳。至于欺负，那以后欺负的日子可还长着呢。好了好了，星蕊，夫君跟你开玩笑的，神梦宗不会有事，你爹爹也是。江雪揉着脑袋，对这2个人他也是醉了。顾星蕊冷静起来，抓住林峰的手腕，狠狠就咬了下去。啊！救命！这妮子要谋杀亲夫了！林峰仰天长啸，江雪他们均是眼唇轻笑，没有帮忙的意思。这时候，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太阳神教护教大阵被太阴神教的修士攻破。太阴神教修士如同洪水般席卷，见到太阳神教的修士就杀，别说活口了，路过一条狗都会被砍死。林峰见此，连忙拉着顾星蕊继续看戏，顺便摸了摸江雪的美腿。后者白了一眼，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神女是太阳大帝的道侣，听说林公子喜欢美女，不如啪！那位长老刚刚开口，被擒住的美妇顿时露出了绝望之色，想死死不了，想逃逃不掉，还要被送去任人欺辱。长得漂亮却没有星辰女帝那等实力，简直就是一种悲哀。可惜玉听完，直接就凝聚一道灵气，给了那位长老个大鼻窦。让我给师公送女人，你想让太阴神教万劫不复吗？太阴神教长老捂着脸后退，不敢再说一句话。习玉眸子里闪过一丝怜悯，可手却没有留情。同为女人，
我不会让你遭遇欺辱，但你我立场不同，想活命却也不可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送你上路。噗！习玉凝聚一道斩击，径直刺过美妇的身体。后者灵魂在消散前给了习玉一个笑脸，似乎在说谢谢。立马清点太阳神教的战利品，7天过去，我太阴神教欠下的人情必须要还。莫！随着习玉一挥手，太阴神教修士顿时穿梭在太阳神教领地各处搜查。习玉心里有些焦虑，要是凑不够10万亿上品灵石，可就算失约了。等女帝打完，若是还不够，只能灭2个倒霉势力来凑了。半个时辰后，太阴女帝多出了身上几道伤痕，可脚下却踩着太阳大帝的尸体从虚空裂缝中飞出。见太阳神教被灭，太阴女帝顿时长舒了一口气。自即日起，太阳神教已成过去式。女帝威武！女帝威武！女帝威武！太阴神教修士闻言，纷纷扬起手中的灵兵高呼。他们出去都会和太阳神教修士死拼，双方不知陨落了多少修士，早已不是3-2句话可以解决的恩怨。如今太阳神教覆灭，等女帝再融合太阳真火，顿悟出阴阳法则，太阴神教只会更加强悍。玉儿，灵石清点的如何？太阴女帝运转生命之力，缓慢恢复伤势。不得不说，太阳大帝实力不弱，要不是炼化了太阴真经，自己未必能抹杀。还差3万亿左右。习玉神色暗淡，太阴女帝闻言，直接丢出了一枚空间戒指。足够了，这里面是太阳大帝的积蓄，让人查查林公子的位置，你马上送过去吧。习玉刚想点头，林峰6人就缓缓从九霄云外降临。不用了，我已经来了。师尊！林峰拉着顾新蕊出现，身后江雪四女冲着虚空中瞪了过去，立马就有数道神念消失不见。林公子，这是许诺的10万亿上品灵石，这次能踏平太阳神教，多亏了你的帮助。以后若有用得上太阴神教的地方，请尽管开口。太阴女帝低头浅笑，若不是林峰，他也杀不死太阳大帝。即便踏平了太阳神教，让太阳大帝孤身一人当老六，那日子可不好过。林峰没有客气，将10万亿上品灵石收下后，又把目光放在了圣王境巅峰的墨玉麒麟身上。这家伙是太阳神子的坐骑，后来被他的护道者带走。如今太阳神教被灭，他不出意外的话，将会被太阴神教驯化。不过对于墨玉麒麟一族，林峰心里还是有些芥蒂的。第5世的时候，林峰被龙族小公主拐去当童养夫，2人因此结为道侣。可是龙百年1岁，再加上他父亲凶巴巴的，2人一直没有洞房过。2人有误会，和墨玉麒麟一族脱不了关系，因为麒麟一族和龙族一直就是死敌。林峰当初刚刚踏入圣王境，正庆幸可以慢慢等龙妞成年时，2族爆发大战。他被麒麟族大帝强者盯上，后面又拿他当威胁，逼迫龙族打开结界。龙妞父亲不忍女儿伤心，将族中天骄藏进小世界，打开了结界。但麒麟族并没有放过林峰，而是在龙妞抱住后者的时候控制他自爆。尽管龙妞没事，可在林峰灵魂消散前，永远忘不掉龙妞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以前没有机会，现在他看到所有的麒麟，绝不会让他们好过。这墨玉麒麟是最后一只吗？太阴女帝见林峰红着眼睛盯着墨玉麒麟，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这是太阳神教驯服的，我也不太清楚。林公子若是想要，他以后便是你的了。不过他可能有点小情绪，本座可以帮林公子解决。太阴女帝刚想动手让墨玉麒麟听话，林峰就伸手拦住了他：不必了，我亲自来。炼狱魔龙，出来干活。炼狱魔龙骚包的出场，见江雪他们平静地盯着自己，连忙低下了龙头。老大，干啥？卧槽！麒麟崽子，吃老龙一爪！炼狱魔龙下意识就要动手，可快碰到的时候又及时收手。龙族和麒麟族是世仇，可自己的龙命更重要啊！要这家伙是老大的新宠，那自己这一爪子下去，命不也没了吗？炼狱魔龙，我允许你动用所有手段，将他整死。不仅仅是他，还有以后遇到的每一条麒麟。江雪几女面面相觑，知道麒麟族可能迫害过自己男人，他们眸子里闪过一丝杀意，可很快又有些无奈，因为麒麟族早已随龙族、凤族离开了9天大陆，去了上界啊。